童子，童子，老子都快挂了，你丫怎么还不出来呢？都40年了，你就算是在贪玩，也玩够了吧？快回来啊！系统，我操你妈！合欢宗坐望峰上，一个须发皆白的虚弱老者躺在床榻之上，不甘心地喝骂着。他叫吕天卓，是合欢宗唯一的男性长老，同时也是个到凌霄大陆40年的穿越者。上一世此类的小说，吕天卓不是没看过。男主角穿越之后，不是有金手指，就是有系统护体，再不济也是穿越到一个有背景的大人物身上。可他倒好，直接穿越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合欢宗炉鼎身上。合欢宗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双修来提升修为的宗门，而炉鼎在修真世界里面则是一种修炼工具或媒介。但合欢宗和炉鼎组成合欢宗炉鼎，那意义就有所不同了。说的再直白一点，那就是一个合欢宗众女弟子修炼功用的道具。一般此类人轮番被几个女弟子吸了阳气之后，就很难活命了。对于他们的最好的处理方式，那就是挖个坑埋了。但这个原主吕天卓可谓是天赋异禀，从20岁入门，一直干到59岁暮年。按道理来讲，这样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人，宗门肯定不会再去养他了。不过，为了表彰吕天卓那前无古人的贡献，宗主将他封为合欢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男性长老。以他炼气中阶的修为，100岁就将会寿终正寝。结果倒好，现在这具身体的吕天卓就穿越过来了，虚弱的跟个纸片人一般，生生在床上躺了40年，金手指没来，系统没来，连自行站起来的壮举都不曾有过。而现在他已经是99岁的年纪了，大限将至，吕天卓能不郁闷吗？就在他郁闷不已的时候，窗外忽然传来鸾鸟清鸣，12名红衣侍女抬着鎏金轿辇掠过坐望峰，轿帘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张绝美但却清冷的面颊。吕天卓浑浊的瞳孔猛地收缩，那是原主心中的白月光，也是宗主的唯一入世弟子，传闻终身怀9阴玄脉的绝世天才灵敏。他和原主是一起进入到了合欢宗的，并以兄妹相称。只是一个天资太聪慧，被宗主收为入世弟子，另一个天赋异禀，成为了绝世炉鼎师。正当吕天卓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声音传了过来，紧接着他的面前出现一个类似于电脑屏幕的面板，上面正在加载着什么。卧槽，难道是系统来了？吕天卓心里面狂喜起来。不过这几把玩意加载的怎么那么慢呢？是不是坑逼系统卡了呀？就在他疑惑之际，终于加载到了100%。命运对冲系统加载完毕，是否绑定？面板出现这些字眼的同时，还有是和否2个选项。傻逼才不绑定呢，再浪下去狗命都没了。所以吕天卓用意识直接去选择了是这个选项。系统绑定成功，宿主基础信息如下：姓名吕天卓，年龄99-100，修为炼气中阶，地位合欢宗唯一男性长老，裙带关系入职。我日，这尼玛后面括号里面的裙带关系入职有点太侮辱人了吧？唉，算了，自己也不是被侮辱1次2次了，慢慢就习惯了。释然之后，吕天卓继续往下看。命运对冲解释如下：将厄运视为做空人生的资本，通过逆势操作实现决定翻盘。系统任务与阴玄脉的天之娇女灵敏发生点关系。白月光探视，系统启动。系统奖励金手大礼包，凌天剑法第1式。任务成功之后，看完任务之后，吕天卓直接开口骂娘了，真是够逆势的了，这他妈不是玩人的吗？还发生点关系，自己现在连床都起不来了，你还指望着灵女神自己坐上来吗？想让自己死就直说嘛，还整个破逼系统，给点希望干嘛呢？听闻师兄近况不佳，趁着修炼闲暇之余过来瞧瞧。灵敏盯着床上那如同纸片人一般的吕天卓好一会儿，这才开口道。遥想几10年前2人一起入宗的场景，那时候的吕天卓是何等意气风发，再看现在如同干尸一般，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啊。没想到为兄弥留之际，师妹还能来做望风看我一眼，我就算是死也能瞑目了。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吕天卓在说完这话的时候，生生挤出2滴眼泪来。系统颁发的这个任务也没明说具体发生什么关系，因此他乐观地认为，没准拉个小手亲个小嘴儿就能完成任务呢。再者说，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来说，就算是林明肯主动坐上来，那也白扯呀，因为他压根就没那功能了。所以吕天卓认为自己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他将自己尽量弄到最凄惨，以此来激发师妹灵敏的怜悯之心。哎，算算我们已经相识80年了，师兄还有什么没实现的愿望，告知于我，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你的愿望。你看这机会不就来了吗？吕天卓心里面再次狂喜起来，不过他并不能表露出来，不然就前功尽弃了。其实师妹你并不知道，我自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就已经喜欢上你了，但咱们之间身份差距实在是太过悬殊，为兄只能将这份感情深埋在心里，你知道吗？每次被人当成炉鼎的时候，为兄脑海里面想的全都是你，如果能在弥留之际和你双修一次，那我死而无憾。灵敏哪宁想到吕天卓会提出这样的请求啊，他俏脸立马就红了起来。合欢宗确实是以双修功法来阴阳调和提升修为，但自己乃是9阴玄脉之体，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所以迄今为止他还是处子之身。不否认自己对之前的吕天卓有好感，但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师兄，
师妹你同意了，快扶我起来！见吕天卓那原本浑浊的眼神都瞬间变得清澈起来，林敏无奈地摇了摇头，对不起师兄，你这个请求我做不到，我以拥抱代替吧。说完之后，俯下身子，看到吕天卓那张苍老且带着一丝熟悉的面孔，他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两人刚入河欢宗的场景。林敏的心里面有那么一丝的酸楚，随后轻轻地将他抱在怀中。滴滴滴，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与此同时，令吕天卓惊喜的声音自脑海中传了出来，果然被自己给猜中了。系统所谓的和林敏发生关系，拥抱也可以。面板上弹出一个礼物包装起来的样子，上面印着新手大礼包的字样，在他旁边还有个小木盒的图案，上面的注释是否开启的字样。吕天卓激动坏了，当即就准备将新手大礼包和那个小木盒全都开启。而这时候林敏站直了身子，预示着这个拥抱完事儿了。师兄，今后我会尽量抽时间过来看你，如果还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就随时跟我说。一会儿师尊叫我过去，还有些事儿就不陪你了。林敏脸上又恢复了那冰冷的表情，话音一落，就带着那几个侍从飘然离开了坐望峰。如果放在平时的话，吕天卓或许会依依不舍，毕竟躺在床上这么多年，除了送饭菜的下人之外，没谁来探望自己了。好不容易来个美女，还不得多留他一会儿吗？但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了，童子已经来了，还是研究研究怎么延长狗命要紧。开启，吕天卓没有任何犹豫，率先将新手大礼包给点开了。寿元丹1枚，洗髓丹1枚，修炼点100。这2枚丹药吕天卓从来就没听说过，似乎并不是这个大陆上的产物。而这修炼点是什么几把玩意，更是闻所未闻。不过童子给的东西应该是不会太差吧，所以他将这2枚丹药和修炼点一并领取，他们就保存在面板上的背包栏里面了。随后吕天卓又迫不及待地点开了那个小木盒图案，里面躺着一本泛黄的书籍，用意识将其拿起来一看，上面几个毛笔大字凌天剑法。这个剑谱的廉价感让他想到上一世星爷的某个电影的桥段，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老头拿着这么个破逼玩意，之后说，小家伙，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一个修炼天才，好像完成任务奖励凌天剑法的第一式，那就看看吧，既来之则安之。所以吕天卓念叨了一句，就将剑谱给翻开了。凌天剑法，凌驾于天空之上，学成9式剑招，将无敌于天下，突破天地限制。吕天卓一看这简介，暗道太能吹牛逼了，所以也懒得再往下看是什么吹法了，赶忙将简介这一页翻过去。剑法第一式云雀惊鸿，是否领取？领取。当出现这个选项的时候，吕天卓毫不犹豫。第一提示，宿主身体太过孱弱，目前无法领取剑招，请改变身体状态。擦，居然被拒绝了。吕天卓只能是无奈的苦笑了。系统也没错，就现在自己这个逼样，要是练剑的话，那还不得直接挂掉啊？人家也是为了宿主的生命安全做考量，没毛病。于是将面板上的背包打开，拿出那枚晶莹剔透的寿元丹，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塞进了嘴里。这枚丹药入口即化，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卧槽，要劲儿，这就过去了吗？这不是忽悠自己玩呢吗？新手大礼包送的东西就这么闹着玩吗？就在吕天卓准备问候童子的祖宗18代的时候，年龄栏发生了改变，由原本的99-100变成了99-200了，也就是说他的寿命由100岁延长到了200岁了。炼器巅峰寿命也就100岁，只有修为提升到筑基期才能增加到200岁。这个惊人的变化着实是将吕天卓高兴的要命，要不然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可能随时会挂掉。不过服用完这个寿元丹，就完全不用担心这种可能性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吕天卓感觉自己身上有劲儿了不少，双手撑着床边直接坐了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压力。低头一看，自己身体上的皮肤还是充满了褶皱，依然呈现出老年的样子。看来这枚寿元丹只是让自己的寿命增加了，并没有对身体进行改造。这让吕天卓不禁想起第2枚丹药来，洗髓丹。虽然这丹药的名字不属于凌霄大陆，但顾名思义应该是洗精法髓用的，所以吕天卓没有任何犹豫，赶忙将洗髓丹给取了出来。这枚丹药不像是寿元丹那么晶莹剔透，通体发黑，看上去像是老顽童搓下来的小泥丸一般，但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吃了再说吧。于是吕天卓将洗髓丹扔入到了口中，一扬脖就将其吃了下去。轰！少顷，吕天卓就感觉自己丹田处爆发出恐怖的灵气来，他不敢怠慢，马上盘坐在床上，恐怖的灵气顺着经脉游走，逐渐渗透至他身体的每一寸血肉。刚开始的时候，灵气温和如春风拂面，但是没过多久就开始变得狂暴起来。吕天卓就感觉自己的灵魂似乎都跟着颤抖起来，仿佛被无数的细针轮番刺入一般，如同江河奔涌，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他之前那窄塞的经脉。他甚至能亲眼看到这些经络变得宽阔起来，那种痛是吕天卓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但是他知道自己现在只能是咬紧牙关硬挺，如果此刻忍不住痛得开口的话，那灵气很有可能就此泄掉，洗精法髓根本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经脉改造完之后，吕天卓就以为完事儿了呢，但他发现自己想多了，灵气直接深入到了他的血肉骨髓里面，那种痛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感觉在牙都快被咬碎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吕天卓就见皮肤表面开始往外渗那种带着恶臭的黑色杂质，估计是体内多年积累的毒素吧。总之很恶心。这个过程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就见他身上的皮肤开始慢慢变得有光泽起来。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吕天卓脸上才露出笑意来。他知道自己算是洗精法水成功了，这个洗髓丹确实是足够霸道啊。人若是一松懈下来的话，那状态就不一样了。这不，吕天卓知道成功了之后，就觉得天旋地转了，随后一头栽倒在床上，但他的脸上却是挂着心满意足的笑意。臭，这是吕天卓醒来后的第一反应。很臭，这是吕天卓醒来后的第二反应。无敌臭！吕天卓根本就来不及多想，直接起身就往外跑。他迫切的想要摆脱那股恶臭无比的味道，怎么来形容呢？就像是谁家炖了屎一般。冲出屋子之后，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空气，好一会儿，那股味儿才弱下去一些。不过并不是完全消失，周围还是伴随着不轻的臭味。这味道似乎是从自己的身上散发出来的。吕天卓低头一看，卧槽！就见他身体上挂着一层乌黑的粘稠物，恶臭就是他们散发出来的。少顷，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肯定是吃完洗髓丹之后被洗精法髓了。这些恶心的玩意儿就是身体里面的杂质，由此可以想象自己床上将会是一片什么样的景象。吕天卓皱着眉头，准备去屋子里面收拾一下，才迈开2步，就感觉到了胯下似乎有些异常情况。他低头朝那儿一看，卧槽，直接被惊到了。天卓这个名字果然是没白叫，某处真是天资卓越啊！等等，这是什么情况？他已经40年没站起来过了，现在居然……吕天卓来不及欣赏他的壮观了，赶忙将身上的那些污浊物擦下去一些，看向露出来的皮肤，光泽有弹性，完全跟之前那副苍老的躯体有着天壤之别。也就是说，这颗洗髓丹已经将他那年迈的身体彻底改造成当打之年了。好，吕天卓那叫一个兴奋啊！这个命运对冲系统真是牛逼啊！虽然迟到了40年，但好饭不怕晚，属于自己的时代即将开启了。他很想趁热打铁，将凌天剑法第一式也给领取了，但身上的那股恶臭味实在是太霸道了，他只能是先清理自己的身体了。堵着鼻子进入到了屋子里，将床上的被子拿出来扔了，随后又弄了几桶水，将澡盆装满，随后就钻了进去，开始清洗起来。一澡盆水瞬间就变得浑浊不堪，吕天卓只能起身换水，继续清洗。如此往返了5次，才算是将粘在身体上的那些污秽物洗净。此时他终于看清楚自己身体的全部容貌了，圆臂丰腰，标准的倒三角，8块腹肌犹如搓衣板般整齐，那叫一个性感。同时身上的肌肤如同婴儿般白嫩，看上去有种晶莹剔透的感觉。脱胎换骨，这是形容此刻吕天卓身体最贴切的一个词语。童子就牛逼呀！欣赏完这些之后，吕天卓的目光停留在身体最为突出的某处，嘎嘎怪笑，怪不得能当39年炉鼎还没死呢，果然是有原因的。现在都彻底属于老子了，那可就得大展宏图了。穿越到这儿之后，在床上躺了40年，这尼玛少了多少乐趣？所以吕天卓准备彻底放飞自我，要让那些女人尝尝当炉鼎的滋味。当然，以自己现在的修为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看，必须得将修为提升上去。这是一片以实力为尊的大陆，没实力怎么能行呢？想到这儿，吕天卓穿上了衣服，随后站在铜镜前。令他诧异的是，脸上的皮肤依然成老态，跟身上的完全不同。这尼玛是什么情况呢？多影响颜值啊！不过转念一想，这个样子也更具有欺骗性。随着修为的提升，想要改变苍老实在是太容易了。自恋了一会儿，他再次将面板打开，找到了凌天剑谱第一式云雀惊鸿那儿，点击了领取。嗖，那一页化作一道亮光，直接就钻进了吕天卓的脑海里面。顷刻间，吕天卓就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柄绝世好剑一般，随后一挥，剑气就飙射而出，剑光如云端掠影，那叫一个牛逼呀！只可惜他的修为确实是太低了，发挥不出相应的威力来。现在自己从系统那儿领取的东西，只剩下新手大礼包里面的100修炼点了。吕天卓停留在100修炼点那儿，直接出现了是否使用的选项。他毫不犹豫地点击了使用，看看会有什么效果。轰！吕天卓就感觉丹田里面的灵气不受控制地涌现出来，奇经八脉中游走的灵气突然停滞下来，随后丹田聚集的灵气开始出现逆时针走动的情况。刚刚被改造的奇经八脉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他额头上的汗水立马就滴了下来。卧槽，这不会被玩死吧？但现在的选择权已经不在他的手里了，只能是任人摆布。这个过程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疼痛感慢慢变得弱了下来。此刻吕天卓就感觉自己身体里面的灵气极其充盈，体内经脉如江河奔涌一般，最后在丹田凝聚出一片灵湖来。筑基期，这尼玛是突破制筑基期了！吕天卓惊喜异常，于是赶忙检查点开了宿主基础信息，姓名吕天卓，年龄99200，修为筑基初阶，功法凌天剑法第一式，地位娥欢宗唯一男性长老，裙带关系入职。果不其然，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样，正式进入到了筑基期。之前还是炼气中阶呢，也就是说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自己突破了炼气中阶和炼气巅峰，直接进入到了筑基初阶，跨越了2个小境界。当他再看向修炼点的时候，
发现已经变成了0。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呢？50修炼点就可以提升一个小境界啊！沃尼玛，这真够夸张的了。要知道提升一个小境界可是极其困难的，有些资质愚钝的人修炼个30-50年，或许才可以达到突破。自己这么一会儿，2个小境界就拿下了，果然还是童子牛逼啊！现在已经是筑基初阶的修为了，按着规矩来算的话，足以凭借实力当内门弟子了。妈的，憋屈了40年，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哼哼，你们就等着吧，这40年的屈辱，老子会慢慢找回来的。吕天卓脸上露出邪魅的笑容来。第一步，他要一统整个合欢宗，拿下白月光灵敏，征服宗主凌霜里，当这帮优秀女人的王。40年，弹指一挥间，在这穿越过来的40年中，吕天卓别说出座望峰了，连床都没下过。现在终于有了起色，他怎么能甘心在座望峰继续待着呢？必须得下山看看合欢宗里面的繁荣景象了，同时去寻找机缘，争取再去领取系统颁布的任务，继续升级。虽然现在自己修为突破至筑基初阶，但也仅仅是内门弟子的水平啊。如果遇到什么危险的话，自保也还是有问题，所以必须得尽快将自身修为提升起来，那样才能在这个修真的世界里面横行无阻。想到这儿，吕天卓简单的收拾了一番，就下了他近40年都未下过的座望峰。他的第一站是合欢宗的总务堂，这里是宗门交易的地方，可买可卖。吕天卓虽然是个有名无实的长老，宗门里面没人将他当回事儿，但每个月的俸禄可是长老级别的待遇，所以现在他的储物界里面有不少零食。之所以率先来这儿，吕天卓就是想看看有没有能提升自己修为的丹药亦或功法啥的。此时总务堂里面有不少人，这儿应该是合欢宗里面最热闹的地儿了吧。吕天卓没工夫去理会其他人，而是径直来到了总务堂的柜台前。就见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体态丰盈的女人，3000青丝束缚在脑后，面容极其秀美，也就稍稍比林敏差那么一点。不过她却是有着林敏没有的少妇感，胸前的宏伟仿佛是要破衣而出一般，大，实在是太大了。吕天卓的目光不自觉的就被他们给吸引住了，忘记了前来的目的。买东西还是卖东西？总务堂主管庄灵听见有人过来了，连头都没抬，直接问道。但令他意外的是，居然没能得到答复。他这小暴脾气就上来了，这帮家伙现在越来越无理了，居然敢把自己的话当成耳旁风，当即抬起头就准备招来人发飙。但当他见到站在柜台前面吕天卓的时候，整个人愣住了。吕长老，庄灵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跟吕天卓见面不多，但对于合欢宗这个传奇人物，他还是知道的。他不是已经在床上躺了40年了吗？而且听说境况不佳，挂掉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怎么就跑到了自己的总务堂了呢？难道是回光返照？这要是姓吕的挂在总务堂，那多晦气啊！庄灵开始郁闷起来，他想快点将吕天卓打发掉，别死在这儿。然而吕天卓哪知道庄灵心里面想些什么呀？他的注意力全都在那对奶白的雪子上，很是随意的回应道：“是我庄长老，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那么大，哦不，还是那么漂亮。吕长老是想买东西还是卖东西呢？”此刻的庄灵就想让这老家伙快点离开总务堂，省得他挂在这儿会气，所以对于吕天卓略显无礼的话都不去搭理了。要不然以他那火爆的性格来说，早就大打出手了。买东西，这么多年的俸禄一分没花，今天我打算在这儿多消费点。吕天卓除了那方面天赋惊人之外，修炼天赋平平，甚至可以说烂得一笔，所以零食对于他来说也没太大作用，还不如换些丹药来。妈的，自己修炼速度慢，那就嗑药呗。系统若是不频繁的颁布任务，那就多嗑点药，争取早点将境界提升上去。哗啦，他的话音一落，直接将储物界里面的零食拿出来一部分，全都是些中品零食，堆在柜台上，犹如小山一般。怎么这也得有几千块吧？这绝对是大手笔啊！别说总务堂里面其他人了，就连庄灵都吃了一惊。姓吕的这老家伙要干什么？难不成是最后的疯狂吗？啧，一个已经废掉40年的老炉鼎，还在这儿充大半算的呀！就在虽有人都惊叹吕天卓大手笔的时候，一个嚣张的声音传了过来，随后围观的众人被挤开了。一个长相俊朗的年轻人带着几个狗腿子走了过来。吕天卓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会儿，确定自己不认识，当即好奇地问道：“你是哪位啊？妈的，跟你很熟吗？还来这儿嘲讽老子？”此刻吕天卓心里面极其不爽，看来得找这逼活动筋骨了。老东西，你真是瞎了狗眼，连我们秦胜大哥都不认识。年轻人身侧的狗腿子不愿意了，直接指着吕天卓喝骂起来：“禽兽！卧槽，你爹多不待见你啊，怎么取了个这名儿呢？”轰！围观的众人没想到吕天卓会这样回复，全都忍不住哄笑起来。原本牛逼闪电的秦胜听了之后，面色瞬间变得犹如吃了屎一般难看。老东西，你知道老子是谁吗？秦胜说完之后，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气势来，直接将吕天卓给罩住了。秦胜，你要干什么？难道想在我总务堂动手吗？就在这时候，庄灵那冷冽的声音传了过来。要是有人在总务堂动手，那不是等同于打了他庄长老的脸吗？再一个就是他看不惯性情这小子的行事作风，一个小白脸子嘚瑟啥呀？哦对了，这里是庄长老你的地盘，那这个面子我得给。老废物，有胆跟我去演武场吧，咱们好好清算一下，看看谁才是史上最强炉鼎。
秦胜虽然嚣张，但他还是忌惮庄灵的，因为他背后撑腰的人都不一定敢动这女人，所以他将地点定在了演武场，必须得给这个老废物点颜色看看。他之所以如此找吕天卓的麻烦，正是因为此刻他顶着合欢宗最强炉鼎的名头，而面前的这个老家伙则是上一代的最强炉鼎，自己必须踩着这个传奇人物上位。第一，就在吕天卓准备答应秦胜的时候，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随后面板蹦了出来，系统任务废掉秦胜，重新夺回最强炉鼎名头，系统奖励阴阳合欢诀凌天剑法第2式。任务成功之后，卧槽，阴阳合欢诀这功法听着就高大上，必须得搞到手啊！你个小傻逼，老子在这儿当最强炉鼎的时候，你他妈还是液体呢！一会儿演武场上，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残忍。有这么好的奖励，要是不接下来，都对不起系统颁发的这个任务。所以吕天卓一口应承了下来。吕长老别冲动，秦胜可是筑基中阶的修为，而且据传梦幻梦长老要让他当双修的道侣，以你现在的条件来说，根本就得罪不起。就在吕天卓准备跟秦城出去的时候，庄灵传音过来，他倒是没有别的意思，单纯觉得吕天卓可怜，一个炼气中阶的过气炉鼎，怎么能斗得过如日中天的秦胜呢？要是他跟着去演武场的话，那10有8九是彻底被废掉了，连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庄长老这是在为我担心吗？哎呀，我好感动啊！你放心，等我收拾完这个小崽子，回过头再好好感谢你。吕天卓传音的同时，眼睛一直停留在那过分的高耸上。妈的，等得到系统的奖励阴阳合欢诀之后，必须找个机会跟庄灵镇娘们双修一下，以示感谢之意。老废物，你好磨叽什么呢？不敢了吗？操，我会怕你这个禽兽！走！吕天卓不屑地说道，随后连柜台上的零食都没拿，直接朝着外面走去。总务堂里面的这些合欢宗弟子见有这么好的热闹看，谁愿意错过呢？所以也全都跟着吕天卓、秦城二人朝着演武场走去。庄灵心里面还真有点为吕天卓担忧，索性施了个阵法将总务堂给锁住，随后也跟上了大部队奔向了演武场。当他来到演武场的时候，就见吕天卓跟秦城二人已经站在演武台之上了。老废物，你不过是个炼气中阶的小卡拉米，拿什么跟我斗？现在给老子跪下来，乖乖的磕头认错，再喊上10遍秦胜是合欢宗最强炉鼎，我他妈饶你一条狗命，不然死！此刻的秦胜长发随风飘扬，那叫一个意气风发。之前他被称为合欢宗最强炉鼎的时候，有人提出质疑，因为吕天卓曾经的名头实在是太响了，被不少人称为史上最强。这些画像是扎在秦胜心里面的一根刺，但彼时的吕天卓已经在坐望风躺着了，自己总不能将他从床上拉下来比试吧？但没想到今天会在总务堂遇到，那秦城怎么可能放过如此机会呢？只要吕天卓按着自己所说的去做，那么合欢宗最强炉鼎的名头还会有人质疑吗？傻逼，只要有我在的一天，尔等就只能是小垃圾了，找死！秦胜没想到这老东西的嘴这么硬，怒吼一声，双脚一蹬地，整个人如同离弦的箭一般朝着吕天卓射去。在他看来，以自己的修为来说，秒杀姓吕的这老废物没有任何悬念。身体射出去的时候，秦胜已经在脑海中想着一会儿干败吕天卓之后的装逼致辞了。唰！就在他距离吕天卓很近的时候，一道白光闪现过来，扑通！紧接着空中的秦胜就觉得胸口处一痛，整个人直接摔到了演武台之上。嘶！围观的众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他们看到了秦胜前胸处的一条大口子，鲜血瞬间流到了演武台之上。但自始至终没人看到吕天卓是怎么出手的。一个炼气7中阶的废物老头秒杀了一个筑基中阶的青年，这尼玛有点太荒诞了吧？但事实就摆在眼前，也由不得他们不信啊。吕天卓此刻心里面充满了震惊，这凌天剑法的第1式云雀惊鸿居然如此霸道，将境界跟自己一样的秦胜一下就秒杀掉了，可真他妈过瘾啊！踏！就在秦胜想要起身的时候，吕天卓一脚踏在了他那受伤的胸口之上。小老弟，你服不？吕天卓居高临下的看着秦胜，一脸玩味的问道。我服你麻痹！吕天卓，你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废物长老，老子可是即将要成为梦幻梦长老的双修道侣，你他妈敢动我！秦胜歇斯底里的朝着吕天卓吼道。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如此丢人，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往回找点面子了。不服？那好，再想服也晚了。吕天卓的话音一落，将灵气就运到了右脚之上，随后抬起右脚，开始朝着秦胜的脑袋上猛跺下去。刚开始的时候，秦胜还能喝骂呢，但是3、4脚下去之后，这逼就彻底蒙圈了。吕长老又来了几下之后，才停了下来。就凭你，也配跟我争合欢宗最强炉鼎？我只是老了，不是死了，不是不服气吗？那老子让你连炉鼎都当不成！吕天卓说完之后，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秦胜的卡巴当，扬起右脚，用足力道，直接就来了个足球踢，咔嚓！围观的众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鸡飞蛋打的声音，不禁裤裆一凉，甚至不少男弟子都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卡巴当。嗷！秦胜那不似人类的惨叫声瞬间响彻整个演武场，那叫一个凄厉啊！过瘾吧？老子让你禽兽，让你最强炉鼎，让你嘚瑟！吕天卓生怕秦胜不废，自己再得不到系统奖励，
所以说一句就狠狠地朝着秦胜卡巴当上班猛踹一脚。这回秦胜连声音都没能发出来，眼睛一翻，直接晕死过去。不过在他晕死的前一刻，秦胜就知道了自己的结局，炉鼎这个活就别想干了，以后只能去宫里找个班上了。滴滴滴，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随后那面板再次弹了出来。功法阴阳合欢去是否领取？吕天卓毫不犹豫地点了领取。随后凌天剑法的剑谱再次出现，之前吕天卓只能看到剑谱的简介和剑法的第一是云雀惊鸿，但是这一次他能翻开剑法第二是天河逆鳞这一页了。他知道这预示着自己可以马上修炼天河逆鳞这一招了，想想就觉得兴奋。合欢宗就是一个阴阳调和的双修宗门，现在自己得到了这个阴阳合欢诀，肯定是极其牛逼的双修功法。吕天卓恨不得马上就找个人试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连我的人都敢动？就在吕天卓极度兴奋的时候，一个冷到极致的女声传了过来，随后一道亮丽的声音飘到了演舞台之上，对吕天卓怒目而视。修长的身段，绝美的容颜，而且据吕天卓目测，她的罩杯似乎叫庄灵一点都不小，绝对人间尤物啊！但就是这么个美女，整个合欢宗没有人想与之为敌。她不是别人，正是拥有着金丹期中阶修为的长老孟焕。刚才被吕天卓废掉的秦胜，之所以敢在合欢宗如此嚣张，主要原因就是有孟长老做靠山，而且据传他很快就要正式成为孟长老的双修道侣，谁敢得罪啊？现在秦胜的卡巴当已经被吕天卓彻底踹烂了，孟长老心中的怒火就可想而知了。所有人都开始为吕天卓担心起来，毕竟讨厌秦胜的实在是太多了。哎，吕长老刚做了一件替天行道的事儿，就要受到惩罚，老天无眼啊！吕天卓也是长老之一，孟长老不敢乱来吧？操！吕天卓这个长老有名无实，完全是靠着年轻时候的床上功夫得来的，怎么跟孟长老斗啊？这回可能是凶多吉少了。围观的这些宗众们全都小心翼翼地议论起来，这话可不敢让孟焕听到，生怕招致这位姑奶奶的报复。哟呵，这不是孟师姐吗？好久不见，你依然这么漂亮。吕天卓赶忙跟孟焕打招呼，这娘们比自己入宗早，但两人全都是长老，所以叫声师姐不为过。我倒是谁呢？感动我的人原来是吕长老你啊！怎么着，在坐望峰待了40年，就不把我孟焕放在眼里了吗？孟长老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躺在地上秦胜的卡巴当，那儿流出来一大滩子鲜血，显然局部已经彻底被废掉了。原本还想将他收为双修的道侣呢，毕竟像他天赋这么好的人不容易找到了。结果倒好，一个如此牛逼的炉鼎就这么被吕天卓这个老废物给废掉了，他怎么能不怒呢？现在恨不得将面前的这老东西给碎尸万段了。孟师姐，此言差也，我这是帮你啊！这小子居然自称是合欢宗最强炉鼎，这尼玛不是招摇撞骗的吗？我还听说孟师姐想要收他为道侣，所以就将这个骗子给处理了。几十年前，全宗门的人就知道最强炉鼎是我，那个禽兽跟师弟一比，那就是地中地，所以我怎么能让这小子偷塔呢？孟焕听得一愣一愣的，偷塔是什么意思啊？还有就是这老货不是已经瘫了40年了吗？老化的灵剑还能用了吗？不可否认，当初他确实是可以称得上是合欢宗的最强炉鼎，但此一时彼一时了。少废话，吕天卓要你为自己的修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来。唰，孟焕的话音一落，人已经消失在原地了。紧接着吕天卓就感觉自己被一股恐怖的威势给罩住了，连用凌天剑法的机会都没有。境界上的差距是硬伤，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就更加坚定了吕天卓想要快速突破的决心。吕天卓随后就感觉呼吸一滞，脖子就被孟焕的右爪给扣住了。你该死！孟焕那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吕天卓都能切身的感受到那股杀意。说实话，吕天卓心里面确实是有点慌，傻逼才不怕死呢。不过他相信孟焕不会杀自己，不管怎么说，他还挂着长老的名头呢。整个合欢宗才有多少个长老啊？这都是宗主册封的，岂能说干掉就干掉呢？就算孟焕是个虎逼，他也不可能虎透枪了，将自己给干掉吧。孟师姐息怒，我好歹也是合欢宗长老之一，你要是将我捏死的话，宗主那边也不好交代吧，所以还是想想补救的办法吧。吕天卓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一些，不然岂不是很丢人？你说的对，我确实是不好将你捏死，不然宗主那边我不好交代。不过我选的炉鼎就这么被你废掉了，要是不让你受到点惩罚，那我孟焕岂不是很没面子吗？走吧，跟我去断尘峰接受惩罚吧。说完之后，一把将吕天卓给提了起来，几个起落就消失不见了。这回吕天卓算是完了，以孟长老的手段来说，不死也废。要是吕长老还有当年那本事的话，或许还有救。他都在坐望峰上躺40年了，那儿还能站起来了吗？完了完了，现在估计也就宗主亲至能救他一命吧。这些议论声，庄灵全都听在耳中。他确实是有点为吕天卓鸣不平。其实这事儿也不算是怪他，明明就是秦城主动找茬的嘛。而且吕天卓将秦胜废掉，那也是为民除害，绝对大功一件啊。就这么被孟长老废掉的话，确实是有些不公平。但正如这些宗众所说的那样，孟焕过于霸道，
想要在他手上要人，估计也就宗主有这样的力度吧。只是现在宗主轻易不见人，据说处于闭关状态，全宗门里面也就他亲传弟子林敏能见到。林敏，对了，找林敏啊，这丫头似乎跟姓吕的那家伙还是一起入宗的呢，两人关系似乎还不错，他应该不能见死不救吧。想到这儿之后，庄灵不再犹豫，直接朝着林敏的府邸赶去，希望能救吕天卓一命。而此时吕天卓已经被梦幻给带到了他的府邸断尘峰，也只有长老这个级别的存在才能有单独的山峰做府邸。平还不待吕天卓开口呢，他就被梦幻扔到了床榻之上，刷刷刷。就在他想要挣扎起身的时候，几道藤蔓被梦幻给击了出来。吕天卓顷刻间就成太子造型被绑到了床上，他想要用力的挣脱，但那藤蔓却是越挣扎绑得越紧。再这么下去，他都害怕自己的手腕和脚腕被勒断。孟师姐，你这是要干什么啊？就算是双修的话，我也不喜欢被动躺着呀。啧，好大的胆子啊！现在还敢跟我油腔滑调？你不是将秦胜的命根子给废了吗？那本座就亲手将你的也给割下来。话音一落，一柄闪烁着寒光的匕首出现在他的手中，随后漫步朝着床上的吕天卓走去。卧槽，这娘们要干什么？不会是真想让自己当太监吧？妈的，自己好歹也是长老，他疯了吗？吕天卓开始慌了起来。孟师姐，为了一个炉鼎，不至于呀！炉鼎，你别忘了自己也是炉鼎，而且还靠着这个当上了合欢宗历史的第一个男长老。秦胜天赋好，我马上就要跟他结为道侣了，你却将他废了，我不找你算账找谁？没错，你确实是有长老的名头，我在合欢宗就算是在嚣张，也不敢要你的命，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所以将你切了，以示我的态度。刷，紧接着吕天卓就感觉自己卡巴当一凉，操，不会真被切了吧？但却是没有疼痛感传来，所以他赶忙看向自己的裤裆处，原来外裤被这娘们用刀给割开了，露出了里面的内裤来。老东西，你之前也是咱们合欢宗的最强炉鼎，但当年我为了突破金丹境界，闭关太久，以至于没能赶上你的巅峰期。既然如此，那就趁着这个机会再欣赏欣赏曾经的最强炉鼎吧。刷，他的话音一落，手中的匕首再次画出。梦幻的手法控制的极为精准，只是将吕天卓身上最后的那块布给割开，没伤他分毫。此时的吕长老算是彻底与梦幻坦诚相见了。该说不说，这娘们太他妈带劲儿了。而吕天卓又40年没在如此坦诚下见过女人了，所以有些东西他根本就控制不了。惊人的天赋开始在梦幻面前渐渐展现起来。原本想要将吕天卓切割的孟长老，此时变得面红耳赤了，就那么定定地盯着吕天卓那惊人的天赋，哪还有心思去下手了呀？这一刻，梦幻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想为秦胜报仇，但又舍不得废掉这样的惊人的天赋。秦胜之所以能入他法眼，主要也是天赋惊人，所以在和他双修的时候，修为的提升可谓是事半功倍，而且自己还能享受。但现在吕天卓所展现出来的天赋，远比当初的秦胜更为惊人。如果用他当炉鼎的话，那自己修为岂不是增长得更快吗？而吕天卓见他就那么定定地盯着自己的命根子，迟迟没下手，立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妈的，这个骚娘们还真以为自己这最强炉鼎名头是唬人的呢。随即赶忙开口道：孟师姐，你之所以找我算账，无非就是因为我废了你练功的炉鼎呗。别告诉我你真爱上那个禽兽了。现在你也看到了，咱们合欢宗的最强炉鼎应该是我，而不是姓秦的那小子。他能给你的，我绝对能双倍，甚至是多倍给你。而且我也是合欢宗的长老，你要是朝我动手的话，也好说不好听，会为你带来不少麻烦的，不划算啊。怎么，你这是在威胁我？就算是我将你废了，又能怎么样呢？梦幻回过神来，恋恋不舍地将目光从吕天卓的身上移开。不，我哪敢威胁师姐啊，就是认为你这么做不值。师姐如此聪明，难道这个道理还想不通吗？吕天卓赶忙讨好地说道。哼，合欢宗的人都说你已经40年起不来床，完全成为废人了，看来信息有误啊。言语间又朝着吕天卓那惊人的天赋上看了一眼。他这么一说，吕天卓悬着的心才算是彻底放了下来。他知道自己命根子保住了。就在他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孟长老，林敏前来拜见。他怎么来了呢？难道是听说自己被梦幻抓了，所以过来救人？这么说，林敏这丫头心里面对自己还是有感情的。吕天卓高兴起来，拿下，必须得拿下。没看出来啊，堂堂合欢宗圣女对你如此重视，居然亲自过来找本座要人了。吕长老真是魅力不减当年啊。刷，寒光闪烁，绑着吕天卓手脚的藤蔓全都被切断了。之前成态自行的吕长老终于恢复了自由之身，赶忙将自己破了的外裤拿着断了的藤蔓给缠上，以免再走光。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应知道吧？梦幻的话音一落，一套新衣服已经套在了吕天卓的身上，那是秦胜之前留在这里的，正好给他用上了。孟师姐放心，天卓明白，命根子保住对于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儿。现在自己的实力确实是不咋地，妈的，等老子牛逼了之后，看怎么收拾这个骚娘们。吕天卓在心里面恶狠狠地想到，同时又极其恭敬地应承着。那就好，走吧，
出去见见咱们的圣女。灵敏是宗主灵霜里的唯一亲传弟子，今后是要接任宗主的，所以被封为合欢宗圣女。她在合欢宗的地位那是毋庸置疑的，梦幻也不敢对她唧唧歪歪。孟师姐，请。吕天卓赶忙做了个请的手势，随后跟在了他的后面，朝大厅走去。哟，圣女大驾光临，正是令我这段尘封蓬荜生辉啊！来到大厅，就见到了面色冰冷的灵敏以及他的几个护卫。梦幻虽然有些惧灵敏，但还是嘲讽地说了一句：“他知道合欢宗需要平衡，这么点事儿，别说是灵敏了，就算是宗主也不会将自己怎么样。”然而灵敏根本就没有理会梦幻，而是将目光看向了他身后的吕天卓。吕师兄，你没事吧？他接到了庄灵的通知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就赶了过来，生怕吕天卓遭遇不测。没事，林师妹，孟师姐就是带我过来叙旧，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吕天卓赶忙轻笑着解释了一句，而梦幻则是冷哼了一声。孟师姐，既然咱们已经叙完旧了，而林师妹又找我有事儿，那我就先行离开了，空了再约。好啊，吕师弟。吕师弟这3个字被梦幻咬得很重，现在他还耿耿于怀呢。但鉴于圣女灵敏在这儿，他也只能是忍气吞声了。林师妹，咱们走吧。吕天卓随后笑眯眯地朝着灵敏说道，而林圣女根本就没看梦幻，拉着吕天卓转身就走。师兄，你没事吧？姓孟的那老太婆没将你怎么样吧？刚一出了段尘封，灵敏就赶忙朝着吕天卓问道。放心师妹，师兄什么事儿都没有。见灵敏如此关心自己，吕天卓心里面那叫一个开心啊！看来这丫头对自己肯定是有着不浅的感情，那双修的事儿就好办了。灵敏哪能想到自己将吕天卓当哥哥，但这家伙却要睡他啊，那就好。不过我从坐望峰离开的时候，师兄还连床都起不来呢，这才多长时间啊？可以自行下地不说，还将秦胜给废掉了呢。师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灵敏不解地朝着吕天卓问道。自己在坐望峰见到他的时候，这家伙马上就要油尽灯枯了，怎么没几天的时间他就生龙活虎，甚至还将秦胜给废掉了呢？要说这事儿，还得谢谢师妹你啊。那天你从坐望峰离开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四肢不再僵硬了，很轻松就从床上爬了下来。更令人惊喜的是，我的修为居然没有因为躺了40年而退步。这不去总务堂的时候碰见了那个什么禽兽吗？这小子对我出言不逊，又约我去演武场单挑，也不知道是那小子太弱，还是师兄我太强，一招就把他给打趴下了。我听台下的那些门众们说，这小子平时无恶不作，而且又号称合欢宗最强炉鼎，师兄就有点受不了了，所以下脚也就狠了点。吕天卓的这番说辞，就算是灵敏也找不到什么毛病。不过他没想到自己去看了吕天卓一眼，就有如此惊人的效果。早知道如此的话，那就早点去看好了，何至于让师兄在床榻上躺了40年呢？师兄，秦胜之所以可以在合欢宗如此嚣张，那是因为他有梦幻孟长老的庇护，而孟长老在咱们宗门里面地位多高，你应该是知道的。今天我是得到了庄灵庄长老的通知，所以才能及时赶到，要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今后你真得避着点梦幻那个疯女人，据说她已经决定跟秦胜结为道侣了，而你现在将性情那小子彻底废掉了，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来说，肯定是会继续找你麻烦的。灵敏还是一脸担忧的表情，虽然吕天卓现在可以行动自如了，但以他那3脚猫的修为，怎么可能是梦幻的对手呢？当然，这老娘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对他怎么样，毕竟师兄挂着长老的名头呢。不过他要是在背后下黑手的话，吕天卓怎么能躲得过去呢？被一个金丹期中阶的高手惦记着，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放心吧，师妹，刚才我已经跟孟长老解释清楚了，相信他不会再找我麻烦了。你刚才说是庄灵庄长老找你通风报信的？吕天卓生怕自己听错了，所以再次朝着灵敏确认道：没错，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这么及时赶过来呢？得到了灵敏肯定的答复之后，吕天卓心里面开始疑惑起来，庄灵为什么要救自己呢？按理说两人根本就没有任何交集啊，难道他在刚才的时候被自己的魅力所征服？一定是这样的。妈的，有了童子之后，瞬间就阳巴起来了。师兄，师兄！就在他想这些的时候，灵敏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才让还在歪歪的吕天卓回过神来。啊，谢谢林师妹相救，为兄还有点急事儿需要处理，你就请回吧。吕天卓说完之后，就快速奔向了他的坐望峰，因为系统奖励还没领取呢。灵敏看着急匆匆离开的吕天卓，心里面诧异不已。之前躺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还要让自己扶着起来双修呢，怎么现在好了之后，还不太敢面对自己了呢？难不成害羞了？灵敏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带着他的4大护卫回府邸去了。再说吕天卓，他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坐望峰，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系统面板，将凌天剑法发到了第20天和逆鳞那页上。是否领取？见面板上出现这样的字眼，吕天卓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点了是。嗖，和第一次时候一样，那一页化作一道亮光，直接就钻进了吕天卓的脑海里面。顷刻间，吕天卓再次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柄绝世好剑一般，随后一挥，剑气就飙射而出，剑势似银汉倒悬，刃过处引现龙形气劲，那叫一个牛逼呀！这一式比第一式的威力增长了1倍有余。如果之前跟秦胜对战的时候，自己要是用出这一招，那就不是将他胸口砍一刀口子那么简单了。
就算是将他直接劈成2半，吕天卓都丝毫不意外。这还是自己修为只有筑基中阶的情况下呢。等自己的实力再增强一些的话，那这剑招的威力肯定还会成倍增长，想想就觉得牛逼。第二是凌天剑法算是修炼完了，吕天卓又迫不及待地翻到了已经领取的阴阳合欢诀，也想着直接修炼，但领取之后才知道这玩意是男女双修的一个法门，自己现在也没有女伴来配合，根本无法修炼啊！妈的，刚才梦幻那娘们似乎已经被自己的惊人天赋给迷住了，要不是灵敏来得及时，没准2人已经双修上了。按着阴阳合欢诀的介绍，双修的时候自己可以通过这套功法来汲取女人的修为，与自己双修，那女人的修为越高，自己就受益越大。梦幻那娘们是金丹境中阶的高手，如果跟她双修了的话，自己的修为估计也能提升1-2个小境界吧。而且这功法还有个牛逼之处，双修一次女方就会献上他们的忠诚度，当这个忠诚度达到100的时候，自己还会收到系统颁发的特殊礼物，这尼玛实在是太诱人了。经历了之前梦幻事件之后，吕天卓意识到了自己是有多么的渺小，所以必须得快点提升自己的修为，要不然的话以后还不定遇到什么事儿呢。且不说能不能做到天下无敌，怎么着也得有自保狗命的能力吧。不行，必须得快点找机会将梦幻那娘们拿下，让她为自己献上忠诚。吕长老，吕长老，你在吗？就在吕天卓想着怎么收拾梦幻的时候，一个略微熟悉的女声传了过来，不过他一时间没想到这个声音的主人是谁。吕长老，你回来了吗？这个女声再次响起，吕天卓终于知道他的主人是谁了，正是之前跟自己聊了一会儿的总务堂主管庄灵。卧槽，这是什么情况？之前去给灵敏报信儿，现在又主动的来做望风找自己，难道这个丰满的不像样的女人真被自己外放的魅力所征服？没办法，自己的魅力就像是黑夜中的萤火虫一样，想低调都难啊。吕天卓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表，随后边往外走边说：“我在。”出去之后，就见庄灵已经俏生生的站在门口了。妈的，那对儿凶器实在是太突出了。吕天卓下意识的就将目光停在那儿了。这事儿还真怪不得吕天卓，在地球的时候他可没见过这么凶猛的，所以遇到美好的事物，谁不想多看一会儿呢？反正又不收税，对吧？吕长老，吕长老。对于吕天卓这样的眼神，庄灵还是比较反感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是生不起气来。之前在总务堂的时候，似乎也是这样。可，原来是庄长老啊！我刚才还想着要去总务堂，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要不是你通知了林师妹，我可能就要被梦幻那娘们给处理了。吕天卓干咳了一声，恋恋不舍地从那对儿人间凶器上将目光收了回来，同时心里面在想着，要是用地球所谓的罩杯来衡量的话，估计得有巨了吧。富裕实在是太他妈的富裕了，这要是生了孩子的话，肯定是饿不着。吕长老客气了，秦胜那家伙确实是应该好好收拾一下。你今天的所为可以说帮很大一部分人出了口恶气，所以我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不通知圣女的话，以我的能力也没办法从孟长老那把你救回来。这倒不是庄灵客套，他的修为不如梦幻高，而且也确实是厌烦秦胜。如果不是不想跟梦幻冲突的话，他都想出手教训那个性情的家伙了。庄长老，你来做望风，不会是专程看看我有没有安全回来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解释的了，只能说明这娘们爱上了自己。哦，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吕长老，你之前在总务堂将灵石放在了柜台之上，随后跟秦胜去了演武场，这灵石就留在了我那儿。这灵石毕竟不是小数目，所以我怕你着急，就赶忙给送过来了。这是你落下的3400灵石，吕长老你过目。庄灵说完之后，就将那一堆灵石给拿了出来。听了他的话，吕天卓还有那么点小失落，原来不是专程过来看自己的呀，真是太麻烦庄长老了。进屋里面坐坐吧。吕天卓将灵石接收之后，再次朝着庄灵发出邀请来。如果他跟自己进了屋子的话，没准儿就能发生点故事呢。所以不能放弃一切看似不是机会的机会，因为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不了，总务堂那边还有一堆事儿需要处理，灵石送到我就回去了。再见吕长老。庄灵说完就准备转身离开。第一，姓名庄灵，年龄134-300，修为金丹境初阶，体质天妒之体，天赋逆天，但被天道所压制，无法突破金丹境。就在这时候，系统面板突然跳了出来，上面写着一些关于庄灵的情况。吕天卓有点懵逼，这是什么情况啊？不过他还是一惊，系统说天妒之体无法突破金丹之境，那也就是说庄灵的生命会停留在300岁那年。现在他已经134岁了，已经快走完了人生的一半。虽然看上去还剩100多年呢，但这点时间在修真界确实是不算什么，就像是梦幻那样，为了突破一个境界，几十年就过去了。所以100多年那也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儿。可怜这么一个大美女了，英年早逝啊！妈的，这个逼系统也是的，没事儿往出弹这玩意干嘛？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呢吗？第一，就在吕天卓怒骂系统的时候，熟悉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系统任务与庄灵双修，用阴阳合欢诀令压在他身上的天道松动，直至消失。系统奖励神级炼丹术，双修一次附带25修炼点。吕天卓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
和庄灵双不双修不重要，得不得到神级炼丹术以及修炼点也不重要，他就是单纯的想要帮庄长老化解身上的天道，仅此而已。当即开口道：“庄师姐，请留步。”已经转过身的庄灵听了之后，又回过身来，诧异的问道：“吕长老，还有事儿吗？我看出来点问题，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什么问题啊？”吕长老但说无妨。庄灵很是好奇，吕天卓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呢？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庄师姐应该是一种十分罕见的体质，对吗？吕天卓并没有直接说出天妒之体的名字，而是一副神秘的样子，逼该庄就得庄，这都是增加自己在庄灵心中神秘感的好机会。果不其然，庄灵在听了吕天卓的话之后，面色开始巨变，连胸前那丰满都开始上下起伏起来，可见他此刻很是激动。不过这个起伏的局面实在是太壮观了，吕天卓眼睛又直了，必须差点飙出来：“妈的，能跟这样的女人双修，没有修炼点都行啊！你怎么知道？”庄灵的声音里面都带着颤抖了，因为这事儿就算是宗主都不知道，吕天卓怎么就看出来了呢？我还知道他叫天妒之体，是被天道压制着，终身无法突破金丹之境，生命会定格在300岁那年。庄师姐，我没说错吧？再看庄灵，完全被吕天卓所说的话给镇住了。这种体质可以说是1/1000的几率，如果没有天道的压制，那绝对是天赋逆天，就算是突破至另一位面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谁能打破天道的压制呢。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我吕天卓可以帮你打破这个禁制，但庄师姐需要付出点代价来。什么？吕天卓的话音刚落，庄灵赶忙就接过了话茬：“跟我双修？啥玩意？跟他双修？这不就是摆明了想占自己的便宜吗？”庄灵身上瞬间爆发出恐怖的气势来，对比之前的梦幻似乎丝毫都不弱。吕天卓瞬间就感觉到了危险来袭，虽然他有所突破，但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纵然有童子护体，但依然是弱势的一方。妈的，合欢宗这帮娘们一个个修为为啥都那么牛逼呢？等老子无敌之后，看怎么收拾你们丫的！当然，现在该装孙子还是要装的，大丈夫不就得能软能硬，能屈能伸吗？庄师姐不要误会啊，我这绝对不是想要占便宜亦或怎么样，我是真想为你打破天道的压制。你想，我要是没有这样的本事，怎么可能看出来你是天妒之体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件事儿咱们宗主他老人家应该都不知道吧？只要你跟我双修，我保证可以让你身上的天道渐渐松动，直至消失。庄师姐，你也知道我这点三脚猫功夫，难不成会为了跟你双修一次，从而将小命扔掉吗？这么亏本的事儿，我可做不出来。庄灵听前几句话，感觉吕天卓说的确实是有一定道理，但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啊？还这么亏本？自己跟他双修才是亏呢，因为由于特殊体质的原因，他至今还是处子之身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家伙似乎并不是在骗人，如果他真有这样的本事，那与之双修也不是不行。天妒之体的修炼天赋，那可是今天的气鬼神的，要不然也不至于被天道所压制。若是吕天卓真能将压在自己身上的天道给解除的话，那以天妒之体的天赋来说，成为一代女帝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那这个交易可以说是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了。想到这儿，庄灵将目光看向了吕天卓，剑眉星目，刀刻浮雕般的坚毅面容，确实是一个万里挑一的帅哥。只是他太老了，面部的皮肤尽是褶皱，而且听说他已经卧床40年了，万一双修之后这货再嘎了，那自己岂不是白白的丢了贞操吗？吕天卓一直在观察着庄灵的面部表情，所以心里面也猜出了个大致，当即笑道：“庄师姐，我知道你在担忧些什么，但我可以告诉师姐，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别看我卧床40年，其实那是因为我当炉鼎时间太久，耗费阳气太多，所以身体需要韬光养晦。现在我经过40年的调整，身体依然恢复到了年轻时候的巅峰状态。如果我真像传说中那么虚弱的话，又怎么可能在演舞台上将不可一世的秦圣瞬间击败呢？因此我才说你的担心是多余的，身体倍棒，吃嘛嘛香。”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吕天卓还学着大猩猩的样子，将胸脯拍得叮当作响。听了他这番解释之后，庄灵也感觉非常有道理。秦圣好歹是筑基中阶的修为，如果没有点本事，还真不可能将他拿下。而吕天卓做到了，还是一招制敌，这足以证明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吕长老，你真的能将压在我身上的天道解除掉吗？庄灵终究是心动了，这也怪不得他，换作是谁，能不想解除压在自己身上的天道呢？只要真的解除掉了，那以天妒之体的修炼天赋来说，绝对是困龙升天啊！当然可以，但前提是我们的双修的频繁一些。天道之力你应该是最清楚的，前些次我只能是保证慢慢的让天道松动，至于咱们得双修多少次才能彻底解除天道的压制，那我也不敢保证。我这人就是喜欢将丑话说在前头，最后同不同意还是得让你自己去衡量。此时的吕天卓一副掏心掏肺的样子，那叫一个真诚啊，仿佛他就是世界上最纯粹的正人君子一般。不得不说，演技绝壁，是影帝级别的。庄灵再次沉默下来，在心里面一遍遍做着思想斗争，自己到底要不要跟吕天卓双修呢？如果双修了的话，自己或许就有解除天道压制的可能性，但若是不双修呢，自己的生命也就在100多年之后走到尽头。100多年的时间，在修真界确实是不算什么，就是弹指一挥。不管怎么样，
现在机会就摆在自己面前，怎么着也得试试吧。想到这儿，庄灵一咬牙，一跺脚，他决定跟吕天卓双修。吕天卓，我可以跟你双修，但我也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双修之后没有任何效果的话，我会取你的性命。轰！说完之后，庄灵一掌劈在了吕天卓脚下，一声巨响传来，在那儿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试想这下要是劈在他身上，那会是什么效果？吓得吕天卓赶忙后退连连。妈的，还真是应了弱小就要挨打那句话呀！不过一想，马上就能跟这个蜜桃一般的美女双修了，心里面那点惧意瞬间就消失不见了，眼睛再次停留在庄灵的胸前，哈喇子又差点淌下来。那个庄师姐，要不然咱们现在先上屋里面吧。吕天卓差点一秃噜嘴，将上床说了出来。要是真那样的话，以庄灵的性格来说，下一掌可能就劈到了自己的身上吧。你在前面带路吧。一想一会儿进屋之后的场景，庄灵的俏脸更红了，胸脯又一次剧烈的起伏起来。这对于吕天卓来说是一个极其美妙的节奏。怎么就没有个手机呢？要不然的话，将这段录下来，那多有情趣啊！暗暗的咽了口唾沫，赶紧说道：“师姐随我来。”说着，转身朝着屋子里面走去，而庄灵则是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此时的吕天卓心率估计得在178的样子，而后面的庄灵对比他绝对是只多不少。来到屋子里面之后，吕天卓赶忙去整理略显凌乱的床榻。庄灵可能是由于害羞的原因，直接将身体转了过来，不去看他。没一会儿，吕天卓将床榻收拾干净了，直接来了句：“师姐，请上榻。”师姐，请上榻。庄灵听了这话，俏脸就像是个熟透了的苹果，那叫一个红啊！但现在不上榻的话，还能怎么做呢？毫不夸张地说，吕天卓就是他唯一的希望。如果他不能将压在自己身上的天道解除掉，那可能就只有等死都得份了。当即一咬牙，直接朝着床榻方向走了过去，边走边说：“吕天卓，你要是借用给我解除天道的由头来占我便宜，我保证会让你碎尸万段的。”言语里面的杀意，吕天卓自然感受得到，但他丝毫都不在乎，这只不过庄灵委身与自己的最后倔强而已。庄师姐，请放心，我向来是说到做到。正所谓君子好色，取之有道，我不会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和你双修一次的机会，那样我太不划算了。你的贞操没那么值钱。擦，现在还跟老子装逼，那还能跟他好脸色看吗？等一会儿双修完之后，你丫就会主动的献上自己的忠诚了，到时候还不是老子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呢？吕天卓现在完全是占据主动的一方，所以他得摆出主人公的态势来。如果庄灵受不了，那大可以离开啊，不去解除天道的限制就是了呗。哼，你最好说话算数。果不其然，此刻在合欢宗赫赫有名的庄长老只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发泄他的不满之意了。随后再次狠狠瞪了一眼吕天卓，这才躺到了床榻之上。我说庄师姐，你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吗？双修是要脱掉衣服的，不然怎么往下进行啊？吕天卓有些无语，这娘们长得成熟，但实际上单纯的，看来自己这个老司机得一步步去引导他了，不然无法顺利完成双修啊。庄灵听了吕天卓的话之后，俏脸就更红了。都这样了，还得让自己主动，这叫什么事儿？但他怎么去拒绝呢？只能是将眼睛闭上，开始推自己的衣物。在这个过程当中，吕天卓瞪大了眼珠子，开始猛看，同时再次感叹，为什么穿越过来的时候自己身上没有个摄像机呢？要是将这一刻记录下来的话，那将是多有趣的一件事儿啊！很快，庄灵就将身上的衣物全都脱完了，与吕天卓坦诚相见。这一刻，他全身都泛起了那种由于害羞形成的红色，而吕天卓此刻已经彻底被他那完美的身躯给震惊到了。这就是造物主的最完美作品啊！他难道就不受地心引力的作用吗？怎么能这样呢？卧槽！就在他欣赏这幅完美画面的时候，鼻血不受控制的飙射了出来。上一世他虽然掉动作片没少看，但也仅限于理论知识丰富，而穿越到这儿之后，他就开始进行了40年的躺平，根本就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所以有如此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吕天卓，你至于这么羞辱我吗？庄灵还以为吕长老是说脏话呢，气得他直接睁开了眼睛。然而就见此时的吕长老正在慌手慌脚的擦鼻血呢，枉他还号称是合欢宗的最强炉鼎呢。就这一时之间，庄灵不知道自己应该是愤怒还是发笑了。不好意思师姐，出现点小状况，马上就好。说完，吕天卓赶忙弄水洗鼻血，那叫一个狼狈啊！做好这些之后，他再次来到了床榻边上，看着依然害羞的庄灵。师姐，你真得选择与我双修吗？你还有反悔的机会，如果我上了他，那一切就盖棺定论了。吕天卓看着床榻上的可人儿，极其认真地问道。正如他之前所想的那样，君子好色，取之有道，不能乱来不是。这话显然是出乎了庄灵所料，他没想到到了这种关键时刻，吕天卓并没有马上扑上来，而是这么问自己，心里面对他的印象瞬间就大大的改观了。你也说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能接触我的天道压制，我还有别的选择吗？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你如果不能做到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你碎尸万段。庄灵不得不再次朝着他警告道。那好，师姐，我来了。吕天卓说完之后，缓缓地朝着庄灵压去。一个时辰之后，吕天卓翻身躺到了庄灵的身侧，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在这段时间里，
他终于完成了自己来到了这个世界里的第一次双修，爽，太他妈的爽了，浑身上下都通透不已，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运用了阴阳合欢诀，从庄灵的身上得到了莫大的好处。现在他的修为已然来到了筑基巅峰，而且吕天卓还有种感觉，自己的境界似乎并不跟其他人的一样。虽然自己是筑基巅峰的修为，但他感觉自己现在就算是对上京丹期巅峰的梦幻，也未尝没有一战之力。滴滴滴，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随后那面板再次弹了出来。神级炼丹术是否领取？吕天卓毫不犹豫地点了领取，随后一道白光飞入到了他的脑海之中，正是神级炼丹术地功法。另外还奖励了他25点修炼点，这是每一次跟庄灵双修都会得到的奖励。姓名庄灵，年龄134350，修为金丹境中阶，体质天度之体，天道压制有所松动，忠诚度+50。就在吕天卓暗爽不已的时候，庄灵的身份信息再次跳了出来，寿命从300岁直接延长了50年，到了350岁。他得到好处不仅仅这么点，天道压制也有所松动，就连修为都从金丹境出阶突破到了金丹中阶了。而第一次双修忠诚度就直接干到了50，这让吕天卓十分期待第二次的双修了。如果忠诚度能达到100的话，那系统会给自己颁发特殊的奖励，这让吕天卓不得不感叹挂逼的牛逼之处，怪不得当初打 CF 的时候那么多挂逼呢，确实是爽啊！女人，你的贞操和忠诚都属于老子了。想到这儿，吕天卓不禁伸手去抚摸庄灵那粉嫩的面颊，而此时的庄长老已然晕了过去，他没能承受住吕天卓那过人的天赋。庄灵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个梦似的，梦到他和吕天卓双修了。当他再次醒来时候，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床榻之上，局部疼痛难当。他知道这一切并不是梦，而且真实发生的，自己的贞操就交给了一个曾经合欢宗炉鼎的手上。想到这儿，2滴泪水悄然落下，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从床榻上坐了起来。床单上一朵落红映入眼帘，庄灵就那么呆呆地看着。你醒了呀？感觉一下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我有没有骗你。就在这时候，吕天卓的声音传了过来。庄灵回过神来之后，将目光冷冷地看向他，这就是夺走自己贞操的男人，他配吗？吕天卓，如果我的身体没有任何改变，我立马取你狗命！庄灵咬牙切齿地说道。虽然面前的这张脸俊朗异常，但他还是气得要命。威胁了吕天卓一句之后，就快速地开始内视起来。金丹期的中阶，庄灵瞬间就被震惊到了。他停留在金丹初阶已经好多年了，现在跟吕天卓双修一次，居然就突破了之前的境界。天哪，这是真的吗？显然庄灵还是有点不太相信，所以开始再次检查起来了。一连几遍都是金丹中阶，这也由不得他不相信了。而且此时的庄灵明显能感觉到自己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难道天道的压制真的被松动了吗？此刻的他兴奋不已，之前心里面极其怨恨吕天卓，但现在那些怨恨则是在一点点的消退。你的修为已经到了金丹中阶，而且天道的压制也有所松动，这只不过是咱们第一次双修而已，以后还得多进行双修。至于多久才能彻底将天道的压制给解除掉，我也不好说。总之多多益善，这样对你对我都好。吕天卓的声音将他拉回到现实之中。哼，别以为我会感谢你，这只不过是咱俩的交易而已，各取所需。其实庄灵的心里面还是很感激吕天卓的，但女人都喜欢口是心非，如果承认自己感激这家伙的话，那岂不是很丢人吗？毕竟贞操已经给了他，这话没毛病。既然交易完成了，那你应该回总务堂了，毕竟还有人需要去买卖东西呢。这是跟谁俩的呢？你丫之后不还得老老实实过来找老子双修吗？装什么高尚？等忠诚度到100的时候，你就只有臣服的份儿了。吕天卓就想治治这娘们那高冷的架势，这样才有征服的感觉吗？哼，走就走。庄灵再次恢复了他那副高冷的样子，随后转过身去穿衣了，仿佛怕被吕天卓看到一样。对于他的这个动作，吕天卓嗤之以鼻，你全身上下哪块儿老子没见过呀？等他穿好衣服之后，从床榻上下地，一个趔斜朝着地上摔去。原来他的伤口疼痛不已，以至于没能站稳。吕天卓眼疾手快，直接将庄灵给搂在了怀里。怎么不想走了呀？那咱们再来第二次双修吧，或许还能让天道压制再松动一些呢。看着一脸坏笑的吕天卓，庄灵赶忙将他给推到了一边。这家伙不亏有着合欢宗最强炉鼎之称，天赋实在是过于惊人了。他感觉如果再双修一次的话，那自己估计也就不用再下地了，根本就承受不住啊。这件事儿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不然我不会放过你。庄师姐，你这句话犯了2个错误，一是低估了我，二是高估了自己。金丹中阶就能将我击败了吗？你真是很傻很天真啊。若是真跟我动手的话，你就会发现我很强很暴力的，所以收起你那点小心思吧。而且你还需要明白一点，普天之下只有我吕天卓一人能做到将你身上的天道压制全部解除，不会有第二个。所以别说你不能杀我，别人杀我你也得出面保护，不然的话你的天度之体一辈子也不可能发挥出相应的效果，明白吗？吕天卓看着还在威胁自己的庄灵，极其不屑地说道。庄灵听了这番话之后，
瞬间就像是霜打的茄子似的，直接就蔫了。他知道吕天卓所说的是这一切都是真的，且不说他的修为怎么样，今后不论这家伙出什么事儿，自己还真都得护他周全呢。经过这一次和吕天卓的双修，自己不仅修为上突破一个小境界，压在身上的天道确实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如此一来，自己那令天都妒忌的天赋也可以释放出来一丝了。再修炼起来的话，那绝对是事半功倍。该说不说，这都是吕天卓的功劳，有了他，让庄灵看到了彻底摆脱天道压制的希望。哼，少在这吹牛了，你不知道我刚才修为已经突破至金丹中阶了吗？收拾你一个筑基期的小卡拉米，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不过你确实是令身上的天道压制松动了，所以我就饶你一命。今天的事儿不能跟任何人说，要不然我要你好看。在威胁吕天卓的时候，他还扬了扬那可爱的小拳头，这个动作让吕天卓忍俊不禁。虽然庄灵已经100多岁的年纪，但心性跟地球那些20来岁的小女孩没什么区别，所以吕长老也就不跟他一般计较了。庄师姐，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帮我带一下炼丹的材料，我要炼制丹药。当然，我不是白问你要，该多少灵石就多少灵石，根本不差钱。此刻吕天卓已经领取了神级炼丹术，他想尝试一下炼丹，看看能是什么效果。你还会炼丹？听了吕天卓的话，庄灵显然是有些不相信。那当然，除了生孩子啥都会，你给我拿材料就是了，该多少钱多少钱，不会差事的。这娘们貌似有点看不起自己啊，到时候必须让她知道什么是天才。好，有钱就有材料，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庄灵想要快点回去好好检查检查自己的身体，所以说完转身就准备往外走，但没走2步呢，又想起什么来，突然回头，快步地奔向了床榻。吕天卓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只能是好奇地看着。就见庄长老来到榻前，右爪一挥，那块带有落红的床单就被他给撕了下来。记住，不准跟任何人说这事儿。又朝着吕天卓警告了一句，这才一瘸一拐地离开坐望峰。这是庄灵的第一次，所以他将这块落红看得很重，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返回去将床单撕掉。对于庄灵来说，这块布也算是他第一次的见证者吧。看着一瘸一拐离开坐望峰的庄灵，吕天卓脸上没有了嬉笑之色。自己是魂穿过来的，占据了原主的身体，所以虽然他曾经是合欢宗的炉鼎，但那些他都不认。而庄灵就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女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毕竟将第一次给了自己，那就得对人家负责到底。这个大陆并没有一夫一妻制，所以吕天卓预计他会有很多女人，但这只能算他是博爱，并不是渣。只要给他发生关系了，那以吕天卓的性格来说，就得照顾到底，这才是老爷们干的事儿。不然的话，那和混蛋有什么区别呢？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哈哈哈！吕天卓回味着刚才和庄灵双修时候的温存，忍不住大笑起来。不过现在的修为确实还是太低，必须得快速提升起来。这是一个以实力为尊的世界，只要有了足够的实力，那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不然的话，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那多窝囊啊！想到这儿之后，吕天卓直接就开始打坐练功了。练了好一会儿，他发现完全没有任何的效果，他就连那些灵石里面的灵气都吸收不进去，只能说自己的修炼天赋实在是太垃圾了。麻痹的，这垃圾的天赋，想要努力都不行，干脆躺平开挂算了，修炼你妈！做了半天的无用功之后，吕天卓开始怒骂起来，根本就不是修炼的材料，怎么努力的没用，索性还是等待着系统给颁布任务吧，不然就是在浪费时间。刚才跟庄灵双修的时候，确实也是浪费了不少的精力，所以还不如治睡觉呢，养精蓄锐，等待着下一次双修机会的到来。这一觉吕天卓睡得那叫一个香甜啊！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然是第二天早上来。从床上一跃而起，就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道，昨天的疲惫一扫而光。现在就算是在跟庄灵大战300回合，他都不会有任何的疲惫感。简单的整理了一下，发现并没有人来给自己送饭，看样子应该是林敏将自己已经可以起床这件事儿告诉了宗主，所以也就没这个待遇了。不过这也难不倒吕天卓，随便弄点东西就是比较丰盛的一餐。填饱肚子之后，吕天卓百无聊赖，索性直接朝着下了坐望峰，奔向了总务堂。你们发现没，今天的庄长老似乎跟以前不一样了呢，还真是，他的脸上居然出现笑容了，简直不敢相信，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呢。我也发现了，而且他整个人更是魅力焕发，艾玛呀，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出现这种情况，那8成是有道侣了，被滋润的，但没听说谁这么牛逼，能将庄长老给拿下呀，真是令人羡慕啊。吕天卓刚一进总务堂，就听到了里面人那议论声，他的嘴角上扬起来，看来昨天来上那么一下，确实是改变了庄灵不少啊，只是不知道他一会儿见到自己之后会作何反应。吕天卓怀着好奇之心来到了柜台前，此时的庄灵就坐在柜台的后面，整个人很入神，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脸上还挂着淡淡的笑意，确实是与之前判若两人。他担任总务堂长老已经很多年了，这是大家第一次见到他的笑模样。可由于他太过入神，以至于庄灵根本就没发现吕天卓的到来，依然在那儿卖呆呢，所以吕长老故意咳嗽了一声，将他从幻想中拉了回来。你来了呀，
庄灵迅速抬头，眼神直接跟吕天卓的碰撞到了一起。吕长老在他的目光中看到了一抹害羞，没错，就是害羞。随后他的眼神就闪躲开来，不跟他对视了。50的忠诚度，看来这个数也不低了，要不然不至于如此。想到这儿，吕天卓的嘴角再次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来。此时他非常想知道100的忠诚度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不是让你去找我吗？怎么没去呢？吕天卓收起笑意，板着脸朝庄灵问道：我这不是的在这儿看管着总务堂吗？怎么能说走就走呢？要去也是晚上去啊。卧槽，他的这个回答简直绝了。原本吕天卓就是想试验一下庄灵面对自己的质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复，要是按照他以往的脾气来说，绝对直接炸了。就算是2人发生关系双休了，他最多也就是不动手，但没想到他居然会如此低三下四的跟自己解释，看来还是小看了这50的忠诚度啊。吕天卓现在完全可以断定，那就是庄灵彻底被自己给拿下了。看着面前那娇艳欲滴的可人儿，吕长老恨不得马上再跟他双休一次，太他妈的带劲儿了。不过之前庄灵说过，暂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吕天卓也就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他可是自己来到异世的第一个女人啊，那必须得好好对待啊。我知道你工作忙，这不主动找过来了吗？昨天跟你说的要买一些炼丹的材料，现在我来取了，你看着给我，就照着1万灵石买。吕天卓没有再去调侃庄灵，等晚上回到坐望峰有的是时间，现在得办正事儿。神级炼丹术已经看过了，那必须得试验一下，看看能炼出什么样的丹药来。如果真能炼制出牛逼的丹药，那必须得送给庄灵以及灵敏啊。虽然还没跟灵敏发生关系，但吕天卓心里面已经将她当成了自己的女人，跟庄灵是一个位置上的，所以不能顾此失彼。买1万灵石的，你疯了吗？听了吕天卓的话之后，庄灵小声的嘶吼起来。她根本就不相信吕天卓会炼丹，要知道想成为一个炼丹师是很难的。这老家伙刚从床上站起来，现在就想跑了，那不是拿钱打压脑袋呢吗？1万灵石就算是对于长老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庄灵不想让他这么就浪费掉，留着提升修为用不好吗？此时的庄长老都没发现，他已经将自己当成吕天卓的管家婆了。这个微小的转变自然被吕长老给捕捉到了，他的脸上再次露出笑意来。师姐放心，弟弟心里面有数，你给我拿就是了。哗啦，他的话音一落，一大堆中品灵石就出现在了柜台之上，巨大的声响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瞩目，全都被这场景给震到了，包括庄灵也是。他还以为吕天卓要买1万下品灵石的呢。要知道中品灵石和下品灵石之间的兑换比例是1比100，也就是说这些相当于100万的下品灵石，这货是真疯了呀！卧槽，这位老大爷是什么情况？玩儿最后的疯狂吗？昨天废掉了秦胜，被孟长老带走了，今天居然还能活着回来，真是奇迹啊！看来吕长老这40年算是躺明白了呀，钱是王八蛋，没了再去赚呗，消费。周围人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全都纷纷议论起来，因为吕天卓的做法实在是太过豪横了，不少内门的女弟子看向他的眼神都变了。不论是在哪个时代，哪个大陆，有钱还是要被人高看一眼的，甚至已经有不少女弟子在搔首踟蹰了，想要引起吕天卓的注意。万一有跟他双修的机会，那这位老大爷还不得给点双修的经费？操，一群庸脂俗粉，还跟我抛媚眼，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怎么跟我们家玲玲相提并论？真是不知所谓。吕天卓见状之后，直接怒骂一声，顺便拍了庄灵一记马屁，少在这儿胡说八道。话虽然这么说，但庄灵心里面美滋滋的，还是很受用的。吕天卓，你确定要用这些灵石来换炼丹的材料吗？这绝对是一笔巨资，所以庄灵认为有必要跟他问清楚。那可是100万枚下品灵石啊，要是用来修炼的话，不过突破现有的境界也差不多。以吕天卓的炼丹本事来说，买了材料估计也得弄报废了，所以庄灵认为有必要再去提醒他一次，别冲动了。当然了，你看不起弟弟吗？说完之后，吕天卓朝着庄灵一挑眉毛，一脸玩味的笑意，这不禁让庄灵想起了那个弟弟，俏脸立马就像是熟透了的苹果一样，那叫一个红嫩啊！不要脸！庄长老清脆了一声，随后就去给他找炼丹药的材料了。他是真不敢继续跟这家伙聊下去了，要不然天知道他会说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话来。少顷，一大堆的天材地宝就被庄灵给拿了出来，九转还魂草、千年雪莲、赤炎果、龙血凤髓、雷鹏鱼等应有尽有。吕天卓见了之后，眼睛亮了起来，这些玩意够自己折腾的了。在一众人羡慕的目光当中，将这些东西全都收进了储物戒里面。晚上的时候去做望风找我，有好东西给你，我先撤了。吕天卓说完之后，给了庄灵一个飞眼，就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他还得回去炼丹呢，看看效果咋样。但这一句话又将庄灵弄得心神荡漾，脑海中不仅想起了昨天双修的场面，俏脸也就更红了。吕天卓之所以这么着急离开，就是为了回去炼丹。他已经将神级炼丹术给领取了，怎么可能不试试效果呢？要不然的话，必须得在总务堂好好跟庄灵交流交流感情，这可是自己的第一女人啊，意义不一样。回到坐望峰之后，吕天卓看着一大堆炼丹材料开始懵逼起来。自己之前就他妈一个练气期的小卡拉米，哪有什么资格炼丹啊？
所以连炼丹炉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啊？吕天卓找了一圈，最后直接弄来一个类似于花盆的容器当炼丹炉。他想，反正自己有神级炼丹术，炼丹的炉子随意一点也就行了。若什么都是顶级的话，那不是体现不出功法的牛逼之处了吗？随后在外面设置一个结界，就开始准备炼丹了，也没有那么多的说道，按着步骤将材料全都扔进了盆子里。吕天卓席地而坐，调动灵气聚集于手上，少紧手掌就出现了淡蓝的灵火。这还是他的第一次尝试，没想到居然如此简单，这应该是功法的牛逼之处，要不然以自己能耐，确实是够呛。吕天卓试着小心翼翼地将灵火注入到那个盆子之中，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对灵火的控制简直到了变态的地步，就这么一个破盆都丝毫不受影响，简直比牛逼的丹炉都好用。炼丹一般都讲究起炉祭火，头要淬炼，凝丹成文，丹要完成，但现在的吕天卓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繁琐的过程，简直就跟东北菜中的乱炖差不多。用1万中品灵石买来的那些珍贵材料，此时全都在这个破盆之中，灵火不断在他们的身上淬炼着。但如果有人看到盆里面的场景，肯定会震惊不已的，因为那些材料并没有马上被炼化掉，而是保持着之前的阳气，不过就是颜色慢慢发生了变化。然而吕天卓的注意力此时全都被操控灵火这一步给吸引过去了。虽然是第一次炼丹，但脑海中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自己所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掌控灵火的火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学到了不少知识，如果下一次再炼丹的话，效果肯定要比这一炉强100倍。不过他知道这一炉炼出来之后也肯定会震惊整个合欢宗的。想到这儿，吕天卓的脸上扬起一抹满足的笑意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吕天卓手上的灵火开始渐渐熄灭，随后他缓缓睁开眼睛。在地球的时候，他看过玄幻小说，那里面写的炼丹极其困难，有的时候灵气支撑不住的话，那就会前功尽弃，但自己完全没有灵气枯竭的感觉啊！难道小说中说的全都是错的？卧槽！就在他想这些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盆里面那一粒粒成功的丹药，不禁惊叫出声：天才！这他妈就是天才！如果这事儿传出去的话，别说在合欢宗了，就算是整个凌霄大陆也得沸腾起来啊！那些所谓的天才跟自己比起来的话，那就是地中地，渣中渣。虽然有点挂逼之嫌，但是我挂逼我自豪，有本事你也开挂啊！嘚瑟了一会儿，吕天卓才将目光看向了盆里那些丹药。这些玩意对于别人来说或许是无价之宝，但在吕长老这儿只能说是炼制最失败的一批，很是随意的找一个瓶子就给装了起来，数了一下，一共32枚丹药。至于每枚丹药都叫什么，他根本就不用操心，因为在系统面板上都有每一枚丹药的名称以及功效。吕天卓看了一会儿，最后选中了一枚叫聚气丹的小家伙留了出来。这枚丹药倒是没有太牛逼的地方，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汇聚天地灵气，辅助修炼突破。现在庄灵的天道已经在自己的作用下有些许松动了，所以正是修炼的好时候。而这枚聚气丹完全可以对他的修炼进行很好的辅助。对于自己的第一个女人，吕天卓还是相当宠溺的。起身将破盆扔出去之后，才发现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之前在总务堂的时候，自己已经约庄灵晚上过来了，也不知道这丫头能不能放下脸面来做望风与自己相会。吕天卓想要跟他多双修，尽快将庄灵的忠诚度提升到100，到时候系统会有特殊的奖励，没准儿还能让自己修为有质的飞跃呢。等了一会儿，也不见有人上山，吕天卓也就没耐心继续等了，自己弄了点吃的，准备吃完就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然而还不待他吃完呢，外面就有了动静来了。由于跟庄灵发生过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对这丫头身上的香味十分熟悉。闻香识女人，可以说这是吕天卓现在的一个特殊技能吧。不过他没有任何动作，依然坐在那儿吃饭，要主动也得是他。谁说老爷们不要面子的？怎么才吃饭啊？进入到房间之后，见吕天卓正在吃饭，伙食也不怎么样，庄灵赶忙问道：上面知道我已经可以自主行走了，也就把送饭这道程序给撤掉了，我能怎么办呢？只能是对付吃了呗，反正咱们是修行之人，也饿不死。看着吕天卓这副样子，庄灵居然有些心疼了，这让他甚是诧异，不会自己喜欢上这个家伙了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自己跟他就是各取所需，不存在真正的感情。别吃了，我再给你做点吧。虽然心里面那么想，但是举动却很诚实。说完之后，庄灵就有点后悔了，上杆子不是买卖啊，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还怎么收回来呢？于是主动去给吕天卓弄吃的了。很快色香味俱全的几道菜就上来了，尝尝我的手艺。吕天卓听了之后，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随后开始吃品尝起来。自己做的那些东西只是保证能吃，但庄灵做的这才是美味。几个精致的菜肴很快就被吕天卓给消灭掉了，而且还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怎么样，好吃吗？庄灵下意识地朝着吕天卓问道，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不知从什么时候如此在意吕天卓的看法了。绝对人间美味啊，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肴，以前真是白活了。如果你能给我做一辈子，那可多好啊。这绝对是吕天卓的肺腑之言，但听了这话之后，庄灵的俏脸就红了起来。姓吕的什么意思？难道是想跟自己当道侣吗？而此刻吕天卓也感觉这话说的有点暧昧了，赶忙干咳了一声，随后开口道：
之前在总务堂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晚上有好东西给你了，现在酒足饭饱，是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庄灵一听这话，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即朝着床榻上走去，边走边退自己的衣服。不过这时候他的面色就开始变得难看起来了，这家伙就是想要趁着双休占自己便宜而已，还有好东西给自己。所谓的好东西，不就是他那过人的天赋吗？若不是为了解除身上的天道，自己会跟他这个老东西发生关系？庄师姐，你这是干什么啊？吕天卓都懵了，这女人怎么变得如此主动了呢？她是喜欢上了自己的天赋，还是想要快点解除身上的天道限制呢？姓吕的，你还跟我装什么啊？所谓的好东西，不就是裤裆那点事儿吗？要不是我身上有天道所限制，我会跟你双休？哼，快点上来，老娘赶时间。庄灵心里面对吕天卓那仅有的一丝好感，在这一刻也是烟消云散了。卧槽，居然敢跟自己这么说话，看来50忠诚度还是不够用啊，不然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妈的，小娘皮，还收拾不了你了呢！庄灵的反应彻底将吕天卓心里面的征服欲给激起来了，如果不将他彻底那些，简直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了。啪！想到这儿，吕天卓瞬间入戏了，重重的朝着桌上拍了一下。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将衣服已经半退的庄灵给吓了一跳，立刻停止了手上的动作，一脸惊诧地看向了吕天卓。庄灵，你把我吕天卓当成什么人了？为了骗你身体的好色之徒吗？是，老子确实是好色，但君子好色，取之有道。今天叫你过来的目的，是因为我已经把从总务堂那儿买来的材料炼成了丹药，想要与你分享。现在你身上的天道在我的作用下已经开始松动了，因此可以发挥一些你天妒之体的能力。老子还不是想要你快速的突破修为吗？那这是我专门为你炼制的聚气丹，它可以短时间内汇聚天地灵气，辅助你修炼突破。拿着它，滚蛋！吕天卓说完之后，直接将一枚聚气丹扔向了庄灵。此时的他看向庄长老的眼神是那么失望。庄灵下意识地将聚气丹接了过来，入手那一瞬间，他就知道这枚丹药的含金量了。完了，错怪他了。庄灵心里感动的同时，也深深陷入到了自责之中，鼓起勇气来到了吕天卓跟前，用那笔文字也大不了多少的声音说道：“对不起，错怪你了。”草，拿下！吕天卓心里狂笑起来，此刻他就是影帝，人生如戏，全凭演技。这话真是一点不假呀，在地球上适用，在这儿亦是如此。吕天卓就这么稍微一眼，庄灵这丫头就入局了呀。此刻吕长老心里面那叫一个嘚瑟，真应了那句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不过他可不能将这些表现出来，不然之前的演技就全都前功尽弃了。我们都这种关系了，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想我，痛心，痛心疾首。我吕天卓完全将你庄灵当成了自己的女人，炼制出来的丹药自己都没舍得用，第一时间就给你了，却是换来这么一个结果，算我瞎了眼。吕天卓认为刚才的火候还不够，所以再加一把火应该就差不多了。什么？吕天卓居然将自己当成了他的女人，怪不得毫不吝惜就将刚炼制的聚气丹给了自己呢。想起刚才自己对他的态度，庄灵瞬间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人家不仅帮自己松动了天道的压制，还将如此珍贵的丹药给自己，但结果却是换来自己这样的揣测，换作是谁能受得了呢？庄灵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是极其深刻的认识到，补救必须得马上补救。天卓，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说你，都是我的错，你别生气了好吗？能让冰山美女庄灵如此低三下四的道歉，吕天卓心里面充满了成就感。放眼整个合欢宗，谁有这样的本事？就算是宗主也不行吧。所以此刻他的虚荣心得到了大大的满足，而且相信用不了多久，庄灵的忠诚度就回到100。庄灵，我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但你刚才所说的话实在是太伤人心了。说完，吕天卓还用右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庄灵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心里面就更加愧疚了。随后一想吕天卓对自己的好，而且两人已经发生亲密的关系了，那自己还有什么可矜持的呢？想到这儿，他也不在乎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了，伸出右手直接拉住了吕天卓那握在胸口上的右手，随后牵着他朝床榻上走去。1个时辰之后，二人满头是汗，且精疲力竭地躺在了床头。经过第2次的双修，庄灵感觉天道的压制又松动了一部分，而吕天卓的修为虽然没有再次突破，但此刻他又得到了25修炼点，背包里面的修炼点则是达到了50。如果自己没算错的话，50个修炼点又可以提升一个小境界了。妈的，没有天赋又怎么样呢？老子有童子有挂，还鸡儿怕谁啊？随后吕天卓又看了一下庄灵的状况，除了天道又松动了一点之外，修为也没有得到突破，不过忠诚度已经干到了70点。这么下去的话，再有个3、4次双修，估计直接就能干到满哥了。如此一来，自己就会有新的系统奖励，虽然还不知道这个奖励具体是什么，但以系统的尿性来看，绝对不会太差。这可都是自己保命的资本，吕天卓十分重视。妈的，只要还没到无敌的时候，那就得苟着做人，等真正无敌的时候，再让那帮傻逼知道什么叫残忍。庄灵自然不知道吕天卓的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不过他很满足，身体、心理，总之各方面都很满足。用他那修长的手指
在吕天卓的胸前画着圈圈，似乎是在增加情调一般。天卓，为什么你身上的皮肤如此之好呢？简直比婴儿的还稚嫩呢。但这一点在你的脸上却是没有体现出来啊。其实第一次的时候，庄灵就发现了这一点，倒不是他故意观察的，而是吕天卓身上的皮肤实在是太扎眼了，犹如白玉一般，让人有种忍不住想去摸一摸的冲动。婴儿的皮肤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他脸上的皮肤却是还和老年人一样，虽然没有老年斑，但粗糙的要命，简直就不是一个人所能同时拥有的。我在修炼一种特殊地功法，现在还没到极致，所以脸上的皮肤并没能跟身上的皮肤同步。不过你也能感觉到，我的身体可是年轻的不能再年轻了。你是我的人，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其实之前在床榻上躺了40年，也是修炼所需要，这不刚突破一个比较重要的境界，这才从床上起来吗？反正在这儿吹牛逼也不上税，那就放开了吹呗。谁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不是真的，但现在自己确实是变强了，也就由不得庄灵不信了。果不其然，庄灵听了他的这番话之后，也是极其相信的点了点头。他是真见识到了吕天卓的能耐，这可不是吹出来的。我现在看到你的修为就是在炼气中阶，难道我看的不对吗？当时在演舞台上，我还那么你怎么可能将秦城一招击败呢？看来其中还有乾坤啊！你修为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上呢？庄灵好奇地朝着吕天卓问道。秦胜可不算示弱呀，他的天赋极好，已经是筑基中阶了，很快就要突破至筑基巅峰。以自己的实力，想要将他快速秒杀，似乎也不容易啊。但吕天卓做到了，那时候他就在怀疑这一点了。其实我也就是筑基巅峰的实力，但可能是我修炼地功法不太一样吧，所以就算是对上你的话，应该也不至于落败。这事儿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别往外说，低调。吕天卓并没有跟庄灵有所保留，该说的都说了，但他不希望太多的人知道，别他妈让其他的牛逼高手抓去做小白鼠，那不就操蛋了吗？之前就说过，在无敌之前，他要一直苟着，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放心吧，我不会往外说的。庄灵极其认真地回应道。现在他心里面终于将吕天卓当成了自己的男人，所以怎么可能去害他呢？今天我用那些材料炼制了不少丹药，都是很实用的，所以我把这些丹药给你，你放在总务堂里面卖。吕天卓需要大量的灵石，他要用灵石买更好的材料，因为他想要看看这个神级炼丹术到底能炼出多牛逼的丹药来。你想要赚钱，我这还有不少灵石，你要是需要的话，我都给你。庄灵还以为吕天卓想要灵石修炼呢，所以准备将自己的灵石奉献出来。虽然他修炼也需要，但现在有了吕天卓，这些也就不需要了。你的自己留着就好，我需要大量的灵石去买更高阶的炼丹材料，这玩意就是烧钱的，所以你的那些就算是给我，也是杯水车薪。我炼制的这些丹药虽然都不是什么太厉害的丹药，但贵在实用，所以每一枚丹药应该都能卖上一个好价格，你往高了卖就是了。对于自己所炼制的丹药，吕天卓还是有绝对信心的。要知道，那可是神级炼丹术啊，可不是江湖术士卖的那些破逼地摊货。一般炼丹师炼制的丹药都会有丹毒，所以还是有一定副作用的。越是牛逼的丹药，这一点越是明显。不过吕天卓所炼制的丹药却是完全没有这个弊端，他所用的灵火不一样，丹毒被他们清得干干净净。这么牛逼的丹药，怎么可能卖不上价格呢？那你都炼制了什么丹药啊？庄灵迫切的想要知道，吕天卓送的那枚聚气丹已经极其牛逼了，难道还有更牛逼的丹药不成？哗啦，吕天卓直接将储物戒里面的其余31枚丹药全都给拿了出来，一时间房间里面芳香四溢。这是回春丹，可以马上止血恢复外伤；这是清心丹，可以驱除心魔杂念，专心修炼。这个厉害了，是筑基丹，只要到达炼气的巅峰，服用之后马上可以筑基。这个是吕天卓开始对着系统面板叙述起这些丹药的功效来。虽然丹药的品质不是非常高，但确实是适用，简直就是那些修为比较低外门弟子的福音。更重要的是，这些丹药全都没有丹毒，这一点庄灵已经感受到了。除了震惊还是震惊，就算是宗门里面那些比较厉害的炼丹师，也没有这样的本事啊。灵，你能感觉到这些丹药的与众不同吧？所以价格上尽管往高了定，尤其是对筑基期以上修为有用的丹药，越高越好。品质在这儿呢，就不怕卖不出去。之所以没炼制出来更牛逼的丹药，完全就是材料不达标。如果有充足的材料，我会炼制出来更厉害的丹药。所以吕天卓才需要大量的灵石，以此来换取更加高阶的炼丹材料。他对自己的炼丹术也充满了期待，毕竟不是什么都可以称为神级的。好，我明白了，那我就将这些丹药收起来了。庄灵应了一声，随后将这些丹药都收到了他的储物戒里面。这些丹药的功效非常实用，所以卖出一个好价格完全不成问题。随后庄灵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赶忙朝着吕天卓问道：天卓，你废掉了秦胜，这已经深深得罪了梦幻梦长老。上一次是有圣女给你求情，不过以梦幻的性格来说，他肯定会继续报复的，你可得加点小心啊。梦幻在长老这个群体里面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不给任何人面子，就算是顶撞宗主都是时常的事儿。而全宗门的人都知道秦胜是他的男宠，而且还要跟他结为道侣。现在秦胜的命根子被吕天卓给废了，那么以梦幻的性格来说，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找到合适的机会，肯定还是要对吕天卓进行报复的。自己若是能在吕天卓身旁还好，毕竟已经获得了突破，并不惧梦幻。但总务堂那边还有一大堆事儿需要自己来处理呢，总不能一直跟在吕天卓身边吧？万一要是被梦幻钻了空子，那后果不就不堪设想了吗？现在庄林是真把吕天卓当成了自己的男人，生怕他出点什么事儿。这一点你大可放心。且不说他不会对我动武，就算是动武，我也不会怕他。惹急了我，连他一起收拾。吕天卓极其霸气地说道。这一刻，他给庄林的感觉就是君临天下的王者，周身充斥着王霸之气，与之前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庄林深深地被吕天卓这王霸之气给吸引住了，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滴！就在这时候，系统声音传了过来，搞得吕天卓一愣，随后赶忙去查看面板，看看是不是系统又给自己颁布了新的任务。如果那样的话，那就又可以有技能领取了。然而让他意外的是，这声响并不是颁布任务，而是庄林的忠诚度从70直接提升到了80。也就是说，刚才自己随便说那么一句话，庄林的忠诚度就增加了10。还别说，这丫头真挺敏感的，那到100岂不是更快了吗？你这么说，那我就不担心了。如果自己搞不定的话，那就不要跟他纠缠，快点去总务堂找我。跟你双修之后，我的修为也有所提升，跟他正面硬刚也没什么，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庄林在吕天卓的怀里面回过神来之后，朝着他嘱咐道：谢谢我们家玲玲关心，不过一个梦幻我还不放在眼里。吕天卓一脸无所谓的说道。这倒不是他装逼，系统给地功法那可都是万中无一的存在，而且自己现在的修为境界肯定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尽管只有筑基巅峰的境界的，但他相信自己对上梦幻，用上那2招凌天剑法，绝对不会落入下风。不要忘了，现在自己系统背包里面还有50修炼点呢，将它们用上的话，那自己的修为直接就能步入到金丹期初阶。如此一来，连招凌天剑法的威力肯定会提升1倍都不止。收拾一个有着金丹中阶修为的梦幻，那还不是绰绰有余的吗？而且当初在梦幻的府邸，他见到了自己那惊人的天赋之后，似乎就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了。没准儿这娘们还心心念念的要跟自己双修呢，毕竟天赋可比被废掉的秦胜请强太多了。天卓，天卓，你在想什么呢呀？此刻庄林已经叫了好几声吕天卓了，这才让他回过神来。这家伙直接将庄林紧紧搂在怀里，我当然是想再双修一次了。对于跟庄林双修，吕天卓可谓是乐此不疲，因为纵然是修为没有提升，但还有25个修炼点呢。3次双修他已经积累了75个修炼点，要不是庄临时在承受不住狂风暴雨，他还想将修炼点凑够100个呢。如此一来，自己就能够提升2个小境界了。现在对于吕天卓来说，最为重要的事儿就是提升修为。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的挂逼会遭遇什么样的对手，所以必须得尽可能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狗命。在地球上玩 CF 的时候，他就明白一个道理，挂逼不等于无敌。当然能有现在这样的修为，他已经很满意了，循序渐进着来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何况也得为庄林的身体考虑考虑啊。原本这丫头还准备回总务堂睡，但被吕天卓给留了下来，两人相拥而眠，彼此身心那叫一个满足啊。第二天吕天卓醒来之后，发现早餐已经摆在桌上了，而庄林似乎也害怕被人发现，一早就离开了坐望峰，毕竟他还不想公开自己跟吕天卓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点，吕长老也能理解，不过无所谓了，忠诚度都到80了，他怎么可能还在乎这个呢？等忠诚度到了100之后，就算自己赶他也不会离开，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还焦虑个毛线啊。哼着小曲坐到了餐桌上，随后悠哉悠哉地将庄林做的早餐吃完。该说不说，这丫头的手艺确实是不错，不像自己厨艺那么差。上得厅堂下的厨房，身材还好，能生养，这样的女人确实是太适合做媳妇儿了。这如果是在地球的话，娶到这样一个媳妇儿，那简直是祖坟冒青烟了。不过凌霄大陆是以强者为尊，只要你牛逼，道理多一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对于这一点，吕天卓还是相当赞同的，所以他要变得更强。因此吃完早餐之后，直接就在地上打坐起来，找到系统的控制面板，打开修炼点的背包，随即选取其中50点，开始炼化起来了。很快吕天卓就有了感觉，丹田里面的液态灵力已经被狠狠地压缩了，很快就到达了临界点，无数道灵气漩涡出现在自己身体里面的经脉之中，呼啸不止。这个过程对于吕天卓来说也是极其难熬的，浑身上下的毛孔都开始向外渗出细密的血珠，要不是之前身体被彻底改造了一遍，仅仅是这个估计就得将他那脆弱不堪的身体给撑爆了。妈的，就算是突破也不好受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吕天卓很能吃苦，在地球上的时候就是如此，不然他也不能从一个牛马慢慢走到公司核心的位置，所以身体上的痛对于他来说远没那么痛苦，完全可以撑得住。就这样硬扛着一轮又一轮的灵力压缩，那种感觉别提多酸爽了，搞得他在心里面不停地骂娘，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感觉自己的意识已经很模糊了，丹田里面一声巨响传来，紧接着他就看见紫在自己丹田里面绽放出金色的光芒来。与此同时，一枚晶莹剔透的金丹正在塑造成型。顷刻间，
吕天卓就感觉自己四肢百骸都舒爽不已，与之前地狱般的遭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丹，自己正式步入到了金丹初阶的修为。吕天卓心里面舒爽不已，妈的，挂逼就是厉害！这才几天的时间啊，自己就从一个炼气中阶的小卡拉米一跃成为金丹初阶的高手了。那些凌霄大陆所谓的旷世之才，跟自己一比，那就是地中地了。吕天卓深知自己修炼的这些玩意与众不同，虽然修为只有金丹初阶，但他知道就算是自己对上金丹巅峰，甚至是元婴初阶，应该也不会吃亏。所以梦幻已经不再是他的威胁，不管这娘们被没被自己的惊人天赋征服，对于他来说都不重要了。吕天卓秉承着一个原则，那就是装逼者踢之。就在吕天卓突破的这段时间里面，他炼制的那些丹药已经彻底卖爆了，随便一枚都是上万块灵石，好一点的那都是以万块中品灵石来计算的。庄灵感觉自己都快忙飞了，大堆大堆的灵石就往储物界里面装，那种感觉太好了。他没发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已经在旁边观察了很长时间，待他刚刚空闲下来，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就走了过来。戚薇见过庄师叔，她那甜美的声音立马就引得了庄灵的注意。戚薇是二长老的爱徒，修炼天赋很好，刚进入到合欢宗没多久，就已经是筑基中阶的修为了，差一口气就突破至筑基巅峰了，因此她也是宗门重点培养的对象。由于长相极其漂亮，因此也是合欢宗的3朵金花之一。所谓的3朵金花，就是内外门一些好事儿的弟子评选出来的3个大美女，跟地球上评选出来的校花一个意思。当然，像是庄灵他们这样的长老并不参选。林明也是3朵金花之一，而且是名气最大的那朵。毕竟合欢宗圣女的名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那可是未来的宗主人选啊。微微啊，有什么事儿吗？庄灵跟二长老的关系也很好，所以自然对戚薇很客气，而且他也喜欢这丫头，聪明还努力，这样的人谁能不爱呢？我看了一些，这一批丹药虽然只能算是初阶丹药，但却是没有一点单独，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告诉我这些丹药出自谁之手呢？这些丹药显然是刚炼制完不久，肯定是出自宗门弟子之手，但戚薇认识的那些炼丹师们没有一个有这样能力的，因此他非常好奇，迫切的想要知道到底是谁这么厉害，这么与众不同。听了他的这个问题之后，庄灵有些犹豫了，他不知道吕天卓介不介意将这事儿往外说，但基于自己跟他师尊的关系，他也不好不告诉，于是压低声音道：微微，告诉你可以，你可别往出说啊。放心吧师叔，这个规矩我懂。戚薇赶忙应承道，随后凑到庄灵跟前，庄长老小声的告诉了他，是他。戚薇听了之后眼睛一亮，内门秦圣住所，这逼因为和梦幻之间的关系，所以弄了一个单独的雅间，普通内门弟子都不享有单间的待遇，一般是2人一个房间，有些弟子有道侣，那就一男一女住在一起，方便一起练功。此时的秦圣已不复当初之勇了，俊俏的面颊上没有任何血色，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没有什么精气神。他已经被吕天卓给废了好几天，但在这期间梦幻一次都没来过，这让秦城有种心灰意冷的感觉。难道真的是鸡飞蛋打了吗？所以他快恨死了吕天卓，如果不是他的话，自己怎么可能落到这般田地？是呀，就在他愤恨不已的时候，房门被推开了，随后一个绝色美女走了进来，不是他朝思暮想的人儿是谁？幻幻，是你吗？幻幻，你终于来看我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对我这么无情。秦胜在见到进来的梦幻之后，精神状态瞬间就变得不一样了。虽然自己现在被废了命根子，但是只要有梦幻罩着自己，那在宗门里面他依然可以作威作福。而梦幻来看自己了，那就说明他对自己还有感情，只要可以东山再起，那收拾吕天卓个老逼灯还不是手到擒来吗？跟你说多少次了，要叫我植物。要是放在以前的话，秦胜这么喊一声自己，那梦幻将会觉得很幸福，这个小狼狗永远都充满了动力，要不然怎么可能获得他的青睐呢？但不知道为什么，此刻一听到他这么叫自己，梦幻有种反胃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他的命根子被废掉，也可能是见识到了吕天卓的惊人天赋。总之现在他对秦胜彻底无感了，之所以过来看一眼，也是经过他这几天反复思考，毕竟全宗门的人都知道2人之间有那么一段，若是不来的话，那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以后宗门的人会怎么评价自己啊？梦幻虽然不在乎，但能免则免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跟性情的小子彻底一刀2断。幻幻，你不要这样对我行不？之前不是想要跟我结为道侣吗？那咱们现在就结，你看怎么样？秦胜意识到了不对，他还想再补救什么，然而这些根本就不管用了，变了心的女人心肠会很硬，梦幻自然也不例外。今天我过来的主要目的也是想跟你说这件事儿，道侣就不结了，我还是喜欢一个人修炼，这样心能静些。念在咱们毕竟有过一段，今后你治疗伤的费用我全都承担了，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和我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原本梦幻以为自己很难说出这番话来呢，但没想到居然如此轻松，他甚至有点后悔没早来了，应该在吕天卓将秦城废掉之后，就第一时间赶过来跟他解除关系。不要啊，幻幻，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他是秦胜最大的靠山，如果就这么没了的话，自己今后在宗门里面还怎么混了？之前作威作福的时候，
他可是没少得罪师兄弟们，但人家都因为他跟梦幻之间的关系，选择了隐忍。自己倘若一旦失去了梦幻的庇护，没准这帮人就会落井下石呢。我再警告你一遍，别再叫我幻幻，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听到这个称呼之后，梦幻鸡皮疙瘩掉了一地，随即眯着眼睛朝秦胜警告道，身上的杀意若隐若现，仿佛秦胜再叫一声，他就会马上大开杀戒一般。完了，彻底完了，这是秦胜心里面唯一的想法。这个娘们自己今后指望不上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一切都得归咎于吕天卓。如果不是他将自己宝贝儿给废掉，梦幻怎么可能会如此对待自己？妈了个巴子的，这事儿不算完，必须得找姓吕的老傻逼报仇。秦胜是个很聪明的人，智商高，情商也高，不然不会让梦幻如此痴迷，甚至一度想要跟他结为道侣。因此他冷静下来之后，大脑就开始飞速的运转起来。孟长老，你我好歹有过一段，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我就开诚布公的聊了。现在我什么情况，你肯定是很清楚。卢鼎肯定是不可能再当了，以后的生活都是个问题，更不用说买药疗伤了。秦胜看着梦幻，冷冷的说道：“我说了，你药费什么的，我全都包了。”梦幻一听这意思，是想跟自己要分手费啊。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儿，只要不让自己背上始乱终弃的骂名，那分手费没有任何问题。再者说，他心里面多多少少对秦胜还是有些感情的，毕竟他陪着自己度过很多孤寂的夜，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药费什么的就算了吧，你给我一次性结清，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去骚扰你，而且也不会再在背后说三道四。不知道孟长老意下如何呢？秦胜看向梦幻的眼神中充满了冷意。八傲子无情，这话他现在算是有深刻的体会了。这娘们没有感情可讲，既然如此的话，那就跟他谈钱吧，还客气啥？基于对梦幻的了解，他还是比较在意名声的，因此要钱不会有太多的障碍。说吧，要多少？这样更好，一次性将所有的事儿都处理完了，今后这家伙就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可是咱们宗门里面最有权势的几个长老之一，5万中品灵石没问题吧？秦胜此刻也没什么可顾忌的了，直接狮子大开口，5万中品灵石可是相当于500万下品灵石啊，这不可谓不多。因此梦幻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认为要的有点多，不过再想想，这小子毕竟也跟了自己那么久，多补偿补偿还是有必要的。再者说自己也不差这点灵石，给就给了吧。紧锁的眉头很快就舒展开来，随后看向了秦胜，小秦啊，你跟了我这么久，应该也知道我的性格，5万中品灵石我可以给你，但这是一次性买断，只有这一次。如果你日后还想问我要钱，亦或是在背后说些不该说的话，那应该清楚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了。哗啦，话音一落，地上就出现一大堆中品灵石。看着这些中品灵石，秦胜脸上也露出了阴狠之色。我自然了解孟长老的手段，如果不听你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嘛。所以放心吧，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秦胜一口应承了下来，当然他也不敢不答应。梦幻的手段，那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敢在宗门里面如此嚣张跋扈呢？如果自己触犯了他所说的2条，真有可能招致来杀身之祸。秦胜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嚣张归嚣张，还是非常惜命的。那就好，你好自为之吧。梦幻又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秦胜，随后转身出了他的房间。吕天卓见到这种情况之后，秦胜攥着拳头，咬牙切齿地低吼道：“阿嚏！”正倚靠在床头上搂着庄灵聊天的吕天卓，一个打喷嚏就打了出去。卧槽，谁他妈在背后骂我们呀？咯咯咯！听了吕天卓的话之后，庄灵直接轻笑起来。这家伙还真是有意思，不就是打了个喷嚏吗？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天卓，你是没看见今天总务堂里面的场景，丹药一出，直接就卖爆了，价格也飙升起来。你知道这31枚丹药一共卖了多少灵石吗？庄灵笑完了之后，开始跟吕天卓聊起正事儿来。他今晚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双休的，而是为了跟吕天卓汇报战果。10万8万中品灵石应该是有的吧？自己所炼制的这些丹药虽然品阶有点低，但仅此没有单独这一点，就不是那些垃圾丹药所能比拟的。所以一枚卖个3000中品灵石应该是问题不大，因此他保守估计也得有10万8万的中品灵石。只要这些灵石到手，那自己就可以继续购买品阶高一点的炼丹材料了。如此一来，下一锅所炼制的丹药品阶将会更高。35万中品灵石，嚯，这点破逼玩意居然如此值钱！听到这个数字之后，吕天卓也是被震了一下。这么算下来，一枚丹药能卖1万多中品灵石，价格确实是可以啊。要知道他所买的那些材料加一起也才1万中品灵石啊，现在一转手就挣了34万中品灵石，这买卖可以啊。至于炼制丹药方面的人工费，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人家是干中学，那吕天卓就是玩着练，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炼制出来这一锅丹药了。因此对于他来说，这34万中品灵石完全就是纯正。什么叫破玩意？你对丹药真是一点不了解啊！现在炼丹师是多牛的职业啊，品阶高的炼丹师就更厉害了。而你所炼制的那些丹药，虽然品阶不算高，但一点单独都没有，就算是那些高阶炼丹师也没有这样的本事吧。所以
毫不夸张地说，你炼制的那些丹药，要是放在外面卖的话，价格将会更高，甚至会引起纷争来。见吕天卓说的如此轻描淡写，庄灵赶忙给他普及知识。可能这家伙在床上躺了40年，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物价吧。这么说吧，如果那一批丹药不是在合欢宗总务堂卖，而是拿出去卖的话，卖出上100万的灵石也不是啥奇怪的事儿，因为他们值得。当然，唯一的缺点就是品阶有点低，对于修为高的人，效果不是很明显。如果能将这些初阶丹药提升到中阶的话，那就不仅仅是赚灵石那么简单了。炼丹师别说在合欢宗了，就算是在整个凌霄大陆，那也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啊。还是材料有限，要不然的话，我能炼制出更好的丹药来。这些灵石给我也没什么用，你就拿着吧。等明天再来的时候，给我带一些总务堂里面最好的炼丹材料吧，我看看还能炼制出什么品质的丹药来。合欢宗在凌霄大陆上也就算是2流宗门，所以他对总务堂的那些材料也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了。先对付着用吧，全当是练手了。等自己的修为提升上来之后，时机成熟了，他会出去闯闯，争取弄一些牛逼的炼丹材料，看看到底能炼制出什么品阶的丹药来。如果最后连一个高阶的丹药都炼不出来的话，那这破逼神级炼丹术不要也罢。以吕天卓现在的情况来看，就算是炼制出来神级丹药，对于他的修为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纯纯的天生废体，如果没有系统做支撑，这辈子也就在炼气七上魂了。因此炼不炼丹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完全就是业余爱好而已。当然，要是能炼制出来牛逼一些的丹药，那对于跟宗门里面那些美女深入交流有好处。要知道吕天卓可是立下目标，拿下白月光灵敏，征服宗主凌霜里，当这帮优秀女人的王。丹药就是打开这些优秀女人心扉的开始，这跟在地球上用 LV 的奢侈品砸人都是一个道理。我知道了，明天的时候我多花些灵石，将品阶高一点的炼丹材料都给你带过来。现在庄灵对吕天卓的信心可谓是越来越足，这家伙真是个怪胎，除了某方面天赋惊人之外，各种骚操作也是层出不穷。不仅仅有着合欢宗开宗祖师都无法比拟的双修功法，而且还能炼制出无单独的丹药。更令人诧异的是，他居然自称以筑基期的修为就能将自己这样的金丹期高手击败，以后他的成就会有多高，简直有些不敢想象。要说之前自己是为了让他帮忙解除天道压制，从而委身于吕天卓的话，那么现在完全变成主动的一方了。此刻庄灵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跟吕天卓在一起，如果可以的话，他甚至愿意与他结成道侣。之前想要隐瞒自己跟吕天卓之间的关系，因为这让他认为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但现在庄长老恨不得对全世界宣布，吕天卓就是自己的男人。他发现经过这2天的双修，连吕天卓最为明显的缺陷苍老的面颊也有所改观，皮肤渐渐开始变得细嫩起来，俨然是要恢复颜值巅峰的架势。这样的优质男上哪儿去找啊？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吧，现在要做的事儿是睡觉。吕天卓说完之后，一翻身开始跟庄长老做起那解除天道的妙事来。第2天醒来的时候，吕天卓神清气爽，看来做那解除天道事儿真是身心受益啊。要不是昨晚上庄灵最后痛苦求饶的话，他肯定还会进行第2次解除天道，最后也只能是一次了事儿，只得到了25修炼点。对了，还真忘看庄灵的忠诚度变成多少了。想到这儿，吕天卓打开系统面板，在发生关系人那栏里面找到庄灵的名字。现在这系统面板跟地球上的电脑屏幕极其类似，每一项都有显示，只要点开就可以看到，那叫一个方便啊。姓名庄灵，年龄134350，修为金丹境中阶，开始冲击金丹境巅峰，体质天度之体，天道压制有所松动，忠诚度加85。果然，经过昨天晚上的双修之后，他的忠诚度由之前的80变成了现在的85。修为境界上虽然没有大幅度提升，但也已经开始冲击金丹境的巅峰了。这么下去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完全可以达到金丹境的巅峰状态。天度之体还是牛逼，要不然的话，就算是有自己做辅助，也不会升级这么快。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忠诚度什么时候能达到100呢？吕天卓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系统到底会奖励给自己什么东西。现在如此苟着，就是想要快点达到牛逼的状态，不然出去装逼，他还真怕被人给秒了。心计吃不了臭豆腐，按部就班的来吧。吕天卓无奈的叨咕应了一声，毕竟自己才刚刚拥有系统不久啊，40年不也躺过来了吗？还差这点时间吗？想通这些之后，吕长老心情大好起来，坐到餐桌边就开始享用起庄灵给自己做的丰盛早餐。等吃完之后，还得将背包里面的50修炼点炼化，那样自己就可以步入到金丹期的中阶了。晚辈戚薇拜见吕长老。早餐吃了还不到一半，一个甜美的声音自外面传了过来。戚薇，对于这个名字，吕天卓并不熟悉，毕竟他在床榻上躺了40年，可谓是两耳不闻宗门事。不过从声音上来听，这妞应该是长得不错，可以深入交流。当即放下手中的早餐，道：“请进吧。”他的话音刚落，门就被推开了，随即一道亮丽的身影走了进来。他鬓边斜簪一只珍珠，流苏不摇，随着走动轻颤着，与雪白的肌肤交相辉映。柳叶眉下，一双杏眼，眼尾微微上挑，一双眼睛弯成2弯月牙，精致的鼻尖透着自然的粉嫩，
不点而珠的灵唇轻轻抿起，更令人觉得可爱的是左侧面颊那个深深的梨窝，唇角微微上扬，弧度恰到好处，似3月初绽的桃花。吕天卓看得眼睛都直了，她的美不同于庄灵的成熟，也不同于灵敏的孤傲，说的粗鲁一点，那就是童颜巨 X 外加卡哇伊。吕长老，吕长老！见吕天卓一副色眯眯的样子看着自己，戚薇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起来，随后起身呼唤，要不是有求于他，自己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打交道。这位美女有什么事儿啊？吕天卓听到他的呼唤，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妈的，合欢宗可以啊，这弟子的质量是越来越高了，征服必须得征服，穿越一回，不能苦了自己，更不能苦了自己的兄弟不是？你好，吕师叔，我是二长老的弟子戚薇，这一次过来找您是有事而相求。戚薇一看吕天卓的样子，就知道自己之前说的话他10有8九没听到，所以无奈之下只能再一次朝着他介绍自己。而这回戚薇也变得聪明起来了，直接将师尊的名号给抬了出来。二长老的名头可谓是极其响亮的，在宗门当中谁不得给点面子？原来是师姐的高徒啊！失敬失敬，什么事儿只管说，哥能帮上忙的那绝对没问题。吕天卓脸上挂着自认为迷人的笑容，朝着戚薇问道：哥。戚薇听了他的话之后顿时被雷得够呛，他问自己的师尊叫师姐，又管自己叫妹，这都什么辈分啊？这样的神棍真能炼制出那么纯熟的丹药？他怎么这么不相信呢？但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消息是庄灵庄师叔告诉自己的，以他跟师尊之间的关系来说，绝技不会欺骗自己的呀。再说来都来了，那就得跟他盘盘道，万一是真的，没准就能帮到自己了呢。吕师叔，昨天在总务堂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批没有单独的纯熟丹药，一问庄师叔才知道，这批丹药是由您炼制出来的，所以今天过来拜访，希望吕师叔能帮弟子的忙。戚薇倒也直接将他的目的就说了出来。庄师姐跟你说的？吕天卓问了一句，看样子这丫头，或者说这丫头的师尊跟庄灵关系匪浅啊，要不然的话，庄灵应该不会将这件事儿告诉他。庄灵是自己穿越到这个世界第一个女人，那在吕天卓心里的地位肯定不一样，所以要是能帮上忙的话，也是吕天卓义不容辞的。何况他对这个卡哇伊也很有好感，没准因为这个有深入交流的机会呢。庄师叔告诉我的，并且不让我告诉别人。戚薇感觉吕天卓似乎跟庄师叔的关系不一般，所以赶忙说道：既然如此的话，这个面子我还是要卖的，只是不知道你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儿，说出来看看，能帮的话义不容辞。吕天卓可不敢将话说得太满，别到时候做不到，那丢人可就丢大发了。是这样的，师叔之前为了突破也服用了不少丹药，但由于单独的作用，使我修为出现了桎梏的情况，卡在筑基中阶已经很久了。昨天在看了师叔所炼制的那些无单独丹药之后，心中震惊不已，所以想要让师叔帮我炼制一枚丹药，助我打破这个桎梏。说完，戚薇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但这对他来说是个绝无仅有的机会，他不想错过。姓吕的老匹夫，出来受死！就在吕天卓想要逗逗戚薇时候，一个冰冷至极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过来。秦胜，这是秦胜的声音。看来这小子被自己废掉之后，按捺不住心里面的怒火，过来找自己报仇了。而从外面的几人的修为来看，最强的也就是筑基巅峰而已。由此可以说明一点，那就是这货已经成为梦幻的弃子了，要不然过来报仇的可就不仅仅是这么几个小卡拉米了。想到这儿，吕天卓的嘴角上扬起来，看来梦幻那娘们确实是被自己的惊人天赋给征服了，不然岂能放弃他的小狼狗呢？不好，吕师叔，是秦城来找你报仇了，要不然你快躲躲，我来应付他们。还没待吕天卓有什么反应呢，戚薇那急切的声音传了过来。吕天卓在演武台废掉秦胜这件事儿，整个内门的弟子都知道了，戚薇自然也不例外。当天他并不在现场，知道的情况都是听说来的，但现在亲自接触到了吕天卓，自然而然认为那些传说都是假的。什么吕长老一招秒掉秦胜啊，都是扯犊子。吕天卓明明就是炼气中阶的修为，怎么可能跨越一个大境界，直接将筑基中阶修为的秦胜给废掉呢？所以他想拖住外面的几个人，让吕天卓快点跑路，倒不是多想掺和这件事儿，只是吕天卓挂掉的话，谁来帮自己炼制丹药啊？妹子，你有点太看不起哥了吧？几个小卡拉米而已，能奈我何？说完，吕天卓就准备出去，但被戚薇一把给拉了回来。都这个时候了，你还逞什么能啊？我出去看看，至于能不能将他们打发掉，你就在这儿帮我祈祷吧。这小丫头急得俏脸通红，显得更加可爱了。吕天卓哑然失笑，既然他这么倔强，那就由着他去吧，自己在后面看热闹就是了。戚薇搞不定的话，再出手也不迟。秦师兄，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呢？这可是做望风，吕师叔也是宗门的长老，这不是大逆不道吗？戚薇出去之后就开始交喝起来。吕天卓听了他的话之后，暗暗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丫头说话奶凶奶凶的，这不是增加秦胜等人的兴奋度吗？换作是自己的话，也肯定不会听他的话离开，高低的上前试试深浅啊。果不其然，几人见到戚薇之后，眼睛全都放射出涩涩的绿光来。不过很快秦胜的脸就垮了下来，现在他已经彻底废掉了，根本不能认道。就算是3朵金花之一的戚薇摆在面前，他也无计可施啊。
想到这儿，心里面就更加痛恨吕天卓了。随后朝着身侧的4个人说道：“一人1万中品灵石，你们已经收了。今天不论如何，也得将姓吕的老东西给我废了，没问题吧？秦老弟放心，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点职业操守还是有的。”开口之人尖嘴猴腮，不过5人当中却是定数他修为最高，已然达到了筑基期的巅峰。没想到3朵金花之一的戚薇也在，我喜欢这个小娘们。另一个长相极其彪悍的男子开口了，恨不得马上就将小丫头给怎么样似的。你们他妈是不是活腻歪了？见几人要调戏戚薇，吕天卓直接受不了了。这帮逼居然敢调戏自己看上的女人，那必须得出面啊，要不然怎么在戚薇面前树立高大的形象呢？因此吕长老不继续待在屋里了，而是出来报贺道。后面的秦胜见到吕天卓之后，眼中尽是怒火。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老鸡灯，自己至于变成现在这样吗？从孟长老的宠儿瞬间变成了弃儿，这样巨大的落差，他怎么能承受得住？老王八犊子，你终于肯出来了，今天我他妈就要你命！秦胜指着吕天卓，歇斯底里的吼道。在这个过程中，他都蛋疼不已，脑海中不自觉就想起那天在演舞台上吕天卓对自己使用撩阴腿的场景，心里面的恨意也就更深了。要我命？吹牛逼吧，老子可是合欢宗的正派长老，你们算什么东西？区内门弟子而已。那天你的靠山梦幻将我抓去，都没能将老子怎么样，就凭你们这几个小卡拉米吗？吕天卓一听秦胜的话，直接笑了起来。几个内门弟子居然扬言要干掉一个长老，这他妈纯是脑子被驴踢了，而且还踢得很重，不然说不出这么无脑的话来。几人听了之后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之前就光顾着听秦胜说吕天卓怎么完犊子了，再加上那1万中品灵石的加成，所以直接将这一茬给忘了。秦老弟，确实是这么回事啊，这个责任我们担不起。尖嘴猴腮之人叫田旺，师尊也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长老，而且加上他内在内门数1数2的修为，是以在宗门里面的嚣张程度不亚之前的秦胜。但由于2人臭味相投，所以关系还比较好，没出现过什么冲突。田大哥，你糊涂啊！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只要将吕天卓这个小娘们全都干掉，谁知道是咱们做的呢？而且在干掉小娘们之前，你们几个可以跟他好好的玩玩。我听说这个戚薇还是处子之身呢，难得的很啊！听了田旺的担忧之后，秦胜只能是继续给他们下猛药。也还好有戚薇在这儿，不然的话他们还真不一定能帮忙对付吕天卓呢。果不其然，田旺4人听了这话之后，眼睛里面的光芒就更亮了，目光不断在戚薇的胸前以及下半身扫描，像是雷达一般。戚薇哪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啊，吓得他赶忙将手捂在胸前。他的这个动作彻底将几人的色胆给点燃了。如果能得到3朵金花之一的戚薇第一次，那就算是少活几年又如何呢？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值了呀！秦老弟说的没错，死人是没办法开口的，嘿嘿，正好尝尝这个小娘皮是什么味儿。戚薇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田旺准备铤而走险，若是能得到这妞的处子之身，其余的就都去他妈的吧。话音一落，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朝着戚薇走去，准备拿下一血。你他妈想干什么？吕天卓心里面的怒火已经滋生起来了，这帮家伙在自己地盘上居然敢如此放肆，简直就是找死。他准备开启杀人模式，这几个家伙都该死，他一个不准备放过。正如之前秦胜所说的那样，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然而根本就不带他动手呢。戚薇这丫头就拦在了他身前。吕长老，你修为不如他们，让我来。卧槽，被小丫头给鄙视了，这让吕天卓情何以堪啊！微微你给个闪开，更能行。吕天卓也是无奈，自己好歹也是长老啊，就这么被人轻视吗？他想要将这几人猪杀掉，然而戚薇接下来的话更让他伤自尊。吕长老，你别逞强了，炼气中阶的修为跟他们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戚薇的修为已经无限趋近于筑基期的巅峰了，只是一直缺少一个契机，没能突破而已。而算上秦城在内的5个人中，最强的田旺也是筑基巅峰而已，自己对上他未尝没有一战之力，所以戚薇还是有那么点底气的。人家都这么说了，吕天卓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后面，如果戚薇不敌的话，他再出手。啧，不愧是3朵金花之一啊，真是美啊！我说小老妹儿，你的修为根本就不是我对手，所以还是别费力气了，老老实实的从了我，或许哥哥可以饶你一命也说不定。田旺此时已经心痒难耐了，他确实是睡了宗门里面不少女弟子，但是这些人跟面前的戚薇比起来，连提鞋都不配。如果能跟他温存一次的话，就算是修为终生停留在这个境界上，他都认了。田旺，我可是2长老的弟子，你若是动了我，会是什么样的后果知道吗？我师尊是不可能放过你的。对上田旺，戚薇也没有什么把握，毕竟在境界上他还是要压自己一头的，何况旁边还有3人虎视眈眈呢。因此若是能不动手的话，那就尽量不去动手，少他妈拿你师尊来压我。2长老很牛逼吗？我师尊就不怕他，所以今天你我是睡定了，识相点就乖乖配合一下，哥哥我玩的过瘾了，就饶你一条狗命，不然的话，哼哼，不仅我要睡你，其他的几个师弟也会尝尝你的滋味，等完事儿之后还要将你干掉。田旺看着戚薇，语气冰冷的说道，这不算是他用语言来威胁，而是这家伙内心的真实想法。虽然他说自己的师尊不怕2长老，
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秦胜说的一点没错，只有死人才能保守住秘密，所以不论是戚薇顺从还是被强迫，最后的结局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他和吕天卓都必须得死。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手底下见真章吧。在说这话的时候，戚薇周身的气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人看上去不再是奶凶的，而是充满了肃杀之意。后面的吕天卓见状之后，也是暗暗地点了点头。这丫头不错，有古子巾帼不让须眉的意思。但话又说回来了，她不过是一只脚踏入到了筑基巅峰而已。对面的田望则是实打实的筑基巅峰修为，虽然就差那么一点，但却是有着本质上的差距。不是每个人都跟自己一样牛逼，可以越级挑战的。因此，不出意外的话，戚薇应该还不是田望的对手。看样子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既然如此的话，那你就好好陪我们兄弟几个玩玩吧。见到戚薇的这种情况之后，田望着实是生气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原本还打算让他死得体面一点呢，现在看来根本就没这个必要了。所以他的话音一落，双脚猛一蹬地，整个人犹如离弦的箭一般，朝着对面的戚薇射去。他身上的气势要比戚薇更加强盛，实打实的筑基巅峰修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已经准备好迎战的戚薇，瞬间就感受到了那来自田望身上的莫大压力，心里面开始无奈的苦笑起来。这就是自己与筑基巅峰高手间的真实差距，尽管就差那么临门一脚，但却犹如天堑一般隔在二人面前。原本他来这儿就是为了跟吕天卓讨要丹药，哪成想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戚薇也是怒喝一声，朝着攻过来的田望迎了上去。轰！两人重重的对了一掌，随后快速分开。噔噔噔，落地后，田望和戚薇分别各退3步，随后站定身形。两人就那么静静的看着彼此，谁也没有说话。其余几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的修为终究是差点，所以眼界不可能上去。噗！戚薇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刚才跟田望硬碰硬，他还是受了些伤，虽然不是很重，但也让他暂时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田望见状，嘴角上扬起来，自己的全力一击，岂是这个小娘皮所能接下来的？不知所谓的东西，你不是想给姓吕的老鸡蹬出头吗？看样子你们间的关系不错呀。那好，一会儿哥几个就让这老东西好好欣赏欣赏你在我们身下的表演。哈哈哈！田望的话音一落，包括不能人道的秦胜在内，几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了。在他们看来，此刻的戚薇完全就是囊中之物，任由他们来拿捏。对不起吕长老，看来我没办法帮你脱身了。戚薇一脸惨笑的看了眼吕天卓，随后就准备结束自己的性命。他保留了这么多年的处子之身，怎么可能给这帮卑鄙小人呢？所以自杀是他最后的体面，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了。哼哼，想死没有老子的同意，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你还是乖乖的陪我们兄弟几个吧。田望显然知晓了戚薇的想法，一个闪身朝着他飘了过来。死人还怎么玩啊？所以他不允许戚薇自杀，要死也得等自己玩完他之后。唰！就在他临近戚薇，准备将其擒下的时候，一道白光朝着他劈了过来。快，实在是太快了！田望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这道白光直接隐没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但令他诧异的是，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啊！这是怎么个事儿？难道刚才的那道白光是自己出了错觉才看到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白光。田师兄，你就在田望疑惑不解的时候，其余几个人那惊恐的声音传了过来。他想询问一下怎么回事，但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出声。妈的，这是怎么了？今天怎么如此邪门呢？见秦胜他们都指着自己的身体，他赶忙低头看去，就见此刻他的身子已经分成了2半。田望终于意识到了什么，但还有什么意义呢？一切都是徒劳的了。扑通，被劈成2半的身体左右各栽了一半。之前还不可一世，想要睡戚薇的田望，就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这就是后果。吕天卓背着双手，笑眯眯地走上前来，不用问也知道，这一次是他出的手，所用的招式正是凌天剑法的第2式天河逆鳞。这不是吕天卓练成之后还没试过他的威力呢，正好遇到这么这事儿，拿着筑基巅峰的田望练手，还别说，效果真是不错，一招秒杀，威力较第一招云雀惊鸿强了不止1倍，过瘾啊！而此时秦胜才意识到，当初在演舞台，吕天卓因自己并不是靠运气啊，当时他也刚要出手，胸前就挨了一刀，跟现在田望中刀的时候如出一辙。吕天卓，你……秦胜指着吕长老，惊得说不出话来。如果自己所想的这些都是真的，那姓吕的这个老东西得强大到什么程度？炼气中阶，快去他妈的吧！谁家炼气中阶能那么牛逼？来都来了，我看你们谁都不要走了。吕天卓一脸人畜无害的笑意，朝着包括秦城在内的其余4人走去。上，大家一起上，不然没有人是他的对手。秦胜再次歇斯底里的朝着那3个收了他灵石的内门高手吼道：“一起上前，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若是等着被吕天卓逐个击破的话，那就没有任何机会了。”3人在秦胜的怒吼中也回过神来，他们知道不上不行了，所以不再犹豫，全都嚎叫着朝吕天卓冲了过去。与此同时，秦胜转身就跑，这几个傻逼吕天卓想要干掉，也得费一番手脚。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跑路，只要下了座望峰，那也就安全了。所以他根本就顾不上卡巴当初的疼痛，撒丫子猛跑。噗噗噗，3声脆响传来，一切重归于平静。奔跑中的秦胜就感觉后面一点声音都没有，连打斗的声音都没能传过来。他心里面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当下这种情况也不敢回头去看啊。这货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跑下座望峰，其余的都跟他无关。然而就这时候，后面吕天卓那玩味的声音传了过来，鸡飞蛋打之后还能跑得如此之快，看来你也非等闲之辈啊！啊！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将秦胜吓得尖叫起来，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奔跑才是最重要的。不过他悲催地发现自己不论怎么猛蹬双腿都无法继续向前了。你找来的4个帮手都挂了，我若是放过你这个雇主，那对他们4个岂不是很不公平吗？所以你过去吧。吕天卓的话音一落，薅着秦城后衣领的右手用力一甩，嗖，秦胜的身体就像是垃圾一般直接被扔了回去。哐当，落地的声音随即传来，那叫一个清脆。嗷！很快秦胜的惨叫声也传来了，因为他发现自己被甩在了一堆碎尸旁，他怎么能不害怕？吕长老，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放我一马，放我一马可以吗？秦胜快速的从地上弹了起来，随后跪在吕天卓的面前开始求饶。此刻的他真是被这场景给吓破了胆，环抱什么鸡飞蛋打之仇啊，内心只有一个想法，活命。然而吕天卓并没有理会跪在自己面前求饶的秦胜，而是一脸笑意的看向了还在震惊中的戚薇。这小子有句话说得很对，那就是只有死人才会保守住秘密。薇薇妹子，我已经解决了4个，剩下这个废物由你来处理，如何呢？投名状，这是吕天卓让自己交投名状的。戚薇立马就明白了吕长老的意图，这家伙真是可以啊，连自己都算计。你不是想要打破桎梏，想要拥有更高的修为吗？怎么遇到这么点事儿就优柔寡断了呢？怎么怕了？没杀过人啊？无所谓的，跟哥说一声，哥来办就是了。不过这样的话我会很看不起你，不要忘了他们刚才说要怎么对付你，还有今后也不要再提什么帮你炼制丹药的事儿，我丢不起这个人。戚薇心中在想些什么，吕天卓自然知晓，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么个大美女，不将她拉到跟自己一条船上怎么能行呢？所以吕天卓才会说出这么一番话，目的就是逼戚薇就范。这丫头跟自己站到一条船上就好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要是有这个小九九的话，吕天卓还会废话吗？早就一剑劈了秦胜这个禽兽了。而戚薇听了之后，心里面开始做起斗争了。如果自己真将跪在面前的秦胜干掉，那就没有回头路了，彻底跟吕天卓捆绑到了一起。但若是不这么做的话，能不能突破筑基巅峰都是个问题。师姐，不要不要啊！所以当他看向跪在地上的秦胜时候，这货磕头如捣蒜，一个劲儿的求饶，别怪我，要怪只能怪你得罪错了人。戚薇一发狠，说完之后，右手快速捏住了秦胜的脖子，咔嚓，稍一用力，直接将他的脖子给捏了个粉碎。至此，曾经在内门红极一时的合欢宗最强炉鼎秦胜就这么挂掉了。你想要的结果满意了吧？将秦胜的尸体甩到一边，戚薇朝着吕天卓吼道。虽然他很生气，但在吕天卓眼里面还是奶凶奶凶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是哥免费教你的一课，不要临时哟。戚薇也是无奈了，自己最终还是上了吕天卓的贼船。至于能不能做一个快乐的海盗，那就不得而知了。看着地上的5具尸体，吕天卓心里面有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不管是在地球上，还是穿越到这里面，都是他第一次杀人，心里没什么不适，相反还觉得很爽。没错，就是很爽。看着这些想要对自己不利的人一个个躺到地上，吕天卓有种莫名的成就感。可能自己天生就适合当坏人吧，只是以前在地球当牛马的时候，这血脉还没觉醒。妈的，有实力就得狠一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挡老子的路都不会有好下场。想到这儿之后，吕天卓的嘴角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来，这一瞬间被戚薇给捕捉到了。他不明白吕天卓为什么会看着地上的尸体笑，不过该说不说，这个笑容挺帅的。他们该死，没什么值得怜悯的。这件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明白？收起笑意，吕天卓看着身侧的戚薇问道。戚大美女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能是繁衍的点了点头。呼！随后吕天卓一扬手，淡蓝的灵火苗出现，直接将地上的5具尸体给笼罩住了。这玩意炼丹都那么牛逼，何况是炼几具尸体呢？顷刻间，这5具尸体就烟消云散了，没能留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痕迹。我这座望峰平时根本就不会有人来，所以没有谁能怀疑到咱们的头上，因此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想想田旺等人是要怎么对你，如此一来，你也就不会有什么负罪之心了。他们该死，咱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件替天行道的事儿而已。一看戚薇那表情，吕天卓就知道他还是没过自己心里那关。鉴于他童颜巨 X 又很卡哇伊，所以吕长老才开口宽慰。如果长得跟猪八戒他2亿似的，吕天卓才懒得费这份唇舌呢。哼，吕长老，你隐藏的挺深啊，一招秒掉筑基巅峰的田旺，你到底是什么修为？戚薇回过神来之后，朝着吕天卓问道。怪不得这家伙以炼气中阶的修为
就能炼制出那么精纯的丹药呢？一丁点丹毒都没有。原来他隐藏了修为，在这儿扮猪吃虎呢。要不是今天秦胜等人突然来犯的话，这家伙指不定要隐藏到什么时候呢。整个宗门都在传言，他已经临近大限，瘫在床上40年。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他自己放出来的烟雾弹，实际上则是在韬光养晦。从刚才吕天卓的出手来看，纵然是自己的师尊，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因此，戚薇有理由相信吕天卓的修为或许能在长老组中排名前3。真是没想到啊，一个被人叫了40年的老废物，居然如此之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站在了一起。刚才你说什么来着？想要助你提升到筑基巅峰的丹药的，对吧？吕天卓都不知道自己修为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上，因为他的境界似乎与正常的境界格格不入，因此再说什么修为，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而戚薇听了吕天卓这话之后，心情顿时就好了很多。没错，吕长老，我需要一枚没有丹毒的丹药来助我突破。我已经停留在这个境界上太久了，不想再去浪费时间。其实戚薇这就是揠苗助长，之前他为了突破，所以使用了大量丹药，以至于丹毒在体内堆积，对他形成了桎梏。当他在总务堂看到那些没有丹毒的丹药时候，就知道自己有救了。不过那些丹药并不适合他用来打破桎梏，因此只能通过庄灵来找炼丹人，争取能让他为自己炼制一枚丹药，突破现在的窘境。其实就差那么临门一脚，但无论怎么努力，也踏不出去这一脚。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你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就过来让我浪费时间，来助力你突破现有的境界，对吗？吕天卓算是捋明白怎么回事了。感情这妞将自己当成冤大头了。吕长老，只有你有这样的本事了，求求你帮帮我吧。在此之前，他可是被称作内门天才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突破至筑基中阶，但谁知道其实这都是用丹药堆积而来的呢？现在这副作用不就凸显出来了吗？帮你不是不可以，但不能白帮，对吧？吕天卓说完之后，脸上露出难以名状的笑意来。戚薇见状，心里面升起不祥之感。他要干什么？你想怎么样？戚薇看着吕天卓，声音不自觉弱了下来。很简单，与我双修。什么？与他双修？听到这个条件之后，戚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老家伙是怎么想出这么无耻的条件呢？他疯了吧？吕长老，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错愕了一会儿之后，戚薇看着吕天卓质问道。当然知道，我又没强迫你做什么，不愿意拉倒呗。买卖不成仁义在，你说不是吗？不过你要知道一点，那就是现在你的体内丹毒堆积已深，这就是走捷径的代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师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吧？戚薇听了他的这番话之后，面色变得难看起来。确实他师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不然也不至于跑到这儿来低三下四。行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你不同意的话，那就另想他法吧。我还需要修炼，就不留你了。见戚薇没有任何答应的意思，吕天卓也懒得跟他废话了，直接下了逐客令。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大陆上，哪他妈有什么好人啊？谁不在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呢？因此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事儿。因为吕天卓也不认为自己是好人，打扰了吕长老。戚薇说了一声，随后朝着峰下走去，背影显得有些落寞。滴，就在这时候，系统的提示音响了起来。姓名戚薇，年龄5500，修为筑基境中阶，体质太阴圣体，突破金丹境才能激发，忠诚度20。系统任务助戚薇激发太阴圣体。系统奖励凌天剑法第3式。系统神秘礼包。卧槽，系统颁布了这么一个任务，看来自己不帮他都不行了。忠诚度20，一身反骨啊！要是不将这小娘皮搞定，自己还真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了呢。想到这儿之后，吕天卓的嘴角上扬起来，又来活了。对于系统的神秘礼包，吕天卓还是比较期待的，而且系统奖励还有凌天剑法的第3式，诱惑力也就更大了。刚刚他用了凌天剑法的第2式天河逆鳞，直接将筑基巅峰的田望给秒杀掉了。相较于第1式云雀惊鸿，那威力成倍增长，因此不出意外的话，第3式千丈孤鸣威力还得是第2式的几倍。这些保命技对于当下的吕天卓实在是太重要了。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必须得将自身的实力提升上去。想到这儿之后，吕天卓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如果没记错的话，昨天跟庄灵双修完之后，应该已经攒足了50修炼点了，正好趁着这个功夫再将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说干就干，吕天卓盘腿坐地，将系统面板打开，背包里面确实是还有50修炼点，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开始炼化起来。因为不是突破大境界，所以炼化他们还是比较容易的。50修炼点很快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但令吕天卓诧异的是，自己修为依然停留在金丹初阶，这是什么情况啊？按道理来讲，自己不应该到金丹中阶吗？难道这破逼玩意失灵了？双修的太过频繁，以至于根本无法再次突破了。第一，系统说明，当速主修为达到金丹期的时候，修炼点的效力也就小了许多。想要再次获得突破，就得努力去挣修炼点。就在吕天卓疑惑不已的时候，面板上跳出来一条系统说明。沃尼玛！吕天卓看了之后，直接爆了粗口。这破逼系统犯病了吧？怎么还朝令夕改呢？明明是50修炼点就可以突破一个小境界了，现在倒好，又玩上这个了。而且系统还没明说到底多少个修炼点能继续突破，只是让自己努力去挣修炼点。
难道系统没听说过只有累坏的牛，没有耕坏的地吗？骂归骂，但作为宿主的吕天卓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是遵循着这个规则了，不然怎么办？跟系统解除关系，傻逼才那么干呢！难道没听过真香定律吗？所以很快他就释然了，在面板上点开了宿主信息，姓名吕天卓，年龄99400，修为丁丹初阶，功法凌天剑法第一式、第二式，神级炼丹术，地位合欢宗唯一男性长老，凭手段入职。见到这些信息之后，吕天卓的脸上露出笑意来。首先得到改变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年限，400岁的话，那岂不是相当于元婴期的待遇了？那是不是可以换位思考呢？以自己现在的修为来说，完全可以去挑战元婴期的高手了。当然，这也就是在心里面想想而已，他可不会傻到真去挑战元婴期的高手。系统刚才不就坑了一下吗？万一再坑的话，那没准儿就将自己的小命给坑完了。所以必须得苟着，猥琐发育不到无敌之前不装逼。另外一个改变，那就是自己到达长老位置的方式。之前是凭借着裙带关系，但现在已经转变成了凭手段，看来自己完全可以凭借着自身实力来稳坐长老的位置了。见到这个，吕天卓还是十分开心的。别的且不说，在合欢宗里面走动，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就算是几个实力强横的长老，也未见是自己的对手吧？这对于现阶段的他来说，修为完全够用了。看看时间还早，吕天卓索性下了坐望峰，直接奔向了总务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过去取点炼丹用的材料。现在就算是戚薇那个25仔不跟自己双修，那也得帮他把突破的丹药弄出来。系统颁布的任务是帮他激发太阴圣体，而激发太阴圣体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得让他进入到金丹期，不然白扯。原本吕天卓是主动的一方，现在一个任务他就变成了打工人，上哪说理去啊？总务堂的人一如既往的多，这儿可能是整个宗门里面最热闹的地儿了呢。天卓，你怎么来了？见到吕天卓之后，庄灵庄长老一改往日的矜持，直接大声的跟他打招呼了。这个举动令在场的人全都蒙圈了。之前的庄长老有多么的高冷，众人可是领教过的，现在什么情况啊？居然如此主动热情的迎接吕天卓，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庄长老这是怎么了呀？一改往日的作风了呢？可能是看了吕天卓收拾秦城了吧，所以对他心生好感。这叫心生好感吗？天卓天卓的叫着，你说他们俩是不是在一起了呀？不能吧，庄长老什么条件？怎么可能看上这么个快要报废的老家伙呢？那可是曾经的最强炉鼎，或许有些能耐也说不定呢。现在的吕天卓已经是金丹期的高手了，听力自然是得到了巨幅提升。因此这帮弟子所说的话，尽管很小声，但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快步的来到了庄灵跟前，小声的问道：你搞什么飞机啊？不是说不想让人知道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吗？吕天卓自然知道庄灵刚才肯定是故意的，但是他很纳闷，这丫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明明警告过自己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一转头他自己就坏了定下来的规矩呢？我高兴行不行啊？怎么着？是不是我这么叫你给你丢人了呀？庄灵一脸笑意的看着吕天卓，这家伙脸上的皮肤也越来越好了，虽然不如身上的晶莹剔透，但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老态了，整个人看上去充满了成熟的魅力。所以现在的庄灵已经改变了之前的想法，他恨不得昭告天下，吕天卓是自己的男人。有这么优秀的男人，就算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又能怎么样呢？再者说，女人就是善变的动物，不行吗？我倒是无所谓，就是怕给你带来不好的影响。你若是愿意，现在我就可以将咱们两人间的关系在这儿简单的做个说明。吕天卓一脸笑意，看样子庄灵现在是彻底被自己给征服了。你快拉倒吧！看着正要去解释的吕天卓，庄灵赶忙将他给拉住了。虽然他不介意说明一下，但也认为那么高调不太好。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朦朦胧胧的，让大家去猜吧。你来这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拉住吕天卓之后，庄灵朝着他问道。如果没事儿的话，吕天卓应该不会跑到这儿来找自己，也没什么大事儿。原本想让你晚上去我那儿的时候将炼丹材料带上，但我正好在坐望峰待着，也没事儿，就亲自过来取了。将材料拿回去之后，我还可以趁着有时间尝试炼丹，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全当是修炼了，你说对吧？吕天卓笑着将自己此次前来的目的说了出来。原来如此啊，那你想买多少钱的材料啊？对于吕天卓炼制出来的丹药，庄灵也非常期待。之前他给自己的聚气丹，那还是非常牛逼的，让他修炼的时候事半功倍，现在已经隐隐有突破的感觉了。你把那些灵石全都给我换成炼丹的材料吧，材料的品阶越高，我炼制丹药的品阶也才能越高。而且灵石放在我这儿一点用都没有，根本指望不上他们。对于吕天卓来说，灵石不重要，重要的是炼丹材料。他就想知道这个神级炼丹术到底能炼制出什么样的神丹妙药来。你确定？那可是35万中品灵石啊！所以庄灵不得不朝着他确认一遍。当然确定了，灵石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作用。哦对了，你可以留下来10万8万灵石的，因为这玩意对你修炼有好处。现在庄灵是自己的女人，那花自己的钱是理所应当的事儿。他这么一句话就让庄灵感动不已，看来自己在吕天卓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我不用灵石，你给我的那枚丹药足够用了，
我这就把你的灵石换成炼丹材料。见庄灵如此懂事儿，吕天卓心里面就更加满意了。当我这批丹药炼制出来之后，挑几枚你能用上的给你，绝对让你突破现有境界。不过今晚你可得好好对我哈。说完，吕天卓朝着庄灵来了个媚眼。庄大美女脑海中不自觉就浮现出两人双修时候的场景，羞得俏脸通红。这家伙不愧是合欢宗最强炉鼎，自己根本就受不了，要不是苦苦求饶的话，指不定得被他折磨成什么样了。于是狠狠地瞪了吕天卓一眼，就去给他找炼丹用的材料了。很快，一大堆比上一次高级很多的材料就被庄灵给拿来了。不过吕天卓还是很不满意，因为这些东西都很常见，没有他需要的那种。之前也说过，合欢宗在凌霄大陆也就是二流宗门，也不能强求太多了，先凑合着用吧。等什么时候自己修为够了，去外面闯闯，再弄更高阶的材料吧。一股脑将这些炼丹的材料全都装进了自己的储物戒，又跟庄灵打了声招呼，就匆匆赶回坐望峰。他准备马上将这些天材地宝给炼化掉。与此同时，正在断尘峰打坐修炼的梦幻突然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留在秦胜身上的那道神识居然消失不见了。出现这种状况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秦胜的修为高过了自己，将自己留在他体内的神识给抹去了；二是秦胜死了。秦胜刚刚被吕天卓给废掉了，所以第一种情况显然是不可能发生。那么只能说明一件事儿，秦胜现在已经挂掉了。想到这儿，梦幻的眼睛眯了起来。吕天卓成为他第一怀疑对象，因为就是这小子将秦城给废掉的。不管怎么说，两人也在一起很长时间，纵然就是床伴的关系，那也是有感情的，所以必须得问吕天卓讨要一个说法。就算是自己最终选择让姓吕的这老家伙当炉鼎，也得让他服服帖帖的。想到这儿，梦幻不再去修炼，而是直接奔向了坐望峰。身在坐望峰的吕长老已经将他那个炼丹用破盆给找出来了，正准备将那些炼丹材料都扔进去呢，就感觉一股强劲的气势由远及近。嚯，我这坐望峰40年都没有什么来了，这几天还真是络绎不绝啊。吕天卓玩味地说了一句，随后席地而坐，等待着这高手的到来。吕天卓，你快出来受死！少顷，一个冷漠的女声传了过来。梦幻，吕长老自然听出来了，看样子他应该是知道了小情人秦胜的死讯，过来兴师问罪了。要说之前的吕天卓还惧他3分的话，现在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以自己的实力将这个娘们干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原本他还有将梦幻纳入他上的想法呢，但是经历过庄灵、灵敏以及戚薇这样的处子之后，对他俨然就失去了兴趣。妈的，这娘们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给配过呢，他有什么资格成为自己踏上之宾啊？孟师姐，大驾光临，正是令我坐望峰蓬荜生辉啊！吕天卓并没有起身，而是很不在意的说道。唰，他的话音一落，梦幻的身影已经出现在吕天卓面前了。此刻的梦幻身上充满了肃杀之意，要比当初在演舞台上更令人恐惧。但现在的吕天卓已经不是当初的无下阿蒙了，怎么会怕他呢？不知孟师姐大驾光临，所谓何事啊？吕天卓丝毫不在意他是什么造型，自顾自地问道。然而梦幻根本就没有开口，就那么定定地看着他。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那此时吕天卓估计已经被千刀万剐了吧。操，跟老子玩沉默，谁怕谁啊？于是吕天卓索性也不开口了，以同样的方式盯着梦幻。不过他所盯的部位不是胸前就是三角区，反正看也不用上税，怕什么？梦幻没想到吕天卓居然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跟自己硬刚，但不知道为什么被他这么一盯着看，顿时感觉浑身都不自在。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跟吕天卓这么耗下去了，必须得掌控主动权。想到这儿，直接开口道：姓吕的，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居然敢对我的人下手！孟师姐此言差矣啊，我不是下手，我是下的脚。说完，他还做出了一副无辜的样子。下脚？你是用脚杀的秦胜？梦幻听了之后，面色就更加难看了。自己这小情人儿死的还真是惨，必须得讨要一个说法。杀秦胜？孟师姐，你是不是搞错了呀？我就是那天在演舞台上用脚教训了一下他而已，这属于正常的民事纠纷。你这怎么还上升到了刑事案件了呢？民事纠纷？刑事案件？梦幻彻底被吕天卓给说懵逼了，他感觉自己的文化程度不够用了。为什么这家伙所说的话自己完全听不懂呢？哼，少在这儿跟我打马虎眼！全宗门的人都知道秦胜跟你有过节，不是你杀的，又是谁杀的？梦幻没办法，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跟吕天卓对线了。他确实是不能证明吕天卓就是杀秦胜的凶手，但这货绝对是嫌疑最大的那个，因此不管怎么说也得为死去的秦胜讨回点公道。就算是最终吕天卓取代秦城在床榻上的位置，也得让这小子心甘情愿的。孟师姐，东西可以乱吃，但是话不能乱说。秦胜在咱们宗门里面是什么操性，想必不用我多说了吧？有你在后面撑腰，他可谓是无恶不作。睡别人的道侣，抢他人零食，扣痞子，挂马子，追疯子，草傻子，就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儿。所以在宗门里面有多少敌人，他自己都不知道，没准就是之前的仇人过来找他报仇呢。所以他的死，你可别往我是身上来。我一直待在坐望峰上，就去了一趟总务堂，这些我可都是有人证的。你就算是想往我身上泼脏水也不行。孟师姐，要不然
你还是去调查调查他都得罪过谁吧。秦胜是老子干掉的，但是老子也不能承认啊。因此吕天卓开始卖弄他的3寸不烂之舌了。所以说有时候舌头也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而孟焕被他的这番话对得哑口无言，因为人家说的都是真的呀。秦胜在自己的庇护下，在宗门里面确实是有点为所欲为了，干了许多不上道的事儿。自己这一次之所以要跟他结为道侣，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好好约束这家伙，不然指不定的捅出什么篓子来。结果还是晚了一步，最终落得一个这样的下场。真不是你杀的吗？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孟焕再次看向了吕天卓。当然不是，我这人胆小，没有这样的能耐啊。吕天卓赶忙否认，傻叉才承认呢。好吧，就算凶手不是你，但这事儿也跟你脱不了干系。秦胜可是有着筑基巅峰的实力，但那天在演武台上，不知道你用什么卑劣的手段将他砍伤，随后还彻底废掉了他的命根子，以至于他只能瘫倒在床上，实力大打折扣。要不然的话，以他的本事来说，只要不是长老出手，那就不会有性命之忧。之前在我断尘峰上，若不是圣女灵敏过来找我要人的话，你以为自己能活着离开吗？所以咱们是不是应该算算这笔账了？说实话，那天将吕天卓剥光了之后，他确实是被吕长老那惊人的天赋给震撼到了。秦胜成废人已是定局，所以孟焕认为吕天卓就是平替他的最佳人选，因此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吓唬吕长老，就是要让吕天卓老老实实的跪地求饶。如此一来，他就可以顺理成章成为自己的炉鼎了。在孟长老看来，吕天卓就是个贪生怕死之辈，自己已经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他还有别的选择吗？然而事情并没有向他预想的方向发展，吕天卓直接雄起了。孟师姐，上一次在断尘峰我已经足够给你面子了，如果你再这么咄咄逼人的话，那师弟也是略懂拳脚的。其实对于孟焕心里面打的那点小九九，吕天卓还是清清楚楚的，无非就是想要逼迫自己求饶，心甘情愿的给他当炉鼎。若是之前的话，吕天卓或许还真会同意，毕竟跟他双修之后，就算是系统奖励没有，怎么着也得一次给自己25修炼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还可以获得孟焕的忠诚度。但经历了庄灵、灵敏、戚薇这样的处子之后，他的想法有所改变了。孟焕确实是很美，但他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手的货了。因此吕天卓觉得他脏，如果真双修了，那自己岂不是很吃亏吗？所以他直接放弃拿下孟焕的念头了。毕竟就算是动武的话，自己也丝毫不落下风，何必委屈自己呢？这事儿他可将就不了。略懂拳脚，啧，几天不见，你的口气倒是大了不少嘛。吕天卓，别说本座不给你机会，现在跪下来求我收了你，这事儿我不予追究。如若不然的话，哼哼，我保证圣女灵敏来了也救不了你。孟焕的眼神开始冷了下来，一个老废物还敢跟自己讲条件。吕天卓所能做的就是按着自己说的去办，不然后果不是他能承受得起的。孟焕，我一直念你是师姐，所以才百般忍让的。纵然对秦胜出手，我还是给你留面子的，只是废了他的命根子，并没有要其性命。但现在你来我做望风，这么明目张胆的要挟，你真当我吕天卓好欺负吗？这40年的时间里，我可是一直在闭关修炼，你以为自己能是我的对手吗？如果没算错的话，自己现在的真实修为应该在元婴期以上，孟焕只不过是金丹中阶而已，何况自己还有凌天剑法做加成呢，将他击败那是不会有任何悬念的。所以此时不装，更待何时呢？好，很好，我就喜欢你这自信的样子，让我看看你这40年的积蓄到底怎么样。孟焕冷笑一声，瞬间闪现到了吕天卓的面前，没有任何的花哨动作，扬起右掌就朝着他胸口拍了过去。区练气中阶的小垃圾，还敢跟自己口出狂言，今天必须得好好削他，将其收拾成听话的老奶狗。既然秦胜已经挂掉了，那今后他就是自己修炼的炉鼎。其实他就是想要教训吕天卓一下，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之后乖乖的听话，当他的老奶狗。在孟焕的眼中，吕天卓不过是个练气中阶的小卡拉米，他有什么资本跟自己叫嚣啊？嘴硬没有用，不出意外的话，自己这一掌下去，那就什么都搞定了。噗！然而令孟焕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掌他居然击了个空，而面前的吕天卓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一点气息都没能留下来，他完全没感应到。怎么个事儿？孟焕还以为出轨了呢。孟师姐，你有点给脸不要脸了。就在孟长老疑惑不已的时候，吕天卓的声音从他的身后转了过来，这着实将孟焕给吓了一跳。若是姓吕的老家伙趁着这个机会偷袭的话，那自己还真是有点危险了呢。所以他快速的转身，以此来确保自己不被偷袭。随后眯起眼睛，定定的看着吕天卓，身法可以啊，居然我都没能感应到你是什么时候跑到我身后的，是意外吗？这一点孟焕也不敢保证了，他确实是一点感应都没有啊。所以你还是太小看我了，现在从坐望峰离开，我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吕天卓看着孟焕，冷冷的说道，他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这娘们还唧唧歪歪的话，吕长老不介意上点手段。哼，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当狗没有当狗的觉悟，那就该打。唰，孟焕的话音一落，再次闪现到了吕天卓面前，右掌扬起，
直接就朝着他的胸口处拍了过去。这一次的力道显然是要比之前更大，看得出来他是想要好好的教训吕天卓一顿，给脸不要脸。吕天卓的耐心消耗殆尽了，所以自然不再惯着梦幻，看着他攻过来的这一掌，同样也扬起右掌来，直接迎了上去。两人的右掌重重对到了一起，发出沉闷的响声。原本自信满满的梦幻就感觉一股巨力自吕天卓的右掌处传来，紧接着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退去，噔噔噔，一连退了5、6步，这才站定身形，就那么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吕天卓，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噗，少顷，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这才让他好受一些。此刻梦幻的胸口开始剧烈的起伏，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败在吕天卓的手上。这货以炼气中阶的修为，不仅将自己给震退了不说，还受了不轻的内伤。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自己可是金丹中阶的修为，而且即将步入到金丹巅峰境界当中，居然被一个炼气中阶的小卡拉米越过2个大境界击伤，传出去自己这个长老情何以堪啊！噗，想到这儿之后，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此刻梦幻的声音歇斯底里，他不想就这么承认自己输了。闭关苦练这么多年，居然连一个炼气中阶的废物都打不过，这他妈谁能受得了啊？何况是极其高傲的孟长老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败了，所以现在请你马上从坐望峰滚犊子，不然杀无赦。吕天卓声音里面透露着冷漠之意，此时的他像是君临天下的王，梦幻居然生不起任何反抗之意，有些不甘的看了吕天卓一眼，捂着自己发痛的胸口，屁颠屁颠的离开了。在这个以实力为尊的大陆上，由不得他去矫情，不然的话真有丢掉性命的可能性，他不敢赌。哈哈哈，我这么牛逼了吗？在确定梦幻彻底离开之后，吕天卓有些不敢置信的看着自己右掌，大笑道：“一掌击退梦幻，要知道这可是在完全没有用其他技能的情况下，可以说是跟梦幻实打实的碰了一掌。由此可以断定，自己的修为对付元婴期的高手，似乎都应该没什么问题。这对于吕天卓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据说宗主林双立才是元婴期的高手啊！换句话说，在这个宗门里面，没有谁能要自己的命了。不说为所欲为吧，起码不用再为保命而发愁了。马勒隔壁的，谁在跟我嘚瑟，老子就削谁！”吕天卓骂了一声之后，又将那个炼丹的破盆给捡了起来，随后找到个合适的位置将它摆正，随后把那些炼丹用的材料全都扔到了盆中。如果不是梦幻过来打扰，没准这一锅的丹药已经炼制好了。这个傻逼娘们真是耽误事儿。此时的吕天卓都有点后悔刚才下手轻了，真应该重一点，让他几个月之内不能装逼。诅咒了梦幻几句之后，吕天卓收敛心神，随后淡蓝色的灵火再次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轻轻地将那个破盆托起，将灵火注入到了盆子之中。由于这已经是他第2次炼丹了，所以对于火候的控制自然不是第1次所能比拟的，完全是游刃有余，根本就不用有任何的担忧。盆子里面的材料立马就被他的灵火给炼化掉了，那叫一个乖巧。整个过程都十分顺利，大约半个时辰的样子，吕天卓手上的灵火就熄灭了。当他将盆子放下来之后，就见一枚枚精致的丹药呈现在盆底，丹药的芳香飘出去很远，闻着都舒服。可惜啊，老子这修炼废柴，丹药都白扯。吕天卓有些无奈的说道，要不然的话，他将这些玩意当糖豆来吃，就是补。感慨完之后，吕天卓数了一下，一共50枚丹药。现在吕天卓都怀疑这批丹药合欢宗能不能消化掉了。上一次那些垃圾丹药还卖了30多万中品灵石呢，而这一批要比之前的高了不知道多少个等级，内门弟子能买得起吗？总务堂里面也没什么太牛逼的炼丹材料了，看来真得将出合欢宗提上日程了。外面的材料更加丰富，没准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材料，炼制更加牛逼的丹药呢。当然，这都是以后的事儿了，那就以后再想吧。吕天卓随后从中挑出来2枚丹药，这2玩意戚薇用得上，其余的48枚丹药则是被他扔到了储物戒里。在合欢宗里面，只有长老有资格拥有单独的山峰做府邸，而外门弟子是大通铺，一般的内门弟子是4人间、双人间，牛逼一点的内门弟子则是由单间，甚至是单独的院落。戚薇在有着接近筑基巅峰的实力，而且他的师尊是宗门2长老，因此算是极其牛逼的内门弟子。他的住所就是一个单独的院落。不过此时的7大美女并没有那么好的心情，吕天卓的话一直萦绕在耳旁，让他甚是烦恼。从这老家伙话里话外中可以听得出来，他能炼制自己需要的丹药，从而将体内堆积的丹毒清出来，突破现有境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但前提是要跟他进行双修，将自己保留这么多年的贞操给他。戚薇做不到这样，他不想因为急着突破，从而奉献出自己的灵魂。话又说回来了，他以及师尊2长老尝试了各种办法，始终无法突破现有境界，那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呢？戚薇甚至后悔去问庄灵这件事儿了，要不然不知道的话，也不至于像是现在这么纠结了。大侄女，7大侄女。就在他拄着下巴想这些事儿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紧接着就见吕天卓那个老家伙进入到了自己的院落之中。原本就极其恼火的戚薇见了他之后，就更气不打一处来了，当即从屋子里面走了出去，冷冷的说道：“吕长老，
你来我这儿干嘛？难道我之前在做望风上说的还不够明白吗？区丹药就想让我委身于你？做梦去吧！这个童颜巨 X 的小丫头，就连发脾气都那么卡哇伊，怪不得田旺等人有些把持不住呢。就算是吕天卓的心率也一个劲儿往上飙升，太他妈有感觉了！不将他拿下，那真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了。不过吕天卓也知道，这丫头现在极其厌烦自己，要不然忠诚度也不能是20，所以得循序渐进的来，不能操之过急，不然适得其反了。当即将心里面的想法给压了下去，脸上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来。大侄女，你还是误会师叔了。之前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如果我那么做的话，和田旺、秦胜之流有什么区别？我来这儿主要是有2件事儿要跟你说。第一是刚刚秦胜的姘头梦幻去做望风找我了，但我一口否认这件事儿，他没证据也就没辙，所以我要嘱咐你一下，这事儿不论是谁问你，你说不知道就是了。实在没办法的话，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师叔的身上，明白吗？看着吕天卓那认真叮嘱的样子，戚薇有点恍惚了。难道他真是跟自己开玩笑？要不然的话，怎么会特地过来叮嘱自己呢？想到自己之前对吕天卓的误会，小丫头顿时感觉不好意思了。她的面部表情，吕天卓一点不落的全都看在眼里。还是太年轻啊，自己这3寸之舌都没发挥呢，他就撑不住了。嘿嘿，这小丫头早晚也得成为自己人，没跑了。谢谢吕长老的提醒，我知道了。你不是说来这儿有2件事吗？另一件是什么呢？戚薇尽量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一些，她不想让吕天卓看穿自己的想法。小丫头，还跟老子装？你那点道行怎么跟我斗？她的那点小心思早就被吕天卓彻底给看穿了，所以她准备上强度了。微微，你之所以不能突破现有的境界，就是因为丹药服食的过多，单独对击体内无法排出，因此形成了桎梏。相信这一点师姐都跟你说过了。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你也看到了，我之前所炼制的丹药就一点单独没有，可以说是跟你的情况正对口。哥这一次来就是想要为你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咱们也是一起扛过枪的战友，对吧？因此我需要给你把个脉，看看具体情况。吕天卓说话都不带脸红的，什么鸡巴把脉啊？无非就是想趁着这个机会摸摸小手之类的，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嘛！以他炼制出来的丹药来说，只需要服下去，再运功，绝对药到病除。戚薇哪明白这些啊？所以小丫头心里面那叫一个兴奋啊！这个问题师尊都解决不了，而且困扰他已久了。现在吕天卓都这么说了，那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别说是把脉了，就算是再过分的要求，他也能答应。师叔哪只手啊？你看这称呼直接就从吕长老变成师叔了，立竿见影啊！男左女右，右手。戚薇听了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将他那青葱般的玉手伸了出来。微微啊，你这事业线挺深啊！吕天卓拉着戚薇的手，眼睛却是停留在他胸前，自顾自地说道：事业线挺深，这是啥意思啊？看手香呢？戚薇有点蒙圈，随后问道：师叔不是把脉吗？怎么还看上手香了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他们都是相通的。吕天卓赶忙收回停留在戚薇胸前的目光，胡乱地解释了一句。为了不至于太尴尬，他将手指搭在了戚薇的手腕上，开始装模作样的给他拔起脉来。至于这货到底在干什么，就知道他自己知道了。戚薇屏住呼吸，生怕打扰吕天卓的工作，但他能看到吕天卓面色的变化，由之前的轻松变得越来越严肃了，这让戚薇有种不祥之感。难道自己的情况要比预想中的还严重？师叔，我这情况到底怎么样？戚薇开始紧张起来，小心翼翼地朝着吕天卓问道。然而却是并没有得到吕天卓的回应，他依然是眉头紧锁。好一会儿，吕天卓才将搭在他手腕上的手指挪开。微微啊，你这确实是有点严重了。为了获得快速的突破，你的根基并不牢固，再加上单独的堆积，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处理，这辈子都突破无望了。这不是吕天卓吓唬人，他确实是这种情况。师叔，帮帮我吧！戚薇见吕天卓所受的这些跟师尊一模一样，就知道他有本事了，所以赶忙苦苦哀求。这个时候，吕天卓偷偷看了一眼面板，忠诚度已经由20变成了10。小丫头终究是小丫头，忽悠他那还不是玩儿一样吗？保证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有何难？师叔，我不仅仅要将你体内的单独清空，还要助你突破现有的境界。吕天卓将胸脯拍得叮当作响，在戚薇心里面的形象也就立马高大起来了。师叔，这是真的吗？戚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仅能将单独清空，而且还能助自己做现有的境界。师尊都无计可施，吕长老真的能吗？当然是真的了，师叔就算是拼了老命也得帮你。之前在做望风的时候，你不惧危险，就那么挡在我身前，多少年都没人那么对我了，这些我都记在心里，所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没得说，该煽情就煽情，小丫头就吃这一套。那师叔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吧？说不敢动那是假的。所以戚薇赶忙关切地问道。这都无所谓，只要能让你摆脱困境，就算是要了我老命那也值得了。卧槽，这谁扛得住啊？戚薇原本就单纯，听了这感人的话之后，眼泪都要出来了。师叔别说了，
咱们先来解决你体内丹毒堆积的问题。那这枚丹药是我刚刚为你量身定制的，你将它服下去，再运功逼毒，我保证你体内的那些丹毒会全都被清出来。说完，吕天卓拿出他留起来的2枚丹药之一，这枚丹药确实是他为戚薇量身定制的清髓丹。其实这枚丹药完全是当初系统赠的那枚洗髓丹给的灵感，将其服用之后，直接来个洗精伐髓，彻底改变戚薇的肉身状态。所以他体内的那点丹毒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连渣渣都算不上。而且吕天卓深知道洗精伐髓之后的症状，没准自己还有给他搓澡的机会呢。戚薇用那颤抖的手将这枚丹药接了过来，通体晶莹剔透，飘着一股极品丹药的特殊香味。虽然不知道它的功效是什么，但戚薇知道这绝对是花钱都买不到的。师叔，这未免有点太贵重了吧？戚薇拿着丹药看着吕天卓问道。正所谓无功不受禄啊，说实话，如果不付出点什么，他真都不好意思吃。薇薇啊，你是说我进入宗门之后，由于某方面天赋惊人，所以一直充当内门弟子的炉鼎了？说白了，我就是个给人练功的工具而已，从来没有谁正眼瞧过我。但是你不一样，在危机的时候毅然决然地站在我面前，就凭这一点，为你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何况区区一枚丹药呢？快把它服下去吧，之后运功逼毒，正好我在这儿给你护法，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将你体内的丹毒彻底去除掉了。看着一脸真诚的吕天卓，戚薇心里面就更加感动了。忠诚度加10，现在戚薇对自己的忠诚度直接到了20。察觉到这个变化后，吕天卓开始偷笑起来，看来这小丫头也很敏感嘛。等自己帮她突破现有的境界之后，没准忠诚度就能飙升到50呢。这要是再双修一回，或许她比庄灵能更快达到100也说不定。谢谢师叔。戚薇应了一声之后，深深地看了吕天卓一眼，随后不再犹豫，直接将那枚清髓丹给服了下去，整个人席地而坐，开始打坐运功逼毒。这个过程跟吕天卓当时洗精伐髓一模一样，所以整个流程吕长老都非常熟悉。找来2个纸团，将自己的鼻子给堵住了，之后就开始观看戚薇运功。该说不说，这丫头确实是太漂亮了，就算是动漫里面的那些童颜巨 X 美女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由于运功的缘故，她脸上起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俏脸通红，看上去那叫一个可爱。这尼玛谁能扛得住啊？不过一股难闻的气味从她的身上飘了过来。哎，仙女也拉屎，没有例外。吕天卓感慨了一句，随后将鼻中的纸团往里塞了塞。戚薇的体内没有童子做支撑，而且身体构造也不能顶级，因此这丹药稀释的速度自然是要慢了许多。吕天卓也只能是耐着性子在这儿帮他护法，一直到了天黑时分，戚薇才缓缓地睁开眼睛。此时他脸上尽是兴奋之色，没了，身体里面的丹毒彻底消失不见了，哪怕是一丝一毫都没有。困扰这么多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他怎么能不兴奋呢？成功了，师叔，我成功了，再也不用被丹毒困扰了。小丫头起身，激动冲进了吕天卓的怀里。哎，我操，这尼玛等同于自己进了粪坑。吕天卓那叫一个尴尬呀，自己躲也不是，不躲味儿又太大，怎么办啊？那个薇薇，你不要太激动了，我建议你先洗个澡，如果一会儿还想抱的话，那师叔再好好抱你也不迟。吕天卓无奈，只能礼貌地建议道。啊，戚薇有点懵逼，他一时间没能理解吕天卓是什么意思。当这个懵逼并没能持续太长时间，很快他就闻到了令自己恶心的臭味，而这股臭味正是从他身上传出来的。低头一看，自己身上那淡黄色的长裙此时竟是黑色的污渍，那恶臭的味道就是从这儿飘散出来的。再看向吕天卓时候，发现他的长衫上也被粘的全是污渍，不用问也知道这都是自己的杰作。此时的戚薇尴尬的甚至能用脚趾头抠出31听来。这枚丹药要清髓丹，服用下去之后起到了洗精伐髓的作用，这些污渍就是你身体里面的丹毒以及杂质。现在你的肉身已经完全被改造了，这一点相信你有所感觉。你快回到屋里面去吧，我去帮你弄几桶热水，好好的洗几遍澡，把这些恶臭的东西彻底去除掉，那就好了。吕天卓笑着解释了一句，随后就主动帮戚薇弄热水去了。看着吕天卓那忙碌的背影，戚薇俏脸越来越红，真是个好男人啊，不嫌弃他身上的味道不说，还主动帮忙弄水，看来自己之前真是误会他了。想到这儿，戚薇就更加觉得愧对吕天卓了，不行，必须得找机会将之前的过错找不回来，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自己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想到这儿，他红着脸进屋准备洗澡的相关事宜了。很快吕天卓就拎着一木桶热水进了戚薇的闺房。美女的房间就是不一样，里面尽是厨子身上的香味儿，对比臭烘烘的老爷们房间，这儿简直是天堂。不过现在自己的房间有庄灵帮忙收拾也还好。吕天卓贪婪地吸了口气，真是脾胃皆通啊，那叫一个奢侈。麻烦师叔了，倒进这个澡盆就行。戚薇红着脸躲在屏风后面，她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好意思去见吕天卓，毫不夸张地说，这可能是她这辈子最窘迫的时刻。好嘞，微微滑。吕天卓将木桶里面的水倒入了大澡盆之中，随后又去外面弄热水，如此往复7、8次，算是将大澡盆给装满了。善解人意的吕天卓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大堆花瓣扔进了澡盆里，
此刻澡盆里面的水喷香。吕天卓用手试了一下水温，笑着说道：“微微，水的温度刚刚好，你快点洗洗吧。”谢谢师叔，真是太麻烦你了。一会儿你也洗洗吧，我顺便把你的衣服也洗洗。人家帮自己清除了体内的残存的单独不说，还被自己弄了一身污渍。如果不为吕天卓做点什么，他心里面实在是过意不去啊！咱们一起洗，那多不好意思。在说这话的时候，吕天卓已经开始往下推他的长衫了。身体确实是比嘴更加诚实，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哪个男人能拒绝这样的邀请呢？至于坐怀不乱柳下惠呀，肯定是有功能性障碍。哎呀，师叔你干嘛呢呀？我说等我洗完之后你再洗，不是咱们一起洗。躲在屏风后面的戚薇感觉不对劲儿，赶忙开口，如果再说的晚一点，估计这家伙已经脱光了跳澡盆里去了。可，师叔不是随便的人，开个玩笑而已。你先洗，一会儿我再给你换水。擦，老子随便起来不是人，早晚让你见识见识。吕天卓讪讪地穿上了长衫，拎着木桶出去了。基于他的经验，澡盆里面的水可是要换好几波的，不然肯定是洗不干净身上的污渍，所以还有机会。在确定吕天卓彻底离开之后，戚薇才敢从屏风后面出来，鼻子里面时不时传来那股恶臭味儿，那叫一个令人恶心。快速地将外衣脱下来扔到了外面，紧接着那具完美的躯体就跳入到了大澡盆之中，里面的水温正如吕天卓所说的那样，很是舒适，将那些漂浮在水面的花瓣撩拨到身上，掩盖着那股难闻的气味。渐渐的，戚薇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来，随后想到自己之前对吕天卓的看法，不禁哑然失笑。其实他对吕天卓并不熟悉，因为他在内门崭露头角的时候，吕长老已经光荣的卧床不起了，所以关于他的那些事迹都是道听途说而来，因此戚薇对他的印象很不好。一个靠着睡上来的长老，简直令人作呕。但随着接触下来，他发现自己对吕长老充满了误解。人长得帅气不说，还杀伐果断，虽然逼自己干掉秦胜令他很不爽，但人家在梦幻找上门的时候将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现在又不求回报帮自己这么多忙，就算是铁石心肠也被捂暖了。看来有时候听到的东西确实不一定是真的呀。何止啊，有时候亲眼见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戚薇的话音刚落，吕天卓的声音就从不远处的外面传来，惊得戚薇赶忙双手抱胸，将那份儿饱满给护住，生怕走光了。不过还好，吕天卓并没有进来。微微，这盆水都换了，要不然根本洗不干净。吕天卓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戚薇低头一看，澡盆里面的水犹如泥汤子一般，他就更羞了，想要起身穿衣服让吕天卓过来换水，但他悲催地发现自己由于太过着急如水，所以根本就没拿换洗的衣服。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可怎么办呢？微微，怎么了呀？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要不要哥进去看看？别师叔，那个你能不能去我屋子里面帮我拿一套换洗的衣服啊？说到最后，戚薇的声音犹如蚊子一般，要不是吕天卓听力异于常人的话，还真就听不清呢。卧槽，老天爷都帮自己忙啊！好，那你先在澡盆里待着，我马上去给你拿衣服。说完，吕天卓快步来到了他的闺房当中，将柜子打开，里面全都是戚薇的贴身衣物。虽然这些衣服跟地球上所谓的性感服饰搭不上边，但这可都是戚薇的贴身衣物啊，那意义就有所不同了。吕天卓看着他们，难免还有些害羞。微微，你想穿哪套啊？这有红的、黄的，这件紫色的你穿上肯定好看。听了吕天卓的问话之后，戚薇恨不得钻进的缝里面去。今天所遭遇的窘迫，简直是一波超过一波，这让他情何以堪啊！师叔，你随便给我拿一套就行了。戚薇恨啊，自己怎么就忘了这一茬了呢？随便，那我就拿紫色的了。吕天卓嘿嘿一笑，随后将一件紫色的衣服拿了出来，随后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屏风处。微微啊，我这也扔不过去啊，要不然你进水里面躲一下，我送进去之后就马上出来，保证不会占你便宜。我的天，这叫什么事儿啊？戚薇感觉自己快崩溃了，可真是步步坎儿啊！现在自己有拒绝的权利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师叔，那你快点。说完，戚薇闭气躲在了水里。吕天卓移步到了澡盆处，虽然这丫头在水里面躲着，而澡盆里面的水也浑浊不堪，但大致的轮廓也都看得见啊，视觉冲击力那叫一个强啊！吕长老感觉自己的鼻血又要飙射出来，哎呀，我这闭着眼睛也不知道将衣服放在哪儿啊，万一扔进水了，那不是白拿了吗？微微，我睁开眼睛看一下，你不介意吧？咕咕咕，水下的戚薇说些什么，他也听不清，所以就默认他答应了。于是吕天卓开始光明正大的看了起来。美好的时光总是来得慢，走得快。这不是吕天卓光明正大的看了几分钟之后，水下面的戚薇就开始催促起来。当然，他怎么催促的吕天卓不知道，只是见冒的泡越来越多。要是再不走的话，估计这丫头就得憋缺氧了，那自己于心何忍啊？所以赶忙将衣服放下来，并高声告知水下的戚薇，这才快速跑开。呼，戚薇从水里面钻出来之后，开始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她快郁闷死了，这都叫什么事儿？看着搭在屏风上的紫色衣服，她的俏脸就更红了。自己的衣柜估计已经被吕天卓给看了个遍，哎呀，羞死个人！微微，好了吗？我进来给你换水了呀。
吕天卓的声音又适时地传了过来。戚薇赶忙将衣服穿好，但这仅仅是一个外面的长衫啊，根本就掩饰不住自己的身材啊。无奈之下，他只能再次躲在屏风后面。趁着吕天卓将脏水拎出之际，他赶忙跑到房间里面找自己需要的衣服。这个澡洗的跟打游击战似的，那叫一个惊心动魄呀。不过好在是有惊无险，将澡给洗完了。闻着身上那香香的味道，戚薇的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来，感觉一下身体有什么变化。此时吕天卓也被累得大汗淋漓，伺候戚薇洗澡可不是什么轻活。见他这副样子，戚薇心里面有些过意不去。不过听了吕天卓的话之后，他赶忙检查身体的变化，肉身强度不是之前所能比拟的，浑身的脉络都扩宽了1倍不止。他知道这对于今后的修炼有着莫大的好处，于是恭敬地给吕天卓鞠了一躬，因为这一切都是人家给的。谢谢师叔，如果没有您的帮忙，我可能这辈子都突破无望了。客气什么，都是自己人，师叔应该做的。我还答应让你突破现有的境界呢，但你要是不着急的话，我先洗个澡，成不？吕天卓说完，指了指自己的衣服说道。看着他那身污渍，戚薇的脸更红了。师叔，我去给你打洗澡水。说完，拿着木桶快速出去了。吕天卓也没跟他客气，伺候这丫头那么长时间了，总得让她也伺候伺候自己吧。没毛病。待戚薇拎着水桶进来，就见吕天卓已经褪去身上的长衫了，里面皮肤那叫一个晶莹剔透，简直比婴儿还粉嫩。8块犹如洗衣板般的腹肌，圆臂丰腰，明显的倒三角。我的天，这也太帅了吧！你跟我说这是瘫在床上40年的身体，这不扯犊子呢吗？现在戚薇算是知道了，宗门里面的那些传言，能信2成都算多的了。谢谢薇薇了，师叔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说完，红着脸将木桶里的水倒进了大澡盆里，就赶忙小跑着出去了。如此往复6、7次，澡盆再次被装满。师叔，我就在外面，有什么事儿的话叫我就可以了。好嘞，扑通。戚薇刚出去，吕天卓就迫不及待地跳进了澡盆里面。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哼着这小曲儿，开始洗起他的身体来。这可是戚薇刚刚用过的澡盆，里面似乎还存留着他的体香，那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而外面的戚薇听了这陌生的小曲儿，也不禁轻笑起来。这师叔真是有意思，看来自己真得好好去了解了解他了。由于吕天卓的身上并没有沾上污渍，衣服为他承担了所有，因此也就没在洗澡这道工序上浪费太长时间。他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戚薇突破至金丹境，只有这样，自己才算是完成系统交代的任务，不能因小失大，不是？所以很快从澡盆里面钻了出来，又将衣服仔仔细细地洗了一遍。但这味儿实在是太霸道了，一闻就还有。无奈之下，只能控制灵火将衣服烘干，对付着穿吧，等回到坐望峰再去换新衣服。师叔，你洗完了呀？见吕天卓出来，戚薇红着脸朝着他打招呼。洗得不尽兴，等回到坐望峰我再好好洗洗吧。我之前答应帮你2件事儿，现在第1件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第2件了。其实修炼跟盖房子差不多，地基必须得打好，但你现在的情况就是根基不稳，说句难听点的话，你的修为虚高，所以根据你这种情况，我炼制了一枚固基丹，顾名思义就是稳固你修炼的根基。而在这里面我又多加了一个小阵法，稳固根基的同时还能让你吸收周围的仙灵之气。那你把这枚丹药服下去之后打坐修炼，调动身体里面的灵气，在七经八脉里面按着周天运行，不出意外，749个周天之后，你就可以突破现有的境界。说完，吕天卓又将之前准备好的第2枚丹药拿了出来。为了完成系统颁布的任务，他可谓是煞费苦心啊。见到这种情况之后，戚薇心里面的感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2枚丹药，那可是花钱都买不来的呀。说句难听点的话，就算是亲生父母，能不能做到这种程度都是个问题，何况是非亲非故呢？这怕是要用命去还了吧。师叔，戚薇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了。这么说吧，就算是自己的师尊也不会对他这么好，心里面怎么能不感动呢？他甚至有点不敢去接这枚丹药了。这是干嘛？咱们可是一起扛过枪的，所以收下吧，不算什么。你师叔别的本事没有，炼丹还是可以的。说完，将这枚固基丹映射到了戚薇的手里，将它服下去炼化，我在旁边给你护法。戚薇看着吕天卓那坚定的眼神，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后将丹药服了下去，就开始打坐练功。按着吕天卓所说的，将体内灵气以周天开始运行起来，1圈、2圈、3圈，一直到49圈之后，戚薇就感觉体内轰的一声，突破了，自己终于突破了，修为由筑基中阶跨越到了筑基巅峰。这么多年的桎梏，在这一刻彻底被打碎，他怎么能不热泪盈眶？做梦都想突破至这个境界上，现在终于是得偿所愿了。好，戚薇忍不住仰天长啸起来，以此来发泄近些年来的郁闷。啪啪啪，微微的悟性果然不一般，这么快就突破了。吕天卓边鼓掌边朝着戚薇夸赞道。听到他的声音，戚薇才记起吕天卓还在旁边呢，赶忙将身上的气势收敛起来，再次恭恭敬敬地朝着他鞠了一躬。谢谢师叔，不用那么客气，既然我答应你的2件事都已经做到了，那也该回坐望峰了。修炼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虽然你天赋不错，但也不能不去努力。好了，你再收拾收拾吧，我就撤了。吕天卓说完，转身就准备离开。
诗叔，要不然今晚你就留下来吧。戚薇最后的声音又是犹如蚊子一般大小，她一个黄花大闺女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已经是极致了。薇薇，你把我吕天卓当成什么人了？这不是趁人之危吗？没想到我在你眼中就这样，你太令我伤心了。吕天卓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沃尼玛，这个时间点，庄林已经在坐望峰等着自己，他哪有功夫在这儿过夜啊？妈的，还真是羡慕那些时间管理大师，自己但凡有那样的本事，今天都将这个卡啊一给拿下了。对不起师叔，是我唐突了，可是我想报答你啊。戚薇苦着脸说道。吕天卓见火候差不多了，走过去将他揽入到怀里。薇薇，说我不想跟你双修，那是假的，但我要你心里真的想跟我双修才行，而不是因为报恩，明白吗？好好睡一觉，明天就什么都好了。说完，俯身在他那粉嫩的额头上轻轻一吻，随后轻轻将他推开，转身离开，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伟大，实在是太伟大了。吕天卓感觉自己从来就没这么牛逼过，公然拒绝一个大美女留宿。唉，说不遗憾，谁信啊？每往外走一步，他感觉自己的心都在滴血。说实话，他真想转身回去，跟这个卡哇伊大美女来个通宵达旦，但他知道自己不能那么做，形象已经树立起来了，再回去不是跌份吗？所以只能是咬着后槽牙，艰难地回到了坐望峰。此时，庄林已经在床榻上等着他了。天卓，你这是去哪儿了呀？让我等了这么长时间。庄林看着吕天卓，似笑非笑地朝着他问道：“还能去哪儿啊？不是你给我找的麻烦吗？”吕天卓有些无奈地说道：“如果不是庄林在这儿等自己，他真想在戚薇那儿留宿，跟他双修是一方面，主要是两人双修之后，或许可以令那丫头突破金丹期。如此一来，那系统颁布的任务也就算是完成了，到时候自己就可以修炼凌天剑法的第3式了，而且还有一个系统奖励的特殊礼包。这些对于现阶段的吕天卓来说，才是最为重要的。”哦，我给你找的麻烦？庄林听了他的话之后，脸上尽是不解之意。自己就是待在总务堂里面，帮他处理灵石以及炼丹材料了呀，难道这也给吕天卓招来麻烦了？按道理来讲，不应该吧？可不是吗？你不告诉戚薇那些丹药是我炼制的吗？这丫头找上门来了，这不是过去帮他弄丹药了吗？要不然怎么可能现在才回来吗？吕天卓说完之后，退掉了身上的长衫，他感觉上面还有股恶臭味儿，根本就洗不掉。哥哥，我还当什么事儿呢？原来就这个呀，不是正合你意吗？据我所知，薇薇这丫头和我一样，都是处子之身，你这么卖力的表现，将她收至麾下也不是什么难事吧？所以你应该好好感谢我才是，而不是埋怨。庄林娇笑着说道，他的这个反应倒是出乎了吕天卓的意料，当即问道：“玲玲，你是我的女人，难道就不介意我去找其他的女人吗？按道理来讲，你应该将我据为己有才是啊。在地球上，那是一夫一妻制度，所以让吕天卓认为这是女人理所应当的举动，怎么可能介意呢？男人没本事才会只有一个女人呢。在这片大陆上，以强者为尊，厉害的人物3妻4妾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你放心，在这方面我绝对不会对你有任何约束的，只要人家愿意跟你，我绝对不会插手，更何况我一个人也应付不了你。”庄林回答的极其干脆，没有丝毫犹豫。如此一来，吕天卓悬着的心也就彻底放了下来。既然他都这么说了，那自己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乖乖伶仃最好了，来，为夫奖励你。说着，吕天卓就朝着庄林扑了过去。1个时辰之后，两人再次依偎在床头。如果这世界有烟就好了，来根事后烟，简直赛神仙。秦胜被我干掉了。吕天卓搂着庄林，很是随意的说道。啊！庄林听了之后，直接惊叫出声。之前他将秦胜废掉，都差点让梦幻给干掉呢。现在倒好，他居然直接将秦胜给干掉了，这不是彻底将孟长老给得罪死了吗？不仅仅是秦胜一个人，还有包括田旺在内的4个内门弟子。吕天卓可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彻底将庄林给震妈了。田旺可是被称为内门第1人啊，将来是要步入到长老之列的存在。别说他是尊了，就算是宗主那边都很看好的，现在居然被吕天卓也给干掉了，这事儿可小不了了。你是不是有点太狠了？知道怎么做的后果吗？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庄林朝着吕天卓问道。梦幻来坐望峰找我了，他怀疑秦胜是被我击杀掉的，但是没有证据，而且我们也交了手，他被我击伤。听了这话之后，庄林已经将没有任何表情了。一个接着一个炸弹般的消息，已经将他彻底给炸麻木了。现在吕天卓就算是说出宗主让他给睡了，自己都不觉得意外。你打算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没有证据，那就拿我没办法。如果想要动武的话，老子奉陪到底，就凭他们那些3脚猫功夫，能奈我何啊？手段就是吕天卓最大的依仗，以自己现在的修为来说，对付几个长老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能让戚薇突破至金丹期的话，那就算是宗主林双里亲至，吕天卓都不在乎，所以他有恃无恐，不服就放马过来。哎，我知道说什么你也不会听我的，不过天卓你要记住一点，那就是不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身边。庄林看着吕天卓，极其认真地说道。既然自己已经将第1次给他了，那就生是吕天卓的人，死是吕天卓的鬼。玲玲对我最好了，来，为夫继续奖励你。说完之后就去梅开2度了。噗！
与此同时，梦幻一口老血喷了出来，这一次他伤得不轻，疗伤这么久，伤势才见好转。吕天卓，他擦了一下嘴角处的鲜血，恶狠狠地说道：“自己在宗门里面都排得上号的狠人，居然被一个在床上瘫了40年的废物给打伤了，这让他情何以堪啊！所以这个仇，梦幻一定要报的。原本他还想让吕天卓平替秦胜呢，但现在他没这个机会了，只要让自己找到合适的时机，那就给他一击致命。妈的，也怪不得宗主那边了，这个仇不能不报。孟师妹在吗？”就在这时候，一个充满威势的女声从外面传了进来。咦，她来干什么呢？梦幻小声地念叨了一句，随后朗声道：“郭师姐，我在，请进吧。”唰，她的话音一落，一道身影闪现在房间之中。这人看上去美若天仙，但此时却是寒如冰霜。他就是合欢宗最为低调的长老郭千羽。郭千羽是最早那一批的长老之一，修为深不可测，甚至有传闻他已经踏入到了元婴期，可以说是高手中的高手了。但他在宗门里面的存在感太低了，以至于不是因为弟子田旺的话，似乎都没人能想起这个修为极高的长老了。田旺之所以在宗门里面如此嚣张，一是有强悍的实力，二是有牛逼的背景。秦胜那么嚣张，遇到事儿也得老老实实的找他，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郭千羽对于这个弟子还是非常看重的。要知道田旺人虽狂，但修为确实是牛逼，年纪轻轻就到达了筑基巅峰的境界，妥妥内门第一人。假以时日的话，肯定是可以步入到长老之列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郭千羽对他那也是着重培养，以此来让田旺快点进入到金丹期。但这天郭千羽突然感受不到了田旺的存在，所以赶忙去他住所找人。不出他的意料，田旺确实是不在，而且不仅仅是他，那几个跟他混的内门弟子也全都不在。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几个已经走了挺长时间了。有人看到他们是和秦胜一起的，郭千羽知道秦胜的身份，所以他直接找到了段晨风来。如果这件事儿跟梦幻有关的话，他也不会惯这娘的毛病，他只是行事低调而已，又不是没实力。别看梦幻平日里面在宗门张罗的花，若是动起手来的话，他在自己手上走不过几个回合。孟师妹，好久不见啊！仅仅是一声招呼，梦幻就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对于这位姑奶奶，他可真是狂不起来。梦幻只是狂，他可不是虎，所以将姿态放得极低。是啊，郭师姐，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真是令我段晨风蓬荜生辉啊！别说是自己了，就算是宗主也得对郭千羽客客气气的吧。孟师妹客气了，我这次到来只想问你一件事儿，秦胜在哪儿？郭千羽的声音极其冷漠，像是在询问犯人一样。梦幻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这要是换成别人的话，他早就出手讨教了。但面对郭千羽的时候，他生不起来任何反抗之心，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一般，自己就是被人家拿捏的命。想到这儿，梦幻无奈的苦笑起来。在这个以实力为尊的世界里，就是这个游戏规则，没办法的事儿。郭师姐，不瞒您说，秦胜已经消失不见了，我放在他身上的神识也没了。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他可能已经被害了。虽然不知道郭千羽找秦胜干嘛，但他还是不敢有任何的隐瞒，直接将自己知道的情况说了出来。哦，郭千羽听了他的话之后，眉头紧缩到了一起。那些内门弟子说田旺几人跟着秦胜一起走了，现在秦胜居然也失联了，也就是说他们几个很有可能全都遭遇不测了。在宗门里面有这样本事的，肯定是某个长老，内门弟子绝对做不到。那么会是谁朝他们下毒手呢？郭师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啊？一会儿我还有些情况想要跟您汇报呢。梦幻发现事情似乎也不太简单，所以赶忙朝着郭千羽问道：“是这样的，昨天我在闭关修炼，也没太在意。今天出关的时候，发现自己留在徒弟田旺身体里面的神识没了，完全感受不到他的存在，所以我就去田旺的住所找他了，他也不在，连带着那几个跟他混的内门弟子也都不在。有人看到他们跟着秦胜一起走的，因此我才过来问问孟师妹。”郭千羽将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对于田旺，梦幻自然知道，妥妥的内门第一人，而且就连宗主对他都极其看重，进入到长老组那是早晚的事儿。但现在他们却是跟着秦胜一起消失不见了，不用问也知道，肯定是被人干掉了。梦幻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吕天卓，因为他有杀人的动机。从郭千羽的叙述来看，自己可以这样理想，那就是秦胜被自己分手之后，心里面对吕天卓恨意就更深了。而他在自己这儿要了一大笔灵石，知道不是吕天卓的对手，所以用灵石来贿赂田旺等人，让他帮忙报仇。于是一行几人就去了坐望峰找吕天卓报仇，但他们低估了信吕这老东西的实力，在对战的过程当中，他们全都被吕天卓会干掉了。如此一分析，似乎全都说得通了。见梦幻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再联想他刚才说的有情况汇报，郭千羽心里面开始急了起来。孟师妹，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儿啊？快点跟我说说，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动我郭千羽的弟子？见他一副急切的样子，梦幻知道自己无法隐瞒了，当即在心里面暗念：吕天卓，这怨不得我了，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想到这儿，他再次开口，不瞒郭师姐说，在秦胜联系不上之后，我第一时间找上了吕天卓，因为就他跟秦城有摩擦，但是这老东西矢口否认了，
我原本想将他抓回来问罪了，没想到自己不是他的对手。师姐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现在还是带伤之身呢。郭千羽听到吕天卓这个名字之后，愣了一下，感觉有些熟悉，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是宗门里面哪号人物了。吕天卓，那是谁啊？郭千羽一脸不解地看向了梦幻，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郭师姐，40多年前，咱们合欢宗最为出名的炉鼎，而且他还因为服务宗门多年，被破例提升为合欢宗唯一的男长老。这个名字确实是有那么点小众，要不是最近几天突然冒出来，梦幻也想不起来。宗门中传言他不当炉鼎，退休之后瘫在床上40余年，俨然是大限将至了。但从他身体上的皮肤来看，这全都是假的。这会也就面皮老一点而已，身上的皮肤以及肌肉那叫一个发达，怎么看也不像是大限将至之人。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弄的障眼法吧。我倒是谁呢？原来是他啊！这老东西不是已经大限将至了吗？他怎么能将田旺等人击杀呢？会不会其中有什么误会啊？对于吕天卓的事儿，郭千羽自然有所耳闻，但他对这个人颇为不屑，简直就是废物中的废物而已。凭借着当炉鼎最后登上长老之位，简直就是荒谬绝伦。在此之前，我也是跟您一样的想法，但这吕天卓并不像是传说的那样大限将至，他根本一点事儿都没有。我怀疑这40年的时间，他就偷偷在做望风修炼了。当日在演武台上，内外门很多弟子都亲眼所见，他一招就将秦胜给击伤，随后暴打。秦胜的修为虽然不如田旺，但那好歹也是筑基中阶啊，而且我身上的伤就是被他打的。这老东西隐藏的极深，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修为在什么境界上。郭千羽看得出来，梦幻身上确实是有伤，肯定不是在说假话。吕天卓，哼哼，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郭千羽面色阴冷地说道，不论是谁动他的弟子，那就触碰了他的逆鳞，所以纵然是天王老子的面子，他也不会给。第二天吕天卓醒来之后，庄灵已经离开了，看着桌上摆着的精致菜肴，他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来。现在这样的生活对于吕天卓来说确实是不错，每天可以和心爱的一起双休，不用996也可以活得很好。此时的他甚至觉得那40年都躺得值，于是哼着小曲，将留在桌上的那些精致菜肴全都给干掉了。由于昨晚上又挣了50修炼点，再加上之前背包里的25修炼点，一共就是75个了。吕天卓毫不犹豫就开始打坐，将这75个修炼点全都给消耗掉。当修为步入到金丹期之后，他就不知道到底多少修炼点才能突破一个小境界了，因此有多少用多少吧，纵然不能突破，也绝对是没有坏处。75个修炼点很快就被消耗完了，然而修为依然是停留在金丹初阶上，连一丁点松动都没有。看样子想要突破还需要一段时间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在这个境界上自己已经用掉了100多个修炼点了吧？突破任重而道远啊，麻痹的。吕天卓骂了一声之后，就从地上站了起来。自己所修炼地功法确实是非常与众不同，想要突破，看来只能是走野路子了。戚薇那边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跟他双修的话，估计能有戏。而且只要戚薇突破至金丹期，那自己还可以获得系统的特殊奖励，这个诱惑力对于吕天卓来说确实是太大了。想到这儿，他就准备起身去戚薇的住所，以关心他修为的名义过去，应该不会被人家反感吧。然而吕天卓刚一出门，就见一个绝色大美女站在门口不远处，身上的长裙无风自动，给人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这谁？宗门里面有这气场的，似乎只有宗主凌霜里了吧？但凌霜里他远远的见过，绝对不常这样。那会是谁呢？他来自己的坐望峰干嘛呢？嚯！我说怎么一早起来就听见了喜鹊的叫声了呢？果然，一出门就见到了仙女姐姐。管她是干嘛的呢？只要是女的，那吕天卓就不怕，所以直接开口，朝着对面的美女调侃道：“油嘴滑舌。”听了吕天卓的话之后，郭千羽对他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怪不得充当炉鼎呢，就是登徒子一个呀！你就是吕天卓？郭千羽看着他，冷冷地问道：“仙女姐姐，这不公平啊！”啊！郭千羽直接被吕天卓的话给整懵了。什么叫不公平啊？你看，你都知道我叫吕天卓了，但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名字，这不就是不公平吗？所以为了公平起见，你还是将名字告诉我吧，要不然我就一直叫你仙女姐姐。听了吕天卓的这番谬论之后，郭千羽也是醉了。不过他不喜欢吕天卓称自己是仙女姐姐，所以还是将真名告诉了他。郭千羽，郭千羽这个名字吕天卓自然听说过，只是他实在太过低调，所以没见过。原来是郭师姐啊，早就听闻过你的大名，说是修为仅次于咱们宗主，能排名第2。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什么修为排名宗门第2，全都是吕天卓扯犊子而已。反正女人都喜欢被夸，因此自己多说几句好话也没什么不同的。哼，少在这儿油嘴滑舌的，我找你有事儿。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几句话郭千羽还是挺受用的，所以连带语气都变得温柔了一些。仙女姐姐有事儿尽管吩咐，能为您做事儿，那是我吕天卓的荣幸。说实话，对于郭千羽突然上门，吕天卓还真是不知道怎么个情况。按道理来讲，自己跟他完全没有任何交集，就算是自己在当炉鼎的时候，也没见过郭千羽，所以他来找自己到底是什么事儿，
吕天卓猜不出来。吕天卓，下面我问你话，你如实回答我，没问题吧？郭千羽定定地看着吕天卓，随后说道：放心吧，仙女姐姐，保证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管问。吕天卓也好奇，这女人找自己到底是所谓何事啊？田旺以及秦胜是不是来找过你？在问话的时候，郭千羽的眼睛也没离开过吕天卓。如果这家伙说谎的话，他会第一时间发现。然而人家吕长老压根就面不红，气不喘，跟没事人似的。秦胜我认识，之前有过点过节，这家伙在宗门里面欺负弱小，嚣张跋扈，被我狠狠地收拾一顿，蛋都踹爆了。但是田旺是谁啊？我根本就没听说过呀。仙女姐姐可能不知道吧，我当了这么多年炉鼎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在床上躺了40年，宗门中许多事儿我都不清楚。对于自己的事儿，吕天卓毫不避讳，他的坦诚倒是获得了郭千羽的些许好感。而且从吕天卓的表现来看，他似乎真是不知道田旺。难道这几个家伙不是在做望风出的事儿？此时的郭千羽有点拿捏不准了，所以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对待吕天卓。你确定没见过他们？郭千羽还是不死心，继续朝着吕天卓问道。仙女姐姐，这是信不过我吕天卓了，我这人向来不骗人的，有什么说什么，我确实是没见过他们，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不告诉你呢？要不然这样的吧，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就陪着仙女姐姐一起去找他们，一直到找到他们为止，怎么样？吕天卓赶忙献媚似的说道。妈的，在地球的时候他也是个知名舔狗，但舔到最后也一无所有。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自己有童子傍身，就算是当舔狗，10有8九也能将其拿下，到时候那就是舔自己媳妇儿了，何罪之有呢？那倒不必了。不过吕天卓，你最好别骗我，不然的话我保证你会后悔的。郭千羽看着吕天卓，语气冰冷地朝着他警告道。仙女姐姐，我怎么会骗你呢？不过你这威胁的语气，弟弟还是有些不太喜欢的，下次别这样了，伤感情。说话归说话，这么威胁确实是挺令吕天卓不爽的。伤感情？我跟你有什么感情可言啊？郭千羽也是醉了，这家伙有点蹬鼻子上脸的意思了。梦幻说他被这小子击伤了，但吕天卓明明就是炼气中阶的修为，说句难听点的话，就算是梦幻站在那儿让他打，这货都无计可施，怎么可能将他打伤呢？既然如此，那就试试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想到这儿，郭千羽心里有了计较，当即冷冷地说道：本座说话就是如此，怎么你不服？只有尊敬的仙女姐姐，没有服不服的。沃尼玛，蹬鼻子上脸了，这是跟谁俩的呢？服？老子当牛马的时候都没服过谁，何况是现在呢？而郭千羽听了吕天卓的回应之后，脸上露出难以名状的笑意来。看样子你是不服了。郭千羽认为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试试吕天卓的修为到底如何。梦幻说败在了他的手上，自己怎么就那么不幸呢？仙女姐姐，这么说吧，我吕天卓还真没服过谁呢，你也不例外。这娘们飘了呀，自己叫几句仙女姐姐，他就想骑在自己脖梗上拉屎撒尿，想屁吃呢呀。吕天卓岂会惯他这样的臭毛病？若是庄灵这么问自己，那应付一下没问题，毕竟她是自己的女人，这个郭千羽算鸡毛啊。好啊，倒是有那么点骨气，不过靠着当炉鼎混道长老这个位置上，似乎就没那么有骨气了。呵呵，郭千羽开始用语言来攻击了，眼中尽是轻蔑之意。吕天卓算是看出来了，尽管自己伪装得很好，但这娘们根本就没打算放过自己啊！妈的，真以为老子好欺负呢？既然如此，就给这娘们点教训，不然她还以为真是仙女呢。我这长老是老宗主亲自册封的，以此来彰显我对合欢宗所做的贡献。换句话说，老子能一路睡到长老这个职位上，也未尝不是一种本事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哼，你还真是奇葩呀！郭千羽听了吕天卓的这番谬论之后，差点被气死。这家伙是什么三观啊？不行，必须得好好收拾收拾他。现在这件事儿已经跟田旺没有关系了，徒弟是不是他杀的，那都得收拾他，毋庸置疑的。老子愿意，你管得着吗？这里是我的坐望峰，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赶紧离开吧，没工夫招呼你。吕天卓眯眼看向了郭千羽，妈的，不是说他低调吗？这么看可不像啊，完全就是个强势女，根本就不给自己反驳的机会啊！哼，你看我能不能管得着？唰，郭千羽的话音一落，人已经闪到了吕天卓面前，扬起右爪，直接就朝着他的脖子上抓去。这样的小卡拉米居然敢跟自己这么说话，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要不然还真以为自己是长老呢呀。在郭千羽眼中，吕天卓不过是个炼气期的小家伙而已，自己收拾他若是还需要第二招的话，那可就太失败了。然而就在郭千羽以为自己能将吕天卓稳稳抓住的时候，却突然发现面前没了他的身影，而自己的这一招自然也就落空了。咦，郭千羽惊异一声，他完全没能感受到吕天卓身上的任何气息，就这么在自己面前消失了。如此看来，姓吕这小子似乎并不像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啊。师姐，你这未免有点欺人太甚了吧？这可是在我坐望峰上，并不是你们家大院。吕天卓再次出现在之前的位置上，看着郭千羽冷冷地说道：倒是我小看你了，怪不得敢跟本座如此说话呢，还是有点小本事的。不过这些小把戏在本座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老老实实的跟我道歉，或许我可以放你一马，不然的话，
哼哼，那就别怪本座不客气了。郭千羽看着吕天卓，冷冷地说道：“操，你对我客气过吗？我发现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真是有意思啊。所谓的低调，不过是变相炫耀的一种方式罢了，实际上就是想要彰显你那牛逼的修为。我没理解错吧？老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田旺我并不认识，你还不信？依然找理由朝我下手，怎么着？老子好欺负呗？叫你2句仙女姐姐，你他妈不会以为自己真是仙女了吧？仙女有你这么个逼样的吗？你不是牛逼吗？来啊，有什么本事全都使出来，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将我吕天卓干掉了。如果能的话，我算你真牛逼。”吕天卓的怒火彻底被郭千羽的态度给点燃了。妈的，不就是想要装逼吗？既然如此的话，就看看谁能装过谁。而郭千羽什么时候被人如此对待过啊？整个人都快被气疯了。你混蛋！郭千羽骂人的词汇量实在是有限，所以指着吕天卓半天，只挤出来这么一句话，这可真不敢当。我可没有你们这帮道貌岸然的家伙，混蛋！仗着自己有些修为，就开始为所欲为，颠倒黑白。要说混蛋，也是你们这样的人最混蛋吧？郭千羽又被吕天卓这一番话给对得哑口无言，而且似乎人家说的没毛病啊，找死！既然说不过，那还说个毛线了，直接动手吧，要不然的话，他真害怕自己被这家伙给气死，所以怒喝一声，扬起右掌朝着吕天卓胸口触拍了过去。这小子居然敢如此羞辱自己，纵然不要他性命，也得好好收拾收拾，不然传出去的话，自己在合欢宗里面还怎么立足了？你看，恼羞成怒了吧？你们也就这点尿性，就会欺负弱小而已。吕天卓在嘲讽他的同时，也扬起右掌迎了上去。自己刚刚炼化了75个修炼点，虽然境界上没有什么突破，但他知道修为肯定是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就算是郭千羽很牛逼，他也浑然不惧。说的嚣张一点，现在合欢宗里面还没有谁能让他心生忌惮呢，包括宗主林双离在内。平噔噔噔，双掌相交之后，两人同时向后退去。在后退的过程中，吕天卓的右臂有股酥麻的感觉。该说不说，这娘们的修为确实是高，现在的庄灵还不是他的对手。不过他想要将自己击败，那是白日做梦。既然想玩，那自己就好好陪他玩玩呗，看看谁能玩过谁。因此吕天卓站定身形之后，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郭千羽：“你到底是什么修为？”郭千羽定定地盯着吕天卓，现在他被这一掌震得气血翻腾。一个炼气期的小家伙能做到如此，简直就是在扯犊子。所以他断定吕天卓肯定是以特殊的方式隐藏了他的修为，不然的话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局面。以自己的刚才的力道来说，纵然不能将他拍死，也足够他重伤的了。但现在呢，人家嘛事儿没有，还将自己震得气血翻腾，这怎能不令人惊讶呢？对付你，炼气期就足够了，还需要有什么更高的修为吗？妈的，你不是喜欢装逼吗？那咱们就较量一下，看看谁能装过谁。但凡郭千羽对吕天卓客气一点，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局面。管他叫仙女姐姐，那就是吕天卓对其的一种认可。但这娘们一直在端着，吕长老就开始不爽起来了。这是跟谁俩的呀？自己也不欠他钱，怪不得能教出田旺那样嚣张跋扈的徒弟呢，全都是秉承他的作风啊。吕天卓现在都有种想承认干掉田旺的冲动，看看他能将自己怎么样。没错，这是以实力为尊的大陆，但自己实力要比郭千羽更强，因此他在老子面前没有耀武扬威的资格。好，很好。听了这侮辱性的答复之后，郭千羽心里面的怒火开始滋生。他入宗这么多年，从来没谁敢如此瞧不起自己呢，现在居然被一个炼气期的小家伙如此叫嚣，这让他情何以堪啊！所以说，已经跟田旺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必须得为自己争一口气。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这小子确实是有些本事，能将自己震退，在宗门里面还真找不出来几个呢。因此，郭千羽也不敢大意，避免再次丢人。争！就见他右手一扬，一柄湛蓝色的长剑出现在手中。郭千羽周身的气势在长剑出现那一刻开始迅速的攀升起来。元婴期，这娘们居然是元婴境的高手，这一点倒是出乎了吕天卓的意料。这也是他穿越以来见到的第一个元婴境高手。看清这点，吕长老心里面开始兴奋起来了。按道理来讲，自己的修为应该是不弱于元婴境的，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让郭千羽好好检验一下自己的修为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上。要不然的话，吕天卓感觉自己就像是瞎子摸象，没有头绪。啧，对付我一个炼气期的小卡拉米，师姐居然还动了长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说是我的荣幸呢？吕天卓开始朝着手持长剑的郭千羽调侃起来了。不过自己才是真正的玩剑祖宗，他是对手吗？哼，你这条舌头很会说吗？本座一会儿要将他割去下酒。哦，师姐想问我就直说嘛，我直接同意就是了，何必弄得这么拐弯抹角的呢？吕天卓听了之后笑着打趣道。郭千羽快被气疯了，谁敢如此调戏他啊？当即大喝一声，手腕一抖，无数朵剑花就朝着吕天卓身前的各处大穴照去。看得出来，这娘们对自己已经动了杀意。哼，真是最毒妇人心啊！吕天卓冷哼一声，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祭出了凌天剑法的第一式云雀惊鸿。他感受到了这一剑给自己所带来的压力，所以不敢大意，毕竟人家是元婴期的高手，这一点不得不防。要是因为嘚瑟致死的话，那可就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铿锵，吕天卓的月雀惊鸿后发仙智
直接击到了那些剑花之上，发出了碰撞声。几十朵剑花顷刻间就被全都斩碎了，而且剑势余威不减，继续朝着已经有些发愣的郭千羽射去。郭千羽是个剑修，对于长剑他再熟悉不过了，但现在吕天卓所用的剑法完全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看着射过来的剑招，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无奈之下只能是继续挥动手中长剑，以此来将剑势抵消掉。吭吭吭，随着他连续挥剑，碰撞声则是不断传来。手握长剑的郭千羽面色巨变，他没想到剑势居然如此凶猛。噔噔噔，郭千羽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退去，同时又是气血翻涌，就这样被动的逼退了7、8步的样子，这才站定身形。他就那么定定的看着吕天卓，脸上尽是不敢相信之色。人家只不过是随意的挥了挥手，就将自己给击退这么远，这还怎么继续往下打呢？郭千羽完全没有任何信心了，而吕天卓脸上则是露出了玩味的表情来。师姐，还敢小看我这个练气期的小卡拉米吗？要不要再来了呀？我奉陪到底。而郭千羽听了他的话之后，面色就变得更加难看了。此刻的他根本就没办法开口说话，因为他被刚才的剑势震得动弹不得，连开口都不能，所以只能是以强悍的灵气去压制体内的气血翻涌，哪还有心思开口说话了？同时他也心惊不已，这真是练气期的修为，师姐怎么不说话了呢？怎么着，知道自己错了呀？既然如此的话，做师弟的也就不为难你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赶紧从我坐望峰离开吧，我还有不少正事儿要办呢。郭千羽此时的反应，吕天卓早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还是在自己没有用出灵天剑法第2式的情况下呢。如果将天河逆鳞祭出的话，那威力可是成倍增长的。郭千羽接第1式都如此困难，第2式更完犊子了，所以这也算是给他留了个面子，毕竟仙女姐姐叫了好几句呢。就在吕天卓说完这番话之后，郭千羽才将身体里面的气血翻腾彻底给压了下去。再次看向吕天卓的时候，竟然有种这家伙深不可测的感觉。刚才人家就是随意的挥挥手，自己就扛不住了，天知道他还有什么更加厉害的招式，所以见好就收吧。万一再动手的话，他将杀招祭出，那自己能不能全身而退都是个问题。好手段啊，区练气期的修为就可以扛住我的攻击。不过你别得意的太早，咱们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来了。吕天卓，找到合适的时机，我还会出手讨教的。郭千羽不敢再动手了，但狠话还是要放下几句的，这似乎是不成文的规矩，能让当事人心里面更加舒服一点，仅此而已。要是有能耐的话，谁会以这样嘴炮的方式来结束一场争斗的呢？只能说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显得不是那么难看罢了。好啊，师姐，我平时没事儿就在坐望峰待着，无聊得很。师姐要是有时间的话，随时可以过来跟我交流感情，恭候你的大驾。吕天卓倒是无所谓，他什么时候来都行，但下一次郭千羽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那就不得而知了。哼，希望你能这么一直嚣张下去。郭千羽差点没被吕天卓的话给气死，但却又无可奈何，实力就是硬道理，现在对上姓吕的，他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还磨叽个什么劲儿啊？那不是自取其辱吗？留下这么一句话之后，就飘然离开了，还挺像。吕天卓贪婪地吸了一口气，感慨着说道。感慨了一句，吕天卓下了坐望峰，直接来到了内门戚薇的庭院。为了证明自己是正人君子，所以吕天卓并没有直接进入房间里面，犊子还是要装装的。相信现在戚薇对自己的印象很不错，那就让他更好一些。当即朗声道：薇薇，我是你吕哥啊，在吗？师叔，我在，您进来吧。这可真是我管你叫妹儿，你管我叫师叔，咯楞个的呀。那个进来了。吕天卓礼貌地说道，随后迫不及待地进入到了戚薇的闺房当中。令他意外的是，里面并不是他一个人，居然还有一个绝色美女。能让吕天卓称为绝色美女的人，那绝对都是跟灵敏、庄灵一个级别的存在。不可否认，合欢宗里面漂亮的女弟子确实是不少，但现在都到了绝色美女都一把把的地步了吗？看来自己躺这40年，真是错过了不少不该错过的风景了。微微，这位是？吕天卓看了一眼美女之后，就快速将目光收了回来，随后朝着戚薇问道。他的这个表现全都落在了旁边那美女的眼中，心里面轻咦了一声。吕天卓给他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因为不论是内门还是外面那些男弟子，见到自己之后，眼睛恨不得直接长在他身上。但吕天卓只是看了一眼就收回目光，这家伙也不像是传闻中的那么不堪啊。你好，吕师叔，我是3长老的弟子程莹。还不待戚薇回答，美女已经做起了自我介绍。程莹与戚薇、灵敏并称为合欢宗3朵金花，而他跟戚薇的关系非常好，因为二人不像是灵敏那么高冷，当然他也算是宗门里面的后起之秀，出名的时候吕长老还在床上躺平呢，所以对于他的名号吕天卓并不清楚。不过这也不重要，名头再响还能比自己响吗？原来也是师姐的弟子啊，你好。你好。吕天卓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跟程莹打着招呼，但心里面已经开始打起小九九来了。师叔，您来我这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戚薇赶忙红着脸朝吕天卓问道，因为他想起了昨天留吕天卓过夜的被拒的场景，觉得有那么点不好意思。你这不是突破了吗？我得看看效果如何啊，有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如果有的话
哥好帮你调节调节，别真出了什么问题。程银听了吕天卓的自称之后，强忍着笑意，这个师叔还真是有点与众不同啊。在他的印象当中，宗门里面的那些长老们全都是刻板教条的代名词，别说开玩笑了，就算是平时见到他们一个笑脸，那都难如登天。包括自己的师尊在内，跟着他修炼了几十年，就没见过笑模样，仿佛全世界的人全都欠他几百吊钱似的。但这个宗门里面唯一的男长老却不是这样，虽然面相看上去有那么点老成，不过说话做事儿都挺有意思的。连吕天卓自己都没想到，3朵金花之一的程银就这么对自己有好感了，还真是人与人的缘分真奇怪，就像狂风暴雨说来就来啊！谢谢师叔关心，我感觉自己的境界现在很稳固，甚至可以向着下一个境界做冲击了。此时的戚薇可谓是信心满满。筑基巅峰稳定之后，那必须得冲击金丹期啊！如果能够进入到了下一个境界，那相当于一只脚就踏入到了长老组，这个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那可是长老啊，谁能不觊觎呢？修炼一途不宜操之过急，上一次的教训你还没吸取吗？得循序渐进的来，不然根基不稳，后患无穷啊！你不可能每一次都那么幸运，指望我来帮你吧？吕天卓看着戚薇，极其认真的说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希望戚薇进入到金丹期的，那绝对是吕天卓，因为只有他进入到金丹期，才能激活他的太阴圣体，那系统颁布的任务才算是完成。换句话来说，自己的系统奖励才能兑现。但还是那句话，犊子该装还得装，尽管装犊子很累。师叔教训的是，我会加倍小心的。戚薇现在跟吕天卓也算是彻底熟悉了，所以没那么多顾忌，直接俏皮的吐了吐舌头。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这话一点都不假啊！看着戚薇那卡哇伊的样子，吕天卓就觉得她更漂亮了。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那绝对是情绪价值提供的满满的呀。此刻吕天卓都诧异，自己昨天晚上是怎么忍住不在这儿留宿的呢？来，让哥看哥手相。哦不，是把哥卖。一不小心将内心的真实想法给说了出来，好在补救的还算及时。戚薇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一眼满脸看戏表情的好姐妹程银，随后红着脸将右手伸向了吕天卓。别看这师叔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但人绝对靠谱。没有他的话，自己也不可能肃清体内的丹毒，更不可能突破到筑基巅峰。因此对于吕天卓，戚薇绝对是无条件信任。能拒绝自己留宿请求的，普天之下还能找到第二个吗？吕天卓将右手食指和中指搭在了戚薇的手腕上，去感受她的身体情况。正如这丫头自己所说的那样，根基筑建得相当不错，完全可以往下一境界冲刺了。只要她突破金丹期的话，那自己也就跟着发达了。凌天剑法第3式到手，而且还有一个神秘的系统奖励。且不说系统的特殊奖励是啥，单单是凌天剑法第3式就足够吸引人的了。要知道自己只是用了第1式，就将仙女姐姐郭千羽给击退了。而凌天剑法每一式的威力，那都是成倍叠加的。由此可以想象，凌天剑法的第3式将会有多牛逼。有了它的话，那就更不用怕什么了。还不错，虽然比我的预期差上那么一点，不过瑕不掩瑜，你确实是可以冲击一下金丹期了。这是一枚聚气丹，可以辅助以提升修为。说着，又是一枚没有任何单独的聚气丹出现在他手上，随后递向了戚薇。整个过程程银都在看着，他开始羡慕起好姐妹戚薇来了。之前聊天的时候，戚薇说吕天卓那么无私对她时候，自己还不相信呢。吕天卓的大名，程银自然听说过，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由一个练功的炉鼎一路睡到了长老的位置。这样的人能那么无私，肯定是另有所图啊。而好姐妹戚薇那么漂亮，那么可爱，吕天卓无非就是馋她身子而已。但当他又听戚薇说吕天卓拒绝了他留宿的提议时，整个人真是被震惊到了，甚至心里面在想，这个吕天卓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不行了，所以他才会婉拒这个提议，要不然哪个男人能这么做啊？而这些所有的疑虑，在见到了吕天卓本尊的时候，都烟消云散了。这个男人很帅，很有力量感，给人踏实的感觉，出手阔绰，没有丝毫单独的丹药，说给就给。纵然是戚薇的师尊，也做不到如此吧。因此他羡慕戚薇居然有这么好的靠山。假以时日的话，这丫头肯定会登上长老之位的。再看现在的自己，程银有些暗淡了。莹莹和微微是好朋友吧？吕天卓可是人精，这丫头的那些细微反应，他都精准的捕捉到了。随后状似不经意的朝着程银问道：“是啊，莹莹是我在宗门里面最好的朋友呢。嘻嘻，宗门里面好事儿的师兄们，把我、莹莹以及圣女灵敏称为合欢宗的3朵金花。”戚薇接过话茬，极其高兴的说道：“3朵金花，这个形容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既然莹莹是微微最好的朋友，那也是哥最好的朋友，所以作为好朋友，那就得懂得分享，对吧？那这是跟微微一样的聚气丹，对你提升修为有好处。”吕天卓说完，再次拿出一枚聚气丹来。这逼玩意，他想练多少就能练多少。拿这个东西砸人，他相信效果肯定比地球上的 LV 更有权威性。这是给我的。程银确实是被震惊到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颤声问道：“当然是给你的了，跟微微那枚是一样的，叫聚气丹。在你们修炼的时候，它可以将灵气聚集到一起，以此来提升你们的修炼速度。
而且我炼制的丹药完全没有任何的单毒，所以也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保证事半功倍，放心使用。再好的丹药对于吕天卓来说都没有什么作用，而且这品阶的丹药炼制出来实在是太容易了，所以就算是给出去再多也不心疼。别人视若珍宝的丹药，在他这儿就是垃圾。谢谢师叔。程莹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所以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道谢。师叔，师叔的叫着，显得我很老一般。这样吧，你和微微都叫我天卓哥，或者是吕大哥吧，我听着舒服。吕天卓笑着朝二美说道：“可是规矩不能坏呀，你是合欢宗的长老，和我们师尊是一辈的，叫声师叔那是应该的呀。”戚薇眨巴着他的大眼睛说道：“那叫一个可爱。屁，我怎么当上这个宗门长老的？全宗门的人都知道，我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所以你们要是当我朋友的话，就别再叫我师叔了，我听着不舒服，像是充满了讽刺的意思。”吕天卓态度极其坚决，程莹和戚薇对视一眼，随后都轻轻的点了点头。吕大哥，两人齐声说道。听到这个称呼之后，吕天卓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来，这才是自己人应该有的样子。师叔，师叔叫着多生分。吕大哥，我问你一个问题呗，这么珍贵的丹药说给就给我们，难道你真的不心疼吗？程莹看着吕天卓，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来。这具契丹就算是放在师尊那儿，也绝对是至宝级别的存在，而吕天卓说送，直接就一人一枚，大方的不得了，让留宿也不留，那他到底图啥呢呀？心疼？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一个优秀的炼丹师吗？这些丹药全都是我自己炼制出来的，之前还放在总务堂卖了呢，只不过宗门的人太鸡巴穷了，好点的丹药根本就买不起，所以我等什么时候有机会出宗门，到时候去外面卖，能挣不少零食，用它们再去买更加高阶的材料。这些垃圾玩意还值得自己心疼？这丫头是有多瞧不起自己啊？吕天卓所说的这个消息，程莹确实是不知道，所以又被震了一下。全宗门都传吕天卓就某方面能力强一点，所以才会登上长老之位，其实就是个废物中的废物。但现在看来，似乎传言不实啊。要知道炼丹师在这片大陆上可是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那些大宗门、大世家给炼丹师的待遇都非常非常高。就凭吕天卓炼制出来的这些没有丝毫单独的丹药，那混个高阶做上宾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谁敢说他是废物，那不是扯犊子呢吗？像你这么厉害的炼丹师可是非常抢手的啊。吕大哥，你就没有升起过离开之心吗？程莹试探性的朝着吕天卓问道。我可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在合欢宗多好啊，在坐望峰修炼了40年都没有人去打扰我，而且谁不知道合欢宗里面美女多呀，这就是我最佳的落脚地。吕天卓极其认真的说道。二女也都看出来了，他绝对是没开玩笑，不过男人不是应该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吗？而且他又不是没这个实力，所以一时之间二女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其实从女人的角度来讲，她们还是希望吕天卓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的。吕大哥，你这有点太过淡泊名利了。好一会儿程莹才来了这么一句，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只要打开了那个口子，那就有点不太好收场了，所以还是活得简单一点为好，省得烦心事儿多。你看我现在每天跟你们这样的美女在一起，心情好得不得了，这是有个厉害点身份就能得到的吗？所以嘛，知足才能长乐。听了吕天卓的这番解释之后，两人感觉似乎他说的很有道理。原本吕天卓来这儿是想跟戚薇往近拉拉关系，但没想到程莹也在，所以深入交流那是不可能的了。不过好在程大美女对他也很感兴趣，如此一来就是塞翁失马了。因此吕天卓开始卖弄起自己的幽默来，这都和二美增进感情的好机会，而且效果很显著。两大美女吕大哥的叫个不停，谁能受得了啊？这也就更加坚定了吕天卓留在合欢宗的决心，这才是哥想要的生活。宗门里面美女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出去干嘛呢？就这样在戚薇那儿待到快天黑，这才离开。微微，吕大哥和传说中的一点都不一样呢。等他走了之后，二女平躺在床榻之上开始聊天了。莹莹，你不知道，我从庄师叔那儿得知无单独的丹药是吕大哥炼制的时候鼓足勇气去了坐望峰。你也知道，我为了加速突破，服用了不少丹药，以至于体内单独堆积，根本就无法再次突破了。所以吕大哥炼制的那些丹药或许可以帮我摆脱困境，但他直接要我与之双修，这样才能给我丹药。不过被我义正言辞的给拒绝了。当时我对他的看法差到了极致，但昨天的时候，他带着2枚丹药主动的找上了我，帮我解除桎梏不说，还助我突破至筑基的巅峰境界。跟他交流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个玩世不恭的人。至于那些传言都是无的放矢，他根本就不在乎。像是吕大哥这么正直的人，别说咱们合欢宗了，就算是整个凌霄大陆，怕是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吧。戚薇将自己跟吕天卓相识的整个过程全都说给了程莹来听。确实，谁能拒绝你得留宿请求呢？他绝对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这样的男人还真是值得托付终身啊。小蹄子，你是不是喜欢上吕大哥了呀？要不然我跟他说说，把你收了得了。嘻嘻，你不知道吕大哥的身材特别好，简直完美。想起昨天见到吕天卓赤裸上身的画面，戚薇的脸都红了起来。那腹肌，那腰身比例，简直就是完美啊！你别说，还真是有点喜欢上了呢。
不过人家能不能看得上咱们，那就不一定了。我有种预感，吕大哥早晚会一飞冲天的，到达一个咱们无法企及的高度。令戚薇诧异的是，程莹居然没有反驳自己的说法，而且他对吕天卓的评价那么高，看来这丫头真是要沦陷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谁又能忍住不对他心生好感呢？那么珍贵的丹药，说送就送，纵然是自己的师尊，也做不到如此吧？这是个极其现实的世界，就算是那些结成道侣的师兄妹们，不也都是各取所需吗？毫不夸张地说，吕天卓随便拿出来一粒丹药，用它来换取道侣，那人从这儿能排到坐望峰去。他想要找一个美女双修，简直不要太容易，完全不需要什么宣传。因此，莹莹有这样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也感觉吕大哥有些与众不同，以前那些传言肯定是有人想要重伤他。此刻，戚薇跟程莹统一战线了。对了，莹莹，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啊。鉴于自己跟程莹之间的关系，所以戚薇这丫头不准备有任何保留了。什么秘密啊？这么神秘呢？见到戚薇这种表情，程莹的好奇心也彻底被勾了起来。你先答应我，不跟任何人说。戚薇还是有点不太放心，再次跟程莹说道：好好好，姑奶奶，我答应你。程莹也是无奈，只好按着她说的意思答应了下来。田旺、秦胜等人都是我和吕大哥杀的。现在田旺和秦胜失踪这件事儿已经在宗门里面传开了，因为他们几个在内门弟子当中还是颇具影响力的，全都失踪了，在合欢宗里面也不算是小事儿了。什么？程莹听了他的这话之后，惊得直接从床上跳了下来，随后赶忙跑到门外面查看，见院落里面没人，才回来将门关上。微微，你不是开玩笑吧？程莹压低了声音，朝着戚薇问道：这开什么玩笑啊？那天我去做望风跟吕大哥要丹药，秦胜带着田旺5人去找吕大哥麻烦，原本我想为他出头，结果根本不是田旺的对手，他们还说些污言秽语，吕大哥看不下去了，就将田旺等人给杀掉了。最后他还让我把秦城杀了，可能算是一个投名状吧。戚薇没有任何隐瞒，将事情完整的跟程莹说了一遍。田旺可是有着内门第一人之称，他的修为应该是在筑基巅峰，甚至是临近了金丹期。吕大哥的修为那么高吗？程莹就是觉得吕天卓很厉害，但具体什么修为还真不知道。何止啊，内门第一人田旺在吕大哥的手上根本就没能走过一个回合，真正意义上的秒杀。我感觉吕大哥的修为要比我师尊还高，而且据他说，梦幻孟师叔去做望风找他了，问秦胜是不是被他杀掉的。吕大哥否认了，而且还跟孟师叔动了手。听他话里的意思，孟师叔根本就没能讨到便宜。梦幻在咱们宗门里面有多嚣张，宗众们全都知道，所以我认为吕大哥所说的都是真的。他还告诉我，不论谁问，都不要承认杀了秦胜，实在不行就将这些事儿全都推到他的身上，他能解决掉。戚薇没有任何隐瞒，将所有的事儿都跟程莹说了一遍。他相信程莹能帮忙隐瞒住这个秘密，因为她们是最好的姐妹。我的天呐，吕大哥那么强吗？那他这个长老之位岂不是凭借着实力登上去的，而不是像传闻那样？程莹彻底被这些劲爆的消息给震惊到了，他发现自己对吕天卓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心里面就更加羡慕戚薇了。如果自己能跟吕大哥一起经历这么多该多好啊！不过好在现在知道也不算晚，还有机会补救。想到这儿，他的脸上露出难以名状的笑容来。当吕天卓回到坐望峰之后，庄灵已经做好晚餐等他了。见到这丫头，吕长老脸上忍不住露出笑意来。此时的吕天卓感觉自己甚是幸福，这一点他在地球上的时候都不曾体会过。玲玲，我回来了。说完，直接来到了庄灵身侧，将她搂在怀里。你这是怎么了？在微微那儿没能得逞，所以到我这儿来寻求安慰了吗？庄灵能感受到吕天卓情绪的变化，所以笑着朝他打去。不是，就是感觉你太好了，有你我真的很幸福。吕天卓抱着他悠悠地说道。天卓，你这是怎么了呀？庄灵觉得他有点不对劲，所以赶忙认真地问道。没怎么，就是感慨有你真好。吃饭吧。说完，拉着庄灵坐了下来。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那叫一个腻歪。一顿饭愣是吃了好久，两人才心满意足地吃完。庄灵起身主动地收拾桌子，那叫一个贤惠。玲玲，你过来。收拾完之后，吕天卓将庄灵叫到了自己身边，随后将剩余的那46枚丹药全都拿了出来，一股脑递给了庄灵。这是我上一批炼制的丹药，除了给戚薇几枚，剩余的都在这儿呢。这些丹药中，如果有你能用的，就留下来自己用；要是不能用的话，那就留在总务堂处理掉。不过宗门这些家伙也没太多钱，低价也就别卖了，等什么时候出去再卖。庄灵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多丹药他居然将处理权给了自己，这权力实在是太大了吧。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丹药要是流出去，都会引起凌霄大陆的纷争。天卓，这不太合适吧？庄灵心里面感动不已，不过他还是选择了拒绝，因为这些丹药实在是太贵重了，他害怕自己处理不好有闪失。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是我的女人，自然有权利处理这些东西。记住，在我眼中，你人才是最重要的，这些玩意怎么能与你相提并论？吕天卓极其正色地看着庄灵，一字一顿地说道。虽然灵敏是吕天卓的白月光，但庄灵是他的第一个女人，而且自己也是庄灵的第一个男人，
那意义能一样吗？别说几十枚丹药了，就算是再贵重的东西，吕天卓也能舍出来。天卓，你对我真好。庄灵感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也就无需多说什么了。该发生的理所当然就发生了。事后又到了依偎在一起聊天的环节。天卓，我的境界上似乎又有所松动了，感觉用不了多久就能突破至金丹期的巅峰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修炼到了一定程度，想要突破一个小境界，那实在是太难了。但是跟吕天卓双修之后，不仅仅是天道松动了，自己的修为也在快速的增长着。相信用不了多久，自己就可以站到金丹期巅峰上。正常，跟我双修之后，天道的压制松动了，而你又是天道之体，修炼天赋那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稍稍松动一点，你的修为精进的自然很快。我所炼制的这些丹药，你尽管吃，没有任何问题。如果真能将天道彻底解除的话，那你就是这片大陆的女帝。天道之体的天赋都让老天嫉妒了，那得多牛逼啊！只是这种体质的人，没有谁能打破天道，所以最后泯为众人。但庄灵不一样，她遇到了开挂的自己，那一切都变得可能了。女不女帝对我来说不重要了，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算是做个贴身丫鬟，我也心甘情愿了。这是庄灵的肺腑之言，她确实是被吕天卓彻底的征服了，身体心里都是。滴滴滴，就在这时候，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啥情况？吕天卓有点懵逼，所以第一时间打开了系统面板，发现原来提示音来自于庄灵的页面，他的忠诚度由原来的85直接干到了100。叮，刚浏览完这个，系统跳出来个提示，原来特殊奖励到来了，那是一个礼物盒子，至于里面是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吕天卓选择了开启礼盒，面板上的盒子就被打开了。混沌开天区这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搞得吕天卓一愣，什么玩意儿？随后才发现是一本功法，所以他将首页给翻开了，原来是一本炼体地功法。一听这名字，那就牛逼至极啊！大致的意思就是肉身成圣，借用混沌的原始性，强调修炼者需回归本源，吸收混沌能量改造自身，再去破而后立，需经历肉身崩毁重组的过程，最终成就金刚不坏之躯体。虽然吕天卓对这个兴趣不是很大，但他知道这玩意练成之后自己抗揍啊，纵然是修为不如人家，但是想要将自己揍死也绝非易事，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收了起来，等有时间的时候再去将它给炼化了。现在的吕天卓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运用各种方法来提升修为，不达到无敌之境之前，那行事都得低调一些。天卓，由于领取这东西，所以他愣神了好一会儿，紧接着就听到了庄灵的呼唤声。啊，怎么了玲玲？回过神来之后，吕天卓赶忙应了一声。你在干什么呢呀？叫了你好几声也没反应。我想点事儿。对了，玲玲，你对郭千羽这个人熟悉吗？吕天卓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所以只好将郭千羽这娘们给拉了出来，用他来当挡箭牌，这样庄灵也就不怀疑什么了。郭长老，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呢？他是咱们宗门资历最老的长老之一，但为人太过低调，以至于后进门的不少弟子都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据我所知，他的修为应该是在元婴期上了吧？总之是咱们门内排得上号的高手之一。你打听他干嘛？庄灵将自己知道的告诉了吕天卓，随后又不解地问道。秦胜带了几个帮手，全都被我给干掉了，其中一个叫什么田旺，好像是郭千羽的弟子，所以今天他来做望风找我了。什么？等听到这话之后，庄灵再也无法淡定了，直接从床上站了起来。郭千羽在长老的行列里面确实是足够低调，但是人家实力在那儿摆着呢，境界都已经到了元婴期，吕天卓居然将他的爱徒给干掉了，这不是找死呢吗？所以也就怪不得庄灵如此激动了，事关自己男人的生死，那能闹着玩吗？别激动，别激动。玲玲见庄灵这副样子，吕天卓赶忙朝着他安抚道，若是之前自己或许对郭千羽有所忌惮，但现在完全不存在。跟他对战的时候，子也不过是只出了凌天剑法的第一式云雀惊鸿，但即使这样，他在自己面前也没能占到便宜。尽管吕天卓能看出来郭千羽没有出全力，不过自己又何尝不是呢？若是真动起手来的话，自己再祭出凌天剑法的第二式天河逆鳞，纵然是元婴期的郭千羽也得败下阵来吧。因此吕天卓根本就没将他放在心上，这点把握还是有的。别激动，我能不激动吗？你知道郭千羽有多强吗？元婴期的修为啊，放眼凌霄大陆都算是高手级别的存在了。天卓，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呢？你不承认又能怎么样？郭长老只要对你有怀疑，他就可以随时将你击杀掉。他可是咱们宗门里面最早的一批长老，若是真这么做了，宗主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呀。哎，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看得出来庄灵确实是担心了，急得在地上直转圈。吕天卓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心里面暖暖的。谁说自己没人爱？现在不就有了吗？不可否认，郭长老确实是挺强的，但您男人也不弱呀。我们在外面动手了，虽然大家都没有出全力，但郭千羽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要不是看在她长得漂亮的份上，想要在坐望峰全身而退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元婴期又能怎么样呢？搞得定？什么？他跟郭千羽动手了？而且听那意思，似乎郭长老在他手上还没能讨到便宜。吕天卓真的有这么强吗？要说对付一个梦幻装灵性，
但现在他对战的可是郭千羽啊，那是一个传说中的存在，因为没有谁知道现在的郭长老修为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上。天卓，你说的是真的？盯着吕天卓看了好一会儿，庄灵再次朝着他确认道：“玲玲，瞧你这话问的，我是你男人，你是我女人，所以我怎么可能骗你呢？别看我现在的修为就是金丹期，但对战元婴期的高手没有太大的压力，我甚至有种感觉，就算是对上咱们宗主，也不见得会输。虽然不知道宗主的修为在元婴期的哪个阶段，但应该都没有问题。纵然是元婴巅峰，吕天卓感觉自己也有一战之力，而且现在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系统新奖励的混沌开天躯。等明天睡醒之后，没什么事儿，自己就将其炼化掉。牛逼的武技，再加上变态的肉身，起码能立于不败之地，跨越一个大境界挑战。但凡有点修炼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说法。跨越一个大境界，那是什么概念啊？说句难听点的话，如果能跨越一个小境界挑战，那都算是极其牛逼的存在了。不说是天才，起码也得是人才吧。如果那么轻易就跨越境界挑战，也就不用将修为境界划分的那么明确了。庄灵对于吕天卓，那自然是十分相信。他既然如此笃定地说，那就应该是能做到。只是他从来没听说过有谁能跨越一个大境界，心里面难免震惊不已。没错，我修炼地功法与你们的有些不太一样，所以我的修为境界具体要怎么划分，还真不太清楚。保守估计对上宗主的话，应该可以不败吧。吕天卓还是比较谦虚的，要不然就直接说稳赢了。确实是和我们不太一样。对了，天卓，以为我解除天道是不是得益于你的双修功法？但似乎又和合欢宗里面的双修功法不太一样。我天妒之体不用非得去练双修地功法，但还是听师姐们说过一些相关的指示。但你和我双修的时候，似乎与他们所说的并不一样啊。这一点庄灵一直没好意思问，今天正好讲话说到这儿了，那索性问出自己心中的疑惑来。至于吕天卓能不能回答，那就看他的了。没错，他们那些垃圾功法怎么跟我相提并论？咱们的双修功夫叫做阴阳合欢诀，是合欢宗祖师爷研制出来的绝顶功法，只不过是失传了而已。我也是无意间得到的，在坐望峰躺了40年，目的就是为了参透这套功法。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可笑的是，全宗门的人都在说我因为当炉鼎耗费太多阳气，以至于大限将至。我只能说他们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妈的，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掩盖一下自己贪了40年的事实，要不然说出去太丢人了。哪有这么垃圾的穿越者啊？怪不得这么厉害呢，原来是祖师爷传下来地功法。咱们合欢宗以前也算是凌霄大陆的一流宗门，还是有些手段的。庄灵对于吕天卓的话自然是深信不疑。那是自然，不过你身上的天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决，这一点我也不敢保证，只能是尽力而为。对于这一点，吕天卓没有任何隐瞒。虽然自己身上有系统，但系统也没说什么时候能彻底将庄灵身上的天道解除掉，所以他也不敢随便说个数。万一到时候不成的话，那怎么跟庄灵交代？无所谓，能松动我已经感激不尽了。现在我的修炼速度成倍增长，而且有你在身边，我相信有一天一定可以将压制在身上的天道彻底解除掉。庄灵的心绪平复了下来，再次依偎到吕天卓的怀里。之前的他一直处在恐慌之中，因为自己的命运一眼就能看到头，但现在不一样了。吕天卓的出现让他的生活里面充满阳光，因此庄灵有理由相信，只要跟吕天卓在一起，那么一切的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那我就再努力努力，让你身上的天道快点解除掉。哎呀，你怎么又来了呢？和庄灵在一起，一天就可以赚取50修炼点。要是在金丹期之前的话，完全一天可以提升一个小境界了。但现在完全做不到，前后200多修炼点都砸进去了，境界上没有任何的松动迹象，依然停留在金丹期的初阶，这让吕天卓很是郁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操，老子他妈帮庄灵松动天道都没你这么难，怎么个事儿？将系统背包里面的修炼点炼化完之后，吕天卓有些不爽地骂道：谁不想自己的境界越来越高啊？就算是挂逼吕天卓也不例外。不过骂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能是自嗨一下而已。既然境界上没办法突破了，那就丰富自己的武技吧。想到这儿，吕天卓在系统背包里面将混沌开天躯给翻了出来，简介自然是牛逼的一塌糊涂，但这玩意多少有打广告之嫌。至于疗效到底怎么样，那还得练过之后才能知道。由于不知道到底得练多长时间，而且自己现在树敌颇多，吕天卓索性来到了坐望峰下面的谷底，同时用阵法将自己的气息封锁住。如此一来，纵然是有人到坐望峰上找自己的麻烦，他们也找不到，自然而然认为自己不在坐望峰，也就没什么可担忧的了。做好这些之后，吕天卓就开始修炼起这本混沌开天躯来。之前吕天卓服用洗髓丹的时候，身体已经重塑一回了，现在他肉身的强度那也是极其霸道的，但跟混沌开天躯一比的话，那就是弟弟中的弟弟了。很快吕长老就进入到了状态之中，脑门上开始冒出细密的汗珠来。混沌开天躯的修炼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混沌出辟，引混沌之气入体，洗精法髓，奠定基础，仅此一项就足以将服用洗髓丹那个过程给完全碾压掉了。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个步骤，寻常人也绝对挺不过去。但对于吕天卓来说，也算是比较熟悉了。
稍稍挺挺就挨过去了。第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吕天卓顿感神清气爽，全身的经脉又粗大了1倍有余。对于这个结果，他还是非常满意的，稍作调整，又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开天炼骨。这个阶段较之第一阶段，自然是更加残酷，以混沌能量淬炼骨骼，使骨骼如神兵般坚韧。之前说过，修炼的核心思想有个破而后立，这个阶段就可以体现出来了。当吕天卓步入第二个阶段开天炼骨的时候，他浑身的骨骼都被开天之气给敲碎了，注意是敲碎了，而不是敲断了。由此可以想象吕天卓在经历什么样的痛苦，他几乎将满嘴钢牙咬断，痛得差点没晕过去。那样的话，这个修炼也就前功尽弃了。好在他足够的坚韧，没让这样的情况发生。最后那些碎骨又开始在混沌能量的指引下重组全身的骨骼。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吕天卓的全身骨骼在重组完成。在他内视的时候发现，全身骨骼都泛着金光，完全就相当于神兵利器了。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没少遭罪，但吕天卓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哪有想要修炼上乘功法而不付出代价的呢？自己这个挂逼也不例外。接下来就是第3个阶段，驱逐内侵了。这个过程也跟洗精法髓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驱逐体内杂质，血肉重生，生机不灭。但是有了前2个阶段做参照，吕天卓就知道这个过程也绝对不会简单。稍作调整，感觉自己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都到达了巅峰，这才开始这个过程的修炼。之前是骨头重组，而这一次则是血肉重组，那感觉无法语言来形容。吕天卓就感觉自己的灵魂似乎都跟着燃烧起来，简单的痛苦2字根本就描绘不出他的心情。吕长老子认为自己很能吃苦，遭罪了，但现在他才发现自己有多弱。这个过程要比之前重组骨头的时间长不少，煎熬更是增加了几倍。就这么说吧，如果吕天卓事先知道修炼这逼玩意会如此的话，那打死他都不会修炼这劳什子混沌开天躯，压根就不是人干的活。此刻他也终于明白了当初戚薇上自己贼船是一种什么心态了。当血肉重组完成之后，吕天卓感觉自己似乎就剩下一口气了。跟这个一对比的话，他真不敢说以前自己吃过苦受过罪。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吕天卓才渐渐恢复过来。虽然没有内视，但是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体里面所蕴含的能量。这么说吧，现在若是对上郭千羽的话，就算是自己站着让他打，应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凭借着这强悍的肉身，自己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妈的，受的这些苦还是值得的，起码现在有了装逼的资本。古语有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既然已经迈出这一步了，那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吕天卓准备继续修炼第4个阶段，争取一鼓作气将这个炼体功法全都练完了。就在他准备修炼第4个阶段乾坤重塑的时候，系统提示的声音响了起来。卧槽，原来是修为境界不够，后面2个阶段根本就无法修炼了。提示是等吕天卓的修为突破至元婴期，才可以继续修炼第4个阶段。也就是说，现在的吕长老没有资格修炼乾坤重塑。操，这逼玩意还挺挑剔，老子现在的修为都无法修炼。吕天卓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直接吐槽起来了。自己炼化了那么多修炼点，都没能让境界松动，到元婴期才能练，那可是还相差一个大境界呢。不想让自己练，系统直说就是了，整这么多弯弯绕干毛线。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能修炼完前3个阶段，对于吕天卓现阶段来说已经足够用了。想到这儿，心里面顿时平衡了不少。就在他准备再次内视一下的时候，熟悉的恶臭味儿再次传来。吕天卓知道这一次自己被洗礼得更加彻底，所以恶臭味儿更浓也就可以理解了。于是脱光衣服，直接朝着谷底的寒潭里面跳去，以此来冲洗身体。在这个过程中，吕天卓发现自己的某方面天赋似乎更加霸道了。寒潭里面的水冰冷刺骨，但对于现在的吕天卓来说完全没有任何难度。他的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区寒潭水能奈他如何呀？这里简直如同的他后花园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于是吕天卓一会儿在寒潭里面仰泳，一会儿在里面狗刨，一直折腾到他闻不到身上的恶臭味儿，这才从寒潭里面跳上岸。卧槽！当他再次看向寒潭的时候，直接惊叫出声，因为寒潭里面的那些鱼全都翻肚皮飘在水面上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被他身上洗下来的污渍给毒翻了。罪过，罪过！看着满寒潭的白色鱼肚皮，吕天卓有些无奈地说道：“他就是想冲个澡而已，哪曾想会是这样的结果呀？”不过令吕长老欣慰的是，这些鱼翻了一会儿肚皮之后，居然又都活过来了，看样子应该是被臭晕了，而不是死了。吕天卓也懒得再去理会他们，将自己的衣服搓洗了几遍，直到他们没味儿了，这才烘干穿到身上。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程度，他的脸上露出笑意来。虽然没能将最后2个阶段一并修炼了，但有现在这样的局面，他已经很欣慰了。于是将之前布置的小阵法收掉，随后回到了坐望峰自己的住所。一看床头记录时间的器皿，他才发现自己这次修炼居然用了3天的时间。卧槽，这不坏了吗？不出意外的话，这3天的时间里面，庄林肯定是急坏了，因为只有他每天来做望风陪自己，3天不见人影，而自己又树立那么多敌人，他还不得认为自己被人给击杀了呀？想到这儿之后，
吕天卓快速向外跑去，他想第一时间去总务堂将这个误会给解释清楚了。哎呦！刚一出门口，吕天卓就跟一具肉乎乎的躯体撞到了一起，随后对方惊呼一声，直接被撞倒在地。咦，微微你怎么来了呢？被自己撞倒的不是别人，正是好妹妹戚薇。吕大哥，你终于回来了，这3天去哪儿了呀？知不知道大家都为你担心呢？见状自己的人是吕天卓，戚薇也顾不上身体的疼痛了，快速的从地上起身，拉着吕天卓的胳膊问道：哎呀，我这不是找一个清静的地方闭了个小关吗？谁成想一睁眼睛就是3天之后了，闭关之前我谁都没跟打招呼啊。吕天卓也是无奈，他以为炼化混沌开天区也就是个把时辰的事儿呢，谁能想到这眼睛一闭，再次睁开3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呀！快跟我去落霞峰，圣女和庄师叔去找郭长老星师问罪去了。戚薇突然想起这件事儿来，拉着吕天卓就跑。落霞峰是郭千羽的府邸，而吕天卓失踪之前曾跟庄灵说了他和郭千羽动手的事儿，因此庄灵自然而然认为吕天卓的失踪跟郭千羽脱不了干系，但奈何郭千羽的名头实在是太大了，他一个人去简直就是送死。想起吕天卓跟圣女灵敏私交不错，所以再次去找灵敏帮忙。那丫头对吕天卓确实是有种不同的感觉，一听这事儿自然也不敢怠慢，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杀向了落霞峰。弟子灵敏求见郭师叔。虽然灵敏是合欢宗圣女，但是在郭千羽这儿他也不敢太过造次，礼数还是要讲的，因此来到郭千羽的院落前并没有直接进去，而是执弟子礼求见，这一点毛病都没有。若是谈不拢的话再说，我落霞峰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过来所谓何事啊？灵敏的话音一落，一个紫色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正是一袭紫袍的郭千羽，她如同坠落凡尘的仙子一般，令人不敢直视。此时灵敏和庄灵也终于知道郭长老的实力了，两人心里面都升起了不祥之感。弟子灵敏参见郭师叔。作为圣女的灵敏自然是主动开口的一个。原来是圣女大驾光临啊，有事儿吗？郭千羽看着灵敏问道，似乎是给她这个圣女面子，但给的绝对不多，如果不是看在她师尊是宗主的份上，估计这点面子也不会给。然而灵敏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他只想知道师兄吕天卓到底在不在这儿。郭师叔，我前来想跟您打听个事儿，那就是吕天卓吕长老来没来过落霞峰？吕天卓他来我这儿干嘛？当我落霞峰是什么地方？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吗？郭千羽并不知道吕天卓出了什么事儿，当然他对这个也不感兴趣，所以直接否认了。他对姓吕的那家伙没有任何好感。郭师姐，听到说你去做望峰找过吕天卓长老之后他就消失不见了，所以我们过来问一问，您见没见过他？庄灵自然是最为着急的那个，要不是忌惮郭千羽的修为，他早就不是这个态度了。你是哪位啊？郭千羽自然能感受到庄灵语气的不善之意，所以眉毛一挑，朝着他问道：总务堂？庄灵没听说过，看来我真是太久不在宗门里面走动了，区总务堂的人就敢跟我如此无礼了吗？郭千羽这话说的并不是狂妄，因为人家确实是有这样的实力，一个金丹期的长老，他怎么可能看在眼里呢？你不就是怀疑自己的弟子是被吕天卓所杀吗？但你有证据吗？田旺平日里在合欢宗嚣张跋扈，跟秦胜一丘之貉，他得罪的人多了去了，凭什么你断定是吕长老所为呢？庄灵此时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只想为自己的男人讨回公道。灵敏也比较诧异，这庄师叔怎么如此激动呢？没听说他跟师兄之间有什么关系啊？当初吕天卓被梦幻抓走也是庄灵报的信，但是情侣可没这么激动。我做什么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现在从我落霞峰滚下去，我不追究你们擅入的责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郭千羽的面色变得阴沉起来，这帮小家伙真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啊，带着这么几个人就赶过来兴师问罪，就算是有圣女灵敏在，那又如何呢？别说他了，连他师尊灵双礼也得给你自己几分薄面，所以如果这帮人还不知好歹的话，他不介意以武力来镇压，让我们走可以，那也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吕天卓到底是不是被你给害了？庄灵此时已经上头了，直接指着郭千羽问道：放肆，我看你是找死！郭千羽彻底被庄灵激怒了，话音一落，人已经朝着庄灵闪了过去。郭师叔息怒！灵敏生怕庄灵有闪失，所以他也迎了上去。合欢宗3大绝世美女站到了一处，庄灵是金丹期中阶，趋近于金丹巅峰的修为，而灵敏的修为跟他差不了多少，也不到金丹的巅峰。郭千羽的修为较之他们两个要高上不少，毕竟是元婴期的高手嘛。但鉴于两人的身份特殊，所以他也没下狠手。尤其是灵敏身居圣女之位，以后可是合欢宗的宗主，如果跟他关系闹得太僵，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此在出手的时候，郭千羽自然是留有余地。如此一来，三人一时间就成僵持的局面了。圣女、庄长老，本座已经足够给你们面子了，所以我劝你们二人见好就收吧。过了一会儿之后，郭千羽那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自己好歹也是元婴期的高手啊，现在被2个金丹期的小卡密围攻，这让他情何以堪啊？而且旁边还有那么多宗众在看着，传出去的话岂不是很落自己的面子吗？所以他再次朝着二人警告道。此刻郭千羽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了。这么说吧，
如果这两人不听话，那自己出手教训宗主，他也说不出什么毛病来。想让我们住手，可以把吕天卓的下落说出来。庄灵现在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问出吕天卓的下落来。人已经失踪3天了，这3天他是怎么过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因此今天就算嗜血溅落霞峰，他也要将吕天卓的下落打探到。那个姓吕的失踪跟本座没有任何关系，这回你听懂了吗？郭千羽耐着性子朝着庄灵做了最后一次的解释，这也是看在圣女灵敏的面子上吧，不然他才懒得去解释呢。哼，到现在还不承认，真是找死！郭千羽没想到自己所说的话他们居然不相信，尤其是姓庄的这个女人出手竟是杀招，看那架势分明是不死不休啊。她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如果再去忍让的话，那就不用在合欢宗里面继续混了。平2声闷响之后，灵敏和庄灵分别被他用掌力给震退。正就见郭千羽右手一扬，那柄湛蓝色的落霞剑出现在了他的手里。与此同时，郭千羽身上的气势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属于元婴期独特的气质显现出来，在场众人全都有种想要臣服的冲动。这气场太强大了，简直如同下凡的女帝一般。灵敏和庄灵相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郭师叔，如果你知道吕天卓的下落，还请告知一声。圣女灵敏硬着头皮开口了。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她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从来没有人敢对我这样，你们俩是第一批次，既然如此的话，我总得说道说道吧。鉴于你是圣女，未来的宗主，我略施教训就是了。但这个总务堂的庄长老可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昭昭想要我命，那就得为自己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来。不过我知道宗门里面的规矩，他好歹也是长老，我不会要其性命。他引以为豪的不是一身修为吗？那我就废了他一身的修为。郭千羽真是急了，他需要趁着这个机会立威，要不然的话，岂不是谁都敢来落霞峰朝着自己踩上一脚呢？所以话音一落，人已经朝着灵敏冲了过去。快，实在是太快了！灵敏就感觉人影一闪，郭千羽已经到了自己面前。他想要出手阻拦，但一股恐怖的威势瞬间就将他给笼罩住了。别说出手击退郭千羽了，连动一根手指都成了奢望。强，确实是太强了。灵敏意识到了自己跟元婴期高手间的差距有多大，除了无奈的苦笑之外，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噗！郭千羽的左掌直接印到了灵敏的胸口处，发出沉闷的响声来，而灵敏则是喷了口鲜血，随后整个人倒飞了出去。他知道郭千羽手下留情了，不然这一掌足以要了自己性命。自己此刻不过是受了轻伤而已，就是让他出点气罢了。郭千羽没有再去理会倒飞的灵敏，右手手腕一抖，几朵剑花就朝着不远处的庄灵照去。相较于灵敏，庄灵更让他气愤不已，因为这女人所用的招式全都是奔着要自己命来的。身为元婴期高手的郭千羽怎么可能忍得住呢？庄灵是长老，自己不好痛下杀手，但是废掉他修为，谁也说不出什么来，所以这一剑的力道可想而知了。庄灵也感受到了危机，拼了命去接这几朵剑花，整个人被震得连连后退，而郭千羽如影随形，紧紧地跟着后退中的庄灵。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起剑之后，右掌重重地印到了庄灵的胸口之上。噗！庄长老也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不过这一掌比之前打灵敏的那一掌要重多了。庄灵加快了向后飞的速度，随后重重跌落在地，又是一大口鲜血喷出。躺在地上的庄灵脸上尽是无奈的笑容，境界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自己根本就扛不住人家的攻击，能拼到这个份上，已经算是很不错的结果了。只是没能探听到吕天卓的消息，他有些不甘心啊。郭长老，就算是你杀了我，我也无话可说，但是我就想知道一点，吕天卓到底是生是死？要不然的话，我死不瞑目。庄灵看着一步步朝自己走过来的郭千羽，歇斯底里的吼道：“我说了，我自做望风离开之后，再也没见过吕天卓，所以他是生是死，我并不知道。不过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碰到了我的逆鳞，那就要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来。你是总务堂的负责人，也是宗门里面的长老之一，我不会要你的命，那本座就废了你的四肢，再去废掉你的修为。”在说这话的时候，那柄落霞剑又一次出现在他的手中。郭师叔，不要啊！灵敏见他要用手中的长剑去废掉庄灵的四肢，赶忙开口请求道：“自己好歹也是宗门圣女，未来宗门的宗主，这点面子他能不给吗？不好意思，现在就算是天王老子来求情，这个面子我也不会给。”庄灵实在是太过分了，这是他应有的惩罚。话音一落，郭千羽一抖手腕，剑花朝着地上庄灵的脚筋处割去。他要先废了庄灵的2条腿，再去废掉他的双手，最后将其丹田废掉，让这女人彻底成为废人，再也翻不了身。在场众人见到这种场景之后，全都闭上了眼睛，因为谁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一幕。轰！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庄灵废定了的时候，一声巨响传来，那几朵剑花瞬间被击了个粉碎。一个霸气的声音传了过来：“灵灵，你没事吧？”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庄灵瞬间热泪盈眶。吕天卓那伟岸的身影映入众人的眼帘，就见他迈着方步来到了地上庄灵的跟前，俯下身，援臂轻揽，将他从地上抱了起来。此刻的吕天卓眼中只有庄灵一个人，仿佛世间只有他们2人一般。灵敏见到那深情眼神的时候，心里没来由的抽痛了一下。
他发现自己居然有点羡慕，或者说是嫉妒庄灵了。怎么会这样呢？难道自己心里面对吕天卓有特殊的感情？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自己是未来宗主的接班人，需要肩负将合欢宗发扬光大的重任，怎么可能儿女情长呢？所以他赶忙将这个想法甩出脑中。天卓，你没事儿？你真的没事儿？庄灵也顾不得别人怎么揣测自己跟吕天卓之间的关系了，直接将脸埋在他的胸口，开始痛哭起来。这3天的时间里，他在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只有自己知道。因此现在他需要好好的宣泄一下情感，不然会憋坏的。傻丫头，我就是闭个小关，忘了时间而已，能有什么事儿啊？倒是你受伤了吧？说完，吕天卓将身体里面带有金光的雄厚灵气直接渡入到了庄灵的体内。刚才在对战郭千羽的时候，那娘们对庄灵下手可比灵敏很多了，所以他受了些许内伤，不过在吕天卓的作用下，瞬间就痊愈了。庄灵这才想起现在的局面，赶忙从吕天卓的怀里跳了下来，脸红得像个熟透了的苹果。见庄灵没事儿，吕天卓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如果庄灵真是怎么样了的话，他会让很多人都跟着陪葬的。对于自己的第一个女人，吕天卓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随后他来到了林敏面前，展颜一笑，谢谢师妹的关心，师兄没事儿。这是自己的白月光，那意义自然也是有所不同。师兄没事儿就好。不知道为什么，林敏居然有点不敢看吕天卓的眼睛了。师兄似乎又恢复了年轻时候的风采，帅气逼人不说，身上还有一股独有的气质。虽然具体说不上来是什么气质，但给人的感觉那叫一个舒服。看来之前宗众所传的都是事实啊，师兄的身体已经全面恢复了。吕天卓，这么多人都来找我帮你报仇，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就在他们你侬我侬的时候，郭千羽那冰冷刺骨的声音传了过来。他很郁闷，吕天卓明明没来过落霞峰，但圣女却是带着这么多人过来找自己讨要说法，这对于郭千羽这个咖位的长老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原本想要将庄灵废掉，以此来扬威呢，结果倒好，吕天卓及时赶到了，这个计划也没能成功，所以他打算继续讨要一个说法，不然宗门里的人会怎么看待自己呢？低调归低调，不能让人以自己是谁都可以踩一脚的吧？误会，仙女姐姐，这都是误会啊！我在坐望峰闭了个关，没想到让庄长老和圣女他们如此担忧，所以才会发生刚才的事儿。在这儿，我给你赔个不是。吕天卓嬉皮笑脸的给郭千羽道了个歉，反正庄灵和林敏也没怎么样，他就不予追究了。如果庄灵和林敏若是伤得很重，他可就不管什么仙女姐姐不仙女姐姐了，赔个不是，这就完了吗？带人围攻我落霞峰，这事儿传出去的话，我还要不要继续留在合欢宗了？这个人我丢不起，所以今天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郭千羽气得双目通红，显然是处在随时爆发的状态。其实他有这样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以郭千羽的咖位来说，就算宗主也不会这么做。现在倒好，被一些小辈把落霞峰给围了，这确实是奇耻大辱。人家讨要一个说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其实吕天卓完全可以直接对他进行武力镇压，毕竟以自己现在修为来说，没什么难度。但他并不准备那么做，因为有点欺负人之嫌。不管怎么说，错是在自己这边，还是要给郭千羽点面子的。再者，这娘们虽然霸道，但却别有一番风味，适合跟自己双修。既然如此，那就让他既有里子又有面子，事儿不就解决了吗？这事儿确实是因为我而引起的误会，我的负主要责任。庄长老和圣女也是因为我才冒犯了仙女姐姐。这样吧，我站在这儿不动，你想怎么收拾都没问题，争取把气全都撒在我的身上。不知道仙女姐姐意下如何呢？正好自己刚刚修炼完混沌开天区的3个阶段，就用郭千羽的手段来试试效果到底怎么样。吕天卓能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他充满信心。退1万步来讲，纵然身体扛不住，以自己现在的修为来说，接下来郭千羽的攻击也不在话下。好，够爷们，别说我欺负你，只要你能接下来我3招，那今天这事儿我既往不咎，要不然的话，你就把命留在落霞峰吧。郭千羽确实是急了，所以必须得讨要个说法。没问题，不就是3招吗？扛得住，师兄不可，天卓不可。见吕天卓居然应承了下来，林敏和庄灵全都着急的出声了。开什么玩笑，站着不动，人由元婴期的高手击3下。别说吕天卓了，就算是宗主也没有这样的本事吧？这和直接送死有什么区别啊？那还不如选择跟郭千羽继续对战呢。反正他们的身份都特殊，郭千羽纵然再厉害，也不敢要他们的性命吧。这事儿原本错就在我，让师姐出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师姐在合欢宗的地位那是毋庸置疑的，岂能任由别人来落霞峰闹事儿吗？仙女姐姐，你不用心疼我，使劲打就是了，我保证不还手。吕天卓随后将目光看向了郭千羽，极其真诚地说道。他的这个态度倒是令郭千羽有些疑惑了。自己之前在坐望峰跟吕天卓交过手，这小子可以接下自己的落霞剑，而且说实话，他修炼的招式极为怪异，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将其击败。但现在却是来上这么一出，到底啥意思呢？你确定？当然确定，你尽管放手施为吧，我保证不反抗。看吕天卓那表情，就差脱衣服和脱裤子了。见到他这副样子，郭千羽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了。这小子分明是在羞辱自己嘛！要是不让他付出点代价来，自己真是不用在宗门里面混了。
虽然不至于直接要他的性命，但也得让这货吃点苦头。想到这儿，郭千羽心里面有了计较。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只要你能用身体接得住我3招，今天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不知道你们有意见没？没意见。天卓师兄见吕天卓又一次应承下来，庄灵、林敏2女着急了。放心吧，我抗得住。而且你们不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见2女如此关心自己，吕天卓心里面美滋滋的，这充分说明自己在他们心中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这2女一个是自己第一个女人，一个是自己的白月光，何其幸福啊！解决的办法确实是不错，但问题是他能扛住人家3连击吗？要知道郭千羽的修为在宗门里面可是排面前几的存在啊，实打实的元婴期高手。商量好了吗？我没那么多闲工夫在你们身上浪费。郭千羽那冷漠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他显然有些不耐烦了。好了，仙女姐姐，请出招吧。吕天卓说完之后，直接摆好了架势，等待着郭千羽的攻击。说实话，此刻的吕长老心里面充满了激动，因为见证奇迹的时刻即将到来了。混沌开天区到底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牛逼？答案马上就要揭晓。如果是真的，那自己确实是超上了，以后跟谁打都没什么后顾之忧。很好，那就如你所愿。郭千羽憋了一肚子气没处发泄呢，现在找到了宣泄口，他怎么可能不好好释放释放呢？所以话音一落，人已经消失在原地了。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然来到了吕天卓面前，右掌扬起，重重地拍向了他的胸口处。小心！庄灵和林敏赶忙提醒道，而戚薇以及程颖等人已经吓得闭上眼睛不敢看了，他们生怕看到吕大哥受伤的场面，于心不忍啊。平噔噔噔，这一掌重重地印到了吕天卓胸口，将他击得向后退去。就这样退了4、5步，他才站定身形，除了有点气血翻腾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感觉。虽然知道郭千羽没有出全力，但是不要忘了人家可是实打实的元婴期修为啊，因此自己修炼这混沌开天区还是非常之牛逼的。想到这儿，吕天卓的脸上露出笑意来。仙女姐姐，你是不是舍不得下太重的手啊？要是这样的话，其余2招我看也就不用再出了，这种程度的攻击对我来说和挠痒痒差不了多少。郭千羽心里面也是诧异不已，刚才这一掌自己虽然没出全力，但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接下来的呀。这小子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退避，就是用胸膛硬接下来了。如此可以判断，他还是个炼体高手。这怎么可能呢？要是宗门里面有如此高手，早就传遍了吧。但为什么自己听说关于吕天卓的消息都是床上那点事儿呢？而且还有传言他年轻时候阳气消耗过剩，以至于大限将至。不行，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不然自己的名头岂不是要被坏了吗？想到这儿，郭千羽再次开口，小子，倒是我小看你了呀，居然还是个炼体高手。不过你也别得意，接下来我可以要放手施位了，你做好心理准备吧。来吧，仙女姐姐，不用联系我。吕天卓再次做出那副令郭千羽不爽的表情来，瞬间将他的愤怒值给拉满了。如你所愿。郭千羽话音一落，身上的气势开始暴涨起来，那属于元婴期高手的威严，瞬间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修为稍弱一些的都有种跪下来顶礼膜拜的冲动，而林敏和庄灵面色变得巨难看。这郭千羽的修为未免有点太恐怖了吧？吕天卓能接下来他的第2击吗？2人心里都没底了。给本座破！郭千羽怒吼一声，右掌再次朝着吕天卓的胸口拍了过去。这一掌他并没有奔着要吕天卓的命去，而是要重创他，让这小子知道得罪自己的下场是什么。不让他做出一个表率的话，以后在宗门里面谁还会在乎自己这个老牌的长老呢？因此可以说是含恨一击，力道自然是可想而知了。再看吕天卓满脸微笑，丝毫没将这一击看在眼里。轰！郭千羽的右掌跟吕天卓的胸膛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巨大的声响传遍了整个落霞峰。但郭长老丝毫没有击在人体上的感觉，仿佛自己这一掌是拍在了山岳上一般。噔噔噔，整个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退去，直到他用出千斤坠地功法，这才止住身形。再看向吕天卓，发现这货纹丝未动，正一脸笑意的看着自己呢。郭千羽的心里面充满了震惊，刚才那掌他可是用了80%的力道啊！别说用肉体凡胎去接了，就算世宗主他也得避其锋芒吧？这小子的肉身已经强悍到这种程度了吗？若真是那样的话，整个凌霄大陆也找不出来几个吧？错觉，肯定是错觉。姓吕的这家伙肯定是用了什么投机取巧的手段，所以才会用身体扛住自己的这一击。不行，必须得把场子给找回来，不然的话，自己的一世英名不就毁在吕天卓的手里了吗？此时的郭千羽开始着急起来，因为这一局他输不起啊。仙女姐姐，按着咱们之前的约定，你还有最后一击了，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今天的事儿都到此为止了，还算数吧？吕天卓笑眯眯地看着郭千羽问道：“这娘们有意思，相信经过今天这一战，他对自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吧？如果再能擦出点爱的火花，那就更好不过了。哼，本座向来说话算话，不过最后一击我不会再留手，你准备永远的留在落霞峰吧？”铮，熟悉的声音再次传来，那柄湛蓝色的落霞剑出现在他的右手之中。郭千羽身上的气势又攀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他要剑斩吕天卓。郭千羽原本没有想要吕天卓的命，只要将面子找回来也就算了，但现在自己已经出了2招，
但却没能伤吕天卓分毫。如果再不拼尽全力的话，那自己岂不是颜面尽失吗？他可是最早的长老之一，所以这个人丢不起，因此他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了，只希望最后一击将丢掉的面子找回来。至于吕天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仙女姐姐，尽管出手吧，我同样说话算话。如果死在你的手上，只能是怪我学艺不精，怨不得别人。吕天卓做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其实经过刚才的2击之后，他已经断定这个混沌开天区足够牛逼了。以郭千羽的修为来说，想要伤自己难如登天。此时的吕天卓有恃无恐，所以说点漂亮话又何妨呢？好，那就如你所愿吧。破！郭千羽没工夫再跟吕天卓废话了，怒吼一声之后，人已经跃到了空中，手中的落霞剑剑尖处迸射出3寸剑芒，这柄长剑蓝光大盛。由此可见，郭长老是真急了。此时林敏等人心里面充满了对吕天卓的担忧，一个元婴期的高手发飙，这可不是小事儿。但现在众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没有谁能上前帮吕天卓，修为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只能是在心里面默默地为他祈祷了。吕天卓，这都是你自找的，别怪本座手下不留情了。郭千羽人在空中又说了一句，长剑这才斩了下来，数道湛蓝色的剑影朝着吕天卓的身上斩去。而且更加怪异的事儿发生了，那些剑影居然在空中的时候开始一道道的往一起叠加，每叠加一次，之前那道剑影就变得大了一分，而且气势更盛。最后数道剑影彻底叠加到了一起，变成了一道巨大的剑影，重重的朝着吕天卓头上斩去。看那架势，分明是要将他劈成2半。不要！庄灵直接喊了出来，泪水夺目而出。他知道这一次吕天卓很有可能是在劫难逃了。这一剑有多重，世人就看得出来。吕天卓的炼体确实是很强，但怎么可能抵得住这一剑呢？他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如果吕天卓就这么去了的话，庄灵也不想苟活于世了。想到这儿，他收起泪水，眼神变得坚定起来。不就是一条命吗？没什么大不了。吭！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这一道巨大的剑影重重地劈在了吕天卓的头上，发出了金属碰撞的轰鸣声。吕天卓就感觉身体一震，随后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了。难道郭千羽准备了那么久的蓄势一击，就这么被自己给接了下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混沌开天区确实是太牛逼了。若是自己将最后2个阶段给练成的话，那将又是什么局面呢？画面太美，简直有些不敢想象啊。不过吕天卓知道现在还不是自己高兴的时候，仙女姐姐的3招若是这么轻松就被自己给接下来的话，那他情何以堪啊？世人就要面子，何况还是仙女姐姐这样的大人物呢？吕天卓可不想再跟郭千羽结什么梁子，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想邀请这位仙女姐姐一起研究双修功法呢。要不说人家情商高呢。想到这儿之后，以灵气催促着，一大口鲜血就喷了出来。噗！众人根本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吕天卓是被击成了重伤呢。谢谢仙女姐姐手下留情，要是出全力的话，我这条小命不保啊！吕天卓捂着自己的胸口，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看那架势，分明就是受了不轻的内伤，而郭千羽怎么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不过这小子还算是识相，其他人也看不出什么来，所以自然没人知道自己丢人了，也是说面子保住了。当即道：哼，念在你也是合欢宗长老的份上，今天就给你一个小小的惩戒吧。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我绝不会轻饶你。谢谢仙女姐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呢？吕天卓在问话的时候，还偷偷地朝着他眨了眨眼睛。郭千羽骚得慌，这小子的炼体确实是太厉害了，自己全力一击都不能将他怎么样，现在还是见好就收吧。哼，按着约定办吧。你们赶紧从我落霞峰滚下去，不然我可就改变主意了。谢谢仙女姐姐。玲玲师妹，我们走。二女听了之后，赶忙一左一右架着吕天卓，随后浩浩荡荡地朝着落霞峰下走去。这小子到底是修炼了什么功法，怎么能如此之强呢？看着吕天卓的背影，郭千羽喃喃地说道：“他可是元婴期的高手，全力一击那得是什么威力啊？”但是郭千羽看得出来，那一剑斩在吕天卓的身上，压根就没能对他产生任何威胁。如果不是顾及自己面子的话，他完全可以昂首离开。所以从这一刻开始，郭千羽对吕天卓的好奇心越来越重了。他有种迫切想要将其查个底掉的冲动，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与此同时，吕天卓正左拥右抱呢。庄灵和林敏都不知道吕天卓没有受伤，相反见他接下来郭千羽那恐怖的一击，都以为他伤得极重，所以全都极力的去搀扶他。闻着2种不同的香味儿，吕天卓难免有点心猿意马。林敏可是他的白月光啊，要是能跟他双修的话，那真是得偿所愿了。师兄，你伤势如何啊？林敏担忧的朝着吕天卓问道。没什么大事儿，死不了。这家伙故意装出一副虚弱的样子，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嘛！要不是趁着这个机会，圣女怎么可能来搀扶自己呢？所以该装还是要装的，这也算是给仙女姐姐面子嘛。天卓，你怎么这么傻呢？见到他这副虚弱的样子，庄灵的泪水又下来了。要不是因为自己的话，吕天卓可能去应接郭千羽3招呢。所以他极其自责，恨不得来帮吕天卓承受这份伤痛。为了你们，都是值得的。一句话又把2大美女感动得够呛，这可真是一件好几雕啊！一众人回到了吕天卓的坐望峰，
似乎这儿从来没如此热闹过。但由于还得装作受伤的样子，吕天卓只能是靠在床榻之上，不能跟这么多美女一起互动，着实是有点遗憾啊。师兄受伤了，需要静养一下，你们先回去吧，留我和庄长老在这儿照看就行了。莺莺燕燕的，让林敏觉得有点吵，所以他直接开口了。在合欢宗里面，她可是圣女，一人之下的存在，所以尽管戚薇等人不愿意走，但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跟吕天卓打了声招呼，讪讪的离开。师兄，你和庄师叔等这些人都离开之后，林敏还是忍不住朝着吕天卓问道。从两人之间的举动就可以看得出来，但他还是想要听吕天卓的答案。就连林敏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在乎吕天卓，难道仅仅是因为两人一起入门的吗？这个理由似乎有些牵强，但若是说自己对他有男女之情，林敏也不会承认。这些年来，他都是埋头修炼，从来就没考虑过儿女私情这事儿。不过当见到吕天卓对庄灵那么好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来由抽痛着。圣女，我和天卓之间其实没，玲是我的女人。就在庄灵想要否认自己跟吕天卓之间关系的时候，吕长老更快他一步，直接就承认了。这一点令庄灵极其感动，但他又害怕林敏因此而怪罪吕天卓，所以心里面挺纠结的。师兄真是好福气。林敏在听到吕天卓答案的时候，心里面就更加抽痛了，甚至有点窒息的感觉。他极力的让自己保持平静。圣女有属于圣女的骄傲，他怎么可能让面前的两人看出来呢？是啊，师兄闭关了40年，也算是苦尽甘来了，这还要谢谢师妹呢。如果不是你的话，师兄也没有现在的成就。这话吕天卓说的一点都不假，正是因为林敏来做望风看自己，从而才激活的生命对冲系统。如果没有他的话，那自己真有可能一直在床上躺到挂。呵呵，师兄真是客气了，我也没为你做过什么。庄长老，师兄他也是个苦命的人，希望今后你能好好的照顾他。林敏将目光看向了庄灵，极其认真的说道。放心吧圣女，我会的。庄灵同样严肃的回应道。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等过2天再来看师兄。林敏说完之后，深深的看了一眼吕天卓，随后转身离开。在确定林敏离开之后，原本病恹恹的吕天卓直接从床榻上跳了下来。没病在这儿硬装，确实是挺累的。不过他的这个举动可将庄灵给吓了一大跳。天卓，你干什么？快点回床上躺着去，受了那么严重伤，怎么能这么快下的呢？玲，那伤是我装的，如果不那么做的话，就令郭千羽这娘们太没面子了，以后还会找咱们麻烦。随后吕天卓将当时的事儿详细的讲了一遍，包括那口他用灵气逼出来的鲜血，把庄灵给听得一愣一愣的。他真用肉体凡胎接下了元婴高手的3连击，这怎么可能呢？郭长老，那可是实打实的元婴期高手啊，他的全力一击足以开山裂石了，而你就用肉身的强度接下来了。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庄灵还是将心里面的疑问给问了出来。我修炼地功法叫做混沌开天躯，混沌象征宇宙初始的蒙昧状态，代表未分化的原始能量，常与天地未开的创世概念相关。开天则是暗指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寓意打破桎梏，重塑规则，所以他们两个结合到一起的躯体强度就可想而知了。不过遗憾的是，这套功法一共有5个阶段，我目前只能修炼到第3个阶段而已，还有2个阶段需要修为上的突破才能继续修炼，不过可能的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是吕天卓唯一遗憾的地方，剩下的那2个阶段需要自己的修为到达元婴期才能修炼，而自己现在依然停留在金丹期的初阶，修炼点都顶上几百个了，一点效果都没有。听了吕天卓的解释之后，庄灵直接惊得张大了嘴巴，这是什么神仙功法啊，将肉身练到这样的地步？说实话，这要不是吕天卓说出来的，他是绝对不会相信的。你失踪的这3天就是在闭关修炼这个功法了？没错，我下到了坐望峰的谷底之后，将自己的气息给彻底封锁住了，就是害怕有人过来打扰我修炼，原本以为1天就可以结束呢，所以也就没跟你们打招呼。没想到这一闭关就是3天，让你们跟着着急上火，而且还找到了郭千羽那儿，多危险啊！要不是我及时出现，你就惨了。吕天卓想想都有点后怕，好在郭千羽那娘们对林敏以及庄灵的身份有些忌惮，不敢痛下杀手，要不然以他的修为来说，足以将这2人给秒杀到了，那自己就算是再牛逼也回天乏术了。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听说你和郭千羽有过节，就理所当然认为这件事儿是他做的了，所以当时就找上了圣女，一起去落霞峰兴师问罪。天卓，圣女她应该也很喜欢你，我一提你的事儿，她2话都没有，而且着急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你可以试着发展发展啊。这丫头长得漂亮，而且还是咱们合欢宗未来的宗主，我认为你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金童玉女啊。庄灵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居然一点吃醋的表情都没有，这让吕天卓甚是诧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明明自己在他心里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丫头怎么就舍得将自己让出去呢？且不说我现在跟林敏师妹没什么，就算以后真是那种关系，她也不可能取代了你，在我心里面，你永远都在那个最特殊的位置上。吕天卓盯着庄灵的眼睛说道，毕竟她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1个女人，意义怎么能一样呢？天卓，你对我真好，为了你丢掉性命，我也心甘情愿。傻丫头，别动不动就为了我丢掉性命，
没有谁能要你们的性命，天王老子都不行。不过刚才接那3招也耗费了我不少体力，所以的双修补一补。吕天卓说完之后，一脸坏笑的将庄灵抱起，朝着床榻上走去。噗！回到府邸疗伤的林敏突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只要一闭上眼睛，脑海中就浮现出吕天卓和庄灵你侬我侬的场景来，这导致他根本就无法专心疗伤，反而伤势更加严重了。敏儿，你的心不静啊！就在这时候，一个充满魅惑的声音传了进来。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林敏面色一喜，赶忙站起身来，迎到了门口，就见一个长相极其狐媚的美妇走了过来。敏儿，恭喜师尊出关。没错，这位美妇不是别人，正是林敏的师尊，合欢宗的现任宗主林双里。这段时间，林双里的修为瓶颈开始松动了，所以他一直在为突破做最后的冲击。宗门里面的事儿都交给林敏来处理，因为他3天1小关，5天1大关，无暇分心去做其他的事儿。不过现在终于突破瓶颈，修为已经来到了元婴期的巅峰，是以这也算是彻底的出关了。咦，敏敏你怎么受伤了？谁这么大的胆子，居然敢朝你下手？林双里之前在外面的时候就以为林敏是心静不下来呢，现在才发现他受伤，身上那恐怖的气势瞬间就迸发出来，以林敏的修为也扛不住这样的气势，压得他面色煞白。林双里意识到了这一点，将身上的气势给收敛了起来，随后踏步来到了主位之上，直接坐了下来，一双桃花眼定地盯着林敏，等待着他的回应。师尊，这事儿您就别问了，成不？反正都解决掉了。林敏不想让师尊知道自己为了吕天卓去跟郭千羽起了冲突，那样的话或许会让师兄招致师尊的厌烦，那就得不偿失了。师尊这才闭关多久啊？你就不听我的话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林双里的语气虽然很轻，但了解他的林敏后背的冷汗都出来了，他不敢再有任何的隐瞒，只能开口道：回师尊的话，我身上的伤是被师叔郭千羽打的，不过他已经手下留情了。郭千羽，你怎么得罪他了？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林双里的眉头皱了起来。对于这个师妹，他还是很了解的，平日里面与世无争，但凡有点功利之心的话，也轮不到自己来做这个宗主了，所以他很是纳闷，郭千羽怎么能朝一个晚辈出手呢？肯定是事出有因啊。事情是这样的，面对师尊的质问，林敏不敢有任何保留，将关于吕天卓这件事儿全都说了出来。将事情说完之后，林敏都不敢去看自己的师尊了，只能低头等待着他的批评。吕天卓就是那个老宗主封的男长老。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林双里疑惑地问道：没错，就是他，我和吕师兄算是一起入门的，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他也非常照顾我，所以发生这样的事儿，我不能坐视不理。林敏再次解释道：我听说他在床上已经躺了40余年，而且不是大限将至了吗？现在这是怎么个事儿啊？对于这位传奇人物，林双里虽然不熟，但是也听过关于他的传说。曾经的合欢宗最强炉鼎，不少女弟子在他身上获得过好处呢。只是他已经沉寂了40余年，怎么现在突然又冒出来了呢？据吕师兄说，他这40年并不是躺在床上那么简单，而是利用这个时间来修炼了。现在他的修为还可以，秦胜就被他给狠狠地收拾了一顿。林敏只能将吕天卓说的话跟师尊说了一遍，不过这个解释也算是合理，不然他怎么突然就站起来了呢？以我对郭师妹的了解，她是绝对不可能那么轻易就让你们下落下风的。那地方就算是我去，也得恭恭敬敬的，怎么可能轮到你们撒野呢？敏敏，接着说吧。林双里跟郭千羽德的交道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自然知道他不会那么轻易就放过庄灵等人。虽然林敏是圣女，但这个身份只是对她略微有点限制而已。郭千羽急了，纵然不将林敏废掉，重创他自己也说不出什么来。原本郭师叔准备将庄长老废掉了，结果吕师兄赶来，硬接了郭师叔3招，他这才放我们离开落霞峰的。什么？吕天卓硬接了郭千羽3招？听到这个之后，林双里的音调直接提升了好几度，能让他如此不淡定，由此可见吕天卓硬接郭千羽3招的技术含量有多大了吧？没错，吕师兄似乎练踢了，他的肉身强度非常厉害。郭师叔的前2招都结结实实的拍到了他的胸口之上，但却是没能伤他分毫。最后郭师叔没办法，只能是祭出他的落霞剑，似乎拼尽了全力出的一剑，这才将吕师兄击伤。不过3招也算是接了下来。我们当时不少人在场，以郭师叔的段位，自然是不能说话不算，所以这才放我们离开落霞峰。林敏这一次将所有的事儿都给说了，没有任何隐瞒，以血肉之躯硬接郭师妹3招。林双里显然还是有些不太相信，合欢宗里面什么时候出过这样的炼体高手啊？要知道郭千羽的修为已经临近元婴期中阶了，纵然他不出全力，那也不是一个炼体的人能接得住的。这个传说中的老废物吕天卓真有那么强吗？如果这样的话，那真是合欢宗之幸啊。没错，我上一次听说他大限将至的时候，特地去看了他一次，那时候他下床都是问题，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是这一次再见到他，完全是判若两人，皮肤都有光泽了，而且精神状态极好，完全没有任何病象。林敏也没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次见到吕天卓的时候，他确实是下不来床，拥抱就能感觉到他的身体有多么的虚弱的，但这才今天的光景啊，就变化这么大，而且看他的意思，
似乎已经跟庄灵双修完了，没有足够的体力做支撑，他根本就完不成这一项啊。吕天卓有点意思，林双里念叨了一句，随后亲自为林敏疗起伤来。经过一晚上的修炼，吕天卓感觉自己修为居然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都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个大好消息，因为之前修炼点都砸进去了好几百个了，完全就没有任何的效果。虽然还没能突破至金丹期的中阶，但能有这个效果他已经很满意了。更令人高兴的是，庄灵的修为已经获得了突破，来到了金丹期的巅峰。这么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突破至元婴期了。天卓，我这突破的速度有点快，会不会出现根基不稳的情况？这才几天的时间啊，自己就连续突破了2个小境界，这多少让庄灵有点担忧。放心吧，有我在，就不存在根基不稳这种情况。你这还仅仅是天道压制松动了一点呢，等彻底破除之后，修炼的速度将会更快。天妒之体，顾名思义，连老天爷都要妒忌，天赋可想而知了。你这是有女帝之资啊，到时候我还得指望着你罩我呢。吕天卓轻笑着说道。别说庄灵不存在戚薇那种情况了，就算是存在，自己弄2枚丹药给他吃，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没什么可担忧的，该突破就突破，又不是没这条件。没有你，哪有现在的我？你知道吗？之前在落霞峰的时候，我以为你被郭千羽击杀了呢，所以就没打算活着下来。因为没有你的话，我的人生就没有任何意义。庄灵伏在吕天卓的胸口上轻声啜泣着。昨天的时候确实是将他吓够呛，而且已经做好了下去陪吕天卓的准备。听了这话，吕长老怎么可能不感动呢？轻轻将庄灵揽入怀中，不停地安慰着，同时暗暗发誓，今后不论有什么事儿，都得提前跟他打声招呼，避免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两人又在床榻上你侬我侬一会儿，庄灵才起身。天卓，我还得去总务堂，就不做早饭了，你自己找点什么东西吃吧。好，你去忙吧。吕天卓笑着说道。等庄灵离开之后，他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才起来，突然想起昨天的时候，师妹林敏也为自己受了伤，但那时候只顾着庄灵了，连关心的话都没说，实属不应该。好歹那也是自己的白月光啊，所以他决定主动去林敏的府邸关心一下。想到这儿，吕天卓不再犹豫，仔细的梳洗了一遍，一照镜子，看到里面那张帅气的面颊，他瞬间信心满满，都是老子的，一个也跑不掉。又给自己打了口气，这才奔向了圣女府邸。所谓的圣女府邸，其实也就是宗主府，因为林敏是宗主林双里的关门弟子，所以他一直就住在宗主府，以此来彰显身份。当吕天卓来到宗主府的时候，就见到了林敏的那几个护卫。几位姐姐好，我想见一下师妹林敏，还烦请姐姐帮忙通报一声。他们是林敏的绝对心腹，不论是他第一次去做望风看自己，还是昨天去落霞峰讨要公道，几人都寸步不离的跟着。因此对于这几人，吕天卓还是非常客气的。原来是吕长老，那就没有通报的必要了，里面请吧。为首的美女很给面子，直接带着他进入到了宗主府。这对于吕天卓来说还真是第一次呢。之前被老宗主册封为长老的时候，他就已经趋近报废，卧床不起了，所以进入到宗主府的吕天卓像是进了大花园的刘姥姥一般，东瞅瞅西瞧瞧，全都是好奇的眼神，看得带路那个小姐姐直笑。吕长老请稍后，我去通知一声。进入到内堂之后，美女跟吕天卓打了声招呼，有劳姐姐了。吕天卓再次道谢，不过这姐姐叫得不伦不类，好在修真之人对岁数没有太大的概念，不然将会很尴尬。待美女离开之后，吕天卓直接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同时开始进行自我批评起来。昨天怎么就没想起林敏也受伤这事儿呢？当时他见林敏伤得不重，所以将心思全都放在了庄灵的身上，以至于最后彻底将这事儿忘在脑后了。一会儿必须得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庄灵在他的心里面的地位无与伦比，但白月光也不遑多让啊。以前或许吕天卓就算是心里面有想法，他也不敢表露出来，但现在不一样了，老子是挂逼，还有啥可自卑的？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就是什么都要拿下，不然都对不起那牛逼的童子。他就在吕天卓想这些的时候，脚步声由远及近，看样子应该是林敏过来了。吕长老赶忙正了正自己的衣领，必须确保以最精神的状态见到自己的白月光。如果可以的话，今天跟他确立关系才好呢。因为从他可以陪着庄灵去落霞峰找郭千羽讨要说法，就可以看出得出来，这丫头对自己绝对也是有感情的。林师妹，我感觉脚步声马上到内堂了。吕天卓赶忙起身迎了上去，但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呢，人就愣在了当场。来人是个绝色美女，但却不是林敏。高挑的身材，丰满的身躯，绝美的面颊，一双桃花眼更是勾人魂魄。这个绝美的女人让吕天卓想到一个非常贴切的词语，狐狸精。没错，就是狐狸精。她的身上有一种狐媚的感觉，吕天卓感觉自己都有点把持不住了。明明人家什么都没干，这尼玛也太厉害了吧。如果两人在一起独处的话，时间长了，吕天卓都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咱们合欢宗里面唯一的男长老吕长老吧？女人的声音更是好听，吕天卓听了之后，感觉自己的心都开始酥了起来。卧槽，这是什么功法啊？什么男人能扛得住这个女人呢？简直就是祸水啊！牛逼如吕天卓，
此时感觉自己的心跳都不受控制了，这不正常。吕天卓有理由相信，这个女人肯定是修炼了什么特殊的功法，不然的话，就算是再漂亮，也不至于如此吧。这位姐姐是哥哥了，我叫林双丽。林双丽这个名字可真好听。等等，怎么有点熟悉呢？卧槽，合欢宗新宗主，妈的，他不是闭关了吗？怎么在这儿呢？吕天卓终于记起了林双丽是谁了，瞬间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沃尼玛，自己原本打算过来泡白月光灵敏的，这怎么他师尊还出来了呢？合欢宗长老吕天卓见过宗主，不管怎么说，自己也是合欢宗的长老，见到宗主行礼也是正常点事儿。所以吕天卓赶忙朝着林双丽抱了抱拳，又不是跪拜，没什么的。哥哥，吕长老，你怎么出汗了呢？怎么见到本座紧张吗？见到吕天卓这副窘迫的表情，林双丽心里面就更加开心了。最近宗门里面所发生的事儿，他全都查得一清二楚了，这其中就包括吕天卓所做的那些事儿，炼丹以及其他的。虽然还不能证实情圣田旺就是死在他的手上，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十有八九是他所为。作为宗主的林双丽，若是连这点手段都没有，那还当个屁的一宗之主啊！所以他对这个宗门里面唯一的男长老充满了好奇。这家伙是老宗主册封的，虽然他上位之后很不爽，但并没有直接将吕天卓拿下，那样会让人认为他对老宗主不敬，而且不过是多养一个废物而已，这并没什么。不过现在林双丽了解了这些事儿之后，对吕天卓改变了看法，因此当他听说这家伙过来求见闭关疗伤灵敏的时候，他立马就亲自过来了，看看这个姓吕的男长老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能以肉体凡胎扛住郭千羽的3连击，那得是什么样的存在呢？现在见了之后，说实话，林双丽心里面挺失望的。从修为上来看，吕天卓不过就是个练气期的小卡拉米，就他能用身体扛住郭千羽的3连击，这不是扯淡的吗？看他那怂样吧，自己一个眼神就能将其搞定，真是爱情蒙蔽人双眼啊！明明怎么能迷上一个这样的废物呢？看来等他出关之后，自己得跟他好好的聊聊。想要找到吕没问题，但也得找一个靠谱的吧，不然的话，岂不是坠了圣女的名头吗？吕天卓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无情的被宗主大人给 pass 掉了。紧张倒是不至于，但见到像是宗主这么漂亮的女人，害羞倒是真的。此时的吕天卓用体内金色的灵气来抚慰自己的心灵，他可以断定这个娘们身上肯定是有特殊的功法，因此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别让他一迷惑，自己再直接签订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那就完犊子了。林双丽原本以为以吕天卓的尿性来说，自己只需要稍稍释放出去点狐媚的气质，就完全可将其搞定了。而初始的时候，事情也是朝着自己预想的方向在发展着，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刹那间，这家伙的眼神就变得清澈起来了呢。按道理来讲，他应该是陷得越来越深才是啊。林双丽是万年难遇的天狐圣体，威力那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居然在这个小卡拉米的身上失效了，他怎么能不诧异呢？难道是刚才自己大意了，下的功夫不够多？既然如此的话，那自己就加大剂量，看看姓吕的能挺过几个回合。想到这儿，林双丽继续朝吕天卓释放自己的魅力。如果连他都对付不了的话，那自己还当什么宗主啊？是吗？见到本座为什么要害羞呢？言语间，林双丽又朝着吕天卓挪了几步，俨然快贴到他的身上了。林双丽身上那股独有的处子幽香，顷刻间就钻进了吕天卓的鼻子里。吕长老闻了之后，又是心神一荡。庄灵、灵敏、戚薇、程莹以及林双丽这5个美女，每个人身上的香味都不一样，不过不论是哪个，闻着都让人心旷神怡啊。吕天卓感觉自己掉进了盘丝洞，这次穿越纵然直接躺了40年，也他妈值了。就在他心旷神怡的时候，系统的提示音响了起来，面板自动打开，上面有一条未读信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关于林双丽的，所以吕天卓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将信息给打开了。姓名林双丽，年龄150-450，修为元婴巅峰，体质天狐圣体，拥有天狐血脉，血脉中蕴含远古传承，觉醒后可获得强大力量。当前天狐血脉未觉醒，只是具备魅惑之力，可影响他人心智，甚至操控情感。地位合欢宗现任宗主，忠诚度10。很快，吕天卓就将林双丽的基本信息给浏览完了。令他诧异的是，林双丽对自己的忠诚度居然是正10，看来这女人对自己有些许好感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充满故事的女人听了关于自己的故事，想到这儿，吕天卓的嘴角就上扬起来了。看样子他的天狐血脉需要觉醒，那就得等突破到下一个境界的时候。这一点自己倒是可以帮忙，只是系统并没有颁布这个任务，所以一时间吕天卓还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帮他忙。吕某是个俗人，见到宗主这么漂亮的女人，难免会有害羞之意，这是人之常情，谁让宗主姐姐这么有魅力呢？在说话的同时，吕天卓不着痕迹地向后退了半步。妈的，离自己这么近，走火怎么办？吕天卓的这些反应全都出乎了林双丽的意料，这家伙是不是男人啊？怎么面对自己都没有任何感觉呢？难道传言是真的？吕天卓由于当炉鼎多年，已经耗尽了体内的阳气，现在也就空有一副男人皮囊，
而没有男人功能了，所以对自己的狐媚之术没有特殊的感觉，也就解释得通了。不过从灵敏的口述来看，他有那么强的肉身，不应该出现自己所想的那种情况吧？那就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自己的魅惑之术被他给破解掉了。此时的林双里感觉有点乱，他不确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对于自己的媚术，林双里可谓是充满了信心。别说吕天卓区练气期了，就算是元婴期的高手也不在话下呀。只要他是个正常的男人，都会着了自己的道。但现在居然失灵了，着实是让人费解啊！啧，吕长老可真是会说话啊！既然我这么漂亮，为什么你还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呢？还不是嫌我人老色衰，没有小姑娘们那么惹人怜爱吗？说完之后，林双里脸上弄出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来。我滴妈！吕天卓就感觉自己心跳都漏了半拍似的，太几把撩人了。如果自己不是有所突破的话，那被玩死都心甘情愿。这还是在天湖血脉没觉醒的情况下，假以10日血脉觉醒的话，那还了得！怪不得人家能当上合欢宗的宗主呢，确实是有2把刷子。妈的，宗主，老子要了！吕天卓已经开始在他的心里面官宣了，自己崛起的第一步就是拿下合欢宗，当上宗主背后的男人，再去征服这片凌霄大陆。想到这儿，他的嘴角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来。有了奋斗目标，那就不用迷茫了。乔宗主您说的，小丫头有什么韵味啊？我就喜欢宗主这样成熟的女性，懂得多。说完，还极其大胆地朝着林双里眨了眨眼。卧槽，自己被人给反撩了！林双里瞬间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过电了一般，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呀。啥子情况？怎么会这样呢？他甚至有种错觉，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沦陷的可能是自己。赶忙收敛心神，身上的狐媚之意顿时消失不见，随后一脸正色地看向了吕天卓。吕长老此次前来是找敏敏的吧？他昨天为了你在落霞峰上受了点伤，现在正在闭关疗伤呢。如果有什么话要说，尽管告诉我，我帮你转达。吕天卓见林双里这样，就知道第一个回合自己已经拿下了，心里面暗笑不已。这等低级的魅惑之术，怎么可能跟自己的童子相提并论呢？败下阵来，那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我就是过来看一下林师妹身上的伤怎么样，还有为她带来了2枚疗伤的丹药。既然她闭关了，那烦请宗主姐姐把这2枚丹药转交给林师妹。话音一落，2枚通体黝黑的丹药就出现在了吕天卓的手里。这2枚丹药是他特地为林敏炼制的疗伤专用，材料还是他之前省出来的呢。丹药一出现，整个内堂都充满了丹药的芳香。林双里见状之后，眼睛立马亮了起来。一点丹毒都不含的丹药，看来关于吕天卓炼丹这事儿确实是真的。这么宝藏的炼丹男孩，怕是整个凌霄大陆都找不出第2个吧？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合欢宗里面还有如此人物呢？看来这个姓吕的家伙隐藏的比较深啊，必须得好好挖挖，看他还有什么秘密。不过林双里也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得循序渐进的来，当即不动声色的接过丹药，笑着说道：“放心吧，吕长老，我会将这2枚丹药交给敏敏的。那就有劳宗主姐姐了。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坐望峰了。既然自己已经占据上风了，那就没必要穷追猛打，那样反倒是失了风度，让女人知道自己的实力就可以了，勾起她的兴趣来，那主动权就掌控在自己的手上了。什么时候真将林双里给拿下了，那也就等于将整个合欢宗给拿下了。做宗主背后的男人，想想都觉得刺激。吕长老客气了，敏敏是我的关门弟子，也是咱们宗门的圣女，这些都是应该做的。”吕天卓听了，笑着朝他点了点头，转身就走。那架势真有一种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感觉。林双里盯着吕天卓那伟岸的背影，一时间陷入了沉思。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他居然有种迫切想要好好了解了解的冲动。想到这儿，林双里的俏脸不禁红了起来。自己怎么会有这样荒唐的想法呢？不是以给老宗主报仇为己任吗？儿女情长这样的事儿就不属于自己这样的人。于是赶忙甩了甩头，将这些荒诞的想法甩出了脑海之中。随后他将目光放在手中2枚黑色丹药上面了，浓郁的香味而闻着令人心旷神怡。这世界上真有人能炼制出来如此完美的丹药？林双里喃喃地说道。炼丹师在凌霄大陆的地位极高，一般的炼丹师都可以成为大世家的座上宾，能炼制出完美丹药的炼丹师，他迄今为止还真没听说过。说的直白一点，如果吕天卓能炼制完美丹药，这个消息传出去的话，指不定那些大宗门以及世家就会来合欢宗抢人呢。看来必须得将这个消息保密了，不能外传。同时也得加强吕天卓在宗门里面的待遇，让他别生起离开合欢宗的念头。这小子似乎对敏敏有意思，看来这事儿真得跟敏敏好好商量商量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灵敏套不住流氓。只要能将吕天卓跟合欢宗始终捆绑在一起，那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必要的时候，就算是自己亲自出马，也义无反顾。当然，他的这些想法吕天卓并不知道，不然还得乐翻天了呀。离开宗主府的吕长老想着左右无事，直接奔向了戚薇的院落。昨天这丫头和程莹也出现在了征讨郭千羽的队伍当中，这也让吕天卓甚是感动，必须得好好的奖励奖励他啊！而且当务之急也是助他突破这金丹期，那样的话自己就可以领到系统的奖励了。微微在家吗？哥来了。进入到戚薇的小庭院之中，
吕天卓笑着开口道：“吕大哥，我在呢。”戚薇听到了吕天卓的声音之后，快速的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这丫头一直在担心吕天卓的伤势，但她也不傻，自然看得出吕大哥和庄长老之间的关系。有庄灵在，她也不好表现出来，只能是在家里面干着急了。吕大哥，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呀？我一直担心呢。小丫头冲到了吕天卓面前，红着脸朝着他问道。童颜巨 X 外加上卡哇伊的样子，吕长老差点就把持不住。凌霜里那是有魅惑之术，但这丫头尽管没有，那魅力也不输林宗主多少。看得吕天卓口水狂吞，恨不得去施展一番。不过吕长老只能强忍下来，毕竟之前自己可是义正言辞拒绝了这丫头留宿的请求。既然已经装了，那就得装到底啊！想到这儿，吕天卓都恨不得抽自己2个耳光。早知道如此的话，那天晚上就不应该回去。他妈的，这不是自己给自己上难度吗？没苦硬吃的典型。艰难的从戚薇胸前将目光挪开，随后干咳了一声：“你吕大哥什么实力？不过是些许小伤而已，经过昨晚上的调理，已经任何问题都没有了。倒是你，怎么也跟着庄长老他们跑到落霞峰了呢？多危险啊！”嘻嘻，我也没想那么多。听说庄长老和圣女要去落霞峰为你讨公道，我就跟着跑过去了。还是庄长老让我再去一趟坐望峰，看看你回没回来呢，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想起昨天的在落霞峰上所发生的事儿，小丫头也后怕不已。如果不是吕天卓及时出现的话，那庄灵等人就危险了。以郭千羽的修为来说，将他们全都废掉，没什么太大的难度。而且即使那么做了，宗主都说不出什么来。只要有吕大哥在，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你们都是我要保护的人。吕天卓深情地看着戚薇，极其坚定地说道，同时心里面高声呐喊：老子不是渣男，只不过是博爱而已。吕大哥，庄长老他和你……戚薇红着脸，将话说到一半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说。不过谁还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呢？何况这么聪明的吕天卓呢？原本他也没打算隐瞒时间管理大师这事儿，他干不出来，全都是坦白局。我和玲玲是双修的关系，她也是我的女人。微微，在吕大哥的心里面，你跟玲玲是一样的，都是我最为重要的女人。吕大哥，你真好。戚薇听了之后，心里面感动不已，直接就扑入到了吕天卓的怀里，轻声的啜泣起来。我日，这就拿下了吗？这丫头还真是够单纯啊。不过自己也不能辜负人家。吕天卓轻轻地拥住了戚薇，笑着说道：对你们好，那是吕大哥应该做的。放心吧，这辈子你们都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吕大哥绝对不会让你们受到任何委屈的。这情话谁能受得了啊？怀里面的小丫头更是哭得一塌糊涂了，安慰了好一会儿，才算是让她的情绪平复下来。随后两人牵着手进入到了屋子里面去了。微微，这2天修炼感觉怎么样？落座之后，吕天卓正色地朝着戚薇问道。现在他的修为在自己的帮助下，已经步入到了筑基期的巅峰，但是这对于吕天卓来说还是不够，必须得帮他顺利的突破金丹期，如此一来才能让他开启太阴圣体，自己也才能完成系统交代的任务。不然的话，吕天卓是得不到凌天剑法第3式的。现在的吕长老认为自己的攻击实在是太过单一了，只会2式凌天剑法而已，万一遇到牛逼的高手，难不成自己就反复用这2招吗？要不然就得当人家练功把子，一个劲儿的挨揍。虽然以自己的练体程度来说不至于受伤，但他妈丢人啊！因此必须得丰富自己的武器库，抗揍不说，也得能打呀。有了吕大哥的帮助之后，我修为现在已经在筑基的巅峰稳固住了，而且似乎瓶颈又有所松动之嫌。假以时日的话，或许可以突破至金丹期也说不定呢。一提这件事儿，小丫头顿时眉飞色舞起来。放在之前，这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但现在在吕天卓的帮助下，修为简直就是扶摇直上，相信用不了多久，自己就可以摸到金丹期的门槛。不错，这么下去的话，相信下一届再选长老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步入到长老组了。吕天卓听了之后，笑着鼓励道：自己认识的这几个丫头体质都很特殊，这也是他们能保持处子之身的一个主要原因。自己的点子真是正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自己好歹也是身上带着系统的挂逼，怎么能没有点优惠政策呢？在此之前，他对梦幻这样的女人极其感兴趣，但是现在吕天卓压根不会多看那娘们一眼，因为他不够格。吕长老虽然没有什么洁癖，但一想他和那么多人一起双修过，心里面也个应得慌。嘻嘻，这都得感谢吕大哥，要不是你的话，我哪有这样的机会？对了，吕大哥，我还得求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答应我呀？戚薇突然想起什么事儿来，赶忙小心翼翼地看向了吕天卓。什么事儿？只要吕大哥能办到，那都没有任何问题。这丫头越看越可爱，吕天卓怎么好意思拒绝呢？所以只要他一句话，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是问题。是这样的，莹莹是我在合欢宗里面最好的姐妹，你能不能也帮帮她？我看得出来，她也很喜欢吕大哥。昨天去落霞峰的时候，她也非常积极。戚薇这个请求倒是出乎了吕天卓的意料。微微，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吕大哥，这你还不懂吗？就是让他也做你的道侣，行不行吗？见吕天卓还这么问，戚薇无奈只能将话挑明。哎，卧槽，这也行？吕天卓一时间感觉幸福来的实在是太过突然了。程莹那可是合欢宗里面3朵金花之一呀，单论容貌，
也是完全不逊灵敏的存在。我倒是没什么意见，毕竟莹莹也那么漂亮。只是这事儿不能我自己同意就成了，还得看人家莹莹是什么意思，你说对吧？这让他怎么拒绝啊？他可不想再把逼给装大发了。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交给我来办就是了。戚薇拍着他那高耸的胸脯，直接朝着吕天卓保证起来了。还有这好事儿？吕天卓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闺蜜可以处，有事儿是真上啊！可能也是自己的魅力实在太大，以至于让戚薇如此欲罢不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莹莹同意的话，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人家戚薇都拍着胸脯保证了，那自己也只好是勉为其难的同意了。吕大哥，庄长老那边你是不是也得知会一声啊？毕竟他比我们早。说这话的时候，小丫头俏脸通红，这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自然得跟老大商量商量啊。万一庄林不同意的话，这事儿还挺麻烦的呢。你这也太看不起吕大哥了吧？这种事儿作为男人怎么可能说了不算呢？放心吧，玲玲那边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看莹莹的意见。此时的吕天卓心里面都快美飞了，合欢宗内门的3朵金花直接被自己采摘下来2朵，剩下那朵估计对自己也很有意思，拿下也是时间问题而已。如此一来，自己岂不是全凌霄大陆最让人羡慕的存在了吗？我之前就从侧面问了一下，他对你也很有好感，所以没有任何问题的。嘻嘻，吕大哥对微微好，微微自然也得对吕大哥好。小丫头一笑，吕天卓立马欣赏荡漾起来。对于这样的卡哇伊，吕长老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微微，来，让吕大哥检查检查你发育情况，哦，不是修炼情况。随后吕天卓开始帮戚薇检查起来，很正经的检查。毕竟现在他最期待的事儿就是这丫头能进入到金丹期，将特殊的体质给激发起来，因为只有这样，吕天卓才能拿到相应的奖励。此刻的吕天卓实在是太想进步了，如果将凌天剑法的第3式学会，那肯定修为肯定是足以横扫整个合欢宗了。事实正如戚薇所说的那样，他的境界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说明他距离突破并不是很远了。吕天卓需要对症下药，再帮他炼制对突破有帮助的相应丹药，以此来帮他加快突破的速度。其实与之双修也是一个不错的推动突破的方法，但吕天卓能感觉得到，这小丫头压根就没做好那方面的准备，自己不能只贪图享受，从而不去顾及她的感受。之前就说过，吕天卓是博爱，并不是滥情，因此他不会选择去那么做，循序渐进的来，也能增进这丫头对自己的感情，何乐而不为呢？你的具体情况，吕大哥已经知道了，一会儿我去趟总务堂，买一些炼制丹药需要的材料，再帮你炼制几枚特殊的丹药，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能突破到金丹期了。小丫头戚薇听了这话之后，整个人高兴的都跳了起来。几天前，她还是个被单独困扰的失败者呢，没想到经过这么几天，单独彻底被清除了不说，境界上也获得了连续突破。这样的情况，她以前连想都不敢想。戚薇自然知道，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吕大哥，如果没有他帮忙的话，自己这辈子能不能打破这个桎梏，都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更不用提突破至金丹期了，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兴奋之余，戚薇依偎在吕天卓的胸膛上，悠悠地说道：“吕大哥，要不是你的话，我这辈子能不能打破桎梏，都是个很大的问题。只是我能拿什么报答你呢？现在能让我引以为傲的，就是这还未经人事的身体了。吕大哥，你要了我吧？哎，沃日，拿这个考验干部。”吕天卓真感觉自己有点扛不住了，他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啊，天赋又异于常人，可想而知这话对他的冲击力有多大。真想什么都不去顾忌，直接禽兽一回，但最终理智还是战胜了欲望，自己还不能去那么做。当即正色道：“微微，我帮助你是因为喜欢你，但从来没指望你怎么来报答我。想要跟我，那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不过那也得等你心里面彻底做好准备之后，我会给你留下一个难忘的夜晚。我知道现在你还没做好跟我做最后一步的准备，所以我要是那么做了的话，那和骑驴踩你身子的登徒子有什么区别？你还会喜欢这样的吕大哥吗？傻丫头，咱们未来的日子长了去了，不急于一时，草他大爷的！”吕天卓现在算是体会到了睁眼说瞎话有多么难了，人家送上门来，自己还得装做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这尼玛叫什么事儿啊？蛋疼！谢谢吕大哥，你对我真好。再次听到戚薇这话的时候，吕天卓感觉自己这么做也是值得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傻丫头，吕大哥不对你好，对谁好啊？说完，右手开始不规矩起来了。修炼一途，什么因素都得考虑到，所以他先帮戚薇丈量一下大小，之后再决定用多少材料炼丹，以此来计算到最佳值。而戚薇则是羞得满脸通红，吕大哥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呢？再这么下去的话，自己岂不是也要沦陷了吗？吕大哥，别这样。对了，莹莹还说今天让咱们过去找她呢，好像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特地嘱咐我带着你一起过去。就在戚薇有些抵御不住吕天卓的时候，突然想起昨天闺蜜程莹嘱咐自己的事儿，看看时辰也差不多了，差点耽误正事儿啊！吕天卓还以为这是戚薇的缓兵之计呢，正打算继续下一步动作的时候，他的大手被这小丫头给推开了。吕大哥，不是开玩笑，昨天的时候莹莹就千叮咛万嘱咐的，现在时辰刚刚好，咱们直接过去找她吧。虽然她没说什么事儿，
但好像挺重要的。戚薇脱离了吕天卓的大手，说话语调才算是正常，还是一副奶凶奶凶的样子，看得吕天卓又有点把持不住了。不过既然他这么说了，那自己就陪着走一趟吧。万一程莹直接同意了，这不就是一箭双雕了吗？想到这儿，吕天卓脸上露出了难以名状的笑意来。程莹也是内门中比较重要的弟子，所以他也享受独门独院的待遇，而且院落距离戚薇的不算远，两人闲聊几句也就到了。咦，怎么这么多人？令戚薇诧异的是，此时程莹院落里面的人已经被挤到了门外来，时不时还有起哄欢呼的声音，以前这种情况可是从来都没出现过的。咱们过去看看吧。吕天卓也很是好奇，于是拉着戚薇往院落里面挤去。谁呀？他妈的，挤什么挤？见有人挤自己，有些人立马不爽地骂了起来，随后一回头，见是戚薇，全都赶忙给他道歉。那可是内门的3朵金花之一，他们这些普通的弟子怎么可能得罪得起呢？戚薇和吕天卓自然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两人还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于是挤到了最前边，站定身形，看看是怎么个事儿。程师妹，我可是带着满满诚意而来，你今天不论如何也得答应做我的道侣。开口之人国字脸，长相虽然不算是帅气，但很有男人味儿。这家伙周身充斥着气势，看上去霸气十足，言语间给人一种不容拒绝的感觉。周茂见到这人之后，戚薇惊呼出声：“周茂，谁啊？很厉害吗？”吕天卓在床上躺了40年，对于宗门里面的后起之秀根本就没有任何了解，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周茂有什么背景，但听戚薇那意思，应该是挺牛逼的。我、莹莹以及圣女被称为内门的3朵金花，而周茂、秦胜以及田旺则是被称为内门的3霸。这3个家伙平日里面嚣张跋扈、为非作歹，都不是什么好鸟。这个周茂听说是外面一个大家族子弟，之所以被送到合欢宗里面来，就是因为他听说咱们宗门里面美女多，并不是为了修炼什么高深地功法。内门的师妹们没少被他给祸害，从某种意义上来，他跟秦胜更像。只是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将主意打到了莹莹的头上。吕大哥，你可得帮帮莹莹啊！听了戚薇的这番解释之后，吕天卓对这个周茂有了一定的了解。妈的，泡自己想要泡的妞，这怎么能行？不过吕天卓并不着急，他倒想看看这货被程莹拒绝之后会做出什么举动来。对不起周师兄，对于你的好意，我只能说声抱歉了。因为程莹已经有了双修的道侣，所以不能答应你这个请求。程莹很是礼貌地拒绝了周茂，他也没说谎，自己心里面确实是有人了。那人不是别人，正是给他聚气丹的吕天卓。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能对自己那样，做他的道侣又如何呢？对于周茂是什么样的货色，整个宗门的人都知道，所以自己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呢？什么？有了道侣？这怎么可能？在合欢宗里面，还有敢跟我周茂抢女人的男人？谁？你告诉我谁？我他妈非删了他！周茂有资格说这话，因为就算是之前的秦胜以及田旺，也不敢跟他正面硬刚。他们2个也仅仅是在合欢宗里面有点背景而已，但周茂有所不同，不仅仅是在合欢宗里面有背景，宗门外面同样牛逼。因此他看上的女人，就算是秦胜和田旺也不敢去抢，除非他玩够了不要，要不然两人都得规规矩矩的。所以听了程莹的这番话之后，周茂根本就不相信，他认为这个所谓的道侣不过是程莹为了拒绝自己杜撰出来的而已。再者说，就算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不论是宗门里面哪个男的，他都不在乎。若是不主动离开程莹的话，那自己就将他干掉。总之一句话，这个女人他要定了。周师兄，你就别再强人所难了，行不？程莹也是无奈，他还真不敢将吕天卓的名字说出来，那样或许会给吕大哥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这个责任他担不起，强人所难又能怎么样呢？惹急了老子，就在这儿把你强上了。操，这么长时间的追求，我已经都给你面子的了，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别以为自己被称为3朵金花之一，就他妈镶金边了。老老实实将这些聘礼收下之后，乖乖跟我入洞房，不然的话，哼哼，你和你的小白脸子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了，也就相当于撕破脸皮了。所以周茂不再装什么绅士，直接跟程莹摊牌了。如果这女人不同意，他就要上强硬的手段了。又不是没有这样的实力，给他留什么面子呢？怎么我躺了40年，你们这帮逼崽子就像是上了大粪的庄稼，全都窜了出来呢？人群中的吕天卓忍不住了，这家伙太能吹牛逼了，还他妈让程莹和他的小白脸子都没有好日子过。吕天卓倒想看看他是怎么让自己没好日子过的。刷，没有谁能想到这个时间节点居然真有人敢去接茬，所以在场众人的目光瞬间就全都集中到了吕天卓的身上，他们也想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勇。吕大哥，程莹喃喃地说道，他现在都有点后悔了，自己让微微将吕天卓拉过来当挡箭牌，真的对吗？万一吕大哥不能将周茂搞定的话，那岂不是将他也牵扯进来了吗？你是谁？周茂从来没见过吕天卓，所以自然不认识。他的内心震惊不已，在合欢宗居然真有男人敢公然跟自己作对，我他妈嫩爹！吕天卓没好气地回了一句，随后来到了程莹的跟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扶了扶他额前的头发，笑着问道：莹莹，你没事吧？吕大哥，对不起。程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能是低头跟他道歉。
以此来隐藏自己滴落的泪水。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呢？你是我的道侣，现在有人打你的主意，那不就是想给我戴绿帽子吗？我他妈吹死他！吕天卓一句话，又是将在场众人给雷了够呛。他是程银的道侣，怎么以前没听说过呢？不少人认出了吕天卓的身份，都知道有好戏看了。卧槽，这大哥谁啊？怎么如此勇猛呢？不认识吧？他是咱们合欢宗唯一的男长老吕天卓，我也知道他，前2天就是吕长老将秦胜给踹废掉的。原来是他呀！程师姐居然跟他双修了，真是羡慕死人。周师兄可不同于秦胜，一会儿就有好戏看了。见吕天卓站出来嘲讽周茂，这帮看热闹的全都开始小声议论起来了。你到底是谁？周茂眯起眼睛，定定地盯着吕天卓问道。妈的，合欢宗里面居然有男人敢跟自己如此说话，他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那么吕长老现在已经被他给千刀万剐了吧。然而吕天卓根本就不在乎，他不惹事儿，同样也不怕事儿。虽然狗这才是王道，但现在有人要抢他的女人，作为站着尿尿的老哥们，怎么可能忍得了呢？合欢宗长老吕天卓，当他报出自己名字的时候，那叫一个霸气啊！边上的戚薇看得满眼都是小星星，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帅了，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也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自己跟莹莹。这么纵向一对比，秦胜、周茂之流就是垃圾。据周茂所知，合欢宗历史上就只出现过一个男性长老，据说他是资深的炉鼎，也是凭借着这个身份被嘉奖为长老的。如此一来，他就彻底搞清楚吕天卓的身份了，哈哈哈！随即开始哈哈大笑起来，这样一个老废物也配跟自己抢女人？于是周茂笑了好一会儿，这才止住笑声，随后将目光看向了吕天卓。我倒是谁呢？原来是合欢宗著名炉鼎啊！我听说你阳气耗尽，已经卧床40年了，大限将至，怎么还跑过来跟我抢女人了呢？老东西，就他妈你这调样，还找道侣？说句难听点的话，你还有那方面的功能吗？能看不能用，在这儿咋呼什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轰！周茂的话音一落，在场的这些人全都开始哄笑起来了。关于吕天卓的传奇故事，他们自然全都听说过，而周茂所说的这些也完全与他们了解的相吻合。所以尽管吕天卓那天在演武台上将秦胜给废掉了，但依然没几个人看好他。再者说，周茂的背景可不是秦胜这样小白脸子所能比拟的，他身后的周家可是大名鼎鼎的存在。现在带着你的人滚出去，我不追究你的责任，不然很惨。吕天卓自然不会在意他的这些语言攻击，而是在给周茂最后的机会。若是现在周茂带人离开，他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哈哈，还在这儿跟我装逼呢？你他妈就算是巅峰的时候，也不过是工人修炼的炉鼎而已，拿什么跟我斗啊？跪下来，老老实实跟我道歉，我倒是可以考虑放你一马。不过程银妈，哼哼，今天就得在这儿跟我入洞房了。我听说他还是处子之身呢，这一点我倒是要好好的感谢你。如果你那方面要实行的话，也不会让他的处子之身保存到现在。哈哈哈，周茂怎么可能将吕天卓放在眼里呢？至于所谓的长老身份，在他这儿根本就不值一提。一个靠着睡觉睡上去的长老，能有什么本事？而且以他的背景来说，就算是实打实的那些长老们，又有谁敢不给自己面子呢？所以姓吕的这个老东西，想要活命的话，那就得跪下来给自己道歉。他要狠狠地羞辱一下吕天卓，让程银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男人。周茂认为征服女人有2个最好的办法，一是在床上，另一个就是征服他身边所有的男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吕天卓就是自己征服程银的唯一麻烦，所以只要他老老实实的按着自己所说的去做，那在程银面前也就没有任何面子可言了。如此一来，程银还知道该怎么选择吗？啪！然而就在他幻想这些的时候，一记清脆的耳光响了起来。嗡！周茂就感觉自己脑袋被扇得嗡嗡作响，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紧接着就见人影一闪，吕天卓又回到了他之前所在的位置上。嘴贱，欠抽！你打我！你居然敢打我！周茂捂着自己被扇得肿胀的面颊，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吕天卓问道：“这只不过是个小惩罚而已，现在我要你跪下来给莹莹以及我道歉，不然的话，可就不仅仅是一耳光这么简单了。”吕天卓的声音开始冷了下来，他不惹事儿，但也绝不怕事儿。别说区区一个周茂了，就算是再牛逼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自己可是个挂逼，有系统傍身，怕鸡毛啊？不服没关系，那就削到他服为止。到你麻痹欠，你们几个还愣着干嘛？给我上，废了他！周茂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给他跪下来道歉，怎么可能？所以这家伙直接吩咐自己的那几个狗腿子，让他们朝吕天卓下手。现在是他先动手打的自己，因此就算是将其干掉，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好，这几个哥们显然也没将传说中的吕天卓放在眼里，吼叫着就朝着他冲了过去。这是在老大面前表现的好机会啊！将吕天卓收拾了，那绝对是大功一件。到时候周大嫂一高兴，多给个几千零食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实在是太小瞧现在的吕长老了，以这些人筑基的修为，那就是过来送菜的。吕天卓根本就无需用什么高深地功法，扬起巴掌往他们脸上猛抽就是了。啪！冲在最前面的那个直接被一巴掌
给扇得飞了出去。此刻吕天卓的肉身已经强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仅仅是简单的一巴掌，也不是他们这个级别的小卡拉米所能接下来的。啪啪啪，随后巴掌声频繁响起，周茂的那几个狗腿子全都步入到了第一个人的后尘当中去了。看着在地上翻滚的手下们，周茂面色难看至极，自己不小心被扇了一耳光不说，现在手下那些人也全都被扇到了，这让他周大少卿何以堪啊！所以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他的修为也接近筑基的巅峰，纵然不如之前的田旺，但也不遑多让，在内门里面绝对能排名前几，所以准备自己出手对付吕天卓，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来。想到这儿，怒喝一声：“姓吕的，你找死！”吭，话音一落，他的手中就多了一柄比较绚丽的长剑，虽然没有郭千羽落霞剑那么霸气，但看上去也挺唬人的。与此同时，周茂身上的气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那架势，似乎是进入到了杀神的模式当中去了。周茂不愧是内门几大高手之一啊，有点东西。他是周家的少爷，虽然天赋平平，但修炼资源可不是咱们所能比拟的。没错，有这样的修为也不足为奇了。这回吕长老要倒霉喽！围观众人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全都为吕天卓担忧起来。周茂这逼跟秦胜差不了多少，平日里面作威作福，所以膈应他的大有人在，但碍于他的淫威，没人敢说罢了。现在好不容易吕天卓站出来收拾他，谁不想吕长老是最后胜利的一方呢？不过从目前周茂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这似乎很难。真他妈是好人不长命，小人长鸡鸡啊！你该死！周茂将气势提升到了最佳状态，随后摆好造型，一字一顿的说道：“傻逼！都这个时候了，这逼还在装逼！”吕天卓看得更是火大，死！周茂受不了吕天卓这样的辱骂，大吼一声，长剑当作刀来用，直接朝着吕长老来了个里劈华山。呼呼呼，剑带刀锋，呼啸着朝吕天卓的脑袋上斩去。这一剑，那就是奔着要命去的，谁都看得出来。而吕天卓似乎已经被他的气势给罩住了一般，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见到这种情况之后，众人全都知道完了。吕长老的勇气可嘉，但奈何修为跟不上啊！不少人已经闭上了眼睛，不忍看到吕天卓被劈开两半的场景。吭，咔嚓，几秒钟之后，这两个声音先后传来。当众人再次看向战圈中的时候，发现周茂手中的长剑已经断作两截，而吕天卓依然笑眯眯地站在原地，毫发无伤。这是什么情况？难道吕长老用脑袋将这柄长剑给磕断了？不少人已经后悔刚才闭眼睛了，不然也不至于错过这么精彩的部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周茂看着自己手中的断剑，有些不敢相信地自语道：“他的这柄长剑也是家族里面的先辈精心挑选的，品阶很高，虽然算不上宝器，但也差不了多少。吹毛断发，削铁如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现在居然被吕天卓用脑袋给磕断了，他怎么能不诧异呢？”周茂，身为内门弟子，居然想要行刺宗门长老，你知道这要受到什么惩罚吗？吕天卓笑眯眯地看向了周茂，这小子有点太自不量力了吧？郭千羽手持落霞剑，以元婴期的修为，对自己全力一击都不能令他受伤分毫，何况他这么一个筑基期的小卡拉米呢？扯犊子！与此同时，吕长老也做到了师出有名。按着合欢宗的宗规来说，他的这个举动是致死的，因此吕天卓接下来再有什么动作，那都是合理合规的。不管怎么说，吕天卓都挂着合欢宗长老这个头衔。吕天卓，卧槽你妈！你用了什么妖法？周茂将手中的半截断剑扔向了吕长老，随后破口大骂道：“现在又加上一条辱骂宗门长老，周茂，你这回可惨了！”吕天卓继续笑着朝周茂说道：“我他妈刷！”周茂还想再去骂些什么难听的话，但吕天卓已经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他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当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然站到了之前周茂的位置上，而骂了一半的周大少人已经像是断了线的风筝飞了出去，哐！他的身体在空中滑翔了一会儿，重重地撞到了墙壁之上，噗！巨大的反震之力直接让周茂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随后又摔到了地上。吕天卓一脸笑意地朝着地上周茂走去，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样子，但不知道为什么，周茂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有种不祥之感，这老小子似乎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自己。你要干什么？我可是周家的小少爷，你要是对我怎么样的话，我保证你会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周茂慌了，所以他不得不将自己的背景给搬出来。在他看来，这要这个背景一亮出来，吕天卓肯定不敢轻举妄动的。那跟我没关系，我只知道你是我们合欢宗内门弟子中的一员，而我是宗门长老，你居然想要出手击杀我，按着宗规，我可以先斩后奏的。不过我这人还是很随和的，杀人这事儿确实是有点干不出来的，但也不能这么放了你，不然以后谁还会在意我这个长老呢？周大少你说对吧？所以我要对你略施惩戒，也算是正咱们宗规吧。我想你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吧？吕天卓来到周茂跟前站定，一脸笑意地问道：“我他妈不信你敢动我，你信不信不重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就好。”吕天卓的话音一落，扬起右拳，重重地朝着他右腿膝盖处砸去。咔嚓，那骨头被砸碎的声音瞬间传了过来，紧接着就是周茂那杀猪般的惨叫声，甚是凄厉。吕大哥，戚薇和程莹也没想到吕天卓会这么做，赶忙开口：“
然而吕天卓丝毫不在意，给他们一个安心的眼神，之后再次扬起了右拳。我们老家那儿讲究好事成双，所以废你一条腿怎么能够呢？买一送一吧。他的话音一落，右拳再次朝着周茂的另一个膝盖砸去，咔嚓，熟悉的骨头断裂声音再次传来。只是这一次周茂没有惨叫的机会了，可能是过于疼痛，直接晕死了过去。这对于他来说也算是暂时获得了解脱吧。围观的众人也全都被吕天卓的雷霆手段给吓到了，一个个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得罪这尊杀神。你们几个滚过来！吕天卓朝着还躺在地上装死的几个狗腿子喝道：“吕长老，饶命啊！”这几个家伙自认为没有周茂这样的背景，吕天卓真想杀他们的话，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所以几人跪着爬到了吕天卓跟前求饶。吕长老哪您跟他们一般见识，那岂不是显得自己没品了吗？你们几个将这个家伙抬回去，并告知他被废掉的原因。既然是合欢宗的宗众，那就得遵守合欢宗的宗规，不然下场跟周茂一样。吕天卓看着跪在地上的几个人，冷冷地吩咐道：“明白，明白，滚吧！”随着吕天卓这一声，几人如蒙大赦，抬起地上晕死过去的周茂，一溜烟地跑开了。你们还打算在这儿继续看热闹吗？等他们走了之后，吕天卓朝着其余那些吃瓜群众问道：“不，这帮好心儿的家伙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随后在吕天卓的注视下，以最快的速度跑出了院落。吕大哥，这周茂很有背景，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此时的程莹心里面异常自责，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吕天卓也不会经历这样的事儿。现在好了，周茂废掉了，周家岂能善罢甘休？鉴于周家在圈子里面的影响力，估计宗门也不会去保吕天卓，到时候他就是合欢宗的一枚棋子，结局可想而知了。呵呵，处理一个垃圾而已，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莹莹，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吕天卓显然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下去，直接转移了话题。啊，吕大哥，微微，快请进！程莹回过神来之后，赶忙将两人请进了他的闺房。与此同时，宗主府里面的林双礼也得到了手下人的汇报。身为合欢宗的宗主，如果连这点本事都没有的话，他也就不用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了。知道了，你下去吧。朝着手下人吩咐一声，那人就离开了。吕天卓，你真是越来越让我感兴趣了。林双礼喃喃地说道。关于周茂在宗门里面胡作非为这些事儿，他自然也知道，但碍于周家家主的面子，所以林双礼并没有去找他的麻烦。现在好了，吕天卓直接将这个麻烦给解决掉了，倒是省了他的事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周家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事儿还得仔细斟酌一下应该怎么办，也是挺麻烦的。弟子参见师尊。就在他想这些的时候，林敏的声音传了过来：“敏敏，你的伤已经痊愈了吗？”林双礼收敛心神，随后笑眯眯地朝着林敏问道：“回师尊的话，已经彻底痊愈了。可能郭师叔手下留情，并没下什么重手，要不然敏敏也不会这么快就痊愈。”林敏对师尊林双礼极其恭敬，要是没有师尊的话，哪有自己现在这样的成就啊？那就好，刚才下边人来报，你师兄吕天卓将周茂给废掉了。林双礼说完之后，一脸笑意地看向了林敏。而林大美女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也是一震，这吕天卓现在怎么如此冲动呢？之前的事儿还没解决掉呢，现在又闯了个大祸。师尊，周茂平日在宗门里面嚣张跋扈，内门不少女弟子都被他给祸害过。我认为这样的人确实是应该好好的敲打敲打了，不然的话影响咱们合欢宗的名誉啊。所以吕长老所做的没有任何毛病，我认为还应该好好的嘉奖一下呢。林敏也是无奈，自己必须得向着吕天卓说好话呀，要不然的话师尊没准的惩罚他，那麻烦可就大了。敏敏，你应该知道周茂的身份吧？所以周家人会善罢甘休吗？林敏的这番回答在林双礼的意料之中，看来这丫头对于吕天卓确实是有一些特殊的感情。如此一来，那自己就可以实行之前预定的计划了。通过接触，他感受到了吕天卓的不凡之处。合欢宗想要强大起来，这样的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之前就说过，以吕天卓的炼丹手段来说，就足以在凌霄大陆引起腥风血雨了，所以必须得将他留在合欢宗，没准这家伙能让宗门重回顶流之列呢。而林敏在他眼中就是留下吕天卓最好的办法。师尊，那您的意思是要放弃吕长老吗？林敏皱着眉头朝林双礼问道。当然不是，吕天卓是个人才，且不说他的炼体达到了一个什么境界，单是那份炼丹手段就远非一般高阶炼丹师所能比拟，所以我怎么可能将这样的人交给周家处理呢？他我必须得保，而且还要让这家伙永远的留在咱们合欢宗。林双礼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面金光闪烁。其实宗门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出现一个绝世天才的话，那立马就能崛起。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个吕天卓就是合欢宗崛起的关键人物。而林敏听了师尊的这番话之后，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我代师兄谢谢师尊，那周家那边该怎么交代呢？林敏也知道周茂是周家的小少爷，现在被吕天卓给废掉了，人家怎么可能不过来讨要说法呢？总得给周家一个交代吧，不然这事儿可能是没完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敏敏，我看得出来你对吕天卓还是有些别样感情的，为师没说错吧？林双礼说完之后，定定地盯着林敏。
师尊，林敏的脸立马红了起来，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应了。师尊明白，你也不用解释，现在交代给你一个任务。林双礼极其认真地说道。什么任务？师尊，成为吕天卓的女人，让她永远留在咱们合欢宗。成为吕天卓的女人，让她永远留在合欢宗。听到这2句话之后，林敏愣在原地。不可否认，自己对吕天卓确实是有种别样的感觉，要不然的话，也不能在得知他与庄灵间的关系之后，会有心痛的感觉。但现在师尊要让自己做他的女人，林敏确实是没太做好准备。他对吕天卓那特殊的感情，会不会是因为2人一起入宗的呢？这一点林敏不敢确定，因为他不知道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因此，师尊交代的这个任务，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去答复了。怎么，你不同意？见林敏没有答复自己，林双礼赶忙问道：“师尊，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吕师兄啊。”林敏也是无奈，只能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如果不喜欢一个人的话，怎么可能成为他的女人呢？这似乎是林敏第一次对师尊指派的任务有所不同意见。你对他有不一样的感觉，师尊的直觉绝对不会错，要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在听说他大限将至的时候，匆匆忙忙赶往坐望峰。而且，你从落霞峰回来之后，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面发呆。不要告诉我，这不是因为吕天卓所致。细节是骗不了人的，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我听说你一直也是吕天卓心中的白月光，在你闭关的时候，他特地前来送来了2枚自己炼制的疗伤丹药。说完之后，林双礼将吕天卓送来的2枚丹药拿了出来，瞬间，整个屋子就被丹药的香气所笼罩，没有任何单独的丹药。林敏之前也听说了吕天卓炼制出来了没有任何单独的丹药，但现亲眼所见，冲击力就更不一样了。没错，没有一丝杂质的丹药，就算是那些高阶的炼丹师也没有这样的本事。再联想你说的那些，这个家伙的有多强，就不用为师来赘述了吧。所以他是咱们合欢宗崛起的希望，不然的话，我怎么可能让你将他永远留在合欢宗呢？这对于咱们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啊。林双礼看着林敏，极其认真地说道。如果可以的话，他恨不得自己上，但媚术在吕天卓身上似乎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现在也只能利用林敏是他白月光这件事儿来做手段了。师尊，你容我考虑考虑。此时的林敏头脑很乱，他需要冷静下来，好好的想想。好，这也算是你的终身大事，是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但这对于你我以及整个合欢宗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林双礼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知道林敏是个聪明人，懂得如何取舍。我会认真考虑的。林敏做完回应之后，就拿着2枚丹药离开了。吕天卓，你不要让我失望啊！看着弟子的背影，林双礼喃喃地说道。他们2人之间的谈话，吕天卓自然不知道。此时他还在小院里面跟2大美女交流修炼方面的经验呢。程莹的修为要比戚薇弱上不少，因此吕天卓打算再炼制一些相应的丹药，以此来辅助程莹提升修为。作为自己的女人，吕天卓自然不能让她掉队啊。只是现在炼丹的材料全都被他给用完了，炼制的那些丹药也不是对口的。莹莹，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我需要去一趟总务堂，再弄些炼丹所用的材料。吕天卓笑着说道。有戚薇从中搭桥，2人间的关系也算是确定下来了。合欢宗的3朵金花现在算是被他收入囊中2朵了，吕长老怎么可能不开心呢？他恨不得马上将丹药炼制出来，以攻程莹提升修为用。如果他能马上突破的话，那岂不是显得自己更加牛逼了吗？吕大哥，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程莹极其感动地说道。若是之前没有吕天卓的帮忙，他都不敢想象自己现在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当中。莹莹，你跟吕大哥还客气什么？咱们都是自己人，为你做这些都是应该的。那我就先去总务堂了，你们继续在这儿聊吧。吕天卓跟2人打了一声招呼，就匆匆地奔向了总务堂。当他来到总务堂的时候，就见庄灵正准备锁门呢。玲玲，你这是要干嘛去啊？天卓，你没事吧？见到吕天卓之后，庄灵赶忙冲到了他的跟前，仔细地开始检查起来。我能有什么事儿？你这是怎么了？吕天卓一脸懵逼。庄灵，这是什么情况？我听那些在总务堂的内门弟子说，你跟周茂冲突起来，而且动了手。听了庄灵的话之后，吕天卓展颜一笑。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就凭他那3脚猫的功夫，也配跟我冲突？是被我虐而已。周茂已经被我打断双腿，已是惩戒了。放心吧。庄灵听了吕天卓的回应后，面色变得更加难看了。作为长老的他，自然知道周茂的背景有多强。现在吕天卓将他废掉了，那无疑是打了周家一记响亮的耳光。以周家的江湖地位来说，肯定是要给周茂报仇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儿。到时候就算是合欢宗，也不见得会跟吕天卓站在一条战线上。宗主真的会因为一个吕天卓，从而去对抗周家吗？哎，天卓，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呀？你收拾田旺，收拾秦胜都没问题，充其量也就是咱们在合欢宗的内部解决一下而已。但周家不同啊，他们在圣灵大陆上也算是有些名气的家族。周茂之所以来合欢宗，也就是为了泡妞，宗主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他是周家的小少爷，将他废了，那就等同于打了周家的脸，宗主站到那边都不一定呢。这可怎么办啊？庄灵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表情甚是无奈。如果宗主不站在吕天卓这边，那他就相当于是一枚弃子了。就算现在的吕天卓修为不弱，
但他顶得住周家高手的轮番攻击吗？哈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要死要活掉朝上，怕什么？看着吕天卓那副豪气云天的样子，庄灵更是无语了。不过既然事儿已经发生了，那再去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反正庄灵已经打定主意了，不论吕天卓遇到什么麻烦，他都会与其一起面对。如果真搞不定的话，大不了就跟着吕天卓一起去呗，有什么可怕的呢？想到这儿，庄灵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天卓，你来总务堂，不会是仅仅通知我这件事儿吧？嘿嘿，确实是有点事儿要你帮忙，我要选几位特殊的炼丹材料。吕天卓感觉自己现在似乎跟庄灵心意相通似的，他心里面想些什么，自己完全都可以猜得到。这丫头现在对自己的忠诚度不愧为100点，这让吕长老心里面都感动不已，同时暗暗的发誓不会让庄灵有任何的危险情况发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不是又要给哪个相好的送丹药了呀？庄灵笑着朝吕天卓调侃道，随后将总务堂的门打开，询问他要什么材料，之后主动将买材料所需的零食给付了。他知道现在吕天卓的都比脸都干净，我的想好之后你一个，不过这丹药确实是要给一个小丫头用，我们现在的关系可是很纯洁的，哥哥妹妹那种。吕天卓生怕庄灵误会，所以接过材料的时候赶忙解释一番。嘻嘻，我看是秦哥哥和秦妹妹吧，我可是听说你之所以废掉周茂，那完全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啊。听了庄灵的调侃之后，吕天卓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人家说的没毛病，收拾周茂确实是为了英雄救美。看着他那窘迫的样子，庄灵脸上的笑容就愈发灿烂了。别不好意思，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方面的事儿我不会去干预，能找到谁当你道侣那是你的本事。不过天卓，你要记住一件事儿，现在还有很多关心你的人，别太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儿。如果你要是出了点什么问题的话，我也绝对不会苟活于世。说这番的话之后，庄灵面部表情极其严肃，之前的笑意全都消失不见了。他之所以这样，就是要让吕天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傻丫头，我知道，你就放心吧。言语间，吕天卓将庄灵揽入怀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不过两人相拥没多久，就听到了外面传来的脚步声，有人来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晚上见。庄灵迅速将吕天卓推开，随后红着脸朝他说道。现在他感觉自己身体的反应越来越强烈了，如果不是有人来了的话，他都不确定自己下一步会跟吕天卓做些什么。好，那我先回去，晚上见。吕天卓说完，还给了庄灵一个飞吻，随后带着那些炼丹的材料离开了，迫不及待地赶回坐望峰，因为他想快点将程颖所需要的丹药炼制出来。然而还不待他进屋呢，就发现了一位不速之客，一袭紫衣的郭千羽。该说不说，这娘们将御姐这个词语诠释得淋漓尽致，前凸后翘，又有着天使般的面容，造物主不公啊！和这样的女人双修，那感觉肯定跟庄灵差不多少。俩字儿，他妈销魂。哟呵，这不是仙女姐姐吗？怎么着，上一次在落霞峰没出够气，现在追到我坐望峰来了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站着不动，再让你砍上几剑。吕天卓笑眯眯地凑到了郭千羽跟前，贪婪地闻着她身上那特殊的香儿，这女的体香就让人有种往深处向往的感觉，真是极品啊！吕天卓，那天你为什么要逼迫自己吐出一口鲜血呢？我知道那一剑根本就不能伤你分毫。郭千羽有些面色复杂地看着吕天卓，随后将自己的疑惑问了出来。当那一剑劈在吕天卓身上的时候，郭千羽就知道自己输了，而且输得很彻底。以吕天卓的炼体本事来说，接下这一击完全不费吹灰之力，但他并没有那么去做，而是用特殊的手段吐出一口鲜血。不明所以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怎么回事，他们还以为是自己手下留情了呢，这样也保全了自己的面子。仙女姐姐，那天的事儿我确实是要跟你说声对不起，由于我闭了关，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低级误会。那一件我确实是可以接得下来，但我不能那么去做。在咱们宗门里面，我吕天卓什么名声，相信你也知道，再差一点也没关系。但姐姐你不一样啊，你可是宗门里面神一样的存在，所以我怎么可能让你丢面子呢？吕天卓看着郭千羽，极其认真地说道。你爱？郭千羽得到这个答复之后，心情就更加复杂了。他知道自己欠了吕天卓一个人情，而且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还。这家伙牺牲他的名声来保全自己，这让郭千羽心里面还挺感动的。在郭千羽看来，修炼一途就没有什么七情六欲可言，只有摒弃所有的情感，才能更加快速地突破极限。但从听了吕天卓解释这一刻开始，他知道自己似乎是错了。仙女姐姐，这事儿完全是我自愿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千万不要有心理压力啊！吕天卓感觉到了他的心绪变化，因此赶忙再次开口。第一，姓名郭千羽，年龄180-400，修为元婴初阶，趋近于元婴中阶，体质普通修炼体，地位合欢宗资深长老，忠诚度20。就在吕天卓的话音刚落，系统面板就跳出来了，上面出现了郭千羽的相关相信。令吕天卓诧异的是，他对自己的忠诚度居然是加20，看来最近自己所做的这些事儿让他好感大增啊，之前肯定是负的。系统任务，帮郭千羽打开心结，系统奖励神级布阵法，特殊礼包。看到这个系统颁发的任务，吕天卓有点懵了，这女人有什么心结啊？自己又得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帮她打开了呢？
但系统任务并没有任何的备注，看来这就得靠着自己一点点去摸索了。不过只要是有任务，那对吕天卓来说就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接了下来。吕天卓，不管怎么说，我欠你一个人情。我听说你刚刚将内门弟子周茂给废掉了，这或许会有些麻烦，但我来帮你解决。郭千羽心里面有些过意不去，他来这儿就是为了确定一下吕天卓是不是真为了自己，从而装伤来给他留面子。现在这事儿已经得到了证实，那自己也得还人家一个人情。正好听说吕天卓将周茂给废掉了，正好帮他把这个麻烦给解决掉，如此一来也就不欠吕天卓什么了。谢谢仙女姐姐的好意，但这事儿你还是不要掺和了。我听说这个周家有些背景，我一个人来解决就好了。吕天卓不惹事儿，但也绝对不怕事儿。周家牛逼又怎么了呢？自己还挂逼呢，都是逼，谁怕谁啊？吕天卓笃定一点，那就是作为宿主的自己绝对不会那么轻易就挂掉的，因此不论是碰到什么样的对手，他都敢拼上一拼。如果真被干掉了，那只能说明这个系统完犊子。周家确实是有背景，不然周茂也不会被送到这儿来找乐子。我怕你自己处理不了，本座好歹也是个元婴期的高手，面子多少还是有一些的。谢谢姐姐的好意，我自己能应付得来，你就不要参与其中了。如果真搞不定的话，我再去找你帮忙也不迟。见吕天卓态度如此坚决，郭千羽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也在心里面暗暗发誓，若是他真解决不了的话，那自己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好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去落霞峰找我。放心吧姐姐，会的，以后必须得多交流啊，系统还有任务呢。再者说，这样的女人谁不想多接触接触啊，万一能弄出点什么故事，那不就嗨了吗？告辞。郭千羽深深地看了一眼吕天卓，随后转身离开了坐望峰。这个眼神很有深意，但具体代表什么，吕天卓就不知道了。人家都说女人心似海针，因此他才懒得去猜呢。有机会到床榻上交流一番，那就什么都通了。想到这儿，吕天卓嘎嘎怪笑起来，之后进入到了屋子中，将那个炼丹用的破盆给拿了出来，又一股脑将那些材料全都扔了进去，手上灵火突现，开始炼起丹来。现在炼丹对于吕天卓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难度，甚至是提不起他的兴趣来。要是有高阶的炼丹材料，那倒是另当别论。由于这一次炼丹的针对性比较强，而且炼制数量较少，所以所用的时间自然少一些。少顷，3枚丹药就呈现在了破盆之中，1枚黄色的，2枚黑色的，丹香四溢，闻着都清爽。吕天卓率先将那枚黄色的丹药拿在了手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来。结晶丹，突破筑基期瓶颈，凝结金丹的稀有丹药。这枚丹药是他为戚薇炼制的，因为那丫头已经突破瓶颈，进入到筑基巅峰了。再将这枚丹药服用下去的话，完全可以顺利的突破至金丹期。只要他进入到金丹期，就可以激发太阴圣体了，那自己就完成了系统颁发的任务，这样就可以获得系统奖励了。凌天剑法第3式以及一个系统奖励的神秘礼包，这是现阶段吕天卓极为需要的。若是领取了凌天剑法第3式，那自己的手段将会成倍增长，元婴期巅峰的高手也不在话下。至于其他2枚丹药，则是他精心为程颖准备的聚灵丹，这玩意跟聚气丹很是相似，但效果要比聚气丹好很多，所以用它们来帮助程颖进入到筑基中阶，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看了一下时间，距离晚上还有一会儿，但等戚薇服用丹药之后，自己得在那儿帮他护法，以防万一。因此吕天卓再次来到庄灵那儿，跟他打声招呼，省着再出现上一次落霞峰事件。天卓，你这效率还是蛮可以的嘛，看来微微在你心目中的地位那是相当重要啊。庄灵听了吕天卓的解释之后，心里面略微有点吃醋。玲玲，你千万别多想啊，你在我心里面才是最重要的。吕天卓赶忙朝着庄灵解释道，严格意义上来讲，她是自己的第一个女人呢，这一点就算是白月光灵敏也比不了。哥哥，我逗你的。行了，你快点去吧，晚上我会去做望风，至于你能不能回来住，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庄灵说完之后，就继续去他的工作了。吕天卓心里面暖暖的，拜别了他之后，就来到了庄灵的院落。这丫头也从程颖那回来了，正在屋子里面修炼呢。听到动静之后，赶忙起身，待见到是吕天卓之后，这才松了口气。他还真怕是周家人过来找麻烦呢。吕大哥，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有好事告诉你。那，你看看这个是什么？说完，将刚刚炼制完的那枚金黄色丹药拿了出来。这是戚薇能感觉到这丹药里面所蕴含的能量，但他不知道这枚丹药的具体功效是什么。这是我精心为你炼制的结晶丹，顾名思义，将其炼化之后，能让你突破至金丹期。说着，吕天卓将手中的这枚结晶丹放在了戚薇的掌心里。而这小丫头听了这话之后，双眼中注满了泪水。从来没人对她这么好过，她怎么能不感动呢？而且迄今为止，吕大哥没问自己要过任何的回报。吕大哥，我收不起啊！傻丫头，什么叫收不起？只要是吕大哥给的东西，就没有这一说。现在快点将它炼化掉，我在这儿给你护法。吕天卓怜爱地揉了揉戚薇的小脑袋，谢谢吕大哥。此刻戚薇已经打定主意了，生是吕天卓的人，死是吕天卓的鬼。看着他那坚定的目光，吕天卓脸上露出笑意来。他知道这丫头彻底属于自己了，谁也抢不去。随即戚薇将那枚结晶丹服了下去，
席地而坐，开始炼化他。而吕天卓则是默默地为他护法，同时等待着系统的奖励到账。可能是由于太阴圣体的缘故，戚薇炼化这枚结晶丹并没有什么难度，就如同平时修炼那样，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修为顺利的突破至金丹初阶，一丁点力气都没费。所以当他睁开眼睛之后，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突破了。但吕天卓明显可以感觉得到，他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太阴圣体已经被激发了，估计今后他的修炼速度应该可以堪比庄灵了。当然，如果庄灵的天道被彻底解除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天度之体还是要更加牛逼的，要不然也就不会叫这个名字了。微微，感觉怎么样啊？吕天卓笑眯眯地朝着戚薇问道。刚才他检查了一下系统未读信息，发现自己的奖励已经到账了，所以吕长老有开心的理由。等回去之后，他就要开始修炼凌天剑法的第3式了。丹田里面多了一枚金丹，而且明显感觉到身体里面的灵气更加充裕了。这就是金丹期吗？嘻嘻，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筑基期可以进入到内门，而金丹期已经有资格进入到长老的行列当中了。所以此刻的戚薇多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真实。不过是金丹期而已，以后突破的机会多了去了，再接再厉吧。吕天卓笑着说道。吕大哥，我能有现在的修为，全都是有你的帮助，要不然的话是不可能打破桎梏的。不知道今天晚上你能不能留下来？说到最后，戚薇的声音小得可怜，若不是吕天卓的听力异于常人的话，根本就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尼玛，上一次自己装犊子都给拒绝了，当时后悔的都直拍大腿根，这一次怎么可能还拒绝呢？反正自己已经跟庄灵那边打好招呼了，就算是今晚上不回去也没有任何问题。微微，你说什么啊？吕大哥没听清呢？犊子还是要装的。所以吕天卓一副没听见的模样，朝着戚薇继续问道。我说今晚吕大哥能不能留下来？戚薇加大了声音，自己的幸福需要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也没什么好害羞的。既然认定了吕天卓，那就大胆的去追求吧，谁会笑话自己呢？有的只是羡慕吧。因此戚薇也就放开了，他就是要吕天卓留下来，自己把宝贵的第一次献给他，这有点不太好吧？吕天卓在说话的时候已经开始脱衣服了，戚薇羞得俏脸通红，赶忙出去把院门以及房门全都给关上了。而此时吕天卓已经依偎在床头上等着他了。吕大哥，戚薇红着脸低着头跟吕天卓打招呼，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事儿，所以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微微别害羞了，来到吕大哥跟前，咱们好好探讨一下人生。说完，吕天卓还用手拍了拍他身旁的位置。戚薇知道今天该发生的都得发生，当即一咬牙直接上了床榻，靠在吕天卓身旁，他都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跳声。微微，你这脸怎么这么红呢？是不是穿的太多热了呀？快点把衣服脱下去吧，欲盖弥彰啊！不过戚薇也是个勇敢的丫头，索性将外边的衣服给脱了下来，紧着贴身的小衣物。哎沃日，这身材对比庄灵也丝毫不差呀。吕天卓感觉自己的一双眼睛已经有些看不过来了，这尼玛是什么点子？碰到的几个女人全都是极品中的极品，有童子就是牛逼呀！吕大哥，戚薇见吕天卓这么盯着自己看，心里面就更加不好意思了，小声的提醒吕天卓，其实他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只是被这么盯着，着实是太难为情了。微微，你真美！吕天卓回过神来，由衷的赞美道。试问一个女人，谁能不喜欢自己喜欢的男人赞美呢？小丫头戚薇自然也不例外，心里面美滋滋的。吕大哥，我想成为你的女人。戚薇先是害羞的低下头，随后极其坚决的抬了起来，看着吕天卓的双眼，极其认真的说道。她想将身子交给吕天卓，不仅仅是因为他为自己炼丹，而是经过这些天的接触，发现吕大哥才是敢爱敢恨的纯爷们。如果能成为他的女人，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微微，你做好准备了吗？吕天卓并没有猴急，而是看着戚薇极其认真的问道。吕大哥放心，我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我要成为你的女人。戚薇的语气愈发坚定，她相信这将是自己所做的选择中最为正确的一个。微微，现在我有001个女人，而且将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女人，你不介意吗？之前就说过，吕天卓是博爱，绝对不是滥情，所以该说的都得提前说好，别到时候发生了关系之后，小丫头再多想，认为自己是渣男，那就得不偿失了。我不介意，只要能成为吕大哥的女人，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来吧，吕大哥，我想成为你的女人。戚薇红着脸再次说道。这谁还能受得了啊？吕天卓不是神仙，还没能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所以他不再犹豫，朝着身旁的戚薇涌去。1个时辰之后，两人终于完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双修。由于戚薇已经突破至金丹期的修为，所以她的太阴圣体属性已经完全被激发了，所以在双修的过程当中，那阴寒的天赋渐渐显露出来。吕天卓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受用无穷，之前有所松动的境界居然直接得到了升华，真实的修为从金丹期的初阶一跃到了中阶，那么多修炼点都没能突破的境界，居然因为这一次双修获得了突破。而且此刻他丹田那枚金丹里面还住有一股恐怖的寒气，吕天卓认为这股寒气将会极其牛逼，他现在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找一个元婴巅峰的高手来过过招，看看自己到底能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吕大哥，我境界
好像又有所松动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到金丹期的中阶了。在恢复体力的戚薇突然发现自己刚刚突破的修为居然隐隐有继续突破之势，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过惊诧了，所以赶忙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吕天卓。嘿嘿，你以为跟吕大哥双修仅仅是肉体的享受吗？持续突破那是必然的，以后你就会尝到甜头的。吕天卓嘿嘿坏笑了一声，这几个丫头除了程莹是普通修炼体之外，其余几人全都是特殊的体质，所以他们跟自己双修效果必须事半功倍。对了，微微，你感受到自己身体里面有古八道的寒气了吗？她是太阴圣体，这件事儿小丫头自己还不知道呢。作为她的引导人，有责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呢，好像确实是有一道寒气进入到了我的金丹里面。戚薇还以为这道寒气是从吕天卓体内传过来的呢，所以也就没太注意。你的体质是太阴圣体，修为到了金丹期之后，这个属性就自动被激发出来了。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血脉开始渐渐觉醒了，所以你需要修炼一些阴寒类地功法，那样可以将功法发挥到极致，而且也能事半功倍。吕天卓笑着朝戚薇说道。太阴圣体对于这个名词，戚薇也是第一次听说，所以她并不熟悉，不知道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没错，也是一种很厉害的修炼体质，以后你的修炼速度是普通人无法比拟的。不过你先别着急，吕大哥会找到一个适合你修炼地功法。现在确实是没有太适合戚薇修炼地功法，等以后找到的话，那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谢谢吕大哥，能有现在这样的修为，我已经很满足了。嘻嘻，小丫头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步入到了金丹期，而且马上就要到金丹的中阶了。就算是长老组中的一些长老，修为也没有自己强吧？哈哈，知足常乐，挺好。吕天卓说完之后，就去见了床单上的那抹落红。他暗叹自己真是足够幸运啊，所拥有的两个女人全都是处子之身，这么一对比，梦幻那样的货色就更加入不了他的法眼了。哎呀，吕大哥你别看了。戚薇见吕天卓在看床单上的落红，羞得要命，也顾不得身上穿不穿衣服了，赶忙下地找到一把剪刀，快速的将那块床单给剪了下来。他的这个动作跟当初的庄灵一模一样，吕天卓感到甚是好笑。他不清楚二女会将这块沾有落红的床单放到哪。微微，你身体没什么事儿吧？吕天卓关切地朝着戚薇问道。毕竟人家是第一次，而自己又没太怜香惜玉，所以创伤肯定是会很疼的。还好，就是有点疼，可能需要恢复几天吧。戚薇红着脸回答道。想起两人双修时的画面，俏脸忍不住又红了起来。不过能成为吕天卓的女人，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太令人激动了。以后自己就跟吕大哥彻底绑到一起了，还有比这个令人开心的事儿吗？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吕大哥就回做望风了，要不然我害怕忍不住再来个梅开二度。这倒是实话，看着戚薇那完美的身材，吕长老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不过现在的戚薇跟庄灵比不了，要是再来一次的话，那他还不得伤上加伤啊。因此为了保险起见，吕天卓决定会做望风，正好庄灵还在那儿等着自己呢，跟他再双修一次也就差不多了。谢谢吕大哥，我会尽快养好身体的。戚薇看着吕天卓极其认真地说道。傻丫头，好好的休息吧，吕大哥就先回去了。吕天卓起身，怜爱地揉了揉戚薇的小脑袋，随后在他的服侍下开始更衣。穿好衣服之后，又跟戚薇腻歪了一会儿，这才离开。第一，姓名戚薇，年龄55300，修为金丹期，无限趋近中阶，体质太阴圣体，已被激发，忠诚度80。与此同时，系统面板弹出了戚薇的基本信息来。令吕天卓诧异的是，小丫头的忠诚度居然已经飙升到了80，这么下去的话，用不了几天就可以顶到满哥了。当时庄灵忠诚度到100的时候，系统的特殊奖励是混沌开天区，相信等戚薇的忠诚度到100的时候，系统奖励也肯定不会差。对于这一点，吕天卓就更加期待了。虽然现在他的修为又有所突破，但吕天卓还是认为太弱了。居安思危吗？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那可不行啊。毕竟现在自己将周家的小少爷周茂给废掉了，也算是树立了一个大敌。听他们话里话外的意思，周家还是比较牛逼的家族，所以家族里面有几个老怪物坐镇，也就不足为奇了。以自己现在的修为来说，能不能搞得定他们，还真不敢保证呢。不过只要是给自己些许时间，吕天卓相信没有谁能够为难得住他。想到这儿，哼着小曲儿，加快了回去的步伐。啧，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我说天卓，你是不是得手了呀？刚进入到了屋子里面，庄灵就朝着他打趣起来。灵，你怎么知道呢？难道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不成？吕天卓赶忙来到了庄灵的身边，将她拥在了怀里。你不知道吗？每个女人身上的香味都不一样的，我在你身上闻到了微微身上的香味，所以一猜就猜出来了。真是便宜你了，那小妮子的身材一点都不输于我，而且也是处子之身，全都被你这个打色狼给占据了。庄灵白了吕天卓一眼，随后说道。这让吕长老暗暗心惊，他还以为只有自己会闻香识女人呢。嘿嘿，这还得谢谢我的乖乖灵呢，没有你的话，哪有我和微微那丫头间的故事啊？必须得好好的奖励奖励你。走，上榻。哎呀，你不是刚和微微修炼完吗？又来折腾我干嘛呀？
庄灵此时非常庆幸帮吕天卓找了其他女人，不然自己还不得被他给折腾死啊。春风一度之后，两人舒服地靠在床头。现在的吕天卓已经不在乎所谓的修炼点了，因为他发现这玩意似乎作用不是那么大了，就算是炼化几百个也没有太大的作用，还是双修来得快。这不是刚得到气微就突破了一个小境界吗？天卓，我怎么感觉你跟之前又不一样了呢？庄灵满意的依偎在吕天卓怀里，用手在他的胸口处划着小圈圈。怎么不一样了？比之前更厉害了？吕天卓一脸坏笑地问道。他确实是感觉自己更强了，要是稍微控制的话，2个时辰都不成问题。只是庄灵不扛折腾，他生怕把这丫头弄伤了，所以只能加快速度。去你的，没个正形！要说哪儿不一样了，我还真说不上来，但就是感觉似乎整个人格更加自信，有威严了。庄灵稍作考虑，随后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嘿嘿，玲就是厉害，我之前跟微微双修完，修为确实是又精进了一个小境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自己修炼的东西跟你们的有所不同。现在就算是让我对战一个元婴期巅峰的高手，我都有把握将其击败。所以的不得罪周家，我并不是很在意。如果他们真来找我麻烦的话，大不了我就大开杀戒，因为这片大陆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拳头才是硬道理。只要将他们全都打服、杀服，也就没有那么多逼事儿了。吕天卓冷冷地说道。依偎在他怀里的庄灵听了之后，都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可是我听说周家高手如云，怕是不那么容易抑郁的。庄灵还是有些担忧，周茂的背景确实是太狠了。如果宗门不选择与吕天卓站在一起的话，那事情可就麻烦了。而且他认为这一点很有可能发生，毕竟吕天卓在合欢宗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宗主他老人家会因为一个男长老从而跟周家闹翻吗？放心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还没有将我给怎么样的本事。吕天卓丝毫不在意，他相信以自己的身手可以将周家搞定。退1万步来讲，纵然不敌又能怎么样呢？有混沌开天去做后盾，他们就算是想要自己的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别可是了，连续作战我也有点累了，咱们睡觉吧。吕天卓嘿嘿一笑，随后搂着庄灵睡觉去了。为这事而劳神伤脑的，至于吗？与此同时，宗主府灵敏的规格内，这丫头眉头紧锁。师尊交代给她的任务，此时林大美女还不能确定呢，因为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自己对吕天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绝对不是普通朋友的感情，要不然的话她也不能在听说吕天卓可能被郭千羽击杀之后，那么着急去落霞峰为他讨要公道。而且当他得知庄灵与吕天卓之间关系的时候，居然有心痛的感觉，这种情况以往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难不成自己真是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个与他一同进入宗门的男人？这事儿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在此之前，林敏从来都没这么想过。怎么会这样呢？林敏有些不敢置信地轻声问着自己。按道理来讲，他跟吕天卓的接触并不算是非常多，也就是刚刚进宗门的时候一起待过一段时间而已。随后他想到了自己听说吕天卓大限将至的时候，带着人就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坐望峰，那种急切绝对不是装出来的。两人没有那么多的交集，自己要不是对吕天卓有特殊的感情，又怎么会表现出那样呢？所以此时的林敏有些纠结，他不知道要做何选择了。为了师尊，为了宗门，我还是要完成这个任务的。又沉默了一会儿，林敏终于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了。想到这儿之后，他的目光变得坚定起来。一夜无话，第二天吕天卓醒来的时候，被窝里面只剩下庄灵的体香了。看着桌上留着的美味佳肴，他的脸上露出笑意来。庄灵这丫头可真是个贤惠的女人，能得到她是自己的运气啊。煎的梳洗了一番，随后坐下来开始大快朵颐起来。吕大哥，吕大哥！就在他吃的正香的时候，戚薇那急切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过来。你这丫头干什么啊？怎么一大早就慌慌张张的呢？吕天卓笑着迎了出去，朝着他问道。吕大哥，快走，快走啊！周家人来了，庄灵姐让我过来通知你，躲躲避避风头。戚薇风风火火地跑到了吕天卓跟前，拉着他手腕就准备跑。吕长老听了之后，笑着挣脱了戚薇的手。微微，周家人在哪儿呢呀？来了多少人啊？这事儿躲肯定是躲不过去的，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看看宗门以什么态度来处理这事儿。至于怕，那是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吕天卓突破之后，他恨不得找个牛逼点的高手对练呢。他们一行10几个人，为首的好像是周家的一个什么长老，应该是元婴级别的高手，而且带来的那些人也都不弱。现在就在议事大厅呢，圣女灵敏在跟他们周旋。跟他们周旋，这不就是说宗门还是向着自己吗？想到这儿，吕天卓的嘴角上扬起来。微微，你在外面稍等我一会儿，我需要修炼一下，将状态调整到最佳，再去跟他们讲道理。吕天卓笑眯眯地朝着戚薇说道。昨天从戚薇那儿回来之后，就去跟庄灵做交流了，所以根本就没顾得上去修炼凌天剑法的第3式，连带着那个系统奖励的特殊礼包也没来得及打开呢。因此吕天卓要趁着这个空档将他们2个都搞定，如此一来自己的手段又能丰富不少，攻击力起码也能成倍增长。区区一个元婴期的周家长老，他还不看在眼里。吕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修炼呢？戚薇都快急死了，这家伙
怎么就不知道着急呢？那么多人在关心着他呢，这不是有些不着调吗？微微听话，吕天卓这么一说，戚薇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是按着他的意思在外面帮忙护法。回到屋子里，吕天卓迫不及待地打开面板，当即找到了凌天剑法的本子，将其打开到了第30那页。果不其然，已经可以修炼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点击了是，嗖，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一页直接化作一道白光，钻进了吕天卓的脑子里。领天剑法第3式，千丈孤鸣。这一次吕天卓直接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开始练了起来，剑气化重山叠影，剑啸声震百丈松林，他的威力要比第2式天河逆鳞强上1倍有余，再加上吕天卓之前修为上的突破，所能发挥出来的威力也就更大了。很快，吕天卓就将这一式练得融会贯通了。他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纵然对上绝顶高手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区区周家10几个人，他怎么可能放在眼里呢？睁开眼睛之后，眼中金光爆射，闪烁着嗜血的光芒。原本他想着直接起身就走，但还有一个系统奖励的礼包没打开呢，有林敏跟他们周旋着，也就不差这么一会儿了。所以吕天卓又迫不及待地将那个系统奖励的神秘礼包打开，里面躺着一份修炼功法，拿出来一看，烈冰诀3个大字映入眼帘。原来自己在跟戚薇双修的时候，体内多了一股霸道的寒气，所以系统给的特殊奖励就是修炼寒气的，这尼玛太人性了吧！正好自己还答应了为戚薇寻找相关地功法呢，这不就来了吗？他迫不及待地又开始修炼起这份烈冰诀来。吕天卓有种感觉，这个烈冰诀似乎跟寒冰真气有些相似之处，总之是霸道异常，配合上自己体内的那股寒气，这个功法就牛逼了。很快他就将烈冰诀练得差不多了，看了一下时间，这2个功法全都修炼完，也没花费太久。此时的吕天卓就感觉自己强大的可怕，一会儿必须得好好施展施展。想到这儿，嘎嘎怪笑2声，随后起身朝着外面走去。吕大哥怎么样了？见吕天卓出来，在外面等着的戚薇赶忙迎了上来，关切地问道：强的可怕。微微哥昨天不是答应你要给你找一个寒气修炼地功法吗？现在有了，我将它讲给你听，回去之后你就按着我说的去修炼。说完，吕天卓将烈冰诀地功法告诉了戚薇。戚薇没想到吕天卓这么快就找到了适合自己修炼地功法，心里面就更加感动了。吕大哥，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傻丫头，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啊？你可是我的女人，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走吧，让我看看这些周家人有什么牛逼的地方。吕天卓又揉了揉戚薇的小脑瓜，随后牵着他的手朝议事大厅走去。与此同时，合欢宗议事大厅内门弟子绝大部分都到位了，宗门里面的长老该来的也都来了。宗门圣女林敏则是坐在首位，宗主闭关，宗门里面的一切事务都由他来打理。圣女殿下，我家小少爷被人打成这样，你们合欢宗是不是得给我们周家一个交代啊？为首一老者就是这一次周家派过来的领头人，周家长老周茂的四叔周龙。这老家伙是元婴期中阶的修为，所以说话的时候一副屌屌的样子。虽然林敏是合欢宗的圣女，但他丝毫没有看在眼里。别说区区一个圣女了，就算是合欢宗宗主，他也不在乎。如果小少爷不是为了泡妞的话，也不会来这个二流宗门。现在倒好，小少爷居然在这儿被人给打断了双腿，这让周家情何以堪啊！因此这笔账必须得好好算算，不然的话还真以为周家好欺负呢。真是不好意思，周长老，我有点不太懂，你所谓的给一个交代是什么样的交代呢？你知道周茂为什么会被打断双腿吗？林敏眯着眼睛看向了周龙。昨天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决定，那就是不论发生什么事儿，自己以及整个合欢宗都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吕天卓这一边。我不管因为什么，都要给我以及周家一个合理的答复，要不然的话，呵呵。周龙没想到林敏居然会是这样的态度，他开始不爽起来。妈的，今天要是得不到合理的答复，他就会大闹合欢宗。来之前这家伙就已经打听好了，整个合欢宗能对上自己的似乎也就只有宗主林双里一个人了，而且鉴于周家在这儿的影响力，他相信林双里不会那么做。因此周龙可谓是有恃无恐，压根就没将这个二流宗门看在眼里。周长老，周茂之所以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那是因为他作为内门弟子要对我们宗门长老下手，这还是吕长老手下留情了呢。要不然按照我们的宗规来说，周茂是要治死的。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儿责任在周茂，到此为止。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呢？林敏看着周龙冷冷地说道。到此为止？圣女殿下，你把我们周家当成了什么呀？让姓吕的那小子出来，把他交由我们周家来处理。还有就是你们合欢宗必须昭告天下，给我们周家赔礼道歉，再做一定的补偿，要不然这事儿没完。周龙是带着任务来的，如果合欢宗答应还则罢了，如果不答应的话，他不介意打闹合欢宗。以他的修为来说，完全是有这样修为的。而在周龙身后的几个高手也将身上的气势释放出来，看那架势，似乎随时准备出手一般。整个议事大厅充满了肃杀之意，一些修为稍低的内门弟子连喘气都变得不顺畅起来。周长老，你这有点欺人太甚了。林敏的面色难看到了极致，这根本就是没将合欢宗放在眼里啊。没错，就是欺负你们合欢宗，那又怎么样呢？
如果不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我看你们这个宗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周龙直接放出狠话来，卧槽，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吗？就在这时候，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议事大厅外面传来，唰！在场众人听了这解气的话之后，全都看向了门口，他们想要知道是谁这么有骨气，给宗门的人出了口气。随后众人就见一个帅气的身影迈着方步走了进来，剑眉星目，圆臂丰腰，整个人帅气异常不说，身上还流露着令人不敢直视的霸气。这就是传说中的废物长老吕天卓吗？怎么一点都不像呢？如果这样的男人都是废物的话，那自己又算是什么呢？诸位内门弟子看着伟岸的吕天卓，陷入到了沉思当中。林敏见状，眉头皱了起来，随后看向了庄灵，自己不是告诉过他不让吕天卓来吗？这什么情况啊？不是添乱了吗？而庄灵也是一脸懵逼，他只能将目光看向了吕天卓身侧的戚薇。戚薇无奈地朝着庄灵摊了摊手，自己也劝不听吕大哥呀。对于他们的眼神交流，吕天卓也看见了，随后给了林敏以及庄灵一个安心的眼神，就朝着议事大厅周家人所在的方向走去。四叔，这小子就是吕天卓，我的双腿也是被他废掉的。周茂见到吕天卓之后，眼睛都红了起来，想起他废掉自己双腿的场景，周茂就恨不得将吕天卓碎尸万段。周茂，我们又见面了，怎么着？你这是带着外人来宗门里面找我麻烦呗？吕天卓根本就没看周龙等人，而是将目光锁定到了周茂的身上。吕天卓，在你朝我下手的时候，就应该料到会有今天这个局面吧？周茂看着吕天卓，咬牙切齿地说道：啧，你还真将自己当盘菜了呀？带着这么几个虾兵蟹将，就准备来找我的麻烦？谁给你这样的勇气呢？吕天卓毫不在意地朝着周茂讥讽道。所有人都感觉得出来，吕天卓这绝对不是在虚张声势，而是真没将这些周家人看在眼里。在他的眼中，这些人似乎如同蝼蚁一般的存在，那种轻蔑是发自骨子里面的，装不出来。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就连郭千羽都暗暗地点了点头。且不说吕天卓的本事怎么样，单单是这份胆气也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他就是吕天卓，把他给我拿下！周龙见状，直接下达了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就在周家人想要有所动作的时候，郭千羽直接站了出来，强大的气势瞬间将吕天卓给笼罩在内。元婴期的修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周家那几个人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赶忙将目光看向了周龙，因为这些人的当中，也就他的修为能对上这个元婴期的高手。周龙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没想到吕天卓居然如此棘手，原本以为合欢宗会心甘情愿将他给交出来呢，毕竟为了这么一个人与周家为敌，着实是不划算。圣女殿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合欢宗真想为了一个废物，从而跟我们周家为敌吗？哼，那样得不偿失，明白吗？他知道合欢宗宗主不在，那说了算的就是圣女，所以周老开始给林敏施压，希望他能让这个元婴期的长老知难而退。周长老所言诧异，吕天卓是我们合欢宗唯一的男长老，在宗门里面的地位那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怎么可能将他交给你们来处理呢？而且我们认为吕长老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的毛病。周茂身为内门弟子，平日里面嚣张跋扈，我们看在周家的面子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现在他居然敢对长老下手，那我们要是不正正宗规的话，传出去了，合欢宗还怎么在圣灵大陆立足呢？林敏义正言辞地说道。周茂是周家的小少爷不假，但他同样是合欢宗的内门弟子，既然如此的话，那就得遵守合欢宗的宗规。吕天卓将他废掉，合情合理合规，所以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么说，是不准备给我们周家面子了？周龙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没想到合欢宗居然会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面子得看怎么个给法。林敏眯着眼睛说道，我倒要看看你们合欢宗有什么本事罩住姓吕的这小子。唰，周龙的话音一落，人已经朝着吕天卓闪了过去。哼，想在我们合欢宗撒野，也得掂量掂量你够不够格，还不待吕天卓出手呢，郭千羽已经朝着周龙迎了上去。平，两人的右掌重重地对到了一起，发出了沉闷的响声。噔噔噔，郭千羽的修为较之周老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双掌相交之后，他被真的向后退去，而周龙只是后退了一步，就将这一掌的力道给卸下来了。咔嚓，后退了几步的郭千羽利用千斤坠的手段，将脚下的地砖踩碎好几块，这才站定身形。随后肩膀一晃，那柄湛蓝色的落霞剑出现在他的右手当中。之前在坐望峰，他就承诺过吕天卓要帮他度过这一关，所以现在就是他履行自己承诺的时候了。纵然是拼了命，也得护吕天卓周全。郭千羽的出手，包括林敏以及庄林等人在内，都是没想到的。当日在落霞峰闹得多不愉快，大家都知道，所以没人能想到郭千羽会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仙女姐姐，这件事儿让我自己来处理吧，你稍事休息。吕天卓心里也是感动不已，他也没想到郭千羽会如此。你行吗？周龙可是元婴期中阶的高手，自己使用落霞剑，未尝没有一拼之力。仙女姐姐，这是什么话？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放心吧，我就是站在原地让他打，他都不能伤我分毫。说完，还朝着郭千羽眨了眨眼。而郭长老显然没想到吕天卓会这么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登徒子嘟囔了这么一句，就退了回去。对于吕天卓那深炼体的本事，他是有所领教的。
自己已经出了最强的攻击，也不能伤吕天卓分毫。虽然这个姓周的老家伙修为比自己强上那么一点，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的。退1万步来讲，若是吕天卓真扛不住，自己再出手也不急。老鸡灯，来吧！见郭千羽撤回去之后，吕天卓朝着周龙勾起手指来。周家人被吕天卓的这个举动给干懵了，这厮是不是疯了呀？搭眼一看，众人就看出了吕天卓的修为仅仅是炼气7而已。别说周龙了，就算是双腿断了的周茂，坐着也能将这小子搞定吧？他居然跟周四爷叫板了，这不是找死呢吗？而且周龙都认为，如果自己出手的话，那真是有点欺负人啊。他可是元婴期的高手，传出去的话，那还不得让圈子里面的人笑掉大牙呀？一个元婴期的高手，却收拾一个炼气7的小卡拉米，因此他不好意思，当即撤回了回去。周阳，这小子交给你来处理了，没问题吧？落座之后，周龙朝着身侧的一个周家后辈问道：“四爷爷放心吧，我来收拾这姓吕的。”周阳应了一声，之后就朝着吕天卓走去了。他是金丹中阶的修为，虽然是周家旁系，但修为在这儿摆着呢。这种场合带着他一起过来，其实就是镀金的。只要他将吕天卓干掉，那就是大功一件。等回到周家之后，自然而然身份也就起来了。这是周龙给周阳的一次机会，所以他知道自己必须得把握住。旁系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晋升空间。这货很快就来到了吕天卓的面前，一脸笑意的说道：“吕天卓，你区炼气7，也就别做挣扎了，给你个自我了断的机会，省着死的那么难堪，你意下如何呢？”在周阳看来，四爷爷周龙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就算是合欢宗的宗主出面，这事儿也没有任何面子可言。因此，对于吕天卓来说，他的结局在动小叔周茂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如果他能自裁的话，那死的还能是相对体面一些。哈哈，我这人对自己下不去手啊，要不然我站在这儿，你帮忙效劳一下呗。吕天卓听了他的话之后，大笑着朝周阳问道：“好啊，我倒是十分愿意效劳，你稍忍着点，我很快的。看你这样子，我就知道你是个快枪手。”吕天卓一脸坏笑的说道。合欢宗一些女弟子听了这话之后，立马就明白这个快枪手是什么意思了。他们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了，吕天卓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笑话还是挺有意思的，不少人已经开始抿嘴轻笑了。虽然场合有些不太合时宜，但忍不住啊。周阳见到这种情形之后，心里面也猜了个8、9不离10，怒火瞬间就顶到了天灵盖，冷冷的说道：“吕天卓，你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这儿打嘴炮，那我就送你离开。”周阳话音一落，人已经向前跨出了一大步，顷刻间就来到了吕天卓跟前，扬起右掌，重重的朝着他胸口处拍去。这一掌他用了8分力道，别说区一个炼气7的小卡拉米了，就算是筑基巅峰的修者，挨了这么一下，也非死即伤。面对吕天卓的言语羞辱，周阳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报复方式。这是一片讲究实力的大陆，吕天卓实力不达标，还唧唧歪歪，那就是该死。平，在合欢宗内门弟子的注视下，周阳这一掌重重的印到了吕天卓的胸口之上，沉闷的响声随后转了过来。不少内门弟子已经不敢去看了，因为他们知道吕长老绝对不可能接得下来这一掌，不出意外的话，还会有血流如注的场景，影响待会儿吃午餐。咦，就这么点力道吗？怎么着？你早上没吃饭吗？与此同时，吕天卓那十分玩味的声音传了过来。这些胆小的内门弟子听了吕天卓的声音之后，赶忙抬头将目光看向了他，就见此刻的吕长老依然犹如根松树一般挺立在原地，似乎完全没有受到刚才那一掌影响，或者说是那一掌根本就没拍到他的身上。要不然的话，已经丹期中阶修为来说，效果肯定不会这么平淡。咦，怎么会这样？已经回到原来位置的周阳有些不敢置信的嘟囔道。虽然自己只用了80%的力道，但以他的修为来说，足以开山裂石了。吕天卓不过是个炼气7的小卡拉米，怎么可能扛得住呢？原本周阳的设计是用这一掌将吕天卓的内部器官全都给震碎掉，如此一来，也就算是帮小叔周茂把仇报了。自己回到周家之后，该领奖领奖，该干嘛干嘛。不过现在所发生的事儿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范围了。看着毫发无伤的吕天卓，周阳的心情可想而知，这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个奇耻大辱啊！你就这么点本事吗？不愧为周家快枪手啊，一下子就完事儿了。吕天卓看着一脸震惊表情的周阳，开始朝着他打趣起来。周阳，怎么回事？之前还稳坐钓鱼台的周龙，此时眉头也皱了起来。自己这是在给周阳立功的机会，他怎么给自己上眼药了呢？若是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的话，那周阳还有什么资格上位啊？他是自己的人，因此周龙的心情可想而知了。对不起四爷爷，刚才可能是没用上力道，这一次我肯定能将他击杀掉。周阳也是老脸一红，他都感觉自己愧对周龙的信任了，因此朝着周龙道了一声歉，随后也没跟吕天卓打招呼，第二掌直接就朝着他的胸口拍去了。这一掌周阳用了10成力道，无论如何也得让吕天卓一命呜呼。刚才自己已经够丢人了，所以他不允许再去重蹈覆辙了。第二掌的力道较之第一掌的力道可谓是成倍增长，这一次周阳有信心将吕天卓的胸膛给击穿，把之前丢掉的面子找回来。而众人赶忙看向了吕天卓，盘算着这小子能做出什么样的防御举动来。然而
令他们意外的是，吕长老依然一副笑眯眯的表情站在原地，似乎就是在等待着周阳的这一掌到来，完全没有任何闪避的念头。一些大聪明自然而然认为吕天卓被掌势给吓懵了，根本就来不及去躲避了。不出意外的话，这一次就彻底盖棺定论了。平噔噔噔，这一掌再次重重地击到了吕天卓的胸口之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然而，并没有想象中血流如注的场面，相反，周阳被反震之力震得向后连退好几步，无奈之下，用出了千斤坠手段，才站定身形。此时的周阳就感觉自己全都被震得麻痹不堪，那架势分明是自己挨了一掌，而不是主动出了一掌。他一脸惊恐地看着吕天卓，就见这家伙依然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也就是说，自己这一掌完全没能给人家造成任何的伤害。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炼体一直关注着战圈的周龙艰难地吐出了这2个字来。除此之外，他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了。只是吕天卓区炼气期的修为，纵然是修炼了炼体术，又能强到哪儿去呢？周阳那可是实打实的金丹期修为啊，被他给逼成这样。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就在周家人眉头紧锁的时候，合欢宗这边则是喜笑颜开。这小子真是可以，连我都不能伤他分毫，何况区金丹期的小家伙呢？郭千羽喃喃地说道。当日在落霞峰上，自己最后一击可以说是出了全力，但都被吕天卓给接了下来，那力道比刚才周阳的大了何止100倍，所以这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之前郭千羽还准备在吕天卓不敌的时候，他出手战术性保护呢，但现在看来完全没这个必要了，他自己就可以搞得很定。周阳这小子是炼体高手，所以别有所保留了，用最强手段废了他。周龙确定这事儿之后，直接开口朝着周阳吩咐道：他们此次前来的最终目的就是干掉吕天卓，因此使用什么手段不重要，明白四爷爷？吭！周阳应了一声，随后将一柄长剑祭了出来。他也是个剑修，所以最强攻击自然是一剑在手。当长剑出现之后，整个人的气势开始急速的攀升起来了。给老子死！集结完毕之后，周阳怒喝一声，手中的长剑挥出，直接朝着吕天卓斩了过去。在场众人无不骇然，这家伙的剑法着实是有些恐怖啊！吕天卓挡住了他之前的2击，这一次还能拦得下来了吗？在场最为淡定的当属是郭千羽了。周阳这一剑确实是很强，但跟自己那一剑不可同日而语。吕天卓都能将自己的接下来呢，这一剑又算得了什么呢？要说周家这些人当中，能给吕天卓带来危机的，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周龙，其余的人还没有这样的本事，所以自己只需要盯紧那个老家伙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无关紧要。想到这儿，郭千羽就抱着看戏的态度了，他很想知道吕天卓会怎么反击。小卡拉米，此刻的吕天卓眯着眼睛看向斩过来的长剑，吭！这一剑重重地斩到了吕天卓的头上，发出了金属碰撞的轰鸣声。吕天卓的嘴角上扬起来，同时快速地调动着体内那股恐怖的寒气，将他们聚于自己的右掌，随后朝着还有些愣神的周阳拍去。攻了这么久，该我了吧？哼！虽然吕天卓的炼体术很强，扛住了自己的攻击，但他不过是个炼气期修为的小卡拉米，攻击能强到哪去啊？因此周阳根本就不在意他的攻击，扬起右手就迎了上去。只要吕天卓主动攻出来，那就会出现破绽，自己只要是能敏锐地捕捉到破掉他的炼体术，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此时的周阳可谓是信心满满，他认为很快就可以将刚才丢掉的面子给找回来了。平！两人右掌重重地对了到了一起。就在这时候，周阳感觉自吕天卓右掌处朝着自己身体里面窜进了一股恐怖的寒气。卧槽，这是怎么回事？这寒气实在是太霸道了，直接就往他心脉的方向窜去。这要是让他们得逞的话，那自己岂还能有活路？所以他快速地调动身体里面的灵气去封堵这股寒气。然而令他更加恐惧的事儿发生了，自认为很牛逼的灵气在这道寒气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摧枯拉朽般的就被冲散了。寒气速度不减，直接奔向了他的心脉，唰！就那么一瞬间，就将他身体里面所有的重要器官给包裹住了。周阳脸上那惊恐的表情瞬间就被寒气给冻住了。之前还牛逼轰轰的金丹期高手，就这么变成了一座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冰雕。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并向外冒着丝丝寒气。整个议事大厅里面的温度瞬间下降了10几度，不少人承受不住，只能用体内的灵气去跟寒意做对抗，但饶是如此，依然被冻得瑟瑟发抖。由此可见，吕天卓的寒气有多么的恐怖。周阳，周阳！周龙感觉有点不太对头，赶忙朝着周阳呼喊道。但此时的周阳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生机了，他就是一座人形冰雕。真是不好意思，周阳已经不可能再去回应你了。吕天卓满脸笑意的来到了周阳的面前，右掌轻轻的在他身上拍了拍，轰！整座冰雕直接炸裂开来。原本那属于周阳的身体，此时变成了无数道碎冰渣，随着吕天卓的这一掌，全都在空中飘散开来。周阳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包括林敏和郭千羽在内，所有人都被吕天卓的这一手给震惊到了，一个个全都张大嘴巴，不知道应该作何反应。最为兴奋的当属是戚薇这个小丫头了，因为她体内有一股跟吕天卓一样的寒气。她没想到的是，
这股寒气居然如此霸道，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自己以后也能跟吕大哥一样厉害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加入长老组，那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吗？不堪一击，这就是你们周家的高手吗？老东西，我看还是你亲自出手吧，你这些徒子徒孙根本就不够我看的呀！此刻的吕天卓开始跟元婴期中阶的周龙叫板了，或许他还能有点战斗力，其余的太弱了。周龙听了之后气血上冲，妈的，一个区练气期的小卡拉米居然敢跟自己如此叫板，如果不将他拿下的话，自己也就不用魂了。于是再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迈着方步朝着吕天卓走去。周阳是他的培养起来的人，原本还指望着这孩子能堪大用呢，现在倒好，居然直接被击杀掉了。这事儿比对于他来说，比废了周茂更大，所以吕天卓必须的死，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周龙每踏出去一步，他对吕天卓作用的气势也就强横一分。这样的小卡拉米，自己根本就无需出手，用气势压都将他给压死了。然而令他意外的是，姓吕这小子似乎根本就不受任何影响似的，依然一副笑眯眯的表情，脸上还带有些许的不屑之色。要知道自己可是实打实的元婴期中阶修为啊，两人相差好几个大境界呢。说的难听一点，自己仅仅是用气势就能将吕天卓的尸给压出来，但现在似乎并没有奏效啊。问题出在哪儿了呢？老东西，少在这儿玩试探了，你们家小少爷是我废的，周阳也是我杀的，你能怎么样呢？吕天卓看着还在端着的周龙，极其不屑地说道。好，很好，那你就为周阳偿命吧。听了吕天卓的这话之后，周龙实在是忍不住了，话音一落，人已经飘到了吕天卓跟前，扬起右掌，轻飘飘地朝着他胸口处拍去。同样的攻击方式，但力道却是不可同日而语。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见到这一掌之后，郭千羽赶忙开口，吕长老小心啊，他也是元婴期的高手，自然明白这一掌的技术含量，如果被拍实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然而吕天卓根本就没有丝毫躲避的意思，就那一脸笑意的等待着这一掌的到来。平噔噔噔，周龙的这一掌结结实实的拍在了吕天卓的胸口之上，将他拍得连连后退。但吕天卓脸上的笑意依然没有减少，力道确实是不错，但还达不到伤他的程度，所以现在吕天卓对自己的混沌开天驱是越来越充满信心了。老家伙，你也没吃饱饭吗？力道不怎么样啊，还有别的手段了吗？站定身形之后，笑眯眯地朝着周龙问道。这老货是元婴期中阶的高手，他出手对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影响，看样子就算是元婴期巅峰的高手全力一击，自己应该也能用身体扛得下来。对于这个发现，吕天卓还是比较兴奋的。怎么可能？血肉之躯就能扛住我的攻击？周龙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肉身的强度也太牛逼了吧！他不是没见过炼体的高手，但也没谁能扛住元婴期中阶高手的一掌啊！更令人诧异的是，吕天卓的修为明明就是炼气期中阶的废物啊，那是因为你太弱了，根本就没有伤我的能力。对于自己的防守强度，吕天卓有了认知，那么接下来就得试试进攻能力了，看看能不能将这个元婴期的高手废掉。弱这个字对于周龙来说可谓是非常小众的，一个元婴中阶的高手居然被人说是弱鸡，这让他情何以堪啊！原本被吕天卓接下来那一掌就够丢面子的了，现在又被他如此羞辱，怒火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今天要是不能将这个小子给拿下的话，自己也就不用魂了。想到这儿之后，周龙不再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将气势提升到了巅峰状态。今天他不仅要收拾吕天卓，还要给何欢宗一个下马威。妈的，周家是那么好欺负的吗？所以到这个程度，也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那属于元婴期中阶的气势一出，整个议事大厅的气氛就更加压抑了。不少内门弟子感觉自己有些承受不住了，原本他们还在为能进入到内门而沾沾自喜呢，但现在才发现自己的修为确实是欠缺的太多了。吕天卓，你现在跪下来道歉，或许本座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不然杀无赦。周龙此时犹如天神下凡一般，俯视着吕天卓，冷冷地说道：就凭你还没有这个资格？这样的气势对于吕天卓来说完全就没有任何压力。姓周的这个老家伙太把他自己当回事儿了，收拾他凌天剑法的前2招就足够用了，根本就不需要第3招。好，够狂，那就让本座看看你有什么跟我叫板的资本。周龙说完之后，再次迈步朝着吕天卓走去，他的身上的气势铺天盖地的朝着吕天卓压去，他倒想看看这小子还能装到什么时候。又是这套路，真是老土啊！吕天卓脸上的不屑之意就更浓了，装逼也不分对象吗？看来这些元婴期的高手们都高高在上惯了，将他们自己当成了神仙。今天就好好的给这个老东西上一课，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区区一个元婴期中阶的老东西，还不配用这样的方式跟自己装逼。此时的吕长老已经做好了出剑的准备，不过他并没有着急，这老东西不是喜欢装逼吗？那自己就让他装一会儿呗，装得越大摔得越重，哼，我看你能狂到什么时候。说完之后，周龙就继续往前迈步，而往吕天卓身上积压的气势也就更强了。他相信以自己的修为足以将这个小子的势给压出来。踏踏踏，这样的迈步声音一下又一下的敲击着在场所有人的心脏。而吕天卓是主角，
自然是更加的首当其冲了。此时的吕长老嘴角微微上扬，老东西还跟自己玩上兵法，我去你妈的吧！感觉距离差不多了，吕天卓也就没有耐心看他继续装逼了，大骂一声之后，整条右臂快速挥出，正是凌天剑法的第一式云雀惊鸿。轰一声闷响传来，之前还迈着方步装逼的周龙直接被这一剑给劈飞了出去。卧槽！在场众人无不惊呼出声，这啥情况？随便一挥手就将一个元婴期的高手给干飞了，那得是什么修为才能办到的呢？众人感觉自己的大脑有点不够用了，一个个就那么呆呆的看着吕天卓，同时在心里面默默的计算着他的修为。当然最为诧异的自然是当属灵敏了，他之前还搞不懂师尊为什么如此看重吕天卓，现在似乎是有些理解了，看来吕师兄强的不仅仅是练体术和炼丹啊，手段同样不遑多让。原本心里面还有点纠结的他，似乎在这一刻找到了想要的答案来，随即他看向吕天卓的目光都变得柔和了不少。唰！就在众人全都惊诧于吕天卓手段的时候，被劈飞的周龙又飘了回来。这老东西没有之前的嚣张了，整个人看上去灰头土脸的。虽然这一击没让他受什么伤，但也是真的气血翻腾，而且面子彻底被人家给当成了鞋垫子。因此此刻周龙的情绪就可想而知了。吕天卓，你该死！周龙就那么站在吕长老面前，一字一顿的说道：我他妈都这么羞辱你了，有什么手段就尽管使出来吧，还在这儿逼逼赖赖的，你不嫌烦我还嫌呢，别逼逼了，出手吧！吕天卓极其不耐烦的说道。这老货真是能撑得住气啊，都被劈飞了，回来还能情绪这么稳定，要是换做自己的话，早就有什么手段上什么手段了。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那就是非暴力不合作了。如你所愿！周龙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一晃肩膀，手中出现一柄长剑。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身上的气势再次暴涨，看得出来这老家伙也是个比较强悍的剑修，但他所修炼的剑术跟吕天卓的凌天剑法相比，那差的就不是一两个档次了。待周龙朝着吕天卓攻过来的时候，吕长老已经忍不住了，你也是用剑的，那就比比咱们谁的剑法更厉害了。天河逆鳞！吕天卓随即用出了凌天剑法的第二式来，他认为这足够能解决周龙了。嗡嗡嗡，剑势似银汉倒悬，任过处引现龙形气劲，直接呼啸着朝冲过来的周龙迎了上去。轰！巨响声再次传来，周龙的剑势在这一招前根本就不堪一击，所形成的剑气摧枯拉朽般就被灭掉了。紧接着剑势不减，将周龙手中的长剑劈了个粉碎。噗！在接触到周龙的一刹那，这老货一口鲜血就飙射出来了，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直接就倒飞了出去。哐！滑行了很长的一段距离之后，重重的撞到了墙壁之上，根本就没能做出任何反应来，直接就晕死过去了。要不是他实力足够强悍的话，这一击就足以要他性命了。不过现在尽管是没死，但伤得不轻，能不能再次恢复到巅峰状态，那就不得而知了。静！整个议事大厅死一般的宁静，几乎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元婴期的高手就这么被废掉了。看吕天卓那架势，一共就出了2招，第一招是将周龙给震退，显然这一招算是留手了，但那老东西不知死活，还想要拼一把，所以这才有了吕天卓的第2招。这招既出，直接就将其废掉了。现在没有人敢去估算吕天卓的境界在哪个层面上来，因为他完全有一击秒掉元婴期中阶高手的能力。长老，长老！周家跟着来的那些人见状之后，赶忙跑到了周龙跟前去大声呼唤，但这根本就无济于事，因为吕天卓这一剑的力道确实是够狠。周龙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想要醒来的话，那就得一段时间了。吕天卓没有去理会那些人，而是笑眯眯的来到了周茂的跟前。周大少，没想到我们第2次见面居然会以这样的形式，看样子你对我给的惩罚还是有些不太满意啊，要不然也不至于找你们家族长老过来报复。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再对你惩罚一遍，争取做到让你满意为止。不知道这样你意下如何啊？你听听，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双腿已经被废掉的周茂此时已经开始在心里面骂娘了，但他知道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姓吕的这老东西绝对是说得出做得到。怎么办？还是老老实实的认怂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吕长老，咱们之前的都是误会，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我对程莹那绝对是真感情，但既然她是你的女人，我退出就是了。这件事儿到此为止，不知道吕长老意下如何呢？哗！听了周茂这话之后，一片哗然。原本内门许多人都不知道3朵金花之一的程莹跟吕天卓有关系，现在算是被周茂给公布于众了，不少人忍不住惊呼起来。程莹是多少人的梦中情人啊，现在居然被吕天卓给捷足先登了，心里面难免会有点不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仅从刚才吕天卓的出手来看，人家还是有这个实力的。妈的，自己要是也能一招秒掉元婴期的高手，那也就有追求程莹的资本了。只能是怪自己太菜了，还能怪得了谁呢？而林敏听了之后，面部表情抽动了一下，按道吕师兄还是真够忙活的了，一个庄灵还不够，现在又加上一个程莹，而且从之前戚薇的表情来看，这丫头8成也对他有好感。以前籍籍无名的一个废长老，现在居然变得如此抢手了，还
还真是造化弄人。但在这个以实力为尊的世界里，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要足够强大，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都可以由你来制定，何况是几个美女呢？专一并不是说你多痴情，只能说你实力不够。所以林敏心里面很快就释然了，只要自己能在吕天卓心里面有一席之地，那就够了。而且林敏有理由相信自己是特殊的一个，毕竟一批入门的人都知道他是吕天卓的白月光。想到这儿，他的嘴角上扬起来，我去你大爷的，自己可以不要面子，但程英的要面子。周茂这么一说，那就等同于在宗门所有人面前将这事儿给官宣了。当然吕天卓倒是无所谓，但他怕程莹下不来台啊，因此必须得好好惩罚一下周茂，不然都对不起他这张破嘴。想到这儿之后，吕天卓不再犹豫，双手快速地抓住了他的胳膊，咔嚓！还不待周茂明白怎么回事呢，吕天卓已经从手肘位置用力一掰，骨头断裂声音瞬间传遍了整个议事大厅，而周茂那非人般的惨叫声也传了过来，整条右臂直接就耷拉下来了，算是废了。仅仅是掰断一条手臂，显然吕天卓很不甘心，就在他还嚎叫的时候，将他另一条手臂也给抓了起来。周茂很想求饶，但人家压根就没打算给他这个机会。咔嚓，熟悉的声音再次传来，这一次周茂算是废得很彻底了，双腿和双臂全都断了，想要恢复巅峰怕是不太可能了。周家其余那几个人全都吓得瑟瑟发抖，这哥们出手未免也太狠了吧，而且手段还牛逼，就连长老周龙都被他给干废了，自己算个屁啊。他们甚至想跪下来给吕天卓磕头道歉了，只要不收拾自己，那怎么着都行。然而吕天卓的话让他们收起了即将下跪的双膝。冤有头债有主，今天的事儿跟你们几个没关系，回去之后如实将情况禀告给你们家主，如果不服气的话，大可以再过来找老子麻烦，只要他们能将我击败，这都不是事儿。但若还不是我对手的话，哼哼，周阳和周龙就是他们的榜样。听清楚了吗？清楚了，清楚了。只要不废掉他们，带几句话又算得了什么呢？滚！谢谢，谢谢吕长老。几人道了谢之后，抬起周茂和周龙二人，就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外面跑去。至于周阳，那是连具尸体都没能留下来，所以他们也就顾不上了。哗！等这些人来离开之后，内门的这些弟子们开始自发的鼓起掌来。吕天卓刚才所做的事儿实在是太有排面了，将元婴期的高手都给灭掉了，那是多大的荣耀啊！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他就是在场所有人的偶像，连带着整个宗门的面子都被这一举动给抬了起来。吕师兄，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强，连周家的长老也不是你的对手，佩服佩服啊！林敏边鼓掌边上前，他是个敢爱敢恨的人，所以主动权必须得掌控在自己的手里。运气好，运气好而已。果不其然，被白月光这么一夸奖，吕天卓的老脸居然红了起来，他的这些微表情全都没能逃过林敏的眼睛。看来师尊说的没错啊，师兄果然对自己有着不一样的感情。想到这儿，林敏心里面暗暗窃喜起来，这样优秀的男人他可不能错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何况师兄击败周龙，那完全是凭的硬实力。那老家伙可是元婴期的高手，咱们整个宗门里面元婴期高手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而且能将周老击败的更是不足3个，所以师兄你就不要过分的自谦了，合欢宗能有你，那是整个宗门之幸啊。林敏直接将吕天卓上升到了全宗门的高度了，可以说是给足了他面子。吕长老一时间有些飘飘然了，谁能扛得住这样的夸赞呢？这算什么啊？如果他能扛得住，我还有其他的绝招呢。如果周家人敢再来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好说话了。吕天卓极其霸气地说道。现在的他就想在林敏这个白月光面前好好证明一下自己。我相信吕师兄有这样的实力，你们相信吗？相信，相信，相信。内门的弟子们听到林敏的问话之后，全都情绪高涨地吼了起来，一个个热血沸腾，极其渴望成为吕天卓这样的男人。别这样，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吕天卓赶忙摆手，这白月光夸赞的后劲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吕长老感觉有些承受不住，这么下去可还了得。今天这件事儿到此为止，大家回去之后也就别太讨论了。之前关于吕师兄卧病在床、大限将至这件事儿，我需要帮忙解释一下。这40多年来，师兄确实是不曾下作望风，但那并不是因为什么大限将至，而是一直在闭关苦修。至于效果，相信大家刚才都看到了吧，所以他应该是你们每个人的榜样。只有个人修为强了，咱们合欢宗才能更强，明白吗？林敏直接亲自出面帮吕天卓澄清了，这个举动无疑让大家对吕长老的好感更上一层楼。吕天卓心里面还是比较感激林敏的，自己的名声终于可以正了。明白？内门的这些弟子谁没听过关于吕天卓有多废物的传说呢？现在这个谣言被圣女亲口给打破了，他们对吕天卓的崇拜也就更深了，几乎每个人都想成为跟吕天卓一样的人，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吕师兄，你也传授一下修炼的经验吧。一向以冷漠著称的林大圣女此时一脸笑意地看着吕天卓，他这展颜一笑，不少男弟子都定格在原地了，包括吕天卓也是。美，实在太他妈美了，这就是冰山融化的样子吧？众人都以为自己看错了呢。吕师兄，吕师兄。对于吕天卓这样的反应，林敏还是比较欣慰的，看来自己在他心里面
确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如此一来，那接下来的事也就好办多了啊。好，那我就说2句。其实我这个人修炼天赋也是平平无奇，但我知道勤能补拙，所以我用这40年的时间潜心修炼，这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你们的修炼天赋都比我要好，没有理由落后于我，所以大家努力吧，终有一天会变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装逼吗？这个事儿吕天卓在行，随便整几句心灵鸡汤就可以了。反正在地球的时候，这种鸡汤他没少喝。哗，你看这雷鸣般的掌声不就来了吗？随后吕天卓又说了几句，内门的弟子们才被林敏放出去。吕师兄，周家不是一般的家族，这事儿肯定不可能到此为止，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商量一个对策的。要不然你跟我去一趟宗主府吧，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由于庄灵和郭千羽这样的长老还在，所以林敏提出让吕天卓跟他一起回宗主府。对于白月光这样的邀请，吕天卓怎么可能拒绝呢？所以自然是一口应承了下来，随后还朝着庄灵使了个眼色，这也是害怕庄灵误会，该解释也得解释嘛。那几位长老就先请回吧，等我们有对策之后会通知大家的。林敏看着庄灵几人，眯眼说道。此时他心里面甚是得意，起码在这一轮上自己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众人也不好说什么。宗主不在，圣女就是宗主，所以他的命令大家还是要听的。于是全都跟林敏打了声招呼，这才离开议事大厅。吕师兄，你现在的修为怎么如此之强呢？难道经过40年的修炼，已经到达了元婴期？等众人全都离开之后，林敏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真是令他羡慕不已啊！自己是9阴玄脉的拥有者，而且近年来他也修炼极为刻苦，但现在也还没能摸到元婴期的门槛呢。吕天卓居然比自己先了一步，而且更令他不解的是，吕天卓的修为明明是在炼气期中阶上啊，那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迫切的想要让吕天卓帮忙解惑，哪有那么快啊？其实我的修为现在也不过是金丹期而已，只是修炼地功法有些特殊，所以才会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敏敏，咱们边走边聊吧。吕天卓笑着说道。他并没有对林敏全盘托出，白月光归白月光，但他还不同于庄灵，如果关系到了和庄灵一样的地步，那吕天卓肯定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随后两人离开议事大厅，朝着宗主府走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林敏完全成为一个倾听者，而吕天卓则是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全都跟他讲了一遍。尽管如此，林敏也是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吕天卓躺在病床上这40年居然发生这么多事儿。吕师兄，你不会怪我在这40年当中一直没过去看你吧？说到这儿，林敏心里面还是有些过意不去的。忙确实是忙，但也不至于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说白了，可能当时他并不认为吕天卓在自己心里面有那么一席之地吧？怎么会呢？知道你被宗主选为圣女之后，就格外忙，这都可以理解。而且当时我那样子，你来不来都没一样。吕天卓心里面确实是没怪林敏，而且自己能激活童子，那也得感谢他。若不是他来主动的看自己以及拥抱自己，估计现在依然在床上躺着呢。而且等1年之后，也就直接撒手归西了，哪能有现在这样的辉煌？哎，师尊说我是9阴玄脉拥有者，修炼事半功倍，但直到现在为止，我也没能感受到这个9阴玄脉有什么与众不同。我的修炼速度还是很缓慢，到现在也没能突破至元婴期。这样下去的话，我怎么能接任宗主之位呢？林敏一脸无奈地说道。当自己被选为圣女的时候，她激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师尊说自己是特殊体质，这就让林敏更加对修为神往不已了。刚开始的时候，她的修炼速度确实是比较快，在没用任何丹药的情况下，很快就步入到了金丹期的境界。这对于林敏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在她看来，突破至元婴期应该不会有什么难度，但事实证明，她确实是想多了。当修为进入到金丹期中阶的时候，不论再怎么去努力，都无济于事，修为直接停滞不前了。无奈之下，师尊凌霜里为林敏准备了不少丹药，但即使是这样，她的修为速度依然增长得很缓慢。这么多年来，堪堪突破至金丹期的巅峰，而且再无松动的迹象。不知道这个瓶颈期，她得停留多少年？原本的优势现在几乎荡然无存了。因此，现在的林敏十分焦虑。纵然师尊将宗主的位置交给自己，她都无法胜任。所以在师尊的开导下，她决定将希望寄托到吕天卓的身上。如果真能像是师尊所说的那样，吕天卓可以帮忙撑起合欢宗，那嫁给他又何妨呢？就在林敏跟吕天卓叙述这些的时候，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又响了起来。吕天卓听了之后，精神为之一振，看来自己这是又来任务了，迫不及待地进入到了系统面板，将未读信息打开。姓名林敏，年龄92300，修为金丹期巅峰，地位合欢宗圣女，宗主指定接班人，体质9阴玄脉，突破元婴境才能激发，忠诚度10。系统任务：助林敏激发9阴玄脉。系统奖励：凌天剑法第4式。系统神秘礼包。果不其然，又来活儿了。关于林敏的这个系统任务，跟之前的7微任务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不过是需要将林敏的修为提升到元婴期，才能激发他的9阴玄脉体质。这对于吕天卓来说，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毕竟元婴期不同于金丹期，
想要突破还是费一番周折的，但只要有任务，那就没问题，自己努力就是了。成功了的话，奖励还是十分诱人的。系统给的那些神秘礼包，从来就没让人失望过。敏敏，据我所知，特殊的体质并不是说激发就能激发出来的。你的九阴玄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还没能得到彻底的激发，所以才会没什么特殊的表现。如果你要相信师兄的话，我回去之后好好的研究一下，炼制几枚符合你的丹药，作为辅助，帮你突破元婴期，那样或许就可以将九阴玄脉体质给激发出来了。吕天卓并没有将话说得太满，还是要留有一些余地的，等成了之后再去装逼也不迟啊。其实以现在吕天卓的手段来说，想要帮助灵敏突破至元婴期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简单点的说，只需要两人双修一次，铁定能直接突破至元婴期。但这个并不太现实，毕竟两人还到那一步，所以这就得需要一段时间了，还是以丹药来辅助吧。当然，吕天卓在心里面也认准了灵敏是自己的女人，男人心中的白月光，地位还是比较特殊的。吕师兄，你说的是真的吗？灵敏听了吕天卓的话之后，瞬间开始激动起来了。如果他所说的真的，那自己又可以充满期待了。当然是真的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所以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只是咱们合欢宗的炼丹材料有限，这大大的限制了我发挥，不然的话，速度肯定能更快。这倒不是吕天卓找理由，事实就是如此。合欢宗不过是凌霄大陆上的一个二流宗门，不论是修炼资源，还是那些炼丹资源，跟第一梯队的宗门以及世家无法相提并论。若是能弄到牛逼点的材料，吕天卓完全可以炼制出更加厉害的丹药，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以吕天卓现在的修为来说，他还并不想出去闯荡，毕竟凌霄大陆上的高手实在是太多了。以他现在的修为来说，遇见更牛逼的高手，他害怕应付不来。小心驶得万年船，自己明明有无敌的机会，所以稳着来就是了。那吕师兄炼丹都需要什么材料呢？师尊那边有不少天材地宝，如果可以的话，我问他要一些。灵敏好不容易找到了希望，他怎么可能错过呢？只要师尊有的，他应该是都能要出来。为了突破，这丫头也是拼了。等我回去之后，给你列一份详细的单子，凑凑看吧。吕天卓稍作思考，随后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没问题，你把单子列出来就可以了，我会想办法弄到的。见吕天卓应承下来，灵敏心里面就更加高兴了。说实话，他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居然还要找吕天卓来帮忙。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宗主府，灵敏直接将他邀请到了自己的闺房之中，这也说明他将吕天卓当成自己人了。而吕长老落座之后，闻着那股灵敏身上独有的清香，立马有些心猿意马了。这可是自己的白月光啊，现在能这么近距离独处，那种感觉别提多爽了。吕师兄，你先喝茶，我去换身衣服。很快，灵敏将一杯灵茶放在了吕天卓的面前，随后他就去内阁换衣服了。吕天卓闭上眼睛，猛吸气，他要切实的感受那股香味儿。什么灵茶，能赶得上这样的香气啊？过了没一会儿，换了一身较为休闲的衣服，没有之前那套那么正式，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这就更让吕天卓上头了。目前自己接触的这几个女人各有特点，要么成熟，要么妩媚，要么童颜巨 X， 要么邻家女孩，自己真是艳福不浅啊。他不得不再次感叹，这40年自己躺得太他妈直了。吕师兄，吕师兄！就在吕天卓躺着哈喇子傻笑的时候，灵敏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才让吕长老从歪歪中回过神来。不过好在他现在练的脸皮够厚。怎么了，敏敏？我脸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要不然的话，你怎么盯着我不错眼珠呢？灵敏看着吕天卓，笑着问道。如果被宗门的弟子看到冷艳的圣女这副样子，估计他们都得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因为在这些人的认知当中，灵敏似乎天生就没有笑这个表情，不论是对谁都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她也是3朵金花当中最为难接触的一个，纵然没当上圣女的时候亦是如此。嘿嘿，敏敏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师兄就忍不住多看了一会儿。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吕天卓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初哥了，他能感觉到灵敏对自己绝对跟其他人不一样。既然如此的话，那自己就主动一点呗，为何不掀起他浪花一朵朵呢？最终的目的是将当初的白月光变成自己的女人，因此这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该赞美就赞美。有的时候在和心仪对象交往过程中，3寸不烂之舌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吕师兄真会讨女孩子欢心啊，庄长老就是被你这么骗到手的吧？在说这话的时候，灵敏心里面还是醋意十足。所以说女人就是奇怪的动物，不要轻易揣测她们内心的想法，如果那么容易猜对的话，也就不会有女人心似海针这句话了。明明此言差矣，我和玲玲那都是他主动，师兄的魅力就如同暗夜中的萤火虫一般，根本就按捺不住，这绝对不是哥在吹牛。吕天卓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看得灵敏都想笑。师兄的魅力确实是不小，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因为3朵金花之一的成营去跟周茂发生冲突。而且据我观察，另一朵金花戚薇与你关系也匪浅吧？一个人眼神是骗不了的人的。灵敏很敏锐地捕捉到了那几个美女看向吕天卓时候的眼神，包括郭千羽在内，他都注意到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宗门里面那几个极为优秀的女生都被自己这个当炉鼎的师兄给吸引住了。
哎，哥也想低调啊，但不是说了吗？奈何魅力实在是太大了，他们需要突破，我就帮忙给了几枚自己炼制的丹药，仅此而已。我真没有主动去做其他的呀。在自己白月光面前，吕天卓还是比较低调的。吕师兄炼制的丹药一点单独都没有，这一点就不是那些所谓的高阶炼丹师所能比拟的。炼体又可以轻松接下元婴期高手的攻击，本身还有极强的战斗能力，一招解决周家长老。你的这些战绩，随便拿出来一份都足以令人心动，而这么多结合到一起，那可能就是凌霄大陆上绝无仅有的存在了。谁能不对你动心呢？林敏悠悠地说道。那你呢？对我动心了吗？吕天卓脑子一抽，直接问出了这个问题来。问完之后，吕天卓就有点后悔了，自己这张破嘴啊，这不是让人家林敏难堪的吗？女生都是矜持的，这么问有点太过分了。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还怎么往回收啊？所以吕天卓只能是硬着头皮。若是一会儿挨骂的话，那就说开玩笑的，还真有点动了。就在吕天卓准备好挨骂的时候，林敏给出了他的答案来。啥玩意？林敏对自己有点动心。卧槽，自己是不是出现了系统副作用，直接幻听了呀？林敏在宗门里面有多么高冷，吕天卓可是知道的。入门的时候就是如此，这些年就没改变过。他之前跟自己说话的时候也没什么笑模样，但现在居然说对自己有点动心，吕天卓不惶恐就怪了。敏敏，你说什么？我刚才有点没太听清楚。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吕天卓赶忙再次朝着林敏问道。我说我对你有一点动心。林敏自然知道吕天卓心里面想些什么，所以他也没去扭捏。鉴于吕天卓这几天的表现，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而且因为修为的增加，他的样子完全恢复到了年轻时候，极其帅气，有男人味儿不说，身上还有一股独特的气质，因此林敏对他确实是有些心动。这跟师尊交代的任务没有太大的关系。啪！令林敏诧异的是，吕天卓在听完了自己的话之后，居然直接扇了他自己一个耳光。这是干嘛啊？不就是表白了一下吗？至于自残吗？师兄，你这是……我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要是做梦的话，一巴掌下去也应该醒了。吕天卓如实的回应道，面颊上的疼痛令他清醒过来，确实不是在做梦。也就是说，林敏对自己所说的话全都是真的。呵呵，我林敏说的话还有人怀疑吗？不过师兄，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林敏看着吕天卓，朝着他问道。当讲，当讲，什么都没问题。此时的吕天卓完全就变成了恋爱脑。其实想想也是，如果你的白月光跟你表白的话，你会是什么反应呢？你也知道，我是咱们合欢宗的圣女，不久的将来我要接任宗主之位，但以我的能力来说，想要掌控整个宗门还是欠缺火候的。所以我想师兄你帮我，咱们一起将合欢宗发扬光大，争取将其带入到第一梯队里面。不知道吕师兄能不能答应我？林敏说完之后，定定地看着吕天卓，等待着他的回应。那是必须的呀，你放心，敏敏，你的事儿那就是哥的事儿，保证没有任何问题。吕天卓还以为是什么难事儿呢，这是义不容辞的呀，帮着媳妇儿搞事业，那太理所应当了。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只要有吕师兄在，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见吕天卓应承下来，林敏悬着的心也就彻底放了下来。他也没想到师尊交代的任务，自己这么快就完成了。放心，敏敏，你一定会是凌霄大陆上最亮的那颗星。吕天卓看着林敏，极其认真地朝着他保证道。谢谢吕师兄，怎么还叫我师兄呢？叫天卓哥。天卓哥。林敏红着脸，还是按着吕天卓的意思叫了一声。哎沃日！吕天卓听够了之后，就感觉自己的骨头都酥了。现在就算是林敏要他俩腰子，那这厮都会毫不犹豫地给他，同时还得暗恨自己为啥就长了呀。来，哥抱抱。这尼玛还矜持个鸡毛了，确立关系抱抱怎么了？随后将林敏揽入怀中，就是那种很单纯的抱抱。在这个过程当中，吕天卓将眼睛都闭了起来，纯是用心去感受。刚开始的时候，林敏还有那么一丢丢的抗拒，但感受到了吕天卓那股真诚，他自然也进入到了状态当中。两人全都闭上了眼睛，那么轻轻地相拥在一起，感受着彼此强有力的心跳声。直到此刻，吕天卓还是觉得有些不太真实，这么轻易就将白月光给拿下了，放在之前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拥抱了很长时间之后，两人才分开。林敏俏脸通红，用手扶了扶有些凌乱的刘海，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窘迫。敏敏，我就不在这儿多待了，回去之后会整理出来一份清单给你，把炼丹所需要的材料全都列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再去想其他的办法。吕天卓笑着说道。今天能有这样的战绩，吕天卓已经是心满意足了。这玩意得循序渐进的来，要不然再让林敏认为自己是登徒子，那就得不偿失了。心急吃不了臭豆腐嘛，这个道理他还是明白的。好，天卓哥。这一声又把吕天卓的骨头都给叫酥了。能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为他炼制几枚丹药又怎么了？乖，等哥。吕天卓说完之后就往外走去，整个人感觉轻飘飘的，双腿似乎都没有任何力道了。被白月光表白就是这种感觉吗？可真他妈爽，几家欢喜几家愁。就在吕天卓飘飘然的时候，周家大厅里却是鸦雀无声。周龙此刻还处于昏迷状态，周茂则是四肢全都被废掉了。家族中很有天赋的周阳
落得尸骨无存。这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打击不可谓不大啊。周家家主，也就是周茂的爷爷周万里，面沉似水。周家那也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就是那些一流宗门的宗主们，也得给自己几分薄面。现在倒好，周家的脸居然被二流宗门合欢宗快给打烂了，这让他情何以堪啊！这事儿在江湖中传开的话，那周家还有何颜面可言啊？轰！气得他一掌将面前的茶几拍了个粉碎，随后怒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龙的本事他是知道的，那也是元婴期中阶的高手啊，纵然是对上合欢宗宗主，也不至于吃这么大的亏吧。所以他迫切的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周家这样的家族，谁敢不给面子啊？之所以让孙子去合欢宗，那就是为了满足他的小嗜好，说白了，那就是玩票性质的。哪成想会被人在宗门里面敲断四肢。长老周龙去和合欢宗理论，还被人打成重伤。最令周万里不爽的是，年轻一辈中优秀的周阳连尸体都没能带回来，这样的亏，他们周家什么时候吃过啊？如果这个仇不报的话，周家以及自己今后还怎么在圈子里面立足呢？因此周老爷只有这样的愤怒，也就不足为奇了。那几个跟着周龙一起去合欢宗的周家人，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他们从来没见家主发这么大的火，太恐怖了。是一个叫吕天卓的家伙所为。一个中年人鼓足勇气将吕天卓的名号报了出来。又是吕天卓。听到这个名字，周万里咬牙切齿。之前孙子周茂被人打断双臂，就是这个吕天卓所为。没想到现在又是他，这个梁子杰的可谓是不死不休了。不过气归气，周万里还是没有失去理智的，能将周龙重创，那没有点本事是不可能做到的。周龙可是元婴期中阶的实力，虽然刚突破没多久，那也是实打实的高手。姓吕的这家伙能有如此表现，看样子修为最低也得在元婴中阶啊。合欢宗还有这样的人物，之前真是没听说过。看来得先将周龙弄醒，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平复了一下心绪之后，直接道：“把周长老给抬进我的房间里，我要为他疗伤。”众人不敢怠慢，赶忙将昏迷的周龙抬进了周老爷子的房间里。周万里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动作，直接将右掌抵在周龙的胸口上，随后将体内那磅礴的灵气直接给渡了过去。没一会儿，周龙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见差不多了，周万里则是将右掌收回，静静地等待着周龙醒来。很快，周龙就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当他见到周万里的时候，面部表情羞愧难当。对不起家主，我给咱们周家丢人了，这么点事儿都没能办好。周龙心里有亏啊，自己好歹也是周家长老，元婴期的高手，结果被合欢宗的一个小卡拉米拿捏，这让他情何以堪啊？都感觉对不起家主周万里的信任。说怎么回事？那个叫吕天卓的真有那么强？对于这一点，周万里显然是持怀疑态度。对于合欢宗这个宗门，他还是有所了解的，不然也不会把孙子送到那儿。除了宗主之外，根本就没什么高手。就算是加上那个新宗主周龙，应该也差不多可以横扫整个宗门。至于什么吕天卓，他更是连听都没听过。周万里不相信合欢宗里面能突然冒出一个元婴期巅峰的高手，那放在圈子里面都是个大新闻了，合欢宗还不得疯狂宣传啊？因此他迫切想要通过周龙来了解整件事儿的始末。强，他确实是很强，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号人物，像是突然冒出来似的。我跟小茂了解了一下，这小子之前就是合欢宗内门女弟子练功的一个炉鼎而已。老宗主念在他将一辈子都献给合欢宗的份儿上，所以破例提拔他为宗门的长老，也是合欢宗唯一的男长老。吕天卓已经瘫在床上40余年了，都以为他大限将至，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他开始活跃起来了。周阳跟他交手的时候，被他一掌拍成了粉末，那股寒气令人心悸。而这小子还是一个炼体的高手，用肉身硬接了我一掌，毫发无伤。当我祭出长剑的时候，他随后一挥，一道极强的剑气就将我给震退了。当他第二次出招的时候，我就彻底失去了知觉。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周龙就更是羞愧难当了。堂堂元婴期中阶的高手，被一个名不经传的家伙这么就给秒了。什么？周万里听了周龙的话之后，直接惊呼出声。令他惊诧的是，吕天卓居然还是一个炼体高手，这有点不太符合常理啊。别说区合欢宗了，就算是整个凌霄大陆，他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能人啊。家主，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周龙还以为周万里不相信呢，所以赶忙朝着他解释道：妈的，要不是真的话，他可不愿意将这样的屎盆子扣在身上。这对于周龙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我知道，只是合欢宗什么时候有这样的高手了呢？这个宗门什么样，你应该是知道的吧？能算得上高手的，充其量也就宗主一人而已，其他的修为都是泛泛之辈。这个吕天卓就是个炉鼎，怎么可能有那么强的修为呢？真是令人费解啊！能不能是小茂的信息有误呢？周万里百思不得其解，一个炉鼎能这么厉害？从周龙的描述当中可以判断出来，吕天卓的修为很有可能是在元婴期巅峰上。如果真是那样的修为，纵然是自己出手，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吧。因此这事儿还真是有点棘手了呢。总不能亲自去合欢宗找吕天卓吧？赢了还好，万一自己也输了，那颜面何存啊？这个真不好说。姓吕的小子邪门的很，这么多年来我也见过不少高手，但从来没有哪个跟他一样，完全看不出深浅来。还有更令人诧异的事儿，
他的修为从表面上看去，只不过是炼气期的小卡拉米而已，谁能想到能那么牛逼呢？周龙仔细地回想了一下，就越发感觉吕天卓不一般。他的修为到底是怎么隐藏的呢？为什么给人感觉就是一个炼气期的废物呢？看来这小子有些手段啊！如此说来，还真不能冒进呢。周万里越听越玄乎，原本打算直接就去找吕天卓报仇呢，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事儿还真得搁浅了，必须从长计议。万一去找吕天卓再栽一次跟头的话，这个打击周家可承受不了，得有完全的把握，再去进行下一次尝试。再说吕天卓回到坐望峰寨之后，直接来到悬崖下的寒潭里面。此时他认为自己需要好好的冷静一下，而寒潭水正是最佳道具。被寒潭里面的水一抛，吕天卓瞬间就冷静下来了。至此他可以确定刚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自己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居然主动表白了，他妹的，还是有童子牛逼呀，要不然哪有这样的待遇？吕天卓不禁感慨起来了，有了系统之后，自己就成为了真正的寡逼，不然的话，像是庄灵这样的美女怎么可能搭理他呢？所以此时的吕长老异常感谢这一套命运对冲系统，如果没有他的对冲，自己怎么可能改变命运呢？当然，这套系统也间接改变了几女的命运，因为跟了吕天卓之后，他们也会各自踏上属于自己的巅峰。当下吕天卓还有2个系统任务要做，一是帮郭千羽打开心结，自己可以得到神级阵法特殊礼包；二是帮着林敏突破至元婴期，得到的是凌天剑法第4式系统神秘礼包。这2个奖励对于吕天卓来说都是十分期待的，因为不论是哪个都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自己攻击手段。但从和2女间的关系来看，他首要是帮林敏突破，毕竟他是自己的白月光嘛。想到这儿之后，吕天卓心里面有了计较，随后从寒潭里面跳了出来，穿好衣服回到了房间里面。现在的林敏修为在金丹期的巅峰上，自己只需要炼制出来1枚结阴丹就是了，如此一来他就可以顺利的结成元婴。只是这玩意吕天卓之前没有炼制过，所以心里面也没底。操，老子有神级炼丹术，还怕炼不出来1枚结阴丹吗？吕天卓爆了一声粗口，随后就开始在系统里面搜寻需要炼丹的材料，罗列出来一大堆，全都是些天才地宝。也难怪元婴期在这片大陆上也算是比较牛逼的修为了，因此条件苛刻一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要是那么容易就炼制出来，那元婴期岂不是成了烂大街的修为了吗？一些总务堂有的材料，吕天卓直接将它们给划了下去，等明天的时候自己直接去取就是了。忙活好这些之后，吕天卓又躺下睡了一觉，确保等庄灵回来，自己以巅峰的状态迎战。迷迷糊糊之际，就闻到了菜香味儿，爬起来一看，果不其然，庄灵已经将精致的菜肴做好了。嚯，灵，今天怎么如此丰盛呢？吕天卓看着色样味俱全的菜肴，口水忍不住流淌下来了。庄灵绝对是贤妻良母类型的，上的大床，下的厨房。今天这不是你在合欢宗一战成名吗？好好的犒劳一下，现在你可是很多内门弟子心里面的偶像啊。庄灵这话一点都不假，因为回到了总务堂之后，来这儿的弟子们没有不讨论吕天卓的。第一招将元婴境中阶的周家长老逼退，第2招直接就将其干躺下了，这岂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凌霄大陆就是一个以实力为尊的地儿，只要有实力，那就有相应的拥趸，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可谓是再正常不过了。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就这个呀，没什么值得庆祝的，因为以后这都是常态了。别说区一个元婴期中阶的老家伙啊，就算是再厉害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吕天卓极其臭屁的说道，这倒不是他嘚瑟，而是经过这一战，他对自己的战斗能力有了初步的考量。纵然是元婴期巅峰的高手，吕天卓也没看在眼里，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谁能让他出凌天剑法第3式呢。所以就算是遇到化神期的高手，他感觉自己也有一战之力。而且迄今为止，吕天卓也不知道这个混沌开天区的极限是在哪儿。不过面对元婴期的高手，自己站在那儿任由他打，问题也不大。算你神器还不行吗？对了，圣女叫你去她的府邸，是不是又有什么好事儿？我能感觉出来，这丫头对你绝对不一样。要是能将她也变成你的踏上之兵，那以后整个合欢宗都由你来说了算，这笔买卖可以啊。而且据说圣女还是你的白月光呢。庄灵十分八卦，开始问起了关于灵敏的事儿来。对于他，吕天卓自然不会有任何的隐瞒。在他的心里面，庄灵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她是吕天卓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女人，这点连灵敏都无法比拟。敏敏却是跟我表达了爱慕之意，我们俩的关系也就算是定下来了吧。不过玲玲你放心，在我的心里面，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你的位置。吕天卓看着庄灵，极其认真地说道。这倒是庄灵没能预料到的，感动来得很是突然。咱们不是在说圣女呢吗？怎么就扯到我身上了呢？话虽这样说，但此刻庄灵的嘴角比 AK47 还难压。只要有吕天卓这句话，那自己做什么都是值得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最特殊的那个。得，我信了还不行吗？你别再说了，太酸了，我受不了，还得吃饭呢。庄灵的眼睛都笑成了月牙状，这情绪价值提供的实在是太强了。对了，玲，明天的时候我还需要几位炼丹的材料，你给我准备好，上午去取。说完，吕天卓将事先准备好的那个纸条递给了庄灵，
上面写的都是所需要的材料。庄大美女简单的看了一眼，就将纸条给扔了。明天我给你准备好。她压根就没问吕天卓要炼制什么丹药，因为庄林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不论是他想要做什么，自己无条件的支持就错不了。你怎么不问问我要干什么，给谁炼丹呢？见到他的这个举动之后，吕天卓不解地问道：有这个必要吗？只要我在你心里面有个位置，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至于其他的，我可懒得去操心，多累啊！吃饭吧，嘿嘿，饭可以一会儿再吃，我还是先吃你吧。说完之后，吕天卓忍不住将庄林抱了起来，朝着床榻上走去。这一晚就在疾风暴雨中度过。第二天，吕天卓醒来之后，看到桌上摆着的丰盛早餐，嘴角上扬起来。昨天光顾着疯狂了，连晚饭都忘了吃，直接就睡下了。现在肚子正咕咕叫着抗议呢，所以赶忙爬起来，开始大快朵颐起来。该说不说，庄林的手艺确实是太好了，那么多早餐全都被他给消灭掉了。满足的打了个饱嗝，这才整理内务。当他再次照镜子时候，发现自己的形象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帅气不说，身上还流露着一股特殊的气质，令人看着就舒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随着自己修为提升，这气质将会越来越明显。到时候哪个姑娘能经得住自己的考验呢？想到这儿，吕天卓的嘴角不禁上扬起来。他知道自己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啊！自恋了一番之后，就来到了总务堂。吕师叔早，吕长老早，偶像早。令他诧异的是，那些内门弟子们见到吕天卓之后，全都恭恭敬敬地打着招呼。看样子昨天对战周家人已经传遍了整个宗门，而且也如庄林所说的那样，不少人全都把他当成了心目中的偶像，这让吕天卓的虚荣心得到了大大的满足。以前自己可没有这样的待遇。怎么样，吕长老，当偶像的感觉很爽吧？就在吕天卓自恋不已的时候，庄林的声音传了过来。经过吕天卓这么多次的洗礼，庄林更加有女人味儿了。仅仅是那么一眼，就将吕长老搞得心跳加速。如果这不是在总务堂，而是在自己做望风的话，他肯定是会有所行动的。但现在地点不对，所以只能是暂时的忍下来了，一切都等晚上再说吧。而庄林见吕天卓久久没有回话，再看他那眼神，立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心里面高兴的要命，不过却是没表露出来，极其妩媚的白了吕天卓一眼，随后将一个袋子扔给了。那里面全都是你想要的东西。吕天卓接过来之后，看都没看就扔进了储物间，随即笑着说道：玲玲，要不然你现在就把总务堂关了，咱们会做望风比划比划，怎么样？你想什么呢？我可不能玩物丧志，你还是去找你的白月光吧。嘻嘻。看着他这副样子，吕天卓就更有点忍不住了，但他能感觉到总务堂很多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如果搞点小动作的话，肯定是会被人发现的，所以只能将想法给按捺了下去，毕竟影响不好。小蹄子，你就等着晚上我收拾你吧。哎呀，我好怕怕呀，哈哈。在庄林嚣张的笑声中，吕天卓带着材料悻悻地离开了总务堂。他还真不敢继续待下去了，万一忍不住的话，那丢人可就丢大发了。不过此刻的吕长老已经在心里面暗暗发誓，等回做望风之后，必须得好好收拾收拾庄林这丫头，到时候求饶都没用。很快，吕天卓就来到了宗主府。由于知道他跟圣女之间的关系，所以护卫直接将他带到了灵敏的房间。少顷，一身红色长裙的灵敏就出来了。不论是什么衣服，只要穿在她的身上，都显得那么漂亮。吕天卓呆呆地看了灵敏一会儿，这才回过神来，真是不好意思，敏敏，你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为兄就多看了一会儿。噗嗤！听了吕天卓这番坦诚的话之后，灵敏不禁轻笑出声。以前怎么没发现吕师兄居然这么幽默？吕师兄，你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所需要的材料罗列好了吗？灵敏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停留，而是直接朝着他问道。没错，我在总务堂里面找到了一些，现在还差不少东西，我都写在纸上了。只要这些材料能凑足的话，我敢保证你能突破至元阴气。吕天卓说完之后，将那张纸条递给了灵敏，而林大美女接过来一看，眉头不禁微皱起来。这些东西绝大部分她都听说过，都很珍贵，所以她不确定师尊能不能帮忙搞到。如果弄不到的话，那就得另想办法了。不过自始至终，她都没对吕天卓的话有任何的怀疑。尽管这种丹药，别的炼丹师连说都没说过，反正他就是相信吕天卓，同时也认定了吕师兄是不会跟他撒谎的。只要自己能找齐这些材料，那他就能炼制出来所需要的丹药。吕师兄，现在师尊他老人家还在闭关，等他出关之后，我问问他能不能搞到这些材料。如果不能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灵敏将纸条装好之后，朝着吕天卓说道：没问题，这也不是急的事儿。对了，我这有几枚洗精法髓的丹药，能将你的身体彻底改造一下，也有助于今后你的修炼，你先服下去吧。说着，吕天卓拿出来几枚丹药递给了灵敏。在他看来，这是极为普通的丹药，想要炼制完全可以量产，但这些丹药在灵敏眼中那就是至宝了。一枚丹药就可以洗精法髓，而且还没有任何的丹毒，这已经不是灵石所能衡量的了。吕师兄，这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呀？灵敏看着吕天卓，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不拿吧，有点不给吕天卓面子；拿吧，这玩意又太贵重了，自己能拿什么给人家回礼啊？瞧你这话说的，咱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就是你的，
所以不用客气。别说是2枚丹药了，就算是林敏要他俩腰子，吕天卓估计都不会犹豫的。而且这些别人看着极为珍贵的丹药，对于吕天卓来说，跟垃圾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谢谢吕师兄。见吕天卓都这么说了，林敏也就没再拒绝，而是将丹药接了过来，同时心里面暗暗发誓，不今后不论师兄有什么事儿求到自己，他都会义不容辞的帮忙。你现在就把这2枚丹药服下去，炼化吧，师兄给护法。吕天卓脑海中不禁想起了当初和戚薇一起的场景，不知道会不会来一个昨日重现。林敏自然不会多想，以吕天卓的本事来说，给自己当护法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当即就应承了下来。他也迫切的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体，于是在吕天卓的指导下，将2枚丹药全都服了下去。很快药效就到来了，他也迫不及待地席地而坐，开始吞噬药效。2枚丹药所蕴含的能量是十分强大的，而且还是洗精法髓，所以林敏脸上露出了痛苦之色来。这一点吕天卓十分清楚，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他的任务就是在旁边帮忙护好法，至于其他的，吕天卓相信以林敏的能耐，可以自行来解决。果不其然，林大美女脸上那痛苦的表情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过了一会儿之后，紧锁的眉头就舒展开来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享受之色。从她的这个时间长度来看，似乎远比自己当初轻松，这一点令吕天卓有些不解。之前戚薇洗精法髓的时候，似乎也比较轻松，那为什么自己的如此艰难呢？难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肯定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怎么能证明自己的特殊性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林敏想要将2枚丹药的药力炼化掉，怎么这也得需要一个时辰，让吕天卓老老实实做一个时辰，这对于他来说真是一种煎熬啊。不过为了心中的白月光，就算是在煎熬，他也得老老实实的忍受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林敏脸上的表情越来越轻松，而且吕天卓能感觉得到丹药的药力炼化的相当不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经过这一次，他就算是彻底的洗精法髓成功了，肉身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那对于他今后修炼也是大好事而一件。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以他的修炼体质来说，只要是将体质激发，那完全都不是问题。噼里啪啦，就在吕长老想这些的时候，林敏的身体发出了爆豆般的声音。吕天卓面色一喜，看样子彻底的大改造已经开始了。以林敏的能力来说，相信很快就可以大事完毕的。过了没一会儿，林敏紧闭的双眼开始慢慢睁开，2道金光爆射而出，整个人显得神采奕奕。虽然境界上没有任何的变化，但他能感知到自己的肉身以及全身经脉强了不止1倍，心里面那叫一个高兴啊！看来吕师兄果然是有着不同凡响的本事。谢谢吕师兄，我的身体已经彻底改造完成了，再修炼起来的话，绝对事半功倍。林敏看着吕天卓，极其认真地朝着他道谢。如果没有吕师兄帮忙的话，自己的身体根本就不可能变得如此强悍，就更不用去想短时间突破这件事儿了。咱们2个都快成为一家人了，你还跟个客气什么呢？不过敏敏，你肉身强度得到了突破，但现在还需要洗个澡。吕天卓好心地朝着林敏提醒道，他都要去准备洗澡水了，因为林大美女也没逃脱过出杂质这个过程。现在的林敏跟当初的戚薇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全都是一身恶臭。洗澡？林敏有些疑惑，吕师兄为什么这么说呢？但是他的这个疑惑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那股恶臭味就吸入到了鼻子里面。林大美女秀气的眉头皱到了一起，低头一看，啊，就见自己满身污秽，而且还是在吕天卓面前呈现这个窘态，她的尴尬可想而知了，恨不得用脚趾头抠出个3室1厅来，因此直接尖叫起来。洗精法水之后都是这样，现在师兄就去给你弄洗澡水，你好好的洗洗。吕天卓心里嘿嘿一笑，他就是在等这个机会呢。当初戚薇也是这样，暧昧直蹭蹭往上涨，没准今天就可以得偿所愿呢。子渊，子渊！就在吕天卓准备去帮忙准备洗澡水的时候，林敏开始大声的呼喊起来了。很快一个紫色的身影闪了进来，正是他的那个护卫头目。圣女有什么吩咐？子渊也闻到了那股特殊的气味，熏得他眉头直皱。我洗精法水成功了，现在身体里面的杂质全都被排了出来，迫切的需要洗澡，你们赶紧帮我把洗澡水准备好，多弄几桶，快！卧槽，被人给截胡了。吕天卓也是郁闷，这点小事儿自己就帮忙效劳了呗，为啥还要麻烦其他人呢？是，圣女。吕长老，要不然您也先到外厅恭候。紫渊见吕天卓还在这儿，所以极其客气地朝他询问道。功亏一篑，操！算计了这么半天，结果被这娘们给截胡了。吕天卓心里面甚是不爽，但他又找不到留下来的理由，总不能说自己在这儿等着给林敏搓澡吧，只能是讪讪地点了点头，随后跟着紫渊出了房间。到了外厅之后，坐了下来，脑海中不自觉幻想起里面的场景来。妈的，要是能伺候林敏洗个澡，那该多好啊！圣女就是圣女啊，待遇不是那些普通内门弟子所能比拟的。此时他恨不得林敏就是个跟戚薇一样的普通内门弟子，那样自己就能得偿所愿了。就在他想这些的时候，一票人拎着木桶就进来了。可惜，真他妈可惜啊！吕天卓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就开始老老实实等待起来。大约1个时辰之后，
已经换好衣服的林敏走了出来。此刻她的脸都是粉红色的，看上去那叫一个可爱，显然还不好意思呢。感觉怎么样，敏敏？吕天卓见到她之后，赶忙笑着问道。见到她这个表情之后，林敏的俏脸就更红了。谢谢吕师兄，我身体已经彻底完成了改变。没想到你炼制的丹药居然如此霸道。这倒不是林敏恭维吕天卓，没有任何单独的丹药确实是太牛逼了。以前自己所服用的那些丹药，跟这个比起来的话，那就是垃圾。不过他还是忍不住想起了刚才的尴尬，在师兄面前这样真是丢死人了。林敏虽然已经洗了5、6遍澡，他还感觉自己身上有异味，这样会不会让自己的形象在他心中大打折扣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自己该怎么办呢？现在吕天卓绝对是整个合欢宗的香饽饽，前有庄灵、戚薇这样的轻敌，后有程莹、郭千羽这样的预备役，若是自己的形象真大打折扣了，那自己还拿什么去跟这些美女竞争呢？此刻林敏心理活动异常活跃，他真是有些担忧了。但他哪知道吕天卓这样的事儿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怎么可能因为这点事儿从而影响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呢？这只不过是些基础的丹药而已，如果你能把那些缺失的材料弄齐的话，我保证还有更好的丹药给你，祝你突破至元婴期一点问题都没有。吕天卓笑着回应道，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儿，系统给的神级炼丹术那可不是吹嘘出来的。试问凌霄大陆那些牛逼的炼丹师，谁不得用极其牛逼的炼丹炉才能炼制出来丹药？但吕天卓呢，随便找一个破盆就可以炼制出来完美丹药，一点单独都没有。仅仅是这个本事，普天之下就找不出来第二个。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吕天卓就没有低调的必要，他就是要帮助林敏突破至元婴期，从而激活他的特殊修炼体质。等完成这个之后，那自己就可以得到系统的奖励了。凌天剑法第4式，这对于吕天卓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只要能得到他的话，那自己的攻击手段威力又可以成倍增长了，这都是他保命的筹码啊。因为吕天卓知道自己所要面对的敌人将会越来越强大。哎，我欠吕师兄的真是越来越多了。林敏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道，谁能想到自己最后突破还得需要借助瘫倒在床上40年的吕天卓的力呢？早知道如此的话，当初真应该好好的对吕师兄，起码也得多去看看他，要不然也就不用像是现在这么愧疚了。傻丫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呢？这一切都是哥心甘情愿为你做的，所以别多想，能为你做点什么，哥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吕天卓笑着伸出了右手，溺爱地揉了揉林敏的小脑袋。林敏是他心中的白月光，不论为他做什么，吕天卓都是心甘情愿，这一点绝对不是其余几女所能比拟的。因为在帮他们之前，吕天卓心里面都藏有算计，包括当初的庄灵也是如此。唯独对林敏，吕天卓没有任何的算计，纵然是没有系统奖励，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助这丫头，不求任何回报。谢谢吕师兄。吕天卓越是这样，林敏心里越是觉得愧疚，自己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不能总一味的索取，也得回馈啊。敏敏啊，能不能给你提一个小要求呢？吕天卓一脸笑意地看着林敏，眼中尽是宠溺之意，这样深情的眼神让林敏都有点招架不住。吕师兄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都答应。林敏低着头小声地说道，他实在是不敢去看吕天卓那双充满深情的眸子，抵不住啊。能不能别管我叫吕师兄了，听上去感觉咱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叫我天卓哥或者是吕大哥吧，这样听着舒服一些，好不？吕天卓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叫吕师兄那说明两人间的关系还是没到位，到位的话那就是以情哥哥相称了。那我今后就叫你吕大哥吧，这个称呼听上去更好一些。林敏没有拒绝，叫师兄确实是挺别扭的，还是吕大哥好。好，你说了算，只要是别叫吕师兄就可以了，听着别扭。吕天卓嘿嘿一笑，两人间的关系又进了一步，所以他有理由相信用不了多久，这个白月光就能成为自己的踏上之兵。嘻嘻，这好像让咱们回到了刚入门的时候，你一直很照顾我。林敏笑着回想起了两人刚进入到合欢宗时候的场景，吕天卓就是如同大哥哥一般照顾自己，现在依然是这样。呵呵，其实哥一直喜欢你，但奈何你是天之娇女，而我只能是一个辅助练功的炉鼎，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跟你表白。但现在不一样了，哥我也算是有了一定的能力，所以我想照顾你一辈子，相信我，肯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既然说到这儿了，那吕天卓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反正两人已经算是确立了关系，那该表白就表白呗，总不能让人女孩子一直主动吧？难不成将来还得让林敏邀请自己师兄请上她吗？我相信吕大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据我所知，咱们宗门里面的3朵金花其余2朵跟你也有着不错的关系吧？还有庄长老，就连郭长老对你也有不一样的情愫。这么算起来的话，我在你这儿能排到第几呢呀？好歹我也是未来合欢宗的宗主，你得给我留点面子吧。林敏看着吕天卓，将心里面的想法问了出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自己是合欢宗未来的宗主，要是排得这么靠后，那情何以堪啊？吕天卓听了他的话之后，心里面也很是无奈。谁排第几这件事儿，他根本就没考虑过，因为他的心里面那都是一视同仁，并不存在妻妾之分。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仅仅是自己这样想不管用啊，重要的是这些姑娘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万一再因此争风吃醋的话，那自己岂不是很丢人吗？明明不论我都有多少个女人，吕大哥都是博爱，而不是滥情，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面的位置全都是一样的，没有大小之分。吕天卓解释完之后，他都感觉自己有些无耻，这要是放在地球的话，妥妥的海王加渣男啊，毋庸置疑。吕大哥还真是不爱，那你要答应我，永远的留在合欢宗来帮我，这没问题吧？林敏见他这么说，只能是退而求次了。没问题，我帮你将合欢宗发展成凌霄大陆最大宗门，这对于吕天卓来说没什么难度，辅助媳妇儿创业嘛，应该的。得到了吕天卓肯定的答复之后，林敏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吕天卓是个一诺千金的主儿，既然答应下来，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师尊交代的任务也算是彻底完成了。此刻的林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按着吕大哥所说的那样子，自己很快就可以突破至元婴期，再加上有这个深不可测的哥哥罩着，绝对是前途无忧啊！吕大哥，时间也不早了，你就留下来吃饭。林敏笑着朝吕天卓说道。对于这样的请求，吕长老怎么可能拒绝呢？于是就留在了宗主府，跟好妹妹把酒言欢。两人回忆了不少当初刚进入到合欢宗的事儿，唏嘘不已。吃过午餐之后，吕天卓这才离开宗主府。吕天卓离开时间不久，一个绝美的女人就进入到了林敏房间里。师尊，您出关了。见到来人之后，林敏赶忙收敛心神，跟他打招呼。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合欢宗现任宗主林双礼。刚出关，没想到吕天卓居然还有这手段，真是令人震惊啊！作为宗主的林双礼，对于宗门的控制力那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人在闭关，但宗门里面所发生的事儿，他都能快速的知晓。吕天卓挫败周家长老这事儿，他一出关就听说了。对于周龙，林双礼自然是有所耳闻，因为他在圈子里面也是比较出名的存在。没想到吕天卓跟他1对1，居然能将其击败。如此说来，这小子岂不是有跟自己一样的修为吗？因此这个消息对于他这个宗主来说，确实是太震惊了。师尊，吕师兄已经答应永远留在合欢宗了，而且我们之间也算是确立了关系。林敏红着脸朝着林双礼说道。很好，跟着这样的男人，他是不会亏待你的。区合欢宗宗主之位，估计给他都不屑去要。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啊！敏敏，这对于你来说是个绝佳机会，所以你一定要好好跟吕天卓在一起，别耍小孩子脾气，知道吗？对于自己这个徒弟，林双礼可谓是宠溺坏了，他还真怕这丫头跟吕天卓耍小孩子脾气，从而出现什么矛盾呢？放心吧，师尊，我会的。对了，吕大哥说需要一些炼丹的材料，可以助我快速的突破元婴期，不知道纸上面的材料你有没有？说着，他将吕天卓留的那张纸条拿出来，递给了林双礼。林双礼接过来一看，脸上露出笑意来。这些东西虽然比较珍贵，但为师还是有的，我现在就拿给你。说完之后，林双礼就将自己的储物戒里面的那些材料给拿了出来。吕天卓所写的那张纸条一样对一样，很快就弄全了。没想到吕天卓炼丹的造诣居然这么高，你身体里面的杂质完全被驱逐出去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为师把这些材料给吕天卓送去，顺便看看他炼丹的过程。现在林双礼对吕天卓充满了好奇，他迫切的想要看看这家伙到底是怎么炼丹的，为什么一点丹毒都没有？这连高阶炼丹师都没有如此本事吧？当然没问题，您说了算。林敏不知道师尊为什么对吕大哥那么感兴趣，但这事儿他也不好问啊，直接应承下来就是了。反正最后的丹药给自己，这对于他来说就够了。那行，你好好调整一下状态吧，为师现在就把这些材料给吕天卓送去，别耽误了他炼丹。林双礼说完之后，将那些材料收了起来，随后离开了宗主府。与此同时，吕天卓躺在坐望峰的床榻之上，哼着欢快的小曲儿。今儿咱老百姓真呀，真他妈高兴，和林敏之间的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了，还有什么事儿比这个更值得开心吗？就目前而言，吕天卓所能想到的可能就是跟林敏双修了。吕长老在吗？就在他激动的睡不着的时候，外面传来了一个充满魅意的声音。能发出这样声音的，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只有宗主林双礼一个了。这个骚狐狸来找自己干什么呢？难不成他也看上了自己？想想林双礼那妩媚的样子，吕天卓就感觉自己有些受不了了。当初自己喊出的口号也是拿下林双礼的，既然现在他来了，那跟他好好的交流交流，沟通沟通，还是极其有必要的。如果能将这娘们拿下，那也是一个很彪悍的战绩。想到这儿，吕天卓脸上露出笑意来，当即道：“来者是哪位姐姐啊？我在房间里呢，请进吧。”唰，一道人影瞬间闪现，就那么俏生生的站在了吕天卓跟前。不是林双礼是谁？哎呦，这不是宗主姐姐吗？您怎么来了？早点知会一声啊，弟弟出去迎接你，现在岂不是显得我礼数不周了吗？吕天卓见到一脸媚意的林双礼，忍不住出声打趣道：“这个女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这还是她修为不到家的情况下，假以时日的话，谁能顶得住这样的女人呢？”极品尤物，这些词语真是不足以来形容林双礼了。躺在床榻上来迎接我这个宗主，确实是有些礼数不周。此时的吕天卓依然在床上躺着呢，所以林双礼忍不住吐槽起来：“这家伙丝毫没把自己这个宗主当回事儿啊，连床都不愿意起来。嘿嘿，
之前耗费了不少精气神儿，现在有些累，宗主姐姐请勿见怪，我这就起。说完，吕天卓一脸笑意的从床上坐了起来。此刻他光着膀子呢，犹如雕刻的8块腹肌就那么展现在林双里面前，太完美了。林双里忍不住多看了2眼。喂，我好歹是个女生啊，你能不能把衣服穿上？林双里朝着吕天卓娇嗔了一声。卧槽！吕长老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跟着酥了一下似的，这娘们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自己真得注意一点，别找了他的道，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呢。所以他开始警觉起来，避免犯原则性错误。可，真是不好意思，宗主姐姐，你也知道，我这做望风平时根本就没人上来，所以也习惯了。还好今天有点累，裤子没脱就睡了，要不然岂不是干了个大大吗？妈的，不能让这个娘们一直占据主动啊！所以吕天卓认为自己该出击就得出击，不然还得都把自己当成软柿子。宗主又能怎么样呢？老子还是挂逼呢，打嘴炮谁怕谁啊？现在林双里最大的依仗就是他的媚术，只要自己多加防备，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果不其然，林双里听了吕天卓的话之后，眼中闪过一抹寒芒。这个小动作没能逃脱过吕长老的眼睛，看来自己所料没错，这娘们就是过来试探自己的。妈的，既然他想知道自己的长度，自己吕天卓也得主动试试他的深浅。想到这儿，吕天卓心里面暗笑起来，他知道两人间的斗法在这一刻算是正式开始了。小弟弟真会说笑，这可不是一个长老应有的待客之道啊！林双里眼中寒芒一闪而逝，脸上又露出了妩媚的笑容来。他就不相信以自己的魅力还摆不平这个家伙，所以林双里准备继续试探吕天卓，让他老老实实对自己俯首称臣。宗主姐姐可以叫我弟弟，但是不能叫小弟弟。要知道，我可是凭借着在合欢宗当炉鼎，才被老宗主破格提升为合欢宗唯一男长老的。若是很是小弟弟的话，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待遇呢？而且这个称号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宗主姐姐您说是吧？吕天卓有理有据的反驳着，说得头头是道。林双里叫这个称呼的时候，压根就没去往那方面想，但听了吕天卓的话之后，立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心里面那叫一个气啊！他认为这货有调戏自己之嫌，但又没有什么证据可言，他能怎么办呢？难道直接跟吕天卓翻脸吗？那自己岂不是白来一趟做望风吗？哎呀，这个家伙还挺难缠的，自己之前怎么就不知道宗门里面还有这么豪人物呢？林双里认为这么下去的话，对自己实在是太不利了，只能长长的吸了口气，以此来调整自己的心绪，同时大脑飞快的运转着，想想从哪方面能够突破吕天卓的防线。见到林双里这些，吕天卓心里面笑得就更欢了。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让一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宗主姐姐，你这突然造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是我的直属领导，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直接吩咐就是了，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其实吕天卓能猜得出来，他肯定是想利用帮林敏炼丹这事儿来跟自己斗斗。这第一个回合他没讨到便宜，应该不会继续试探了吧？因此吕天卓这也算是给林双里找了个台阶，让他借坡下驴，省得继续斗下去，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林双里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的心里不服气啊！一个男人居然可以连续2次让自己的媚术失败，这对于他来说可是奇耻大辱啊！女人都是非常记仇的动物，林双里更是如此，所以他绝对不会这么放弃的。只要找到机会，那肯定是要继续朝着吕天卓下手的，早晚会让他俯首称臣。想到这儿之后，林双里脸上再次露出了妩媚的笑容来。我来这儿还不是为了我的宝贝徒弟林敏吗？听他说吕长老可以炼制出特殊的丹药来，只是少了几味药材，正好我这儿有，而且我也从来见过炼丹师炼丹是什么程序，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好好学习一下。吕长老这么善解人意，应该是不会拒绝我吧？说完之后，林双里眉毛一挑，一脸笑意地看向了吕天卓。卧槽，这个骚狐狸！只此一眼，吕天卓就感觉自己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起来。这娘们的媚术现在根本就还不到家，连登堂入室的地步都没能达到，但即使这样，魅力依然不容小觑。也就是自己现在的定力足够强，要是换做他人的话，估计林双里一个眼神就能令他们肝脑涂地了。倘若假以时日的话，林双里媚术再精进一下，那可就了不得了。看来自己真得在他突破之前将这个尤物给拿下来，那样的话也就不用害怕他的媚术了。善解人意倒是真的，但没有机会为宗主姐姐服务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宗主姐姐能让弟弟真实一把呢？那别说是炼丹了，想让我做什么都没问题。吕天卓一脸坏笑的说道，而林双里则是听得云里雾里的，不就是夸了他一句善解人意吗？怎么还说没机会为自己服务了呢？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但林大美女也没有多想，当即笑着说道，没问题啊，有机会的。听了他的话之后，吕天卓嘎嘎怪笑2声，别管怎么样，先口嗨了再说。他发现斗林双里这样的美女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吕长老，你看我都答应你了，那你是不是也得答应我啊？炼丹的时候让我在这儿观摩一下，没问题吧？见吕天卓笑了起来，林双里赶忙趁热打铁，再次说出自己的请求来。他不是没见过炼丹的过程，只是没见过有人能炼制出来完美的丹药来，所以林双里想要亲眼见证一下，看看吕天卓到底
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宗主姐姐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了，那我怎么能不答应呢？这一次我为敏敏炼制的是结阴丹，顾名思义是辅助她凝结元婴的丹药，过程可能是相对复杂一些，正好宗主姐姐在这儿，算是帮我护法一下。吕天卓直接应承了下来，这玩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自己能炼制出这样的丹药，完全是因为有系统所奖励的神级炼丹术。说句难听点的话，就算是林双丽想要偷师，他也不具备这样的资本啊。所以在旁边观摩又能怎么样呢？无非就是多了一个给自己保驾护航罢了。得到了吕天卓的答复之后，林双丽眼睛亮了起来，他迫切的想要看看这家伙的炼丹过程，那就能做到心里有底了。别的可以作假，炼丹过程绝对不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自己一会儿应该就可以摸清楚吕天卓的深浅了。没问题，本座亲自帮你护法。林双丽一口应承了下来，他倒要看看吕天卓到底有什么样的手段。宗主姐姐，这是我为炼制结阴丹准备的材料，剩下的就是我用纸条罗列的材料了。吕天卓没磨叽，直接将他事先准备好的炼丹材料拿了出来。林双丽自然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也将那些准备好的材料拿了出来。这是你需要的圣灵果，这是凤尾草，这是幽冥葫芦。看着他拿出来的这些材料，吕天卓嘴角上扬起来，加上自己的这些，一味都不差，炼制结阴丹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怎么样，还缺其他的材料吗？如果缺的话，你告诉我，我这儿还有不少名贵的炼丹材料。将之前准备好的那些天材地宝全都拿出来之后，林双丽再次朝着吕天卓问道：不用了，这些已经足够用了。宗主姐姐，接下来我就要炼丹，还得烦请你帮忙护法。吕天卓言语间将那个破盆找了出来，随后把这些炼丹所需要用的材料一股脑全都扔进了破盆当中。他的这个操作直接把林双丽给弄懵了，这是啥意思啊？他所拿出来的这些炼丹材料，那可都是至宝级别的存在。这么说吧，有充裕的灵石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因为有些材料根本就不是灵石所能衡量的。说句夸张点的话，要是懂行的人恨不得将他们给供起来，怎么可能去用一个破盆来装他们呢？吕天卓的这个举动简直就是对这些天材地宝的玷污。吕长老，你这是？林双丽皱着眉头朝吕天卓问道。炼丹啊，不过咱们得去外面，在屋里不方便。言语间他已经将外衣穿上了，端着这个破盆就来到了屋子外面。林双丽还是有些搞不懂他到底要干什么，只能沉住气跟着吕长老一起来到了外面。咣当！随后吕天卓极其随意地将装有很多天材地宝的破盆直接扔到了地上，里面的那些名贵材料被掂起来很高，随后再落入盆底。他的这个动作就让林双丽眉头皱得更深了。这家伙要干什么啊？这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吧。若是换成另外一个人的话，林双丽早就炸了，但这人是吕天卓，他也只能是强忍下来了，看看这家伙究竟要干什么。随后赶忙深呼吸一口，将心中的火气压下来。吕长老，既然是炼丹的布啊，那总得用丹炉吧？怎么还不将你的宝贝拿出来呢？怎么，怕我看吗？林双丽笑着朝吕天卓问道。能炼制出来的丹药牛逼，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牛逼的丹炉，之后才能轮到炼丹手段。没有好丹炉的话，那再牛逼的炼丹手段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林双丽迫切的想要看看吕天卓所用的丹炉是什么样，以此来判断他的炼丹段位。丹炉那不是在地上吗？在地上。林双丽赶忙朝着地上看去，但他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丹炉的迹象啊。在哪儿？我怎么没见到呢？林大美女连着看了好几遍，确定没有所谓的丹炉，所以只能不解地朝着吕天卓问道：那他就是我的丹炉啊？言语间吕天卓已经坐了下来，右手将那个破盆给端了起来。显然他所说的丹炉就是手中的破盆子。饶是林双丽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但还是被震得够呛。他是丹炉，这不是扯犊子呢吗？还能更离谱一点吗？他感觉自己被吕天卓给消遣了，心中的怒火再也忍不住了，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自己好歹是合欢宗的宗主啊，什么时候被人如此戏耍过？而这姓吕的家伙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自己底线，他的火压不住了。吕天卓，你需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此刻的林双丽周身上下再也没有任何的妩媚了，取而代之的是肃杀之意。看样子若是吕天卓不能给他满意的答复，这娘们就会直接出手了。解释什么啊？我那些丹药都是在这个丹炉里面炼制的呀，帮我护好法就是了。还有我炼制丹药的时候不要出声，免得打扰我。吕天卓直接回对了一句，随后就不再去理会林双丽了。琳达宗主什么时候被人如此对过啊？当即就准备发火，不过最后还是将这邪火给压了下去。他倒要看看吕天卓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如果事实证明这小子就是在消遣自己，那他绝对不会放过吕天卓。而此时的吕长老哪有功夫去考虑他在想什么了，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快点将结阴丹炼制出来，助敏敏突破至元婴期。那样的话，自己也就算是再次完成了系统颁发的任务，拿到系统给的奖励，那才是正事儿，其余的都是扯犊子。呼，右手手掌处灵火显现出来，将手掌上托着的破盆整个都给罩住了。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只此一个动作就将之前还充满怀疑的林双丽给镇住了。他不是没见过炼丹，
而且本身也是一个中阶的炼丹师，但从来没见过吕天卓这种炼丹方式。他能感受到那手掌上灵火的威力，想起之前对吕天卓的怀疑，脸不禁红了起来。看来自己真是井底之蛙啊！此刻的林大美女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了，老老实实的帮着吕天卓护法。破！吕天卓手上的灵火在破盆上烘烤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大喝一声，盆里面的那些天材地宝像是得到了命令一般，瞬间就全都融合到了一起，要香味儿顷刻间就爆发出来了。林双礼惊得张大了嘴巴，俨然能塞进去一个鹅蛋了。这是什么炼丹方式？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一时间，林双礼对吕天卓惊为天人。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林大美女好歹也是中阶炼丹师，自然能看出来吕天卓的炼丹术有多么的牛逼，怕是那些所谓的高阶炼丹师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吧。或许只有传说中的神级炼丹师才能有这样的手段，不过在整个凌霄大陆也没听说过有神级炼丹师存在啊。这个吕天卓到底是什么来路呢？武技可以一招秒杀元婴期中阶的高手，炼体术可以硬扛元婴期中阶高手的全力一击，炼丹术可以用破盆来当炼丹炉，这还是人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吕天卓似乎就没有任何短板。名不经传的时候就能以炼功炉鼎的身份晋级长老之位，那是短所能办到的吗？服气了！此刻的林双礼彻底服气了。现在他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不论花费什么样的代价，都要将这个家伙留在合欢宗。只要有他在，那合欢宗就是凌霄大陆上最具潜力的宗门。此刻他是二流宗门不要紧，相信用不了多久，吕天卓就能带着合欢宗一飞冲天。想到这儿之后，林双礼不禁开始兴奋起来。如果能在自己在位的时候做到如此，那就算是死也能瞑目。当然，此刻林大美女在想些什么，吕天卓根本就不知道，他完全沉浸于炼丹的快乐当中了，也愈发明白自己的神级炼丹术有多么牛逼。炼制结阴丹完全没有任何难度，吕天卓甚至想要在炼制的丹药里面加上几个阵法，以此来提升丹药的功效。不过令他不爽的是，自己根本就不懂战法这方面的知识，看来真得快点帮郭千羽打开心结了，那样自己就能得到系统奖励的神级阵法。既然是带着神级这两个字，那绝对不会差，没准能跟神级炼丹术这么牛逼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利用空间就大了许多。此刻的吕天卓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当然一口吃个胖子不太现实，还是得一步步的来。想到这儿，他脸上露出了淡然的表情来，开始继续专心的炼制丹药。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吕天卓再次大喝一声，滴溜溜，就见3枚棕色的丹药滴溜溜的在破盆子底转了起来，丹香四溢。林双礼仅仅是闻了一下，就感觉神清气爽，这玩意称之为仙丹都不为过啊。他算是见识到了吕天卓的本事，五体投地。吕天卓嘴角上扬起来，右手虚空一抓，3枚棕色的丹药就到了他的手掌里面。宗主姐姐，这就是我炼制的结阴丹，你感觉怎么样呢？说完之后，摊开手掌，将3枚丹药展现在林双礼面前。原本以为这娘们还得调侃自己几句呢，毕竟这个时候他实在是太装逼了。但令吕天卓意外的是，林双礼并没有那么去做，而是将3枚丹药接在了手里，一脸不可思议的说道：“神作，这就是神作啊！现在吕天卓的这一系列操作，确实是可以封神了。那些所谓的厉害炼丹师，在吕长老面前，连渣渣都算不上。”此刻的林双礼打开的不仅仅是眼界，还有心扉。在凌霄大陆上，就是以实力为尊，吕天卓的实力那是毋庸置疑的。林双礼原本想要用亲传弟子林明绑住他呢，但现在他改变了主意，自己亲自出马将其绑住，也未尝不可呀。这样的男人是值得的。宗主姐姐，你这是谬赞了，这不过是一般水平而已，材料不够。如果有更高阶的材料，我还能炼制出更加厉害的丹药。咱们合欢宗总务堂的材料有限，看来有机会我得出去搜罗一下了。嘿嘿，到时候弟弟所炼制出来的丹药也能对你的修为起到一定作用。吕天卓这可不是吹牛逼，神级炼丹术不是说说而已，只要炼丹材料足够牛逼的话，那什么都好说，炼制出来神级的丹药也不是没可能的。而现在宗主林双礼的修为已经是元婴期巅峰了，让他更上一层楼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吕天卓先把大饼给画出来再说，没准儿可以让自己跟美女宗主的关系更进一步呢。哥哥，那就谢谢弟弟了，我对这一天真的是充满期待啊！这3枚丹药全都给敏敏吗？回过神来之后，林双礼又恢复他之前那妩媚的样子，而且吕天卓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眼中多了一汪水，正在朝着自己放点呢，搞得吕长老直呼受不了。这个女人实在是太令人激动不已了，有机会真得找她切磋一下。敏敏只需要1枚就够了，姐姐你拿着这丹药也没有用，其余2枚就给我吧。吕天卓笑着说道。现在庄灵也是金丹期巅峰的修为，助他突破元婴期岂不是更好吗？至于另外1枚，那就先留着吧，万一哪天又有女人需要的话，那用起来也方便一些。好，不过你可答应了姐姐，将来炼制出给我用的丹药来。林双礼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将其余2枚丹药全都递还给了吕天卓，只留下了徒弟林命所需要的那1枚。那没有问题，姐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等我找到合适的材料，第一时间就炼制出来你需要的丹药来。今天姐姐也看到了我的炼丹过程，
还希望宗主姐姐帮忙保密，毕竟我是一个低调的人，不想因此惹那不必要的麻烦。吕天卓看着林双丽，一脸笑意的说道。他也知道这事儿林双丽肯定是不会说出去的，除非这娘们傻。不过从目前来看，林双丽没表现出任何傻的迹象。放心吧，这事儿我肯定是会守口如瓶的，我可不想让外人知道我们合欢宗还有这样的大能之士，从而引起竞争来。而且吕天卓可不要忘了，你答应过敏敏要一直留在合欢宗的。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必须得算话，你说不是吗？林双丽有点焦急地说道。他需要吕天卓信守承诺，合欢宗也需要他信守承诺。抛去敏敏这层关系不说，宗主姐姐，你希望我永远的留在合欢宗吗？吕天卓笑眯眯地看着林双丽问道。在他那犀利目光的注视下，林双丽没有任何宗主的霸气可言了，像是小女生一般低下头，小声说道：我也希望你永远留在合欢宗。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之后，吕天卓嚣张地大笑起来。能让拥有媚术的林双丽这样，试问还有谁？还有谁？林双丽感觉自己在吕天卓面前完全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什么修为啊，什么媚术啊，全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来。别看他是合欢宗的宗主，但却是有种完全被人家拿捏的感觉。更令他奇怪的是，似乎自己心里面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林双丽自己都有点搞不清楚了，但现在他也懒得去想这些了。反正吕天卓已经答应永远不离开合欢宗了，这对于林双丽来说就已经足够了。至于其他的无所谓，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把这枚丹药拿回去给敏敏了。此刻的林双丽有点不太敢继续跟吕天卓独处下去了，他还真害怕自己彻底沉沦，那可就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了。不管怎么说，自己都是合欢宗的宗主啊，要是这么就被人给拿下了，那确实是太没面子了。等回到宗主府之后，必须得好好做一下复盘，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如果可以的话，林双丽自己想成为占据主动的那方，而不是被吕天卓牵着鼻子走。好的，宗主姐姐，那我就不留你了。丹药的炼化不用我赘述了，你们都懂。吕天卓也没有再去留林双丽，他更加期望敏敏快点突破至元婴期，因为只有这样，吕长老才能得到系统的奖励，不然白扯。那我就撤了。林双丽深深地看了吕天卓一眼，随后揣着那枚结阴丹，迅速离开了坐望峰。见不到吕天卓了，林双丽才长长的松了口气。这家伙似乎是上天派过来对付自己的，要不然怎么能这样呢？看着手上那枚丹药，林双丽眼睛里面也充满了渴望。如果真如吕天卓所说的那样，能炼制出来适合自己的丹药，那该多好。现在还不是想这些时候，当务之急是让敏敏突破现有的境界。林双丽小声的念叨一句，随后加快了回去的速度。等回到宗主府之后，林敏第一时间迎了上来。怎么样，师尊，吕大哥将我需要的丹药炼制出来了吗？此时的林敏激动异常，如果这枚丹药炼制出来的话，那自己直接就可以到达元婴境了，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自己的特殊修炼体质。换句话说，那就是自己的修炼生涯正式踏上征程了。你吕大哥本事大着呢，答应你的事儿怎么可能做不到的呢？那这就是他炼制的结阴丹，只要将这枚丹药炼化之后，就可以结成元婴，正式踏入到元婴期。说着，林双丽将那枚丹药拿了出来，瞬间整个屋子都是芳香四溢，这丹药已经精纯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林敏见状，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虽然他还没有去炼化这枚丹药，不知道它的效果究竟如何，但从这芳香中就可以感知一二。吕大哥确实是太厉害了，没准以后自己都得指望着他来帮忙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以子跟他的关系来说，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此刻的林敏已经打定主意了，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敏敏，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突破的绝佳机会，事不宜迟，你赶紧将这枚丹药服下去，之后将其彻底炼化掉。林双丽说完之后，就将这枚丹药递向了林敏，同时眼神里面充满了羡慕。什么时候吕天卓能为自己量身炼制丹药呢？谢谢师尊。傻丫头，你谢我干什么？要谢就谢你的吕大哥吧，他才是炼制丹药的炼丹师，我只不过是在旁边观摩罢了。你快点将其炼化掉吧，我在这儿给你护法。林双丽说完，溺爱地揉了揉林敏的小脑袋，这个习惯性动作居然跟吕天卓一模一样。林敏还觉得比较好奇呢，难道师尊跟吕大哥商量好用这个动作吗？不过当下他也没时间去研究这么多了，赶忙将丹药接了过来。那就麻烦师尊了。说完，将丹药扔进了嘴里。这枚结阴丹入口即化，芳香味道就更加浓郁了。随后林敏就感觉强大的灵气疯狂地朝着自己涌来，那感觉实在是太熟悉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自己这一次真可以一跃成为元婴期的高手。于是开始沉稳心神，努力地吸收起来，修为也开始一点点地增长着。为他护法的林双丽自然能感受到弟子的修为变化，眼中尽是羡慕之色，同时也感叹吕天卓的手段厉害之处，随随便便就可以让一个金丹期巅峰的人顺利突破至元婴期。这事儿要是传出去的话，吕天卓还不得像是个怪物一般被人给围住啊？放眼整个凌霄大陆，又去哪儿找第二个这样的存在呢？就在吕天卓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睡梦中的吕长老了，瞬间就从床榻上蹦了起来。
这个时候出现系统提示音，难不成是林敏已经将那枚结音丹给炼化了？所以他赶忙将系统面板打开，发现确实是完成了系统交代那个关于林敏的任务，奖励全都到位了。他迫不及待地领取了凌天剑法的第4式苍梧影凤，只要自己将其练成，那进攻的手段以及威力都不是现在所能比拟的。这么说吧，凌天剑法第4式苍梧影凤的威力绝对要比第3式千丈孤鸣强上1倍有余。别说元婴期的了，就算是化神期的高手，他也有信心去拼上一拼。不过这种情况对于现在的吕天卓来说也算是司空见惯了，激动的心情很快就被他给按捺了下去，因为还有一个系统随机奖励的礼包没有领取呢。既然是系统奖励的，那就绝对错不了。因此吕天卓在背包里面找到那个奖励的礼包，随后按着提示直接将这个神秘礼包给打开了。里面居然是躺着的一块玉符，上面攥着几个大字：凌天身法。对于身法，吕天卓自然不陌生啊，这都是保命的资本啊，有肉身强度，又有凌天步法，再牛逼的高手也没本事将自己击杀了吧。正好现在庄灵还没回来呢，所以吕天卓趁着这个空档开始修炼起来。当他选择修炼的时候，玉符直接化作一道白光钻进了他的脑海里面，根本就不费什么事儿，像是有人引导一般，吕天卓就开始领悟起来。其实凌天身法与凌天剑法都是由一人所创，全都是凌驾于天空之上的意思，由此可以预见这套功法有多么的牛逼。更令吕天卓激动的一点是，这套功法根本就不受修为差异的限制。打个比方，即使你是炼气期的小卡拉米，而你的对手是元婴期的大能之士，他想要用气势将你压住，令你不能动弹，只要运用凌天身法就可以打破这个压制。说的再直白一点，就算是再牛逼的高手，只要吕天卓想走，那他就留不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套身法绝对是保命的最佳身法，有了它之后，那还担忧个鸟啊！吕天卓很快就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开始专心的修炼起来。他的身影在坐忘峰上开始变得飘渺起来，肉眼根本就无法捕捉到。越练吕天卓越激动，有了凌天身法，那就等同于多了 N 条命。现在吕长老最害怕的事儿，就是遇到比自己修为牛逼的大能，从而将性命丢掉。不过有了凌天身法的兜底，这种情况也就不会发生了。纵然打不过，跑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此反复修炼，1个时辰也就过去了。吕天卓的大笑声回荡在整个坐忘峰上，他终于将凌天身法练得融会贯通了，因此有高兴的理由。什么事儿啊？把你乐成这样，大老远就能听到你的笑声。庄灵的声音传了过来，他很是好奇，吕天卓这是怎么了呢？唰，庄灵的话音一落，面前吕天卓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此时的庄灵修为也是在金丹期的巅峰上，感知能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但他根本就没能有任何的感受，随后就被吕天卓揽入了怀里。灵灵，我的身法怎么样？吕天卓抱着庄灵的娇躯，笑着朝他问道。这是什么身法啊？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一点你的气息都没能捕捉到。庄灵心惊不已，他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厉害的身法。嘿嘿，这是我新学的技能，叫凌天身法，有了它的话，今后没有谁能要我的性命，只要是我想要，多厉害的高手也留不住。庄灵那是绝对的自己人，所以吕天卓自然是不会有任何隐瞒，直接将凌天身法告诉了他。真的假的呀？天卓虽然身法很厉害，但是遇到修为比你强很多的高手，想要用这个逃脱也不太容易吧？庄灵不否认吕天卓的这个凌天身法很厉害，但像他所说的就有点夸张了。不论是身法亦或是攻击手段，那都跟修为境界有关系，境界相差太大的话，想跑都是一种奢望。所以他认为吕天卓有些太乐观了，不否认身法确实是厉害，但也不可能做到他所说的那样。我嘿嘿，这就是他的特殊之处，完全不受境界差距的限制，只要我想走，在这片大陆上就没有人能拦得住。可惜的是，这些功法无法交给你修炼，要不然的话，让你们也都好好练练，那就什么都不用怕了。这一点确实是比较可惜，不仅仅是凌天身法，连同凌天剑法、混沌开天躯等功法也是如此。这么说吧，只要是系统奖励地功法，也只能为吕天卓一人所用，纵然他想教，别人也绝对是领悟不了。想想也是，这是系统的奖励，如果谁都能修炼的话，那岂不是成了烂大街般的存在了吗？怎么能显现出系统的牛逼之处呢？那有什么可惜的呢？你能修炼就好了，至于我们完全用不着，还有你保护呢。庄灵笑着朝吕天卓宽慰道。灵灵，你真是善解人意，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给你一个奖励。说完之后，将一枚结音丹拿了出来，递向了庄灵。咦，这是什么丹药啊？看上去好像要比之前你炼制出来的那些还好啊。庄灵将丹药接了过来，有些不解地朝着吕天卓问道。当然比那些好了，这枚丹药叫结音丹，是我问宗主要了好多珍贵的材料才炼制出来的，一共炼制3枚，其中1枚给了圣女灵敏，我的手里面还有2枚，这1枚给你。你现在的修为也是金丹期巅峰了，只要服用并将其炼化掉之后，你就可以迈入到元婴期的修为了。听了吕天卓的这番话之后，庄灵沉默起来，没一会儿，一双大眼睛里面就注满了泪水。哎呀，灵灵，你这是怎么了呀？谁欺负你了？告诉哥，哥帮你报仇。不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这儿，
吕天卓都见不得女人哭。当他在地球上做牛马对手，8号技师的眼泪一出来，他也立马加重，主要是受不了。天卓，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你让我怎么报答你啊？庄灵伏在了吕天卓的怀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是自私自利的存在呢。但吕天卓跟其他人完全不同，那些名贵的丹药有多少给多少，试问他怎么能不感动呢？哎呀，你可吓死我了，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你是我的女人，那我的东西自然也就是你的，谈什么回报啊？如果真想回报的话，那一会儿再踏上，你主动一点。坏死了！庄灵听了之后嗔骂一声，在吕天卓的胸口轻轻捶了一拳。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别闹了，事不宜迟，你现在就把这枚丹药炼化掉吧，我在这儿为你护法。吕天卓看着庄灵，认真的说道，他就是想要让自己所有的女人都快速的突破。天下无敌且不说，起码得有自保的能力，万一什么时候自己照顾不过来的话，那心里面也不慌。天卓，你对我太好了，一会儿突破之后，我必须好好奖励奖励你。庄灵红着脸说道，但态度却是异常坚定。庄灵是天妒之体，而且和吕天卓双修之后，压在身上的天道已经有所松动，虽然仅仅是松动一点，但就是这一点也是其他人所无法企及的。他的修炼天赋就算是灵敏、戚薇也无法相提并论，因此炼化一枚结阴丹对于他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难度。吕天卓丝毫都不担心，自己只需要帮忙护好法就可以了。说做就做，庄灵将那枚结阴丹服下去之后，就开始努力的炼化起来。在旁边护法的吕天卓都能感受到他吸收灵气的速度，简直就是恐怖。如果没有天道镇压的话，那都不敢想象庄灵得有多牛逼。半个时辰不到，那枚结阴丹就彻底被他给炼化掉了。当庄灵睁开眼睛之后，2道金光闪现出来，成功了，我成功了！庄灵感受到了原因所在，直接开心的大呼起来，随后直接扑进了吕天卓的怀里，直接朝着他送出了香吻。此时的庄灵确实是太激动了，说实话，他都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突破至元阴气，原本以为到了岁数之后就直接被天道压死了呢。但这些情况全都在遇见吕天卓之后发生了改变，他就是自己最大的恩人，毫不夸张地说，自己这条命都是吕天卓给的，因此如果必要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为吕天卓献身。恭喜玲玲，你现在也是元阴期的高手了，嘿嘿，刚才可是答应过我，炼化之后要好好的奖励奖励我，这算数吧？一吻结束之后，吕天卓将他抱在怀里，坏笑着问道，当然算数了，我庄灵什么时候说话不算了呢？走，咱们现在就去屋里。说完之后，两人相拥着朝屋子里面走去，接下来所发的誓也就不足为外人道了。总之是吕天卓先把庄灵这样，之后又把他那样，双修的甚是舒爽。这丫头可能是太累了，折腾完之后连话都没说，直接就睡着了。吕天卓现在可谓是体力无限，虽然折腾了很久，他丝毫没有疲态。百无聊赖之际，吕天卓开始浏览器系统面板了。现在庄灵和灵敏都突破至元阴期的修为了，所以他将两人的基本信息给找了出来。姓名灵敏，年龄92400，修为元阴期初阶，地位合欢宗圣女，宗主指定接班人，体质9阴玄脉已激发，忠诚度50，系统任务助灵敏激发9阴玄脉已完成，系统奖励凌天剑法第40，系统神秘礼包已发放。姓名庄灵，年龄13400，修为元阴期初阶，体质天妒之体，天道持续松动，忠诚度100，奖励已发放。果不其然，两人的信息都有所改变，灵敏对自己的忠诚度也来到了50，不知道当他来到100之后，系统还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奖励。现在的吕天卓对这些东西非常的渴望，只有这样，自己的保命本事也才越来越多。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嘛。不过现在自己所能做的系统任务就剩下郭千羽那边了，看来下一个目标就得集中到他的身上了。对于系统奖励的神级阵法，吕天卓可谓是相当感兴趣，只是郭千羽的心结到底是什么呢？自己应该从哪方面去入手呢？古语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自己对于郭千羽一点都不了解，根本无从下手。对了，宗主林双烈，他应该知道关于郭千羽的事儿，那明天的时候自己不妨去找他探探口风。这女人的媚术虽然很厉害，但吕天卓并不怕，因为之前两人已经短兵相接一次了，他根本就没占到任何便宜，可以说是落荒而逃。再次面对他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最主要的就是搞清楚郭千羽的心结所在，这样才能将其打开。想着郭千羽对自己的忠诚度是20，那就说明他对自己有好感，再去下手似乎也就不难了。想到这儿之后，吕天卓的脸上露出笑意来，随即搂着庄灵的娇躯也开始睡了起来。一夜无话，第二天起来之后，丰盛的早餐已经摆好了，而庄灵则依然是去总务堂上班，大快朵颐的将早餐吃完，就直接奔向了宗主府。他要跟林双礼对话。紫渊见到吕天卓之后，二话不说就将他给带到了灵敏的房间。此时他似乎已经知道主人跟吕天卓之间的关系了，对他就像是对待姑爷一般。吕大哥，你来了，谢谢你的结阴丹，我现在已经是元阴期初阶的修为了。见到吕天卓之后，灵敏快速的跑了过来，朝着他道谢。
真是不敢相信自己有一天会需要做炉鼎的师兄帮忙突破。不过现在的吕天卓在他心里面有着一个很高的位置，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自己心中的偶像。哈哈，这也跟你的天赋有关。现在你体内的九阴玄脉已经彻底被激发了，今后修炼速度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事半功倍。接任咱们合欢宗的宗主，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而且我也相信，合欢宗在你的带领下，绝对会声名鹊起，一跃成为凌霄大陆上的第一宗门。这可不是吕天卓在说漂亮话，因为有他在，这个小目标必须得实现啊！要不然的话，自己岂不是很没面子吗？想让合欢宗成为这片大陆上最好的宗门，那还得需要吕大哥来帮忙啊！没有你的话，我一个人肯定是搞不定的。林敏极其认真地看着吕天卓，俨然将他当成了靠山。吕长老心里面美滋滋的，原本他是自己的白月光，现在直接成了小迷妹，唉，魅力太大没办法啊！放心吧，敏敏，哥会辅佐你，让你成为这个大陆的女帝。吕天卓将胸脯拍得叮当作响，这是必须要做的。有吕大哥在，我心里面就有底了。得到了吕天卓的承诺，林敏心里美滋滋的。如果自己成为女帝的话，那吕天卓就是女帝背后的男人。跟林敏聊了好半天，吕天卓才想起自己来这儿的目的。他主要是找宗主凌霜丽打听一下关于郭千羽的事儿。这一聊起来没完没了了。吕天卓暗道自己是被欲望冲昏了头脑，所以赶忙将话题打住，不然能聊到明天去。敏敏，不知道宗主在不在？我找他有点事儿啊。我还以为吕大哥找我呢。师尊他今天没闭关，我去帮忙通报一声。林敏笑着说道，随后跟吕天卓打了声招呼，就去跟凌霜丽禀告去了。少请。林敏一脸笑意的走了出来。吕大哥，师尊让你去他的房里，从这儿穿过去，过了那个长廊就是了，我就不陪你一起进去了。吕天卓道了一声谢，随后按着林敏所说的，穿过了一条长廊，就来到了院落后面的房间。一进去，凌霜丽身上特有的香味儿就传了过来。吕天卓下意识的深吸了2口，因为真的好闻。这几个女人每个人身上的香味都不一样，可谓是各有千秋。吕长老，你这个举动可是很不礼貌的哟。就在这时候，凌霜丽那充满魅意的声音传了过来。这还没见到人呢，就让吕天卓有种浑身都酥酥的感觉了。他是什么定力，都有点把持不住。这要是换成一般内门弟子的话，仅仅是凌霜丽这么一句话，就绝对能让他们掏心掏肺的。看来媚术确实是牛逼呀，不是心神坚定之人，完全扛不住。就连吕天卓也得打起12分精神来。宗主姐姐此言差也，我这个举动才是对姐姐最大的尊重。香，实在是太香了，沁人心魄呀！这是对你的极致赞美，怎么能是不礼貌呢？吕天卓回过神来之后，一脸笑意的看向了凌霜丽。妈的，这女人太有魅力了，拿下，必须得将她拿下。吕长老在心里面开始暗暗发誓起来，这女人双修起来的话，那得是什么样的享受啊，简直不敢想象。看来自己得加把劲儿了。哥哥了，你这嘴真是够甜的呀，怪不得敏敏能对你心生好感呢。修为强，炼体高手，炼丹圣手，还这么能说好话，试问谁顶得住啊？凌霜丽看着吕天卓，一脸媚笑着说道。这要是在外人看来，那就是在向吕天卓放电呢。但是吕天卓自己知道，这女人不是陷阱啊，稍有不慎的话就会落入其中，到时候估计被人卖了，还得替她数钱呢。所以跟着女人对线的时候，必须得打起12分精神来。这是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想要成为主动的一方，那就得在斗法上赢了这个女人。宗主姐姐所说的前3项我都马马虎虎，但最后一项确实是真的。我这3寸不烂之色蛇，能做的事儿多了去了。现在咱们接触手，你还不太了解我的能力，等深入接触之后，你就知道我这3寸不烂之舌的厉害之处了。吕天卓半荤不素地说着，至于凌霜丽能不能理解是什么意思，那就不得而知了。但从他脸红的样子来看，似乎应该是听出了弦外之音。油嘴滑舌的家伙，敏敏说你找我有事儿，说什么事儿吧。显然凌霜丽不想在舌头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下去了，随后朝着吕天卓问道。他也发现了这家伙的脸皮实在是太厚了，自己跟他打嘴仗的话，似乎并没有什么胜算，而且引以为傲的媚术对于吕天卓来说，好像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能将他彻底搞定，那简直是太好了。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有些难度，只能是循序渐进的来了。还真有事儿向宗主姐姐打听，前段时间敏敏他们不是因为我闭关没找到，所以去落霞峰郭长老那儿找麻烦了吗？这确实是我们的不对，让郭长老很没面子，心里面跟我一直有个疙瘩，所以我打算将这个疙瘩解开，毕竟他也是宗门里面排名前几的高手嘛。如果跟他把关系处理好，今后敏敏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郭长老也能主动帮忙。宗主姐姐，你说这对吧？凌霜丽听了之后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这件事儿的前因后果他全都听说了，确实是挺让郭千羽没面子。郭师姐在咱们合欢宗确实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合欢宗的中流砥柱，以后敏敏是要接任我的，跟他处理好关系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你来找我是打算让我替你们去跟郭师姐道歉吗？不过这恐怕是行不通，郭师姐的脾气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凌霜丽还以为吕天卓想要让他帮忙说和呢，基于对郭千羽脾气的了解，他知道就算是自己出面，人家也未必给这个面子。他好歹是宗主啊，若是被错了面子，
那是很丢人的事儿。所以林双礼直接给吕天卓打预防针了，把他的路给封死。宗主姐姐误会了，我并不是想让你亲自出马，这件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自然得由我来解决。只是想要向你了解一下郭长老的具体情况。我总感觉郭长老有些不太对劲儿，似乎对谁都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儿啊？我得做到知己知彼是不？吕天卓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这可是打开郭千羽心结的关键所在。如果了解不了的话，那就没办法对症下药。想要打开那娘们的心结，就是天方夜谭了。你小子这直觉还挺灵敏的嘛。郭师姐以前确实是不这样，她性格很开朗的，和大家都能处成很好的朋友。但是7、80年前吧，发生了一件事儿，让她性格大变，完全换了个人一般，整个非常冷漠，没有任何感情可言。听了吕天卓的话之后，林双礼悠悠地说道：“其实对于郭千羽，他也感觉挺可惜的。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儿的话，或许自己也没有资格继承宗主之位。这个位置理应由他来做。别看郭千羽就是普通的修炼体质，但手段比那些特殊修炼体质的还厉害。当时可是年轻一辈中毫无争议的第一人。宗主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能让郭长老变成现在这样？”吕天卓迫不及待地朝着林双礼问道。这对于他来说，是能不能完成系统颁发任务的最重要一个环节。只要是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再对症下药，完成任务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这事儿当时宗门里面的人都知道，只是现在没有人愿意提及了。郭师姐有个倾慕的对象，当时也是合欢宗里面的风云人物，比你现在还拉风。他叫施永孝，在当时修为已经达到了元婴期，很快就要册封为长老了。那样的话，合欢宗第一个男长老就是他，而轮不到你。施永孝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当时跟郭师姐男才女貌，已经马上就要结为道侣了，但他非得要去合欢宗境的闯一下，想要将禁地的秘密破解开。郭师姐拼命的阻拦，因为合欢宗境的从来都是有去无回。不过施永孝已经决定了的事儿，郭师姐也改变了。同时他还承诺郭师姐从禁地回来之后，两人就在老宗主的主持下正式结为道侣，而施永孝也会成为合欢宗的第一个男长老。林双礼仔细的回忆着，那施永孝去了禁地之后再就没回来过。对于合欢宗的禁地，吕天卓还是有所耳闻的，只不过就是听说而已，他从来没想过要去看看。都说是禁地了，再去探险，那不是傻逼吗？里面有什么秘密跟你有鸡毛关系啊？看样子这个什么施永孝也是傻缺一个，放着那么漂亮的美娇娘不要，非得去禁地探险，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呀？没错，当时跟施永孝一起的还有几个年轻一辈中的好手，郭师姐也想跟着一起去，但被施永孝给拦住了，这也是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一点。林双礼继续说道：“切，真想去的话，施永孝回不来之后也可以去啊，以他的修为来说，谁能拦得住啊？”吕天卓有些不屑地说道：“还真是有人拦着，那就是咱们的老宗主，不然的话，郭师姐早就去禁地了。直到老宗主去了之前，他都在拦着郭师姐。这些年郭师姐为什么修为进步的那么快，就是因为她想快点变强，之后静静的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为自己的事儿彻底画上句号。”林双礼见吕天卓一脸不屑，所以朝着他解释道：“没看出来郭长老还是个痴情的人啊？”吕天卓倒是挺佩服的，郭千羽对这个施永孝还真是够痴情。妈的，这怎么打开他的心结啊？难道是去追求他之后将其彻底感动，从而忘记那个叫施永孝的男人？吕天卓突然有种要去当街盘侠的感觉，他真想撂挑子不干。但话又说回来了，系统的奖励不能不要啊，那可是神级阵法呀，想想都觉得牛逼。接盘就接盘吧，反正郭千羽那么漂亮，有啥的呢？想到这儿，吕天卓心里面已经有了计较，必须得将郭千羽的心结打开。妈的，自己要是连个死了的男人都取代不了，那还混什么呀？是啊，如果不痴情的话，怎么可能这么多年还走不出来呢？说起来，他也是个可怜的人啊。说完之后，林双礼还叹了口气。当初他跟郭千羽私下的关系非常不错，但是从那件事儿之后，郭师姐就把心扉彻底关闭起来了，也就断了来往。说起来，确实是挺可惜的，要不然的话，他肯定是可以成为自己左膀右臂的，甚至是合欢宗的宗主。造化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看来得帮着郭长老把这个心结打开，不然的话，永远都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这事儿还是得由我来出马呀。吕天卓叹了口气，随后说道：“你要去帮郭师姐打开心结，我劝你还是算了吧。我们做了许多尝试，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当初施永孝是元婴期初阶境的境地，而郭师姐也放出话来，只要他的修为达到元婴期的巅峰，就会毫不犹豫地进入到境地当中去，就算是永远出不来，他也不介意，正好跟施永孝作伴。”林双礼了解郭千羽，他说的话肯定算数，只要到达元婴期的巅峰，肯定是要再次进入到境地中去的，到时候估计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合欢宗又得折损一位元婴期的长老了，这事儿还真是不好办呢，怪不得看谁都那么冷呢。吕天卓有些无奈了，自己得从哪方面下手呢？对于郭千羽的性格，他还是有些许了解的。这娘们绝对是不达目的不罢休，难不成要自己陪他进一趟境地？妈的，万一自己也是有去无回，那该怎么办啊？此时的吕天卓心里面也有些凌乱了，他不知道
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去做了，是陪着郭千羽去一趟禁地，还是直接放弃这个系统颁发的任务呢？正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万一自己也出不来，那不是白白浪费了系统吗？不去的话，充其量是放弃任务而已；去了的话，很有可能把小命都丢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系统既然给自己颁发了这个任务，那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如果自己这样还瞻前顾后的话，那以后没准系统就不给自己颁发任务了呢。如此一来，牛逼的系统不就是变成了废炮了吗？妈的，为了能早点无敌于凌霄大陆，拼一把又何妨呢？自己可是有系统傍身的，应该不能那么轻易就被挂掉吧。想到这儿之后，吕天卓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老婆套不住流氓，干了！谢谢宗主姐姐告诉我这些陈年往事，我会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来彻底解决我和郭长老之间的矛盾。吕天卓并没跟林双礼说心里的想法，自己知道就好，一会儿再去郭千羽那盘盘道，看看能不能以最小的代价将他的心结打开。如果不能的话，那就豁出去了，陪着他去禁地里面走一趟。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怕鸡毛。为了系统的奖励，吕天卓也是拼了。不过他并不是盲目的去拼，而是有机会的。既然知道了郭千羽心结所在，那就好办了。随后再次跟林双礼道谢，这才离开宗主府。他并没有返回坐望峰，而是直接来到了落霞峰。这也算是故地重游，看着落霞峰的美景，再联想到郭千羽那绝美的面颊，吕天卓的嘴角忍不住上扬起来。接盘就接盘吧，能跟这样的女人双修，接盘也不亏。做好了各方面的心理建设之后，他脚下的频率也就更快了。什么人前来我落霞峰？就在靠近郭千羽屋子的时候，他那冷冽的声音传了过来，还是那么不近人情。看来这女人的心结实在是太深了。仙女姐姐，我是你吕天卓弟弟啊。吕天卓赶忙回应道。不过吕天卓弟弟这几个字说出来之后，他自己都感觉有点恶心。尼玛，自己咋变成这样了呢？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啊！你来干什么？郭千羽先是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声音就再次传了过来。不知道是不是吕天卓的错觉，这一次的声音似乎没有之前那么冷了。不管怎么说，郭千羽没有直接将自己赶下去，这个结果就不错。仙女姐姐，还是为了上一次的事儿，我越想越觉得是他们的错，所以过来给你道个歉，把这个误会彻底解开。吕天卓笑着说道。进来吧。又沉默了一会儿，郭千羽邀请吕天卓进屋了。这对于吕长老来说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既然能邀请自己进屋，那就说明郭千羽对他并没有太多的恶感，要不然的话早就下逐客令了吧。吕天卓怀着激动的心情，又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这才迈着方步进入到了房间之后。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到郭千羽的房间，不免仔细的打量了起来。里面的摆设甚是简单，根本就不像是其他美女将房间点缀的那么好，甚至不像是女人的房间，比自己的房间都有所不如啊。看来郭千羽的生活过得极其清简，除了修炼再无其他了。擦，这样一个清心寡欲的女人，想要打开心结确实是不容易啊。吕长老，事情已经过去了，之前在你坐望峰也说过了，没必要亲自跑一趟吧。随后郭千羽虚空用右手推了一下，一把椅子就来到了吕天卓面前。吕长老也没跟他客气，直接坐在了郭千羽的对面。仙女姐姐，这事儿我越想越觉得错在我们，所以有必要过来道个歉。而且周家长老过来找麻烦，你还出面帮忙，这又让我欠你一个人情。吕天卓笑着朝郭千羽说道，他的策略就是先套近乎，要是让他一直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那下一步就不好进展了。当初你在落霞峰那么给我留面子，为你做点事儿也是应该的。你还有什么事儿吗？郭千羽看着吕天卓，朝他问道。仙女姐姐，我之前听到了一些传闻，全都是关于你的，因此对你的遭遇，我现在全都知道了。吕天卓没有任何的隐瞒，直接就全盘托出了。郭千羽听了他的话之后，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家伙跑到这儿来说这些，是为了哪样啊？难不成是专程过来给自己添堵的？郭千羽的眉头皱了起来。吕天卓，你什么意思？声音开始变得跟以前一样冷冽，显然吕天卓的话处碰到了他的逆鳞。我知道仙女姐姐之前发过誓，那就是等修为达到元婴期巅峰之后，就要进入到合欢宗的禁地当中去。正好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不知道郭师姐是否愿意将这个计划提前。郭千羽听了吕天卓的话之后，整个人愣在了原地，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家伙要主动陪自己去合欢宗禁地，是不是听错了呀？进入到禁地意味着什么？难道吕天卓不知道吗？你在这儿消遣我？郭千羽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定定地盯着吕天卓问道，你看我像吗？吕天卓对他的态度丝毫不在意，依然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自己是认真的，又不是消遣他，所以怕什么呢？你知道进入到了禁地里面意味着什么吗？我听说你在合欢宗里面道侣还是比较多的，进去之后你将永远见不到他们，这你愿意吗？确定了吕天卓不是在消遣自己，郭千羽的声音再次变得柔和了一些。既然我敢去，那就说明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出来，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打开心结，别为了一个死人从而忘了那些活人。吕天卓这话说的不可谓不狠，他都能感受到郭千羽在那么一瞬间对自己起了杀意，但吕长老根本就不在乎。就目前情况而言，自己站在这儿让他打，他也没有伤了自己的能力，何况所说的这些也都是实话呢。郭千羽是个明辨是非的人，
他不会做出过歌的事儿来。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果不其然，很快郭千羽身上的杀意就消失不见了。显然这一局又是吕天卓赌对了。当然，不然你以为我来这儿开玩笑吗？如果你同意的话，咱们明天就可以去禁地，因为我还要跟那几个女人打声招呼。吕天卓极其肯定地回应道：你跟他们打招呼，咱们还能走了吗？谁都不会让你进入禁地当中的，我就没打算要活着回来。郭千羽看着吕天卓，极其认真地说道：从施永孝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就已经死了。要不是老宗主拦着的话，他早就进入到禁地之中了。能继续活这么多年，那都算是苟延残喘了。所以他不介意什么时候进入到禁地当中去，做好了赴死准备，那就无所畏惧。我跟你不一样，单纯的对这个禁地好奇，而且我知道自己可以活着从那儿走出来。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你打开心结。我不希望仙女姐姐是这样的状态。答应我一件事儿，好不好？那就是倘若我们能活着从禁地里面走出来，那就将自己的心扉彻底打开，回到你最初的样子。成交。郭千羽感受到了吕天卓的真诚，所以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最终选择了妥协。其实这些年对于郭千羽来说，确实算得上是一种煎熬了。他感觉自己背负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必须得去禁地一探究竟。如果出不来了，正好在里面陪施永孝。只是吕天卓为什么要进入到禁地当中，那他就不得而知了。那这事儿就说定了，明天晚一些的时候，我来这儿找你。吕天卓见他应承下来，笑着说道：他有信心能从禁地里面出来，自己可是挂逼啊，一个禁地能奈我何呢？于是将这件事儿敲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跟几女坦白这事儿，肯定是要是受到他们阻拦的，但吕天卓相信自己可以说服他们。随后跟郭千羽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落霞峰。他并没有回坐望风，而是率先来到了总务堂。正在忙碌的庄灵见到他之后，立马停止了手上的动作，笑着问道：天卓，你怎么来了呢？现在二人的关系已经算是公布于众了，因此庄灵也不用去避讳什么。吕天卓此刻完全算得上是整个合欢宗的偶像了，公开了身份，指不定多少人羡慕自己呢。所以庄灵显得极其大方，完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来这儿是有一件事儿要跟你说，不过听完之后你可不要激动啊。进入禁地这件事儿，吕天卓其实也蛮头大的，不过没办法，系统的奖励可不是随时都有的，因此他格外珍惜这次机会，想要有高回报，那高风险就得能接受。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十拿九稳的事儿呢？能有现在这种局面，吕天卓已经很感恩了。接下来就得自己一点一点去拼，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的境界。这是一个王者的必经阶段，如果连险都不愿意冒的话，估计系统都会后悔选择这样的宿主吧。啥事儿啊，搞得这么神秘呢呀？说吧，我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很强的。见吕天卓如此严肃，庄灵心里面升起一股不祥之感，但他并没有表露出来，依然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是这样的，明天晚些时候，我准备陪着郭千羽郭长老去一趟合欢宗禁地。什么？当听完吕天卓这话之后，庄灵再也没办法去装淡定了，他的声音直接提升了好几个调儿，搞得全总务堂的人都看向了他们二人。吕天卓无奈地白了一眼庄灵，随后笑着解释道：小两口吵架没看过啊，你们该干嘛干嘛吧，别看了，都别看了。众人听了之后全都跟着起哄了一声，随后就去忙自己的事儿了。天卓，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庄灵也将声音压低了，刚才的事儿搞得他也很不好意思，但当听到吕天卓宣布的这事儿之后，他怎么可能淡定呢？合欢宗的禁地之所以叫禁地，那是因为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不可否认，这段时间吕天卓表现的确实是很惊艳，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合欢宗禁地那就是一个禁区啊，不论多牛逼的修为，进去之后都出不来，所以庄灵才如此激动的。他不想让吕天卓也是这样的结局，必须得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打消他的念头。我会拿这样的事儿开玩笑吗？明天我确实是要进入到禁地当中去，和郭千羽一起，不过我跟你保证，肯定会毫发无伤的从禁地里面走出来。吕天卓赶忙朝庄灵保证道：保证？你拿什么跟我保证啊？禁地有多么恐怖，你应该早就听说过吧？不论多高的修为，进去之后都杳无音讯了，所以这件事儿我不可能同意。你要是非去不可的话，那好，带着我一起，能跟你在一块儿，刀山火海我都不在乎。庄灵将自己的诉求说了出来，他不是不同意吕天卓去禁地，前提是得带着自己一起，生来同亲死同学嘛。这个要求我肯定是不能同意的，这个旅程确实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你就好好的在家里面等我消息就是了，没必要跟我一起犯险。吕天卓一口回绝了庄灵的这个小请求，说实话，他也不确定在禁地会发生什么，但自己有系统护体，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不然自己挂了的话，那岂不是说明系统眼下没什么技术含量吗？这才是他的兜底，要不然吕天卓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下决定进入禁地呢？如果带着庄灵的话，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自己照看不到的话，那不得后悔一辈子。那就可以带着郭千羽一起。论修为的话，我现在也比他弱吧，能带着他，为什么就不能带着我呢？我绝对不会给你拖后腿的。庄灵看着吕天卓，极其认真地说道。现在的庄灵已经全身心地爱上了吕天卓，如果真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那庄灵绝对不会苟活于世。因此，在庄大美女看来，吕天卓没有不带自己去的理由。我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我还是不能同意让你跟我们一起去。你听话伶俐，我肯定可以安然的从禁地里面走出来。此时的吕天卓言语间透露着强大的自信。庄灵见到这种情况之后，都心惊不已。他完全相信吕天卓所说的话，他真的可以做到那些前辈没能做到的事儿。可是天卓，我想跟你一起经历任何事儿，以后没问题，但是这一次真不行。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就别再坚持了。吕天卓说完之后，定定地盯着庄灵的双眼，在他的注视下，庄灵根本就扛不住了，只能将头低了下来。吕天卓的这双眸子实在是太深情了，他怕自己情不自禁了，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做出什么不体面的事儿，那还不得成为全宗门茶余饭后的笑料啊！让我答应你也不是不行，但你也得答应我，必须活着回来。如若不然的话，我会一个人进去找你，就算是死也认了。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庄灵的态度极其坚决，面对吕天卓那深情的目光，也丝毫不做退让。好，成交。除了这个，吕长老还能说什么呢？总算是搞定了一个，不过还有好几个需要搞定呢。吕天卓也是郁闷，看来女人多也是有弊端的。好在自己罩得住，要是换成他人的话，估计就得爆发家庭内部战争了。怎么，现在知道仇了呀？你和人家姑娘双修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发愁啊？庄灵见吕天卓一脸郁闷的表情，立马就明白他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了，所以直接开口朝着吕长老打去，让他知道双修可不是白修的。如果每个人能像我们家玲玲这么通情达理，那我就什么都不愁了。得，咱们晚上再好好交流吧，我还得把这事儿跟其余几人说说。吕天卓说完之后，朝着庄灵眨了眨眼，庄大美女俏脸立马就红了起来，她太知道这个交流是什么了。登徒子轻啐了吕天卓一句，不过心里面还是美滋滋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自己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哼，敢骂我，晚上好好惩罚惩罚你，别求饶哈！又打趣了他两句，吕天卓才大笑着离开了总务堂，奔向下一目标地点。与此同时，长老梦幻来到了戚薇的院落前。戚薇，你给本座出来！他的声音里面透露着冷意，似乎对戚薇有着很大怨气似的。正在修炼的戚薇听到声音之后，眉头皱了起来。他听出来是梦幻的了，只是这女人来找自己干嘛呢？而且听起来还气势汹汹的，自己貌似没有得罪过她吧？当即收工，起身来到了院落外面。孟师叔找我有什么事儿吗？见到一脸怒气的梦幻之后，戚薇就更加诧异了。看他的面部表情，似乎将其得罪的不轻呢。只是自己跟他完全没有任何交集啊，难不成是跟师尊有气，现在来自己这儿撒了？当然有事儿了。你说秦升到底是怎么死的？梦幻见到戚薇之后，声音更加冰冷了。听到这个问题，戚薇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秦胜被自己干掉的场景了。但她可以确定，这事儿除了吕天卓之外，只有闺蜜程莹知道，他们二人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儿外传的。也就是说，梦幻拿不到自己杀人的证据。有这个兜底，戚薇心里面就有数了，当即笑着说道：“孟师叔，这件事儿连您都调查不出来，我去哪儿能知道答案呢？您问错人了吧？要不然再找其他跟秦师弟熟悉的人问问。”见戚薇是这个态度，梦幻快被气炸了。不过他并没有马上发作，强忍着心里面的不爽，再次开口：“秦胜失踪的那天，有人看到你去了坐望峰，是不是你和吕天卓联手将秦胜等人做掉的？”其实梦幻确实是没有什么证据，就是在胡乱的猜测而已。他并不是真想找戚薇的麻烦，只是希望能从这丫头这儿弄到吕天卓的把柄。这小子居然那么对自己，梦幻怎么可能不想报复呢？只要从戚薇这儿能证实秦胜是被吕天卓杀的，那自己可以用的手段就丰富起来。只能说戚薇倒霉了，谁让他去坐望峰被人给看到了呢？如果不承认的话，梦幻就准备上点雷霆手段。他能99%确定秦胜的死跟吕天卓有关，包括田旺的死也一样。所以戚薇是一个突破口，自己必须得利用好这一点。此时的梦幻根本就顾不上的不得罪二长老了。我去坐望峰是跟吕师叔要丹药，至于你说的秦胜怎么回事，我是真不知道啊。孟师叔，您为难我也没用啊，要不然你直接去找吕天卓师叔问问呗。戚薇笑着朝梦幻说道。没有证据，他能拿自己怎么样呢？可以说戚薇有恃无恐，只要死不承认，那他就无计可施。但戚薇还是低估了梦幻在宗门里面的霸道程度。当然，梦幻之所以变得如此强势，也跟他刚刚突破至金丹期巅峰有关。原因之下他无敌，所以这娘们也开始膨胀起来了，完全不将戚薇背后的二长老看在眼里。因此当他听了戚薇的话之后，直接闪向了这丫头。这一点确实是出乎了戚薇的意料，不过他也突破了金丹期，所以没有任何慌乱之意。当梦幻闪现到他面前，一掌朝他拍来的时候，戚薇淡定地扬起右掌迎了上去。平，两人的右掌结结实实地对到了一起，发出了一声闷响来。紧接着梦幻就感觉一股寒气从戚薇的右掌处传来，直接进入到了他的体内。这股寒气很是霸道，迅速往他的心脉方向窜去。这寒气正是当初他突破时候吕天卓传给他的列冰诀。按道理来讲，系统奖励地功法吕天卓都无法传授与他人，但戚薇是太阴圣体，就变成了一个例外，他学了列冰诀。梦幻没想到寒气如此霸道，
吓得他够呛，也无暇顾及戚薇了，赶忙调整自己体内的灵气去控制这道寒气。而戚薇自然也没讨到什么便宜，他才刚刚进入到金丹期而已，单论境界的话，他要比梦幻弱上2个小境界呢，所以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非常可以的了。他被这一掌震得连连后退，一直退了4、5步才站定身形，身上气血翻涌，一时间也无法动弹。小丫头，你这是什么功法？梦幻好不容易将这道寒气给控制住了，随后朝着戚薇问道。他从来就没见过如此恐怖的寒气，要不是自己修为突破的话，想要将其控制住还有一定难度呢。那就与孟师叔无关了，这件事儿我没什么可说的，希望你也不要咄咄逼人。戚薇看着梦幻冷冷地说道。此刻他也调整的差不多了，也做好了继续跟他作战的准备。小丫头，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要以为有你师尊罩着就可以了，我疯起来谁辫子都不给。梦幻定定地盯着戚薇，语气森然地说道。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能奈我何呢？戚薇这小暴脾气也上来了，跟谁俩的呢？听了他的话之后，梦幻直接被气笑了。就算是他师尊2长老也不敢跟自己这么说话吧。现在倒好，一个小辈居然如此张狂了，如果自己不给他点颜色看看，那今后还怎么在合欢宗里面立足了呀？岂不是随便一个内门弟子都可以拿捏自己，就更不用提那些长老们了。好啊，我看你不见棺材不落泪，正好让我看看你能学到你师尊的几成功力。说完之后，再次朝着戚薇攻了过去。由于有了之前的经验，这一次梦幻小心了许多，而且他没有任何留手的意思，只要是出招那就是竭尽全力。此刻梦幻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快点将戚薇拿下，用手段逼他说出当天在坐望峰的情况。只要吕天卓、沙秦胜以及田旺这事儿做实，那姓吕的就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了。戚薇虽然发挥得很是不错，还有列冰诀的辅助，但2人间的差距终究是有些大，而他的实战经验也不是很丰富，所以很快就落入到了下风当中，完全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戚薇心里面恨啊，只要再给自己点时间突破至金丹期的中界，2人差上一个小境界，那就根本不用出他了。但现在还是不行，看来败下阵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了。不过戚薇还是在咬牙坚持着，他要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也只有这样才能快速的进步，不然白扯。其实梦幻也心惊不已，他没想到这小丫头居然已经突破至金丹期了，这么下去的话，追上自己也不是没可能啊。今天必须得将他收拾服了，必要的时候将其废掉也不是不可以。要说这娘们够狠呢，不然也走不到今天这个位置上，所以他的攻击就更加迅猛了，根本就不给戚薇留有任何喘息的空间，步步紧逼，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将其拿下，逼迫他将那天在坐望峰上所发生的事儿全说出来。金丹期巅峰高手的疯狂攻击，那还是比较恐怖的。戚薇连连败退，寒气也有点后继乏力，他只能无奈的苦笑起来，自己跟人家相比，差距还是太大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败给一个排得上名号的长老，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如果没有突破的话，自己在他的手上根本就走不过一个回合，能有现在这样的局面，他已经很满足了。平又坚持了一会儿之后，梦幻一掌拍在了他的胸口之上，噗！戚薇狂喷了一口鲜血，随后倒飞了出去。落地之后，还不待他挣扎起身呢，梦幻已经闪到了他身边，一脚踏在了他的胸口之上。而此时听到打斗声音，周围也过来不少内门弟子围观，但鉴于梦幻的淫威，没有人敢说什么。这娘们真是得罪不起啊！戚薇，念在我跟你师尊还有点交情的份上，只要你把当天在坐望峰上所发生的情况说一遍，我就不再去为难于你，如何？梦幻居高临下的看着戚薇，牛鼻闪电的说道。孟师叔，我只不过是去坐望峰找吕大哥讨要丹药而已，至于你所说的那些事儿，我根本就没看见，也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呢？戚薇看着梦幻，直接回应道。吕大哥。听到这个称呼之后，梦幻心里面就更加不爽了。姓吕的那小子不仅仅是跟庄灵搞到了一起，现在这丫头也有份儿。妈的，原本想要将她弄成自己私人物件呢，现在倒好，她睡了2个，这让梦幻有一种头顶大草原的感觉，心里面滴怒火直冲天灵盖。看样子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呀，那就别怪当师叔的手黑了。你要是受不了的话，那就把实话说出来。咔嚓，梦幻的话音一落，他在戚薇胸口的右脚直接踩在了他左侧的手臂上，将其踩断。戚薇也是够狠，手臂被踩断了，他就紧紧咬着牙关，一声都没哼，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双眼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梦幻。此时他的眼神肯定很恐怖，梦幻都有点慌乱了。死丫头，你还敢瞪我？本座让你知道得罪我的后果。说完之后，再次扬起右脚，准备朝着戚薇另一条手臂上踩去。住手！吕天卓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紧着大家感觉眼睛一花，一道人影就攻向了梦幻。平噔噔噔，梦幻仓促中出了一掌，直接被震退了好几步，想要再去伤害戚薇，俨然是不可能了，因为他之前的位置已经被吕天卓给取代了。微微，你感觉怎么样？吕天卓小心翼翼地将地上的戚薇给扶了起来，并向他受伤的手臂渡了一股灵气过去。这股灵气快速地修复着戚薇受伤的手臂，但这也得需要一个过程啊。
戚薇还是疼得直咬牙，不过她不想让吕大哥看到自己柔弱的一面，当即挤出笑意来，道：“放心吧，吕大哥，我没事儿。傻丫头，吕大哥给你报仇，不过我不会伤他的性命，最后留给你来处理。”吕天卓溺爱地揉了揉戚薇的小脑袋，随后转身看向了罪魁祸首梦幻：“你该死！”原本对这个女人吕天卓还有点想法呢，但是经历过庄林几个女人之后，他已经不能入自己的眼了。现在居然敢对戚薇出手，那就是活腻歪了。不过由于答应戚薇了，所以今天他肯定是不会要梦幻的性命，但必要的惩罚那还是得有的，不然的话怎么跟戚薇交代呢？吕天卓，秦胜是不是你杀的？我为他报仇有什么错吗？在吕天卓那恐怖眼神注视下，梦幻说话都有点颤音了，显然他也感受到了吕天卓的恐怖，没有那么强的底气了。是老子杀的又能怎么样呢？那样的人渣就该死，今天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来。动我吕天卓的女人，纵然是天王老子我也收拾定了。此时的吕天卓周身充斥着骇人的杀意，所有人都一个感觉，那就是合欢宗最强炉鼎转变成最强杀神了。以吕天卓现在的修为来说，足以横扫整个合欢宗了。虽然他喜欢低调，但这娘们将戚薇的手臂都打断了。作为戚薇的男人，吕天卓要是不雄起的话，那还混个屁啊！所以此刻的吕长老根本就无需去顾忌那么多了。人是老子杀的，那又能怎么样呢？像是秦胜、田望之流的人渣就该死。好啊，吕天卓，你终于承认了啊！知道击杀同门是什么结果吗？原本梦幻来找戚薇，目的就是为了从他这儿搞到吕天卓杀人的证词。现在倒好，这家伙居然亲口承认了，那不就等同于有把柄落入到了自己手中吗？想将他拿捏，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了吧？因此此刻的梦幻心里面充满了激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吕天卓很快就会成为自己的玩物。妈的，他不是废了自己的炉鼎吗？那好，就让他当替代秦胜，成为自己的专用炉鼎。这老小子本钱不错，而且最近这段时间似乎又年轻了不少，跟他一起修炼的话，对自己修为的提升来说可是个大好事啊！不得不说，梦幻的如意软盘打得确实是不错，但他犯了2个错误：一是高估了自己，二是低估了吕天卓。如果吕长老没有十足的把握，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这事儿呢？既然承认了，那就说明他有能摆平这件事儿的能力。孟长老，你似乎忘了内门弟子想要击杀门中长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我之所以击杀秦胜，是因为他到坐望峰上想要我的命。这小子只不过区区一个内门弟子，谁给他这样的勇气跟一个长老叫板呢？秦胜平时之所以在合欢宗作威作福，全都是因为你吧？那我是不是有理由怀疑他的这些举动全都是受到你的指使呢？所以你也得把这事儿跟我说清楚，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妈的，这娘们还想跟自己打嘴炮，开什么玩笑啊！当初的吕天卓那可是资深的键盘侠，虽然不是全职对人的，但也算是半职业化，应对他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你胡说，我没有指使秦胜去做任何事儿。梦幻没想到吕天卓居然会这么说，这顶帽子扣的可不小啊，所以他赶忙出声否认。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你应该知道微微是我的女人，现在你将她的手臂打断，是不是得给一个说法啊？吕天卓的语气开始冷了下来，他没那么多功夫在这儿浪费，一会儿跟戚薇说完之后还得去找林敏继续说呢，所以他的时间很宝贵，得加快速度收拾这娘们了。啧，吕天卓，你的速度蛮可以吗？这才几天啊，就跟庄灵以及戚薇勾搭上了。我听说之所以废掉周茂，也是因为另一朵金花成荫，看样子你是又恢复到了当初做炉鼎的日子啊。梦幻越说越气愤，这个王八犊子，他不知道自己也需要吗？如果早点过来给自己伺候明白了，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冲突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样也好，没准他能成为自己的专用炉鼎呢。不，这跟当初可不一样，你没发现这几个人在跟我之前全都是处子之身吗？所以我可不是什么炉鼎，纯纯的真感情。这话任谁都听出来了，吕天卓不就是在讽刺梦幻不是处子，根本无法与其他几个女人相提并论吗？虽然没说什么粗俗的言语，但骂得不可谓不脏啊。梦幻那叫一个气啊，他在宗门里面也横行惯了，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言语挤兑呢？怒火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瞬间就失去了理智，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将面前这个可恶的家伙拿下，不然的话自己真是没办法继续在宗门里面混了。吕天卓，你他妈找死！梦幻怒喝一声，直接朝着吕天卓冲了过去。他还以为吕长老是当初那个任由他蹂躏的小白呢，却是忘记了他怎么秒杀周家长老周龙的了。唰！就在他冲到吕天卓跟前的时候，一道白光闪现，直取梦幻的面门，速度之快，力道之大，都令人啧舌。因此梦幻根本就无心再去攻击吕天卓了，他的唯一想法就是自保，赶忙闪身，避免跟这道白光产生正面碰撞，因为他不确定能不能接得下来。平，想法倒是不错，但他确实是太低估了吕天卓的出手速度了，再加上他原本就是呈前冲的状态，哪有那么容易就收回来了呢？撤到一半的时候，吕天卓那凌天剑法第一式云雀惊鸿就劈到了他身上。虽然梦幻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姿态，
但这一剑也不是闹着玩的。一声闷响之后，梦幻整个人就倒飞了出去，整个人被震得气血翻腾，不过倒是没受什么伤。扑通，在空中滑行了一段之后，重重的摔落在地。一个金丹期巅峰的高手，居然被人一招给击落在地，这让嚣张惯了的梦幻梦长老感觉很没面子。就在他想要起身跟吕天卓继续对战的时候，一只43码的大脚踏在了他的胸口之上，跟之前他踏戚薇的姿势一模一样，这可能就是现世报吧。吕天卓那张帅气的面颊映入眼帘，不过此时梦幻看上去却是那么的可恶。吕天卓，你要干什么？不要忘了，我也是合欢宗的长老之一，快点把你的臭脚拿开！梦幻歇斯底里的喊道。此时他的心里面充满了震惊之意，因为几天前自己收拾吕天卓就跟玩一样，这家伙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修为产生质的飞跃呢？就算是使用什么天才地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突破速度吧？那又怎么样呢？动了我的女人，别说区区一个合欢宗长老了，就算是天王老子，这面子我也不给。你不是踩断微微一条手臂呢？那好，老子现在就让你加倍偿还。说完之后，根本就不给梦幻开口的机会，以同样的方式朝着他左臂踩去。咔嚓，一条手臂踩断之后，吕天卓完全没有停留，还不待梦幻惨叫呢，又朝着他另一条手臂上踩去。咔嚓，熟悉的声音再次如约而至。这一次梦幻挺不住了，发出了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声。即使这样，吕天卓也不准备放过他，这娘们就是非暴力不合作类型的，一次彻底将他打服了就好。因此还准备朝他的双腿下脚，让梦幻跟周茂一样，但被戚薇马上给拦住了。现在事儿都不小了，不能继续恶化下去。吕大哥，算了吧，他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如果再下狠手的话，我怕宗主那边也不好交代啊。其实戚薇的心里面很是自责，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梦幻确实是比较烦人，但他的身份在这儿摆着呢，合欢宗排名靠前的长老，估计肯定的跟吕天卓要说法的，万一宗主怪罪下来，那可怎么办啊？微微，你出气没有？要是没有的话，我要他命也没什么问题。吕天卓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戚薇满意，如果这丫头不满意的话，那就做到满意为止。至于梦幻的命，在他的眼中如同蝼蚁一般，没有什么价值。出气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吧。戚薇急得够呛，赶忙说道：孟长老，今天算你运气好，我们家微微不再追究你的责任了，所以赶紧滚犊子，如果再来这儿嘚瑟，那可就不是要你2条手臂那么简单了。跟我嚣张，你还不够格？在说这话的时候，吕天卓周身充斥着骇人的杀气，显然他对梦幻已经动了杀意，没有戚薇求情的话，还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哼！梦幻勉强从地上站了起来，看着吕天卓冷哼一声，快速的离开了。他的双臂骨折比较严重，想要痊愈的话，那需要一段时间恢复，这还是在吕天卓仁慈的情况下，不然双臂就彻底废掉了。别在这儿围观了，该干嘛干嘛去。见院落周围围着的全是人，吕天卓不爽的呵斥了一声。此时他在合欢宗的威信堪比宗主凌霜里，所以谁敢不听呢？话音一落，这帮家伙全都屁颠屁颠的离开了，生怕吕天卓迁怒于他们。试想那么牛逼的孟长老都被废掉了，自己这样的小卡拉米算个屁啊！很快，热闹的院落就静了下来。吕天卓搀着戚薇进入到了房间之后，虽然他的手臂有自己的灵气护着，但显然还是不够。吕天卓稍作思考，随后说道：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去总务堂取点炼丹的材料，帮你炼制一枚海春丹，能令你的手臂马上痊愈。开什么玩笑，吕天卓可是神级炼丹师啊，几近无敌的存在，炼制一枚让戚薇痊愈的丹药简直不要太容易。所以跟戚薇打了一声招呼之后，就快速跑回到了总务堂，将事情经过跟庄灵简单说了一遍，随后要了相应的材料，再次返回到戚薇的房间里。微微，你的这个盆子借我用一下。戚薇虽然不知道吕天卓拿盆子干什么，但对于他的要求，那绝对是无条件执行，所以赶忙应承了下来，同时心中暗想，难道炼丹还需要用盆子吗？然而他的这个疑惑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吕天卓已经将那些材料全都扔进了盆子里面。呼，右手一样，一道淡蓝的火焰已经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这火焰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多少温度可言，因此戚薇心里面十分诧异，不解地朝着吕天卓问道：吕大哥，你不会就是用这些来炼丹吧？虽然他不是炼丹师，但对于炼丹的手法多少听过一些，炼丹炉都不用，这未免有点太儿戏了吧？难道以往的那些丹药，吕大哥都是用盆来炼制出来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简直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了。没错啊，我之前的那些丹药就是这么炼制出来的，而且效果全都不错呢，你看着就行了。这海春丹是相对比较低级的丹药，材料也很普通，很快就可以炼制完的。吕天卓笑着解释了一句，随后就将手中的灵火作用到了盆中的材料上，而那个盆丝毫不受灵火的影响，稳得一笔。戚薇看得目瞪口呆，吕天卓对灵火的控制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人比人的死，或比或得扔，努力在天赋面前简直是一文不值啊！那些炼丹师几乎穷其一生都在找最牛逼的炼丹炉，因为只有牛逼的炼丹炉才可能让他们炼制出来相对牛逼的丹药。就算是那些高阶的炼丹师亦是如此。但再看吕天卓呢，随便拿一个破盆就可以完成他们用顶级丹炉都完不成的任务，
这还比什么呢？那些材料在吕天卓掌中灵火的作用下，迅速的融化开来。少顷，开始往一起凝结了，就跟打铁似的，那叫一个迅速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丹香四溢，闻上去那叫一个舒服啊！啪嗒啪嗒啪嗒，又过了几息之后，3声脆响传来，就见盆底处多了3枚淡黄色的丹药，丹香味儿也就更浓了。此时的戚薇更猛了，吕大哥，这丹药就炼制好了吗？据他所知，炼丹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那些炼丹师想要炼制出来一炉丹药，少则10天半月，多则数天。但吕天卓这丹药才炼制多久啊？半个时辰都不到，这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吧？没错，一共炼了3枚，你吃1枚就可以了，其余2枚留下来应急，万一再出现类似的情况，直接服用就可以克了。这个还春丹炼制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其余比较高阶一点的丹药，可能需要花费个几个时辰呢。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更高阶的丹药才需要几个时辰。戚薇相信，要是吕天卓的这本事传出去的话，他立马会成为那些超级世家、顶流宗门眼中的香饽饽，这已经完全是超越了高阶炼丹师，着实是厉害了。吕大哥，你这也有点太神了吧？这算什么？哥还有更神的呢，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看着戚薇那崇拜样子，吕天卓心里面别提多爽了。微微，你把这枚丹药服下去之后，调动灵气修炼就可以了。吕天卓笑着朝戚薇说道。断条手臂对于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1枚还春丹完全就可以搞得定了。戚薇对于吕天卓的话丝毫没有怀疑，直接服用了1枚丹药，随后就开始运功修炼。他能感觉到自己断裂的手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修复着，那被踩碎的骨头也在一块一块的组合着，甚是有趣。一炷香的时间前后，那条断掉的手臂就已经彻底修复好了。当戚薇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他有点不太敢相信，赶忙挥动着自己的手臂，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跟没受过伤一样。神，简直是太神了！吕大哥，这也太神奇了吧！看着这丫头激动的样子，吕天卓又是溺爱的揉了揉她的小脑袋。微微，吕大哥今天过来找你，是有件事儿要跟你说一下。受伤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接下来就是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了。什么事儿，吕大哥？你尽管说。戚薇笑着应承道。只要是吕天卓的事儿，只要是自己能做到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就算是想要他的命，这丫头都会双手奉上。对于吕天卓的感情，她可不比庄灵少。是这样的，明天我要进一趟合欢宗禁地。原本还笑盈盈的戚薇，在听了这话之后，脸上的笑容立马消失掉了。合欢宗禁的向来是有去无回，这事儿但凡是合欢宗宗众都知道的。吕大哥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万一出不来怎么办？吕大哥，你这是为什么啊？不去不行吗？小丫头声音里面已经带着哭腔了，眼圈中也含着眼泪，看那架势，马上就要滴落下来了。这小表情，看得吕天卓那叫一个心疼啊！如此小可爱，谁能扛得住呢？所以赶忙上前，将她拥入到了怀里。别哭，别哭，傻丫头，我这一次进去就是想要一探究竟的，看看所谓的禁地到底有什么秘密。你放心，吕大哥的本事还不知道吗？区区一个禁地，怎么可能困得住我呢？而且这一次不是我自己去禁地，跟我一起的还有郭千羽郭长老，他的本事你见过，我们俩联手，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吗？吕天卓朝着戚薇安慰道。既然这样，那我有一个请求。戚薇扬起小脸，看着吕天卓说道。没问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吕天卓见他没哭，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至于戚薇提出的小要求，他都可以答应的，这丫头开心就好。很简单，让我跟你们一起进入到禁地当中去，如果真有什么意外的话，咱们也能在一起，就这么一个请求。戚薇提出来的请求跟庄灵一样，吕天卓也是醉了，没想到这小丫头也如此痴情，自己真是没白疼她啊。不过以现在戚薇的修为来说，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而且进入到禁地之后，很有可能会成为累赘。之前庄灵这个请求吕天卓都没答应，何况是他呢？微微，你心里的想法吕大哥知道，但这一趟你不能一起去。之前你庄灵姐也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同样被我给拒绝了。以你们现在的修为来说，就算是进去也不能帮上我什么忙，还有可能让我分心，所以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等我，我保证会完好无损的回来。吕天卓看着戚薇，极其认真的说道。可是人家害怕你出什么事儿啊。说着，小丫头的眼眶又红了起来。吕大哥什么本事？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把心放到肚子里去，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吕天卓无奈，只能拍着胸脯朝着戚薇保证道。哎，好吧，不过吕大哥你记住，若是你真出不来的话，我会进入到禁地里面找你。果不其然，他的回答又跟庄灵一样。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啊？吕天卓心里面也感动不已，不爱也不耽误自己专情啊。如果自己没做到位的话，他们怎么可能这样的呢？所以对于现在的局面，吕天卓可谓是相当满意。放心吧，区禁地还困不住我，好好在家想我，等吕大哥回来之后，好好的奖励奖励你。说完，吕天卓在他那粉嫩的面颊上亲了一口，戚薇的俏脸立马红了起来，胸脯也跟着剧烈的起伏。吕天卓一股邪火就上来了，他真想现在就好好奖励奖励这丫头，不过一想到还得去宗主府，再加上自己一次时间那么久，怕耽误事儿，所以只能将这股邪火给生生的压了下来，
一切都等回来再说吧。吕大哥，记住我所说的话，要是出不来的话，我就进去找你。戚薇的语气是那样坚定不移，他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哥还得去一趟宗主府，就不在这儿陪你了。对了，莹莹那边能不说就别说了，我不想让她也跟着担心。庄灵和戚薇不一样，他们都跟自己发生关系了，但程莹没有，所以这件事儿吕天卓并不打算告诉她。这也不算是偏心，只是暂时关心还不一样，没必要让程莹也跟着担惊受怕。吕大哥，莹莹人和心都是你的，不告诉她，这丫头不会生气吧？对于自己这个闺蜜，戚薇还是很了解的，所以她朝着吕天卓提醒了一句。至于最后怎么决定，那还得吕大哥自己说，他不能替着决定。你和玲玲不一样，你们都是我的女人，所以我的一切都会说，但莹莹不一样，这你应该明白，所以能瞒就瞒吧。吕天卓也是无奈，女人多就是这样，好吧，那我就不跟她说。不过这事儿相信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宗门的，只不可能包住火呀。当年施永孝进入禁地，那可是震惊了整个宗门的，所以这一次相信也不例外。想要瞒住程莹不太现实，那就能瞒多久算多久。吕天卓甚是无奈，其实吕天卓这么考虑也没毛病，毕竟程莹还不是他的女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让他为自己担忧。如果自己去找他的话，那不是给人家制造焦虑吗？他和庄灵以及戚薇并不一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不过林敏那边肯定的知道，毕竟进入禁地这事儿得跟宗主林双里说一声，若是可以的话，吕天卓真不想让林敏知道，没办法的事儿。我知道了，吕大哥。戚薇对于吕天卓那绝对是言听计从，既然他这么说了，那自己对莹莹守口如瓶就是了。为了吕天卓，戚薇能与全世界为敌，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还得去一趟宗主府，就不在这儿陪你了。若是时间充裕的话，吕天卓绝对会跟这丫头双休一次，奈何现在时间太过仓促，这个想法只能是作罢了。从戚薇的小院离开之后，他又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宗主府，让紫渊去禀告林敏和林双丽，说是有事儿要聊。紫渊自然知道吕天卓身份的特殊性，所以哪敢怠慢啊，将他让进了会客厅之后，就去通知两人了。少顷，林双里就和林敏一起过来了。吕长老找我们过来，有什么事儿吗？林双里就单独跟吕天卓一起的时候，才媚意十足，现在边上有他弟子林敏在，整个人显得特别高冷。不过也对，他可是合欢宗的宗主，要是对谁都那样的话，那哪还有宗主的威信可言啊？宗主姐姐，敏敏，我来这儿是有一件事儿想要通知二位。吕天卓看着林双里以及林敏，极其认真地说道。他的这个举动让林敏有种不好的感觉，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要不然吕大哥怎么会这么严肃呢？他很想问问怎么了，但是有师尊在这儿，也轮不到自己开口了呀，所以他也只能是忍了下来，等待着师尊林双里发问。吕长老有什么事儿要通知我们二人啊？林双里也很诧异，吕天卓这是要干嘛呀？我之前跟郭千羽郭长老碰了一下，一起决定明天前往禁地一探究竟。吕天卓很是淡然的将这个想法说了出来，但林双里和林敏听了却是有种振聋发聩的感觉。吕长老，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好一会儿之后，林双里才回过神来，一脸不敢置信的朝着他问道。当然不是了，我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事儿上开玩笑呢？我和郭千羽长老已经商量好了，明天就进入禁地当中，看看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吕天卓说这话的时候态度极为坚定，这让林双里和林敏知道他绝对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看样子应该是真的决定好了，只是为什么如此想不开呢？合欢宗禁地那绝对不同于其他的地方啊，那是个有去无回的存在，迄今为止还没有谁能从里面活着走出来呢。吕长老，对你这个想法我不同意，咱们合欢宗在禁地里面折损了多少位高手，这一点你应该也听说过吧？我不否认你挺有实力阿德，但这不是闹着玩的，我劝你还是将这个念头给打消掉吧，咋那么宗门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损失啊？郭千羽那是元婴期的高手，而吕天卓虽然不知道具体修为如何，但绝对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他们两人也折损在禁地的话，那对于现在的合欢宗来说绝对是个非常大的打击，说是元气大伤也不为过呀，所以他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啊，吕大哥，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就算是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庄长老和七师妹他们考虑考虑吧。进入到禁地当中，那命运就不再掌控自己的手中了。合欢宗不少前辈也全都进到了禁地当中，结果一个人都没能活着出来，你没必要以身犯险啊。在林敏看来，吕天卓之所以要进入到禁地当中，完全就是因为郭千羽郭长老，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来呢？对于这个想法，林敏也不同意啊，自己跟师尊说的已经很委婉了，实际上是进入到禁地里面就不可能再出来了。宗主姐姐，敏敏，这个禁地我必须得进去一趟，不然的话我以后可能都无法突破了，他已经成为我的心魔了，所以你们别再劝说我了，这个禁地我去定了。今天来这儿主要的目的就是通知你们一下，明天一早我就会跟其郭长老一起进去，我有把握从里面活着走出来。两人在担心些什么，吕天卓自然知道，不过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儿，自己可是有系统在兜底，
所以他不同于以往进去的那些人。吕天卓不相信身为挂逼的自己会折损在区区一个禁地里面。吕大哥，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呀？禁地终究是禁地，不同于其他的地方啊。林敏看着吕天卓，极其无奈地说道。此刻林双里没有说什么，而是眉头紧锁，似乎在权宜着什么。放心吧，敏敏，你还不相信吕大哥的实力吗？吕天卓丝毫不在意，他所决定的事儿不会因为考虑的时间长短而有所改变。吕长老，作为宗主的我，知道关于禁地方面的东西比你多一点，所以我还是要劝说你别意气用事。据说合欢宗的禁地是某个仙人的洞府，里面全都是仙家的手段，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仙人是什么手段？这不用我多说了吧？我不否认你现在挺强的，但那也终归是凡间的东西，怎么跟仙人相提并论啊？在咱们宗门里面，还有那么多爱你的人呢，你就算是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他们考虑考虑吧。林双里犹豫了再三，还是选择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吕天卓。只要能将这个家伙拦住，秘密泄露也就泄露了。毕竟现阶段来说，保住吕天卓才是最为重要的事儿。而吕长老听了这话之后，眼睛就更亮了。既然是仙人的洞府，那宝贝自然也多了。以他的实力来说，能不觊觎吗？现在吕天卓还是感觉自己的实力不够，毕竟合欢宗是一个二流宗门，自己就算是在宗门里面无敌，那也说明不了什么，总得有走出去那一天。到时候遇到牛逼的对手怎么办呢？所以唯一的办法，那就是提升修为，丰富手段。禁地是仙人的洞府，那对于吕天卓的诱惑力可就太大了，其程度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美女对他的诱惑力。原本就决定去了，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就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真要是弄到几件仙界宝贝的话，那可就牛逼大发了，到时候还他妈怕谁啊？谁装逼那就削谁。越想越兴奋，这家伙脸上都露出笑意来。多谢宗主姐姐提醒，不过就算是仙人的洞府，我也得一探究竟。我知道郭谦与郭长老的心结是什么，正好利用这一次机会将他的心结彻底打开，从而将我们之间的矛盾也彻底的和解开，何乐不为呢？可是吕大哥，那是仙人的洞府啊，岂是我们这些凡人所能窥探的？之前那么多宗门好手都没能活着出来，我们都在为你担心啊。林敏快被吕天卓给气死了，这家伙怎么为了一个郭千羽要以身犯险呢？万一真出点什么事儿的话，那自己怎么办啊？林敏也有着冰山美女之称，是吕天卓让她融化的。如果吕天卓真以为这一次行程出了问题，那他今后还怎么过啊？心动一次不容易，林敏不想就这么戛然而止。若是真那样的话，他保不齐会成为第二个郭千羽，因此他会运用一切办法来阻止吕天卓进入到禁地当中去。别人是别人，吕大哥是吕大哥，不能一概而论。以你吕大哥的实力来说，安然的从禁地里面走出来，那是没有任何难度的。所以将心放在肚子里面吧，我保证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看样子吕天卓确实是下定决心来，这个禁地非去不可。林敏知道自己肯定是劝不住了，当即问道：吕大哥，那你跟庄长老说了吗？他是什么意见呢？这丫头知道吕天卓已经跟庄灵发生了关系，所以认为他说的话吕大哥应该能听。只要庄灵不让吕天卓去以身犯险，那应该就能打消他的这个荒唐的念头。这事儿我能瞒着他吗？玲已经同意了。林敏听到这个答案之后，差点被气得吐血。这庄长老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啊？怎么就同意了呢？难道他不知道禁地里面的凶险程度吗？这不是将吕大哥往火堆里面推呢吗？敏不用再劝说了，你吕大哥心里面有数。今天之所以过来，就是通知一下你们二人，没别的意思。吕天卓已经将话说得很明了了，那就是不论你们怎么劝说，这个禁地我去定了，好吧？那我们也就不再劝说什么了。需要我们做什么？林双里开口了，他也看得出来吕天卓已经铁了心要去，再说什么也不会有其他的效果，那还不如让吕天卓多做点准备工作呢。如此一来，生还的可能性还大一点。最好别把这事儿闹得人尽皆知，我这人行事还是比较低调的。吕天卓笑着说道。不过他也知道似乎这很难，因为以往进入到禁地，全宗门都会知道的，尽量吧。不过你也知道，想要进入到禁地，那就得将外面的大阵启动开，动静自然小不了，纸包不住火，早晚宗众也会知道。林双里有些无奈地说道。吕天卓想想也是，也就不去强求什么了。突然他想起梦幻的事情来，所以笑着说道：宗主姐姐，刚才梦幻孟长老去戚薇的院子里面欺负人，将微微的手臂打断，我没控制住，就出手将他2条手臂给打断了。你不会因为这件事儿从而对我用宗规吧？其实这事儿林双里已经知道了，但凡是合欢宗发生的事儿，那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如果连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的话，那怎么可能做好宗主呢？因此林双里一点都不例外，笑着说道：孟长老在宗门里面的行事作风确实是太过嚣张跋扈，敲打一下也未尝不可，要不然的话他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个道理。显然林双里默认了这件事儿，吕天卓当即朝着他竖起了大拇指来。宗主姐姐英明啊，怪不得你能当上宗主呢，确实是有这能力啊。既然事情已经都说完了，我就不在这儿继续叨扰了，还得赶回坐望峰呢，需要收拾一下东西，同时好好的准备准备，争取明天就能在禁地里面打一个来回。吕天卓将这件事儿说得极为轻松，似乎去合欢宗禁地比去度假还轻松。林双里眉头皱了起来，他实在是想不通吕天卓的这份自信
是从何而来的？难道他真有绝对的把握，能从禁地里面走出来？那自信的样子，搞得林双丽都想跟着他们过去一探究竟了。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这个念头，可是要死人的，马虎不得。好的，等明天的时候，我去帮你启动外面的大阵，放你和郭长老进入到禁地里面去。林双丽直接应承了下来，他也对这件事儿开始充满期待了。得，我就撤了。吕天卓说完，分别跟林双丽以及林明打了声招呼，转身离开了宗主府。师尊，您怎么同意让吕大哥去禁地了呢？简直就是九死一生啊！万一有点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啊？等吕天卓离开之后，林敏朝着林双丽说道，言语间竟然有点埋怨的意思。这是林双丽没想到的，自己的这个弟子那是言听计从，现在居然为了吕天卓过来埋怨了。看来这丫头真是爱上了姓吕的小子。吕天卓什么性格你也看到了，我不让他管用吗？所以除了同意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不过你也不要太过担心，我总感觉这家伙有什么话没跟咱们说，他或许真能从里面走出来，也说不定呢。林双丽这种感觉很强烈，或许吕天卓就是个改变历史的存在。以前林双丽根本就没关注过吕天卓，只知道他是因为当炉鼎有功，被老宗主破格提升为宗门里面唯一的男长老，之后就是他卧床不起的消息，这一躺就是40年。但最近这几天，宗门里面最火的人就是吕天卓了，就算是自己这个宗主也无法跟他相提并论。因此林双丽对吕天卓越来越感兴趣，所以近期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林大宗主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现在见他如此信心满满，那没准真能从禁地里面安然回来呢。说实话，作为宗主的他也好奇境的里面到底是有什么。如果吕天卓能将这个谜底揭开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哎，但愿吧。我感觉吕大哥跟刚进入到宗门的时候一点都不一样了。可以说整个宗门里面跟吕天卓接触最多的就是林敏了，因为当初两人一同进入到合欢宗，而且关系还处得很不错。但现在的吕天卓跟之前对比，简直是有云泥之别。这一点林敏感受得最为清楚，简直就是换了个人似的，可能是越来越优秀了呗。你应该为他高兴才是。为师有种很强烈的预感，咱们合欢宗能不能再次崛起，那跟他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愿吕天卓这一次能安然从禁地里面走出来，不然的话，咱们合欢宗损失可就太大了，大的有点承受不起。由于知道吕天卓转天就要进入禁地了，所以庄灵特地从总务堂早点回来，因为不确定进入到禁地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儿，所以庄灵要把他自己毫无保留的全都给吕天卓。纵然真出了什么事儿，那也没有任何遗憾可言。而且他已经做好了决定，如果吕天卓出不来的话，那他会随后跟进去。玲玲，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呢？吕天卓正在躺在床上冥想呢，就见庄灵回来了。平时这丫头回来的都挺晚的，所以他很是诧异。明天你不要进入到禁地当中了吗？我这是以自己为你壮行，今天想怎么折腾我都没有任何问题，我保证全程配合。言语间，庄灵就开始脱他自己的衣服了。吕天卓听了之后眼睛亮了起来，当然庄灵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他是知道的。这个傻丫头真是让人心疼啊。那咱们先来一轮，再去聊其他的。吕天卓说完之后，直接朝着庄灵扑了过去。一个时辰之后，他心满意足地靠在床头上，而庄灵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现在恨不得马上让戚薇来帮自己，要不然的话真是承受不住了。玲玲，明天去禁地这事儿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既然答应了跟郭千羽一起去，那就是有能从里面出来的办法，不然你以为我傻呀？主动过去送命吗？我才过几天好日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没有任何难度，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就是了。吕天卓将庄灵搂在怀里面，笑着朝他说道。虽然两人这样了，但吕天卓并不打算将系统这事儿告诉庄灵，他们又没看过网络小说，哪知道系统是什么玩意儿，这事儿解释起来还挺复杂的，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只需要告诉他们不用为自己担忧，那就够了。不管禁地到底是不是真的仙人洞府，对于吕天卓来说都不是大问题，弄不到仙气不要紧，保命还是可以的。真的吗？天卓，傻丫头，这种事儿我怎么会骗你呢？我之所以答应跟郭千羽一起进入到禁地之中，一是我有绝对的把握活着出来，二是也能有莫大的好处。我可是无利不起早的，如果没有好处的话，我怎么可能去操这份儿心呢？所以放宽心，等我回来就是了。吕天卓一脸笑意，庄灵怎么看也不是在强颜欢笑，在联想最近吕天卓的一系列操作，心里面终于不那么焦虑了。不过他还是极其严肃地看向了吕天卓。天卓，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但请你记住，如果你真出不来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进入到禁地当中，生来同亲死同学。哎呀，这傻丫头又来这一套，吕天卓怎么能受得了呢？所以一翻身又开始继续奖励起庄灵来。这一晚对于吕天卓来说可谓是相当的舒爽，但对于庄灵来说那就有点痛苦了。不过没办法，谁让自己之前已经把话说出去了呢？只能是默默承受着这一切了。而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这句话似乎也成为了笑柄。第二天一早，庄灵强忍着身体某处的疼痛，爬起来给吕天卓做早餐。令他意外的是，吕天卓居然在自己还没做好早餐就起来了，从后面拥着他说道：玲玲，
有你真好，有你更好。庄灵依偎在吕天卓的怀里，悠悠地说道。虽然昨天听了吕天卓的话，心里面不那么担忧了，但怎么可能一点焦虑都没有呢？他真害怕吕天卓回不来，那样自己才过了几天甜蜜的日子，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今天别去境地送我，成不？吕天卓不想让庄灵去，因为他也不喜欢离别，万一到时候再哭哭啼啼的，那自己心情能好吗？不行。果不其然，庄灵拒绝得很是干脆，就知道会这样，所以吕天卓也就不去劝说什么了，就这么抱着庄灵，陪着她做完早餐，随后两人就一起吃了起来。早餐还没吃完呢，吕天卓脸上就露出无奈的笑容来。这娘们还真是着急，早餐都不让人吃完吗？还是害怕我不去啊？吕天卓刚捣鼓完，外面就传来了郭千羽的声音：吕长老，时间不早了，咱们是不是要出发去境地了？真扫兴，早餐也不让人吃完。庄灵听了之后没好气地说道。对于郭千羽，他没什么好感，当初在落霞峰自己差点被他给废掉，梁子也算是结下了，可能是怕我不去吧，别跟他一般见识。安抚了庄灵一句之后，吕天卓高声喊道：仙女姐姐，进来陪个吃个早餐。仙女姐姐，进来陪个吃个早餐。听了这话之后，外面的郭千羽差点没炸，这都什么时候了，姓吕的小子还让自己陪他吃饭？他十分怀疑吕天卓根本就没长心，要不然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不过还得指望着他跟自己一起进入到境地当中呢，所以也不好拒绝啊，无奈只能是咬牙进入到了吕天卓的房间里。原本以为吕天卓一个大糙老爷们，房间将会造得异常凌乱的，但进去之后才发现房间里面收拾得特别干净，还带着一股好闻的香味儿。郭千羽闻得出来，这是女人身上特有的香味儿。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庄灵庄长老的，因为当初在落霞峰的时候，他在庄灵身上闻到过一样的香味儿。原来两人早就住到一起了呀，怪不得当时庄灵情绪那么激动，要找自己报仇呢。就在他想这些的时候，人已经来到了餐厅，就见吕天卓和庄灵正吃饭呢。仙女姐姐请坐。吕天卓随手一推，一把椅子朝着就平移到了距离郭千羽不远的桌前。郭千羽看了一眼吕天卓，又看了一眼庄灵，随后上前两步坐了下来。吕天卓，你不会怕了吧？不敢跟我进入境地，所以找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如果真是这样，我也不怪你，说出来我自己进去就是了。这就是郭千羽心里面的真实想法，他认为吕天卓就是在拖延时间。境地是一定要去的，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等我吃饱了之后，自然会直接去境地。仙女姐姐，这么多年都等了，还差这一顿早餐的时间吗？我猜你也没心情吃吧？那就在这儿吃，我们家玲玲的手艺那可是相当哇塞的。吕天卓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似乎根本就没将进入境地当回事儿。郭千羽都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信心，但现在也没有别的好选择呀，只能是白了一眼吕天卓，开始既来之则安之了，跟着两人一起吃早餐。郭长老，之前在落霞峰的事儿，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令郭千羽想不到的是，庄灵居然主动打破了沉默，而且还是给自己道歉，这都是什么套路啊？郭大长老感觉自己被弄得有些不会了。没什么，你也被我给打伤了，而且吕天卓也专门找我解释这件事儿了，咱们也就算是彻底的扯平了。郭千羽说这话的时候也被震了一下，因为他发现庄灵的修为已经进入到了元婴期的境界。当初在落霞峰对战的时候，他不过是金丹期中阶的修为啊，这才多长时间啊，就已经突破至元婴期了。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奇遇呢？如若不然的话，修为怎么可能精进这么多呢？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事儿十有八九跟吕天卓有关。这家伙现在越来越神秘了，没准真的可以从境地里面安然无恙的出来呢。那我就谢谢郭长老的大人大量了，一会儿进入到境地之后，还望郭长老多多照看一下天卓。庄灵笑着对郭千羽说道。吕长老，这神仙般的人物，还需要我来照看吗？庄长老能在如此短时间内突破至元婴期出界，想必他也是功不可没吧？郭千羽想要确定一下自己的猜测，所以直接说道。没错，没有天卓我根本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境界，但男人终究是有些粗心，不如咱们女人细心，所以还是要麻烦郭长老了。庄灵依旧是一脸笑意的说道，情绪之稳定令人啧舌。此时的郭千羽对这个庄长老又是高看了一眼，纵然之前心里面对他极其不爽，但现在也是烟消云散了。庄长老放心吧，既然我们一起进入到了境地之中，那就是一条船上的队友，我不会不管他的，那就有劳郭长老了。庄灵说完之后，又偷偷朝着吕天卓眨了眨眼，意思分明是说路我已经帮你铺好了，至于能不能拿下郭千羽，那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对于这样无私的庄灵，吕天卓打心底里面感激。在地球上的话，几乎是没有这么无私的女人，如果自己不能趁着这个机会将郭千羽拿下的话，那真是对不起江东父老啊。吃饭吃饭吧。随后在吕天卓的招呼下，三人开始继续吃早餐。郭千羽的味蕾似乎也被打开了，刚开始还有些放不开，没一会儿就大快朵颐起来。只能说庄灵的手艺太好了，不然也不会这样。饱饱的吃了顿早餐之后，三人起身朝着境地走去。这时候庄灵感觉自己的脚步极其沉重，虽然之前吕天卓已经给他做了许多心理建设，但真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是有些担忧。吕长老自然感受到了这一点，将庄灵的手拉住，给了他一个自信的笑容。庄灵见状
也是展颜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二人的小动作没能逃过郭千羽的眼睛，说实话，他真有些羡慕了。就算是当年自己跟施永孝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也没产生过如此共鸣吧。深深地看了一眼吕天卓，就继续往禁地方向走了。这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多人呢？来到后山禁地处，就见那儿已经里3圈外3圈的人围着了。吕天卓直接懵逼，不是说低调行事吗？这怎么个事儿啊？进入到禁地，对于整个宗门来说，那都是极其轰动的事儿。当年施永孝他们进去的时候，跟现在也差不了太多。想要隔绝这个消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见吕天卓一脸不解的表情，郭千羽开口解释道：“得，想低调都不行了。”吕天卓也是无语，他真没想到会弄出这么大的阵势来。不过对于他来说也无所谓，反正成竹在胸，来多少人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一行3人朝着人群处走去，被人注目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吕大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突然，一道人影冲了出来，直接扑向了吕天卓的怀里，同时朝着他胸口捶打着。程莹扑入到吕天卓怀里的不是别人，正是合欢宗3朵金花之一的程莹。原本他并不知道吕天卓要去禁地的消息，但这件事儿传播的非常快，所以传入到了他的耳朵里。小丫头有点不太相信，认为这么重要的事儿，吕大哥去的话肯定会跟自己说的，但传的实在是太真了。好奇心的驱使下，程莹去找自己的闺蜜戚薇了。在她的逼问下，戚薇也不好撒谎啊，只能将事情跟她说了一遍。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程莹感觉自己的心都碎了。她自认为在吕天卓的心里，自己能跟戚薇的位置一样的，毕竟当时在她的小院里面，吕天卓可是当着所有人面承认自己是他女人的。没想到自己还是没能走进吕天卓的内心，试问他怎么能不伤心呢？因此在见到吕天卓之后，他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了，鼓起了全部的勇气扑入到他的怀里质问起来。这就相当于向全世界宣布他爱吕天卓了。作为3朵金花之一的名人，能做出这样的举动确实是不易。吕天卓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原本想着静悄悄地进入到禁地当中去，在萧庭的从里面出来，这事儿也就算是过去了，哪曾想会搞这么大的场面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程莹的举动还是让他心里面充满了感动的，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这样的决定来，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当即将怀里的程莹抱住，道：“对不起莹莹，这件事儿是吕大哥的错，我就是不想让你太担心，而且万一真出了点什么事儿的话，也不至于牵连到你。两人并没有发生关系，万一自己真出不来的话，也不至于对程莹有所影响。他确实就是这么考虑的，这一点戚薇也知道。我程莹生是吕大哥的人，死是吕大哥的鬼，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如果你真出不要来的话，我也会跟微微一起进去找你。”这一番话，程莹说的极其坚定。吕天卓听了之后，心里面就更加感动了。自己认识的这几个女人，全都是有情有义啊，这一次穿越真他妈的值。而此时的程莹仰着小脸，就那么定定地看着吕天卓，仿佛在说：“别说话，吻我。”吕长老还哪能把持得住啊？直接朝着怀里的可人儿吻了过去。这个动作在地球上可能是稀松平常，年轻的情侣们根本就不在意，别说当众接吻了，就算是更过分的动作，那都能做得出来。但在凌霄大陆上，那也是一件相当大胆的事儿。围观的这些合欢宗宗众们，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场面？合欢宗长老雍吻合欢宗3朵金花之一的程莹，太鸡巴炸裂了！一时间，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大脑有点不太够用了，所以全都变得鸦雀无声起来，就那么定定地欣赏着。哗！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更不知道是谁率先回过神来，开始鼓掌的。刹那间，掌声如潮，那叫一个激烈。原本已经有些动情的程莹，听到突然的掌声之后，智商再次占领高地了。他想起自己此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羞得连头都不敢抬了，直接埋进了吕天卓的胸膛里。吕长老脸皮够厚，倒是不在话。结束一吻之后，开始跟大家挥手打招呼。卧槽，吕长老实在是太牛逼了，霸气十足啊！偶像，绝对的偶像啊！能打周家长老，能干3朵金花，操，男人中的男人！我有种预感，吕长老没准能从禁地里面安然无恙的回来呢。原本吕天卓这几天的迷弟就不少，再加上刚才教科书式的表现，收获的迷弟迷妹们就更多了，所以每个人恨不得将手掌给拍断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宗主林双里带着圣女林明走了过来。小弟弟，你是真可以啊！大庭广众之下，就这么免费为大家表演。林双里的声音传了过来，不过显然是用传音的方式说出来的。吕天卓嘴角带笑，以同样的方式传音道：“宗主姐姐客气了，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让女主变成姐姐你啊，我的吻技可是很不错的。”说完之后，极其轻浮地朝着林双里眨了眨眼。没问题啊，小弟弟，你能从禁地里面活着出来的话，姐姐适当给你点奖励也不是不可以的。不过这个前提你可得搞明白了，别挂在里面。说到最后，吕天卓能感受到他的语气之中有些担忧的意思。难道宗主姐姐她对自己也有那方面的意思？不是不可能，自己最近这段时间表现得那么优秀，哪个女人扛得住呢？林双里这个娘们虽然是一身媚术，但确实对自己没能起到任何的效果，没准自己在她的心里面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也说不定。女人都是奇怪的动物，因为这个高看，甚至喜欢上自己也不是不可能的。想到这儿，
吕天卓脸上的笑意就更浓了，再次用传音的方式说道：“我可记住姐姐所说的话了，等我从禁地回来之后，定将登门索要奖励，到时候宗主姐姐可别说话不算数哈。”林双礼的话对于吕天卓来说显然是一种动力啊，姐姐我向来说话算话，就看小弟弟你有没有这种本事了。林双礼极其认真地说道：“一言为定，快说几句场面话吧，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到禁地当中去了。”吕天卓朝林双礼说道：“这一次他要征服所谓的仙人洞穴。”林双礼听了之后微微的点了点头，随后清了清嗓子道：“今天是吕长老和郭长老要进入到禁地的日子，众所周知，合欢宗境的向来是有进无出，希望这一次他们二人能凯旋而归。”凯旋而归，凯旋而归，凯旋而归。合欢宗的宗众们听了宗主的话之后，全都拼尽了力气，怒吼着，声音之大，令人啧舌啊！这也算是从侧面为吕天卓和郭千羽加油助威吧。两人心里面还是蛮感动的。见火候差不多了，林双礼双手虚空一压，顿时就变得鸦雀无声。几位长老，一起助我开启大阵。随着林双礼一声令下，大长老几人跳了出来。由于合欢宗已经很多优秀的内门弟子以及长老进入到禁地里面没能出来，所以老宗主特地设计了一座大阵，将其封住，以免再有人进去。而这座大阵则是宗主和几个长老一起联手才能开启，因此有人想要入禁地的话，那必须得经过他们的同意，不然想进也进不去。法功！林双礼说完之后，几人都是手捏法诀，最终念念有词。对于阵法，吕天卓并不了解多少，不过他知道这玩意很牛逼，所以那个神级战法对于他的诱惑力也是非常大的。如果这一次能成功打开郭千羽的心结，那自己就可以将其拿到手了。会了阵法，那就相当于多了一份很牛逼的保命手段，想想都觉得兴奋。开！轰隆隆！就在他想这些的时候，林双礼突然一声娇喝，随后就有轰隆隆的开门声响起，随即凭空出现一个洞口。吕长老、郭长老，这就是禁地的入口，你们多加小心吧。进入到里面之后，我们这些在外面的人也就无能为力了。林双礼看着二人，极其认真地说道，他的意思已经很明了了，若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如果真进去了，那就算是后悔也来不及了。郭千羽没有说话，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吕天卓，用眼神询问他。其实这家伙真是没什么必要陪着自己一起犯险，因为这事儿跟他确实是没什么关系。仙女姐姐，还犹豫什么啊？咱们一起进去吧，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吕天卓一脸无所谓的表情，这个地方他必须得征服，当然弄到点仙家宝贝最好，再不济也得将郭千羽的心结打开。只要能得到系统的奖励，对于吕天卓来说就是快乐的，值得的。哼，我一个人无牵无挂的，犹豫什么？倒是某些人招惹那么多姑娘。哼！郭千羽连哼了2声，搞得吕天卓还挺尴尬的。自己的牵挂确实是太多了，不过没办法，谁让老子那么不爱了呢？招惹到你的身上，姐姐就不会这么说了。吕天卓接了他一句话之后，就不再去理会郭千羽了，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庄玲等人。几人丫头全都泪眼汪汪的，看上去令他甚是心疼。好好的在外面等我，很快就可以出来了。吕天卓心里也不太好受，他讨厌这种离别的场景。妈的，等老子无敌之后，就找个仙境，跟他们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到时候多生上几10个娃娃，生活肯定是乐无边的。轰隆隆！这时候轰隆的声音再次传来，吕长老、郭长老，大阵马上就关闭了，再不进可就来不及了。林双礼朝着二人提醒道：“走！”吕天卓深深地看了几女一眼，拉上郭千羽的手，就朝着洞穴里面走去。嘎吱！他们刚进入到洞穴之后，大阵也就关闭了。在外面的众人无法再看清楚两人的身影，只能默默地为他们祈祷了。天卓，你一定要活着出来啊！庄玲喃喃地说道。不仅仅是，包括灵敏、戚薇等人，似乎灵魂都随着吕天卓的离开而被剥离身体了。大阵已经关闭了，大家在这儿继续停留下去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都散了吧。我相信吕长老和郭长老可以从禁地安然走出来。见大家都不愿意散去，林双礼只好开口道：“宗主，吕大哥，他们真的能从禁地里面出来吗？”问话的是戚薇，他现在心里面一点底都没有了。我想能的，吕长老神通广大，我们要相信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林双礼的语气不是那么坚定了，因为这个禁地有多可怕，他听老宗主说过。不可否认，现在的吕天卓确实令人捉摸不透，他的那些手段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进去之后会是什么样，林双礼心里面也没底。之所以这么说，那也算是他心里面的一个愿景吧。而且林双礼之前跟吕天卓承诺的事儿，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如果姓吕的这家伙能从禁地里面出来，那林双礼不介意将自己的贞洁以及忠诚献给他。这样的男人，怕是在凌霄大陆上找不出第二个了吧？当然，前提是他得从禁地里面出来，不然说什么都是徒劳的。吕大哥，你一定要完好无损的出来啊！戚薇小声的为他祈祷着，其他人也亦是如此。众人又在这儿待了一会儿，这才纷纷离开。喂，你打算拉着我的手到什么时候啊？还不松开！进入到洞穴中之后，吕天卓依然紧紧地拉着郭千羽的小手，这丫头的手柔柔软软，拉着甚是舒服，傻逼才松开呢，又便宜不占，王八蛋！吕天卓可不想当王八蛋，
所以该战就得战啊。仙女姐姐，瞧你说的，我这不是害怕在这儿突然出现什么危险情况吗？万一咱们走散了，那可就坏了，所以才以这种方式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吕天卓说的头头是道，搞得郭千羽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去反驳了，因为他也认为吕天卓说的有道理。现在洞穴里面漆黑一片，根本就看不清有什么。那你别拉得这么紧，怎么感觉你像是在占我便宜呢？吕天卓心道，恭喜你，感觉对了。但他可不敢这么说，当即一副义正言辞的说道，姐姐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呀？君子好色，取之有道，我怎么可能干这种成人之危的事儿呢？你大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就是为了不让咱们走散而已。见他这么说，郭千羽也只能将心中的疑虑给打消掉了。两人是手拉着手继续往前走，不过速度极慢，不知道为什么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在这黑暗里面静得可怕，两人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谁也不知道黑暗的尽头会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他们二人。就算是吕天卓此刻也有种压抑的感觉，他甚至有点后悔进来了。虽然自己有系统傍身，但现在的修为确实算不上牛逼，最多也就能对付一个元婴期巅峰的高手。万一这里面有更牛逼的高手怎么办？混沌开天区确实也挺牛逼的，但还没经过更加厉害的高手检验呢。万一扛不住的，自己再把小命扔在这儿，那就扯犊子了。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出去了哈。又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吕天卓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噗！郭千羽听了之后实在是忍不住了，直接笑出声来。这家伙还真是挺有意思的，来之前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现在倒好，还没走上几步呢，就打起退堂鼓来了。当即问道：怎么吕长老，你后悔跟我进来了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赶紧原路返回，省着在这儿拖我后腿。那哪能呢？我答应仙女姐姐的事儿，怎么可能不办呢？这一次禁地之行，我必须让你把心结打开，不然的话都对不起咱们的以身犯险。吕天卓确实就是开个玩笑而已，既然已经进来了，那就没有任何的退路可言。进来之则安之，不管这洞府里面有什么，他都会坦然面对的。如果真是挂在这儿的话，那只能说明系统完犊子，与自己无关。但愿吧。郭千羽应了一声，其实说实话，他都不知道自己来这儿到底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寻找施永孝的尸体吗？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这些有意义吗？或许只是为了心安吧。郭千羽也搞不定了，但是必须得来一趟，不然的话心结确实是不可能打开。随后两人再都没说话，继续一步步向前，慢慢的移动着。在这无尽的黑暗里面，就算是再牛逼的高手，估计也会有心理波动。郭千羽自然也不例外，他心慌不已，同时暗暗庆幸有吕天卓跟自己一起。若是只有他一个人的话，那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呢。想到这儿之后，拉着的手不自觉又紧了紧。他的变化，吕天卓自然也感受到了，脸上露出笑意来。看来再牛逼的女人，遇到这种情况之后，也赶不上男人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的吕天卓心理压力也比较大，他不知道在黑暗的尽头是什么在等待着自己。这个洞府给他一种很危险的感觉，这也预示着这一次的行动肯定是不会很顺利的。仙女姐姐，你说咱们能不能活着从这儿出去呢？吕天卓不喜欢这种压抑的氛围，所以必须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和郭千羽聊天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一来可以打破这个压抑的氛围，二来可以促进彼此的感情。万一能勾搭上，那不是再好不过了吗？之所以答应跟他进入到禁地里面来，主要是有3个原因：一是帮着郭千羽打开心结，从而获得系统的奖励；二是这个洞府里面肯定是有宝贝的，顺手弄上几件傍身；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把这仙女姐姐拿下。因此这么好的机会，吕天卓可不想就这么放过掉。不知道自从进入到洞穴之后，我就有种很强烈的预感，咱们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郭千羽所说的，吕天卓自然也感受到了，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窥测他们一般。没想到郭千羽居然也有这种感觉，如此说来，那10有8九是真的了。能这么悄无声息地窥探着自己，那修为肯定极其牛逼呀！他妈的，不会把自己扔在这儿吧？那么多高手进来之后再没出去过，也是有迹可循的呀。仙女姐姐别自己吓自己了，你肯定是感觉错了。除了这么安慰郭千羽，吕天卓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现在已经这样了，那就不能继续往下营造恐怖的氛围了。如果真有什么东西出来的话，那就拼命呗。吕天卓认为自己还是有不少傍身的东西，所以并没有过多的慌乱。但愿吧。是。呼！郭千羽的话音刚落，一声怪叫响了起来，紧接着吕天卓就感觉身后有劲风来袭，他顾不得想那么多了，扬起右掌就迎了上去。平！他就感觉一只手掌跟自己对到了一起，一股巨力传了过来，整个人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飞去。哐！哎我操！他的后背重重的撞到了墙壁之上，要是没有混沌开天区的话，这一下估计就得要了他的命。不过饶是如此，也是摔得七荤八素，因为完全没有什么防备啊。吕天卓，你怎么样？郭千羽那焦急的声音也传了过来，显然在为他担忧。我没事儿，仙女姐姐你小心点，这玩意挺厉害的。吕天卓赶忙开口喊道，同时快速的站起身来，后背靠着墙壁，以防再次被偷袭。嘎嘎嘎！愚蠢的家伙们，欢迎来到死亡洞府。随后怪笑声传来，更给他们二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你他妈是什么人？有本事出来单挑啊！吕天卓很是郁闷，直接怒吼道。
他的神识居然什么都感应不到，完全不知道这玩意在哪儿。嘎嘎嘎，你们就好好的享受死亡过程吧。这个声音叫嚣了一句之后就没了声息，像是从来没出现过一般。吕天卓，你怎么样？这时候郭千羽也摸了过来，关切地问道。我没事儿，别忘了我可是个炼体高手。不过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呢？刚才交手的时候，吕天卓跟那玩意对了一掌，但从接触上来看，那一只手掌显然不是人类的，这他妈的会是个什么怪物呢？还有，这儿叫死亡洞府，可真他妈的草了，自己这算是中了大奖，能不能活着回去，吕天卓还真不敢下定论了，只求系统能给力一点了。对不起吕天卓，是我害了你。沉默了一会儿，郭千羽无奈地说道，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再者说也是我自愿来的，跟你没关系。既然来了，那就看看这个死亡洞府到底是怎么个事儿。那玩意肯定暗中窥探着咱们呢，所以沿着这个石壁往前走，给他偷袭的机会少一些。马了隔壁的，老子非把他这个洞府给拆了不可。吕天卓的小暴脾气上来了，他要跟这个未知的玩意好好斗斗法，看看到底谁更技高一筹。妈的，有系统还能吃这样的亏？此时的吕天卓怒火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不管这几把玩意是啥，已经彻底将他给得醉死了。所以吕长老准备找个合适的时机，好好的发泄一下怒火。左手拉着郭千羽，同时右手已经准备随时出凌天剑法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情面可讲，有的只是实力为尊。如果不能将这个玩意收拾了，那想出境地也很难。吕天卓能感觉出来郭千羽很是紧张，因为他的手心处都是汗，再厉害的他也是个女人，关键时刻还是需要男人做依靠的。所以吕天卓牵着他的左手，在郭千羽的小手上捏了捏，不用担心，有我在呢，保证不会有事儿。说实话，郭千羽真的很紧张，因为合欢宗境的确实是太可怕了，但有了吕天卓这番说辞，他的心绪平稳了不少。哼，少在这儿说大话，刚才还没吃过亏吗？我去你妈的！吕天卓，你怎么骂人呢？郭千羽还以为吕长老在骂他呢，刚准备发飙，就感觉这家伙朝着自己方向撞来，巨大的力道下，郭千羽知道吕天卓肯定是再次被那个东西给偷袭了，所以话还没说完呢，就将灵气全都运到了双臂之上，以此来止住吕天卓的退势。吕天卓，你怎么样？退了几步之后，终于止住了退势。郭千羽赶忙朝着吕天卓问道：“我没事儿，就是被震的气血翻腾而已。妈的，那玩意也没讨到便宜。”吕天卓恶狠狠地说道：“刚才他感觉到了有些不妥之处，认定是那东西又来偷袭了，所以直接出了凌天剑法的第一式云雀惊鸿，结结实实的跟他对了一下。这一次吕天卓是有备而来，他料定那东西绝对没占到任何便宜。滋滋滋，果不其然，不远处又出现了那玩意的叫声，似乎是在示威，叫你麻痹，有本事再来啊，谁怕谁！吕天卓刚才只不过是用了凌天剑法的第一式而已，已然差不多能接住这个怪物的攻击了。一会儿他再将第二式、第三式祭出，还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所以现在吕天卓对于这个怪物并没有什么恐惧的心里面，如果能光明正大的拼一把，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这玩意唯一的优势，那就是处于黑暗之中，他要是不在暗处的话，吕天卓就更不处了。别忘了，吕长老还有凌天身法呢。别的且不说，如果光明正大打一场的话，起码自己不怕丢掉性命。凌天身法的牛逼之处，就是他对压力免疫，因此就算是再牛逼的高手，想用气势来压迫自己，一般也不好做到。这玩意叠加混沌开天区使用，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然而这一次吕天卓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那个东西似乎就凭空消失了一般。与此同时，吕天卓也彻底休整好了，再次拉住了郭千羽的手。仙女姐姐别害怕，有我在，没有谁可能将你怎么样了。说完，极其坚定地拉着她往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郭千羽心里面暖暖的，他已经忘了多久没有人这么关心自己了。虽然当初他要跟施永孝结为道侣，但即使如此，施永孝也从来都是以他的修为为主，很少会像吕天卓这么关心人。之所以答应跟他结为道侣，似乎更多的是因为崇拜吧。当初的施永孝在合欢宗里面确实是非常拉风，这一点就算是此刻的吕天卓也比不了。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很多女弟子的梦中情人，包括他自己也是一样。所以在施永孝说要结为道侣的时候，郭千羽根本就没有矜持，直接就应承了下来。只是施永孝随后就进入到了禁地当中，这个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以前郭千羽还真没太去想这个问题，但最近这段时间他做了很详细的复盘，似乎确实是对施永孝的崇拜更多一些，至于有多爱，好像还真谈不上。现在吕天卓给他的体验完全不同，这家伙非常信心，自己只需要跟着他，就什么都不用担忧了。其实此刻的郭千羽很矛盾，他有点搞不清楚自己对吕天卓到底是什么感觉了。为什么跟他在一起似乎比跟施大哥一起更加轻松呢？难道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家伙？想到这儿，郭千羽都被自己的想法给吓了一跳。他原本可是打算一辈子都守着施永孝的，因为郭千羽认为没有谁能如此走进自己的内心，只有施大哥一个人。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啊。吕天卓这家伙貌似距离自己内心更进一步啊。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呢？难道我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见到其他优秀一点的男人就见异思迁吗？郭千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的心里面十分慌乱。而此刻的吕长老哪知道他心里面在做着什么斗争。吕天卓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那个怪物的身上，因为这家伙来无影去无踪，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必须得打起12分精神来。他皮糙肉厚倒是不用害怕什么，但郭千羽不一样啊。仙女姐姐，你没事吧？吕天卓再次感受到了郭千羽掌心处的汗水，随后赶忙朝着他问道。他还以为这是被那个怪物惊吓所致呢，哪成想与他有关啊。没事儿，你不用为我担心。好在这儿现在足够黑，要不然的话肯定会被吕天卓发现自己是一张大红脸。从这一点上来说，还真应该好好谢谢这个怪物呢。放心放在肚子里，只要有弟弟在，那就不能让这个东西伤你分毫。紧跟在我后面就是了，我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玩意儿。吕天卓笑着朝郭千羽宽慰道，自己有这么多功法护体，若是那玩意再攻过来的话，吕长老准备让他吃点苦头了。第一剑的效果很不错，这就更让吕天卓充满信心了。就算是硬拼，也未见能输吧。两人就这样手拉着手，继续往前摸索着走。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面居然如此之黑，眼睛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了。其实吕天卓的心里面也比较焦虑，若是能看到东西，他也不至于这样。这禁地里面到底有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人在密闭的环境里面，还是很容易烦躁的。郭千羽半天没说话了，此刻也有点沉不住气了。有什么妖魔鬼怪，能不能马上出来跟自己大战一场啊？现在这样两眼一抹黑，确实是太讨人厌了。放宽心姐姐，我有种预感，黑暗不会持续太久了。吕天卓并不是在安慰郭千羽，他心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预感，他的预感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吕天卓更是打起了12分精神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个怪物肯定会在走出黑暗之前再次对他们进行偷袭，因为这是他最好将二人击杀的机会。如果重见光明的话，那鹿死水手就不一定了。但愿吧。由于心里面异常烦躁，所以郭千羽也不愿意说太多的话了。小心！又走了一会儿之后，吕天卓突然大喊一声，随后用力的将郭千羽拉到了自己的身后。平！紧接着就感觉胸口处一痛，被结结实实的拍了一掌。哐！由于他是紧贴着石壁的，挨上这么一掌，感觉整个身体都要被镶到石壁里面去了。结！一招得手之后，这个怪物开始怪笑起来，这是一种充满嘲讽的笑，显然是在嘲笑吕天卓呢。笑你麻痹，看招吧！不可否认，这一掌确实是很重，吕天卓的胸口和后背也确实是很疼，但他有混沌开天区护体，所以并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最多也就是被擦破点皮，什么都不影响。而这个怪物在结怪笑的时候，吕天卓已经找到了他所在的方位，这不是就是过来给自己充当靶子的了吗？因此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犹豫，话音一落，直接就祭出了凌天剑法的第3式千丈孤鸣。这可是吕天卓的蓄力一击，力道可想而知了。是！轰！一声脆响传来，紧接着就是那个怪物的哀嚎声，那叫一个凄惨。就在吕天卓准备再次出招的时候，没了怪物的气息。这几把玩意还挺厉害的，跑得居然如此之快。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他在刚才的攻击下受了伤，估计一时半会儿应该是不会再来骚扰他们二人了。天卓，你怎么样？受伤了吗？郭千羽那关切的声音马上传了过来，而且他没叫吕长老，而是直接叫吕天卓的名字。这么一个微小的细节，还是被吕天卓给捕捉到了。这对于他来说，可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啊！看来郭千羽对于自己已经放下了所有的戒心，虽然还不能说喜欢上自己，但起码应该是有好感了。原本吕天卓还想装作受伤，以此来争取将关系更进一步呢，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这种情况下，没必要再去让郭千羽加深担忧了。不要忘了，你拼尽全力的一剑也没能伤到我，这个畜生也没有那样的本事，我不过是被石壁擦破了点皮儿，所谓的伤可以忽略不计。刚才那个玩意儿被我蓄力一击给打中了，相信他也受了点伤，应该不会那么快再来骚扰咱们，所以加快速度，前边或许就有光了。现在时间对于吕天卓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敌暗我明这种境遇实在是太操蛋，所以必须得快速摆脱掉。只要能重见光明，那吕天卓也就不用如此担忧了，光明正大的打一场，他还怕个鸡毛啊？你真没事吗？郭千羽还是有些担忧，因为他能感觉到刚才吕天卓为了救自己所中的那一掌，可比当初在落霞峰中的那一剑重多了，也就说那个怪物修为肯定是要在自己之上的。吕天卓能用肉身接住自己的那一剑，但他真能接住那怪物的一击吗？这一点郭千羽并不确定，所以他还是在为吕天卓担心。这么说吧，如果不是吕天卓陪着自己进来，干估计刚才那一段就已经被挂掉了。当然没事了，我怎么可能骗仙女姐姐呢？放心吧，我的肉身强度超出你的想象，虽然刚才那一击不轻，但还不足以伤到我，这也是那个怪物没想到的，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那么轻易就将其击中，所以咱们得利用好时间，快点走出黑暗。吕天卓语气极为轻松，一点不像是受伤的样子。郭千羽见状，悬着的心也算是彻底的放了下来，看来这家伙的肉身强度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啊。随后吕天卓拉着郭千羽的手，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非常小心的，毕竟不知道那玩意到底是什么，
自己那一剑能不能将其重创。万一他再次出来偷袭的话，那自己也得做好相应的准备啊。吕长老，你的修为境界明明在炼气期上，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的攻击能力呢？难道是用特殊的手段隐藏自己的修为了？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修为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上？又沉默了一会儿，郭千羽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直接朝着吕天卓问了出来。他确实是太想知道确切的答案了。这个男人像是谜团一样，总能给人不同的惊喜。怎么又吕长老了呢？刚才叫天卓还是蛮好听的，今后就这么叫我，要不然我可不回答你的问题。吕天卓见他改变了称呼，自然是不能干啊，所以直接弄出这么一个条件来，逼郭千羽就范。你天卓行了吧？你到底是什么修为啊？郭千羽拗不过吕天卓，只能再次将称呼改变。吕长老听了之后，脸上露出奸计得逞的笑意来，随后回应道：可能是我所修炼地功法比较特殊吧，因此修为境界像是在炼气期上，实际修为应该能有元婴的巅峰吧。再往高了，吕天卓也不敢说，但元婴期巅峰的水平那肯定是有的，也不算是吹牛逼。姐姐，有光了！就在这时，一束非常微弱的光线传来，但即使这样，也足以让吕天卓欢呼了。光，确实是光，虽然很微弱一道光线，但这也给了二人无尽的希望。是光，确实是光，我们马上就要走出黑暗了。郭千羽同样是激动的快要跳了起来，这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处在黑暗当中，心理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对于他来说，光明就象征着希望，所以怎么能不开心呢？咱们快点往前走，很快就能够出去了。吕天卓同样高兴，拉着郭千羽的手继续加快了前进的速度。随着两人向前，光线越来越大，越来越亮。这一次再有人偷袭的话，绝对可以看得清楚了。两人又走了很长时间，这才算是重见光明。此时二人处在一个巨大的厅里面，看起来能有2个足球场那么大，周围全都是光亮的石壁，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东西。而在往来时的路看，似乎是一条很长的走廊，至于到底有多长，两人还真没办法去测算，但一眼看去还全都是无尽的黑暗，像是某个深渊一般，给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天哪，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郭千羽有些感慨地说道，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仙人洞府吗？不过那个东西并不在这儿，看样子这里面还应该别有洞天啊。吕天卓笑眯眯地说道，妈的，刚才让那个玩意在黑暗中给憋屈够呛，如果能在这儿带到他，吕长老绝不轻饶。他是个睚眦必报的人，这个仇怎么可能不报呢？那咱们在这里面好好找找，看看洞府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郭千羽随后说道，这一次他们进入到禁地里面，主要就是为了搞清楚之前进来的那些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必须得将这洞府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都好好检查一遍，以此来确定事情的始末。现在两人只不过是通过那条很长的黑暗走廊而已，其他的还一概不知呢，所以必须得继续进行下去，要不然的话岂不是白来一趟了吗？这里面还是让我感觉充满危机，所以姐姐你一定要跟在我身侧，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脱离，明白吗？虽然整个大殿看上去光秃秃的，但吕天卓还是有种不祥之感，看来这个洞府确实是不那么简单，必须得小心再小心，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的话，那岂不是全都前功尽弃了吗？郭千羽自然知道事情的严峻性，这不是任性的时候。刚才吕天卓所展现出来的能力远在自己之上，听他的准没错。我知道天卓，你放心吧。吕天卓没有再说话，而是牵起了郭千羽的手，开始在这个大殿里面转了起来。现在不同于之前的黑暗，而是什么都看得清楚。自己就这么被吕天卓拉着手，郭千羽的表情就可想而知了，俏脸那叫一个红啊，像是熟透了的红苹果。吕天卓窥见之后，感觉自己心跳速度都增加了不少。不过他也知道，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洞府里面有不少潜在的危险源，搞不好就会给他们致命一击。因此吕长老赶忙将那些荒唐的想法从脑海中驱逐出去，开始全身心得去搜寻蛛丝马迹。两人就这么手拉手在这个大殿里面转了一圈，结果什么都没发现。难道这个洞府只有一条黑暗的走廊，加上这么一个大殿吗？进来的那些前辈们全都折算在了那条走廊里面。回到原点之后，吕天卓有些不解地说道，没道理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仙人的洞府也实在太过稀松平常了吧？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从刚才那个东西的偷袭来看，他的修为估计已经到达了化神期，咱们合欢宗里面的高手也没有谁达到过这个成就，所以若是在他的偷袭下葬身在那条走廊里面也不足为奇。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也会扔在那儿。想起刚才进来时候的场景，郭千羽还是后怕不已呢。如果不是吕天卓炼体厉害一点的话，他们二人已经挂在走廊里面了。我总感觉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仙家洞府怎么能如此寒酸呢？这其中肯定是另有乾坤，咱们再去仔细找找，看看怎么个事儿。吕天卓跑这儿来的其中一个目的，那就是弄些仙家的宝贝回去。妈的，若仅仅是这样的话，那未免有种老子裤子都脱了，你丫给我看这个的感觉。所以他打算继续好好找找，直到找出来仙家至宝为止，要不然现在就算是从这儿返回合欢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于是他拉着郭千羽的手，继续在这个大殿里面转了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吕天卓始终感觉有双眼睛在背后窥探着自己，要是放在平时的话，他会以为这是自己出了错觉，
但现在他绝对是不会这么认为的。吕天卓知道他们二人被盯上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在走廊里面偷袭自己的畜生。只是他到底藏在哪儿呢？按理说这大殿里面根本就没有他藏身之所呀。吕天卓的眉头再次皱了起来，他不喜欢这种被动的感觉。妈的，这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吗？怎么才能改变这个现状呢？吕长老的大脑开始飞快地运转起来了，但一时间还真想不到什么太好的办法，只能是再次打起12分精神来，走一步看一步。就这样，两人手拉手又在大殿里面逛了一圈，还是没有任何收获。天卓，秘密会不会是在那条暗黑走廊里面呢？那儿怎么什么也看不见？没准另有乾坤呢。郭千羽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除此之外，他实在是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了。这一点吕天卓不是没想过，但在来的过程当中，他始终留意了，那是一条笔直的走廊，并没有任何的岔路，所以这种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或许那条走廊存在的意义，就是方便来人被偷袭。咦，天卓，你看这儿的墙壁似乎发生了变化，有图啊！说完，郭千羽直接朝着离他最近的墙壁走去，伸手朝着那上面的图案摸去。别动！嗖！吕天卓提醒还是晚了，郭千羽直接被墙壁给吸了进去。姐姐，姐姐！吕天卓想去抓住郭千羽的手，将他从墙壁里面给拉出来，但奈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根本就办不到啊！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郭千羽被吸了进去，而无能为力。结！就在这时候，那熟悉的怪笑声传了过来。吕天卓赶忙朝着自己身后的方向看去，就见一个通体雪白的巨型猴子躲在墙壁里面。没错，就是在墙壁里面，而墙壁变得像是一个玻璃罩子一般，将里面的场景看得清清楚楚。这只巨型的猴子身高得有2米多，通体白毛，都闪着光泽。吕天卓虽然极其喜欢看动物世界，但也没见过这猴子是什么品种。小家伙，你挺强的呀，险些将我给伤了呀！大猴子看着吕天卓，口吐人言。此时他那张奇丑无比的脸上居然流露着嘲讽之意。他妈的，自己居然被一只大猴子给嘲笑了。吕天卓心里面那叫一个气啊，真是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啊！你他妈到底是什么玩意？我仙女姐姐被你给弄到哪去了？吕天卓指着大白猴子的鼻子直接痛骂起来了。嘎嘎嘎，小家伙，你不是很牛逼吗？怎么着，现在不牛逼了吗？大猴子的语气中尽是调侃之意，似乎吕天卓就是瓮中之鳖一般。我去你妈的！见他一副嘚瑟的样子，吕天卓实在是受不了了，大骂一声之后，直接祭出了自己的最强攻击——凌天剑法第30千丈孤鸣，狠狠地朝着墙壁上斩去。他想将这只可恶的猴子直接干掉。噗！可是这一剑斩在墙壁之上的时候，如同泥牛入海，没能掀起任何的波澜。这已经是吕天卓所能展现出来的最强攻击手段了，但根本就破不了墙壁啊！嘎嘎嘎！刚才你就是用这招偷袭我的吧？确实是有2下子，但现在却是无济于事了。这点攻击就想破开我的防御，想屁吃呢？刚才那个小丫头是你的相好吧？你很想看她对不？那好，我就让你看看你的相好在干什么呢？你且瞧好了。说完之后，大猴子用他的右手一挥，吕天卓对面的墙壁也变成了跟他一样的透明玻璃。而此时郭千羽身上已经是伤痕累累了，里面不断有箭雨射出来，他只能堪堪的躲避着。引以为豪的元婴期修为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躲避的稍微慢一点，箭雨就会在他的身上留一道血痕。这么下去的话，郭千羽肯定是挺不了太长时间啊！吕天卓心急如焚，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嘎嘎嘎，你可以进去救他啊，只要踏进去，那就可以了。见吕天卓一脸愤恨的表情，大猴子就更加开心了。那女人不是他的相好吗？那好，自己就让他做出一个选择来，是跟着他相好一起死，还是眼睁睁的看着他相好死呢？不要，天卓你不要进来啊，我出不去了，你还有希望啊！显然，里面的郭千羽能听到一人一猴的对话，他歇斯底里的朝着吕天卓喊道，害怕他做出傻事儿来。此刻的郭千羽有些后悔了，如果不是自己的话，吕天卓也不会跟着进入到境地当中，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吕天卓现在选择离开的话，这才是郭千羽最期望看到的结果。自己死有余辜，但吕天卓不同啊，他应该有更好的人生。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种强烈的预感，那就是这家伙会为了自己做傻事儿。这也是郭千羽最为担忧的，他不想让吕天卓陪自己一起死。姐姐，你认为我能抛下你一个人离开这儿吗？身为同亲死同学。说完这句话之后，吕天卓毫不犹豫地朝着他的那面墙壁冲了过去。嗖！临近墙壁的时候，吕天卓感觉一股吸力袭来，他整个人就被吸入到了墙壁里面去了。与此同时，正好看到一枚箭雨朝着郭千羽的后心处射去。吕天卓来不及细想，快速地冲过去，将他抱在了怀里，同时将自己的后背露了出去。噗！那枚箭雨重重地射到了吕天卓的后背之上。由于有混沌开天躯护体，所以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巨大的冲击力还是令吕天卓疼得直呲牙。你怎么这么傻呀？原本你可以出去的呀！被吕天卓抱在怀里，一时间郭千羽有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此刻的吕天卓在他的心里面的地位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似乎从来都没有人对自己这么好过，
包括当初的施永孝，连郭千羽都不知道，他的心扉已经开始悄悄打开了。咱们2个人进来的，那就得2个人一起出去，不然我一个人出去没有任何意义。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你就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从目前的情况看，我的炼体术还是可以阻挡住这些剑雨的，所以你躲在我的身后，其余的事情交给我来解决。吕天卓此刻非常冷静，自己还有混沌开天区做挡箭牌，他不相信剑雨会无穷无尽，只要将其抵挡住一阵儿，估计也就没有剑雨了。可是你真没事吗？郭千羽可知道这剑雨有多么的恐怖，被他们伤了之后，身体里面的灵气消散得很快，这么耗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自己身体里面的灵气就会彻底枯竭。没有灵气的修者，那和普通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剑雨确实是比较凌厉，但想要伤到我，还是欠缺一点火候的。你躲好了，其余的交给我就可以了。吕天卓信心满满的说道。虽然射在身上有点疼，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自己只要咬牙，完全可以挺得过去。只要熬过这一阵儿，没有剑雨了，那也就算是成功了。看着吕天卓用肉身硬扛，对面的大猴子嘎嘎怪笑起来。小家伙，这是困仙大阵，你以为剑雨说没就没吗？之前进入到这儿的那些人就是被这些剑雨射死的，你们好好享受着吧。嘎嘎嘎！困仙大阵顾名思义，仙人都可以困住，所以那些之前进入到禁地当中的合欢宗前辈，这在这儿也就可以理解了。他们的修为也没有多么的强横，纵然比现在的郭千羽强上一些，但也强不了太多。单单是这些剑雨，就不是他们所能抵挡的。天卓，对不起，是我害了你。郭千羽听了大白猴子的话之后，心里面就更加愧疚了。这很有可能是仙人布下的一座大阵。吕天卓纵然很厉害，但能跟仙人相提并论吗？看来2人最终的结果也得跟那些宗门的前辈们一样，想要活着从这儿离开，势必登天。郭千羽心里面充满了后悔，自己死不足惜，但因此连累了吕天卓，他怎么能心安呢？姐姐，这是什么话呢？我既然选择跟你来到这儿，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看着你每天郁郁寡欢的，我心里也难受。如果来这儿能给你的心结打开，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愿意。活着没灵魂，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姐姐，敞开心扉吧。吕天卓边抱着郭千羽躲避剑雨，避免他被射到，边朝着他宽慰道：如果没记错的话，只要是能帮郭千羽打开心结，那自己就可以获得系统奖励的神级阵法以及特殊礼包。且不说特殊礼包是什么东西，只要能获得神级阵法，那就够了。凭借着这个将所谓的困仙大阵破解掉，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都神级了，难道还破解不掉仙级吗？所以此刻的吕天卓一个劲儿的给郭千羽提供情绪价值，他的心结无非就是死去的施永孝，如果自己能在他的心里面将其替代掉，那心结不就自然而然的打开了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看着郭千羽被情所困，吕天卓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因此他所说的那些话半真半假吧，有很多也都是发自内心的。为了我，值得吗？看着吕天卓因为自己又被剑雨射到后心上，疼得直皱眉，郭千羽泪眼婆娑的朝着他问道：当然值得啊，你可是我的仙女姐姐啊，为你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吕天卓强忍着身上的疼痛，尽量深情的说道。马勒戈壁的，虽然自己有混沌开天区护体，但那玩意射上去是真疼啊，钻心的疼，所以只能是尽量深情了。至于面部表情会是什么样，吕天卓都有点不太敢想象，估计已经疼得扭曲了吧。这是一次非典型表白。哎，你怎么这么傻呢？我现在终于知道庄灵、戚薇那么优秀的女人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委身于你了。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的话，我也愿意做你的女人。卧槽，成了！吕天卓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面的激动不言而喻。仙女姐姐，真的吗？我没听错吧？当然是真的，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似乎没有活着出去的机会了。郭千羽无奈的苦笑着，他已经对出去不抱有什么希望了。这个困仙大阵实在是太过恐怖，以2人的修为来说，完全没有活着出去的可能性。那可不一定，事在人为。此刻吕天卓信心满满，因为刚才在他的检查下，发现系统奖励已经到账了，也就是说自己已经拥有了神级阵法，只是还没开启修炼而已。一会儿只要点击修炼，那自己就可以很快将这套神级阵法弄得融会贯通，到时候将这个困仙大阵破掉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嘎嘎嘎，事在人为，你们不过是弱小的人类而已，还妄想着破掉困仙大阵，开什么玩笑？老老实实的在这等死吧，没有谁能救你们出去。大白猴子自然听到了2人的对话，所以直接无情的嘲讽起来。在他看来，吕天卓无疑是痴人说梦呢，都被困仙大阵给弄成这操性了，还他妈吹牛逼呢，真是为了泡妞不择手段啊！只不过谎言始终是要被戳破的，过不了多久，这小子就会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有多么无知了。你他妈先笑吧，我发誓你笑不了多长时间了，一会儿老子就让你跪地求饶！吕天卓指着大白猴子冷冷的喝骂道。不知道为什么，大白猴子在接触到吕天卓那冰冷眼神的时候，被吓得打了一个冷战，仿佛这家伙能说到做到似的。以前除了主人之外，没有谁能给他这种感觉啊！这个小子真是怪得很，看来自己得加点小心了。想到这儿之后，大白猴子也不再开口了，静静的在外面盯着被困的2人，看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千羽，
一会儿我需要修炼一下，不能再去保护你了，所以你需要自己来躲避剑雨。不过你放心，这个过程肯定是不会持续太久的，没问题吧？吕天卓知道大白猴子能听到他们说话，所以这一次运用了传音来确保保密，以防这个大猴子再去其他的阻拦，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来。没问题的，你尽管放手去做。虽然我刚才受了点伤，但在你怀里的时候恢复了不少灵气，再坚持一阵儿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虽然不知道吕天卓具体要求修炼什么，但他既然这么说了，那就有这么说的道理。现在吕天卓完全就是他的主心骨，怎么说自己怎么去做就是了，绝对不会有错。好，不会太久的，你自己多多留心。说完之后，吕天卓找到空档，将郭千羽从怀里放了下来，他则是盘腿坐在了地上，快速打开系统控制面板，点击了修炼神级阵法。嗖，一道白光进入到了他的脑海，正是功法神级阵法。吕天卓大致浏览一下，里面有上万种战法，包括那些上古大阵都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有类似于困仙大阵这样的阵法，自己只需要稍稍学习一下，找到阵法的阵眼在哪儿，那么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了。很快，困仙阵出现在了吕天卓眼中，吕长老嘴角上扬起来，他知道破阵的时刻很快就将降临了。很快，吕天卓就有了相应的想法，他准备构建一个虚妄阵中阵，以此来破阵。这也是困仙阵破解方法中显示的，由于两个阵法只相差一个字，而且大致相似，所以吕天卓认为这是可行的，当即从地上站了起来，随后将摇摇欲坠的郭千羽搂在了怀里。姐姐，你怎么样？情况不太好，不过好在是坚持到你醒来了。郭千羽此时的气息有些微弱，他刚才确实是消耗了太多的能量，如果吕天卓再晚一点的话，他还真怕自己坚持不住呢。放心吧，这个困仙大阵我现在已经有了破阵之法了，不出意外的话，一会儿咱们就可以出去了。妈了个巴子的，今天我要把这儿给拆了！吕天卓极其霸气地说道。此刻他才想起来，自己已经领取了凌天剑法的第4式苍无影凤，只不过忘了修炼，而且现在系统背包里面还有一个系统奖励的礼包，等一会儿破了阵之后，吕天卓会将其打开，再把凌天剑法第4式修炼了。马了戈壁的，必须得好好的教训教训那个大白猴子，咱们真能破阵？郭千羽还是有些不太相信，因为吕天卓只不过是在地上打坐了一会儿啊，这样就可以将困仙大阵破解掉，那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了。当然，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你且看好吧。吕天卓信心十足，自己都拥有了神级阵法，这个困仙大阵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为了保护郭千羽，他没再将其放下来，而是抱在怀里，让他快速恢复，随即忍住疼痛，直接将自己的舌尖给咬破了。噗，一口本命精血喷了出来，在前位处迅速绘制出了72道镜像符篆来，这就是破阵的第一步，镜像折叠。随后那72道符篆在燃烧后生成了与困仙大阵完全对称的倒影杀阵，两阵在接触面产生了空间晶格化的奇异现象。这一切外面的大白猴子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的那张猴脸上露出了惊诧的表情来。这小子要干什么呢？难道他真能破阵不成？然而此时吕天卓已经做到了灵台一片空明的状态，对于外界完全没有感知了，继续操作着。当倒影阵能量达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吕天卓眼睛突然睁开，随后整个人化作一柄利剑，直接朝着镜像核心处刺去。轰！正反阵法如同阴阳鱼一般相互吞噬着，方圆100丈内的灵气瞬间被抽成了真空状态，这些灵气全都聚集到了2座大阵之中，开始不断的膨胀起来。滋滋滋！外面看着这些的大白猴子开始发出了恐惧的叫声来，一身油光锃亮的白色毛发全都竖了起来。轰！巨响声再次传来，牛逼一时的困仙大阵在这一刻彻底的崩塌掉了。破阵了，我们真的破阵了！郭千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吕天卓真的将这座大阵给破掉了！哈哈，不仅仅如此，我的修为也提升了不少。吕天卓张狂的大笑起来，刚才抽过来的那些灵气全都进入到了他的体内了。现在吕天卓的修为已然来到了金丹期巅峰，之前炼化了那么多修炼点都没有太大的作用，没想到在这儿居然得到了如此大的机缘，吕天卓心里面那叫一个高兴啊！如果自己的修为能突破至元婴期的话，那就可以解锁混沌开天区的其他阶段了，那时候可就牛逼大发了。只是还需要多久，这就不得而知了。咦，那只大猴子哪儿去了？郭千羽回过神来之后，开始去找之前那只大白猴子，这家伙就是罪魁祸首，所以郭长老想要找他报仇，估计是被吓跑了。先不用管他，你对我护法一下，我还需要弄点东西。吕天卓朝着郭千羽说道。现在他还有凌天剑法的第4式没练呢，只要将这一招练好，那自己的攻击威力将会成倍增长，对付那个大白猴子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了。而且系统背包里面则是还有一个神秘的礼包没有打开，按着以往系统的奖励来说，这个礼包绝对错不了。好，你放心修炼，只要有我在，就不会让他来打扰你。郭千羽朝着吕天卓保证道，就算是拼上性命也得阻止那个大白猴子。吕天卓朝着郭千羽点了点头，随后握住了他的双手，一股浩瀚的灵气就渡了过去。顷刻间，郭千羽身上的伤全都好了不说，而且修为也突破至元婴期的中阶了，心里面对吕天卓的感激也就更浓了。如果能活着出去的话，他不介意将自己的交给吕天卓。我开始了。
吕天卓跟他打了一声招呼之后，再次席地而坐，快速地翻开了凌天剑法的剑谱，直接打到了第40那一页，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就点击了修炼。嗡嗡嗡，随着他挥动双臂，剑意盎然，嗡嗡作响。少顷，玄剑作轻无求之，剑意引来百鸟朝宗。这副景象直接将郭千羽给震惊到了。这是剑法吗？未免也太厉害了吧！此时的吕天卓给他的感觉就是一柄绝世利刃，那些所谓神兵跟他一对比的话，那都黯然失色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比性。这才真正的绝世好剑。过一会儿，这些恐怖的剑气全都朝着吕天卓的身体里面钻去，颇有种万剑归宗的感觉。郭千羽都看傻了，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修为啊？怎么修炼的这些功法都如此霸道呢？有他在，或许二人真的可以从这儿走出去也说不定呢。此刻的郭千羽在看向吕天卓的时候，眼睛里面都充满了小星星。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强了，他值得自己托付终身。怎么了，千羽？是不是感觉哥那么点小帅？吕天卓清醒过来之后，就见郭千羽正一脸娇羞地盯着自己看呢，所以忍不住开口打趣道：“不仅仅是有点小帅，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帅了。”郭千羽红着脸将他的答案说了出来，这话确实是一点都不假。现在的吕天卓完全恢复到了颜值的巅峰期，剑眉星目，圆臂丰腰，刀削斧刻般的坚毅面容，而且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很是吸引人。郭千羽心结之所以能打开，跟这些也不无关系。现在的吕天卓实在是太优秀了，怎么看怎么帅。哈哈，你这么说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过千羽，过去的终究是过去了，咱们应该往前看，这也是我陪你来这儿的主要目的。吕天卓看着郭千羽，很是认真地说道：“既然打开了心结，那他就准备再往前走一步了。我知道，放心吧，现在我的心结已经打开了。”郭千羽看着吕天卓，极其坚定地说道：“确实是如吕天卓所说的那样，过去的终究已经过去了，所以自己的应该向前看，还有更美好的生活在等待着自己呢。那就好，千羽你稍等一下，我还要弄点东西。”吕天卓得到了郭千羽的答复之后，心里面很是高兴，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出意外的话，等出去之后肯定能有实质性进展。不过吕天卓现在面板的背包里面还有一个系统的特殊奖励没打开，他想要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如果能修炼的话，那马上就将其修炼掉，毕竟一会儿还要面对什么危险的东西也不知道呢。多一份技能，那就是多一份保命的本事啊。好，我给你护法。郭千羽应了一声之后，就全神贯注地为吕天卓护法了。因为那个大白猴子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了，所以必须得打起12分精神来，不管怎么说也得为吕天卓争取相应的修炼时间。吕天卓现在倒是不在乎那个大白猴子，他充其量也就能接下自己的凌天剑法第30而已。如果祭出第40的话，这个大白猴子肯定是扛不住的。因此在吕天卓这儿，他已经不足为惧了。当即打开系统面板，找到了背包，里面出现是否开启的字眼。吕天卓马上选择了是，直接将那个神秘的礼包给打开了，里面躺着一块玉符，神级隐身术。卧槽，这玩意可以啊！若是出去当头窥狂的话，那应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想到这儿，吕天卓不禁笑出声来。怎么了，天卓？正在那全神贯注守护的郭千羽听到他的笑声之后，赶忙不解地问道：“没事儿，没事儿，千羽，马上就好。”吕天卓赶忙控制自己的情绪，随后点击了修炼。嗖，玉符化作一道白光，直接飞入到了吕天卓的脑海之中。随后吕长老就跟着上面的说明开始修炼起来。天卓，天卓，你哪去了？聚精会神为吕天卓护法的郭千羽突然发现失去了他的踪影，直接焦急地大喊起来了。这家伙不会是被刚才那只大白猴子用什么特殊的手法给弄走了吧？千羽，你看到不到吗？吕天卓的声音就在他旁边响了起来。但不论郭千羽怎么看，怎么去感应，都无法感受到吕天卓的存在，一点气息都没有，就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你在哪儿啊？我一点看不见你，连你的气息也感应不到。郭千羽知道吕天卓就在自己的身侧，所以他倒没那么担忧了。我在这儿呢。说完之后，吕天卓将隐身术给散了，显现出他的本体来。天卓，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一点气息都感受不到呢？郭千羽诧异地朝着他问道。以前从来都没听说过会有这样的情况，他现在可是元婴期中阶的修为啊！哈哈，这是我新练的一个小技能，叫做隐身术。我用出来的时候就将身体隐藏起来了，没想到这玩意还挺好使的。吕天卓大笑着说道。看来确实是系统出品，必属精品啊！有了这玩意，即使是打不过的时候，逃命也没有任何问题吧？对于吕天卓来说，现在可谓是相当需要这样的功法，因为他的修为还达不到顶级，如果遇到真正的高手，依然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有了凌天身法以及这个神级隐身术，起码保命问题不大，何止好使啊，简直是逆天级别的存在。要知道现在我的修为可是已经来到了元婴期的中阶，连一点气息都感知不到，太厉害了。郭千羽现在对于吕天卓的这些牛逼技能已经见怪不怪了，他就是个怪胎，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连困仙大阵都能破掉呢？马马虎虎吧，接下来咱们就得继续进城了，争取能早点返程。吕天卓冷冷地说道。这个洞府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他必须得搞明白了。还有那只白色的猴子也得好好的收拾一下。妈的，真是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啊！
天卓，这个洞府神秘的很，咱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要不然直接原路返回吧。郭千羽有些犹豫，所以朝着吕天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来。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许前面会有更加强大的敌人在等着他们，全都是未知的东西，还不如原路返回，不去以身犯险呢。那是干嘛啊？咱们好不容易来一次，就将事情彻底做完，要不然的话，心里面还会时不时的想起，估计就得再来一趟，还不如一次性办利索呢。吕天卓对这个洞府越来越感兴趣了，现在要是让他离开的话，那会有种进入宝山空手归的感觉，因此不论如何也得将这个行程进行下去，要死要活掉朝上。如果真挂到这儿，那只能说明自己倒霉。他已经在心里面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建设，因此没人可以劝说他离开这儿了，除非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然就将这儿翻个底调。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继续往下走。郭千羽一口应承了下来，刀山火海他也得陪着吕天卓，因为人家是因为自己才进入到禁地当中的，所以他怎么可能临阵逃脱呢？于是两人手拉着手，再次朝着前面走去。因为吕天卓看出来了，这个所谓的大殿其实也是阵法中的一部分，说白了，这就是一座幻阵，眼前看的一切都是阵法中幻化出来的。可以这么说，他们从踏入到这里面开始，就已经身在幻阵之中了。就连那条黑暗的走廊也是阵法中的一部分。现在吕天卓有着战法中的百科全书，神级阵法，所以这些自然是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么说吧，只要给他时间，他可以弄出来一座比这个幻阵更加牛逼的阵法。系统奖励的神级阵法，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能成为神级，没点内涵怎么能站得住脚呢？天卓，这就是一个大殿啊，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呢。走了一会儿之后，郭千羽忍不住朝着吕天卓说道，在他看来，继续往下走也依然如此，所以没有什么往下走的必要了。千羽，其实在咱们进入到禁地中之后，就已经处在一座幻阵之中了，就连之前那条黑暗走廊亦是幻阵的一部分。我也是刚才才想明白这一点，不得不说那个所谓仙人手笔很大，如果不是精通阵法的人进来，修为再强也很难能活着出去，因此之前那些人折算在这儿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这座大阵的阵眼，现在将它破坏掉，这就会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此刻的吕天卓成竹在胸，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郭千羽听了之后，看向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崇拜之意，这样优秀的男人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此时的施永孝已经彻底被他忘在脑后了。其实这也不是郭千羽水性杨花，因为他原本跟施永孝间的感情就不是很深，之所以能困扰他那么多年，说白了就是郭千羽自己想象出来的。当初跟施永孝在一起的时候，人家也没对他多么深情，只是说要结为道侣，一起双修而已。再加上施永孝完全就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主儿，什么事儿都不会考虑女方的感受。现在吕天卓有那么的细心，这么纵向一对比，两人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更重要的一点是吕天卓有大帝之姿，这是任何男人都无法比拟的。对于女人的吸引力，那也是史诗级别的。别说郭千羽了，谁又能扛得住呢？如果换成不矜持的女人，估计早就主动要给吕天卓生猴子了吧。给老子破！就在郭千羽沉迷于吕天卓那该死魅力的时候，吕长老大喝了一声嗖，随后就见他化作一道白光，朝着墙壁的某处射去。轰！当吕天卓接触到那儿的时候，一声巨响传来，随后郭千羽就感觉眼前的景象全都变了。两人此时正处于一座山谷之中，这里面鸟语花香，与之前完全不一样。而那只大白猴子此时正一脸震惊地看着他们二人呢。老畜生，我们又见面了。吕天卓定定地看着大白猴子，冷冷地说道：不可能，这不可能啊！主人的大阵怎么可能被破掉呢？此时大白猴子的面部表情简直跟人一模一样。有什么不可能的？不就是一座幻阵吗？只要老子想，建成的幻阵比他的牛逼。老畜生，马上带我们去你家主人修炼的地方，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吕天卓对这只大猴子没有任何的好感，如果不是他还有利用价值的话，吕长老真想出手将其毙掉了。哼，愚蠢的人类，你以为降阵破掉了就可以吗？看你们的修为也不怎么样，想要过我这关势必登天。既然大阵困不死你们，那我就将你们送到地狱去。大白猴子说完之后，直接化作一道白光，朝着吕天卓冲了过去。不见棺材不落泪，老子今天就让你开开眼。唰！吕长老的话音一落，凌天剑法第三式直接朝着那道白光劈了过去。轰！大白猴子没有做任何闪避，直直的就迎了上去。一声巨响传来，郭千羽就感觉自己脚下的土地都跟着颤了几颤似的。由此可见，这一次碰撞的威力有多么的大。嗷！噔噔噔！大白猴子被劈得嗷一声，而吕天卓则是向后退了几步。嘿嘿，过瘾啊！吕天卓压根没怎么样，不过这次碰撞算是彻底将他的战意给激发出来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大白猴子的修为应该能在化神期中阶的样子，这放在凌霄大陆上也绝对是高手级别的存在。但自己并没有出全力，就不让他好受了。由此可见，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对战一个化神期巅峰的高手，应该也问题不大了吧？吕天卓想到这儿，心里面还是很高兴的。别的且不说，现在他肯定也算是步入到了高手的行列中来了。这才得到系统多长时间啊？假以时日的话，
那真是未来可期了。不错，不错，一个畜生能修炼到这种程度，很可以了。吕天卓一脸笑意地看向了大白猴子。此时他在吕长老的眼中，跟那些江湖术士耍的猴子没有任何区别，收拾他那就是玩一样。大白猴子那双眼睛当中透露着恐惧之意，为何自己接触这小子没一会儿，他的修为就产生了质的飞跃呢？不是没见过天才，但确实是没见过这么变态的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大白猴子谨慎地朝着吕天卓问道：“要你命的人，你不是能接下我一剑吗？那就尝尝我的另外一剑，如果还能接下来的话，老子我直接认输，任凭你来处置。”吕天卓言语间开始聚集灵气了。凌天剑法的第4式苍梧影凤瞬间就蓄势呆发了。此时的吕天卓给人一种地临天下的感觉，别说郭千羽想要顶礼膜拜了，就连那只大白猴子也有种想要顶礼膜拜的冲动。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身上的气势似乎比主人当时还强呢。扑通，大白猴子不敢再犹豫了，直接极其人性化的朝着吕天卓跪了下去。没办法，为了活命不丢人。